爹，赐婚旨意已下，一坊是一定会进门的。太后曾说一坊将军是天下女子的表率，他甘心为妾吗？不是妾，她是平妻，与你无分大小。将军知道平妻只是听着好听，但实则是妾。什么妾不妾的？我与她在战场上互生情愫，情投意合，而且我们是以军功求的赐婚，这门亲事是我们自己浴血奋战拼来的，我其实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情投意合？你出征前与我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我战北望此生只爱西西一人，永不纳妾，这样的话便忘了吧。娶你时我不懂情爱，只觉你合适当我的夫人，直到我遇到了阿访，她和我见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我爱极了她，望西西成全。那父亲和母亲可都同意？他们同意，这是陛下赐婚，而且一坊率性坦荡，俏皮讨喜，他方才已经去拜见过母亲了。他们同意？这真是讽刺得很，自己这一年的付出算是给了狼心狗肺。他在府中吗？他正与母亲说话呢，他哄得母亲很开心，病情都好多了。好多了？你出征的时候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是我请丹神医来为他治病，我白日处理府中内外事务，晚上过去市集，所以他的情况才好转了点儿。但如今见了一坊，他更好了。我知道委屈了你，但请你看在大局上，成全我和一坊。你请一将军过来与我见一面，我有些话要当面问问他。不必找他说，西西，他和你认识的女子不一样，她是女将军，最是不屑内宅里的纠缠，她应该不会想和你见面。我认识的女子是什么样的？或者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的？将军似乎忘记了，我也是武将侯府出身的女儿，我父亲与我6个哥哥，3年前战死在南疆战场。那是他们，可你终究是个只适合养在闺阁或者内宅里的娇贵女子，一坊瞧不上这样的女子，且她性子直率，不拘小节，只怕与你见面会说些让你不高兴的话，你何必自找难堪？不要紧，他如果说了我不中意听的话，就当没听到就行。顾全大局，识大体，是每一位宗父最基本的修行。将军信不过我吗？你何必自讨没趣？这是陛下赐婚，而且以后即便一坊进门，你们也会分东西院的，他也不会跟你抢夺掌家之权。西西，你看中的东西他不屑。你觉得我眷恋这掌家之权吗？算了，归于你说了，本来就只需要知会你一声的，你同意不同意都改变不了结果。姑爷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别乱叫，我与他还没有夫妻之实，算不得是你姑爷。去把我的嫁妆单子取来。为何取嫁妆单子？傻姑娘，这样的人家咱们还待啊？但是这门亲事是夫人为您说的，侯爷在世的时候也说希望您嫁人生子。我知道你自幼习武，可是今后你就如上京的贵女一样，觅个良婿成婚生子，安稳一生吧。如今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了。母亲为他选了没落将军府的战北望，可半年前西京的探子灭了侯府满门。一年来您补贴出去的现银有6000多两，但商铺、房屋、庄园都没动过的。夫人生前存在钱庄里的存单，还有房契、地契等，全部都放在匣子里上了锁的。还好花的并不多。小姐，咱们能去哪里呢？难不成还回侯府去吗？要不咱们回眉山去吧？去哪里都好，比留在这里强。可是你一走便成全了他们。那就成全了吧。我若不走，便是在他们的恩爱中搓磨一辈子。宝珠，侯府如今只我一人，我要好好活着，才能叫父母兄长他们在天之灵放心啊。小姐，再无别的办法了吗？有，我到御前以父兄之功找陛下请一道旨意，若陛下不允，我便一头撞死在那金銮殿上。小姐万万不可呀，陛下赐婚怎么会收回？你家小姐有这么傻吗？即便是到了金銮殿，我也只会求一道合理的旨意。他战北望娶一坊是赐婚，那么我合理也要求一道旨意，自己走也要走得风风光光，而不是悄无声息，像是被人扫地出门。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是老夫人身边的翠儿姑娘，怕是老夫人要说服您。那就去吧。现在北望回来你也有靠了，这一年实在是委屈了你，加上你娘家也出了这样的事，镇北侯府就你一个人了。不过幸好一切都过去了。母亲今日见过一坊将军了？哦，见过了，是个粗鲁的性子，容貌和你也没得比。如此说来，母亲不喜他，对吗？喜欢不喜欢的，才见第一面怎么就谈得上呢？不过既然陛下已经赐婚了，是既定的事实，往后他和北望一同在军中立功，而你掌着将军府内宅，享受着他们拼回来的军功，这样多好啊。确实很好，倒是委屈了一将军为妾。瞧你这傻孩子，陛下赐婚怎么会为妾？加上他是朝廷的武将，是朝廷官员，哪里有官员当妾室的？这次赐婚是平妻，无分大小的。无大小之分？我朝有这个规矩吗？
西西，你素来懂事，既嫁入了战家，就要当以战家为先，一防此战立下的功劳比北望大很多。往后他们夫妻一心，加上有你长家劳持内务，总有一日能像他祖父那样成为显赫一时的名将。既然他们夫妻一心，那就没我什么事了呀。怎么会没你什么事？你不是还掌着将军府的账务吗？以前是因为大嫂身子不适，我暂时掌家，现在大嫂已经康复，往后当家的还是大嫂，府中的事我便不过问了，明日把账一对，交接了就行。我不行，我身子还没好利索。再说这一年你掌家大家都很满意，就继续还由你管着吧。大家都满意，不就是因为自己拿了银子出来贴补吗？就这么决定了，明日交接一下吧。府中的事我往后就不管了。慢着，西西，你这就不懂事了。男人嘛，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你连这点都看不开，外人会说你心胸狭隘、善妒。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要说什么我不用管。二嫂，看你把母亲气的，这又没委屈你。你以为侯府还有往日显赫吗？你父兄母亲都没了，只剩下你一人，你还要矜持着你世家小姐的身份脾气，就不怕二哥休了你吗？把你身上的衣裳脱下来，再跟我摆威风。这衣裳也不是我求着你给我做的，不要就不要，回头我就扔回去给你。好，还有你头上戴的珠翠首饰也一并还了吧。宋西西说完，一眼扫了全场。没什么事了吧？那我就先走了。他总会听话的，他没有别的选择。是啊，如今他已无娘家可依靠，除了留在战家别无他法，而且战家也没有委屈他，他依旧算是正妻。小姐，陛下只怕不会见您，会觉得您是来阻挠赐婚的，要不就算了吧。好歹您还是正妻，是战夫人，她就算是平妻也顶多算个妾，要不咱忍了。宝珠，以后这样没志气的话就不要再说了。陛下，詹夫人还在宫门外候着。朕不能见她，旨意已经下了，朕是不可能收回成命的，让她回去吧。金军劝过了，他不走，就那样站了一上午都没挪过一步。战北望以战功求此，朕本也不愿，可若不应承了，他和义将军都下不来台，他们好歹是立了战功的。陛下，若论军功，战北望和一方是远远比不上镇北侯的。这一场与西京的战事打了数年，镇北侯府和萧大将军的军功无人可比。是啊，当年朕还是太子，初入军中就是镇北侯带着朕的，而朕与宋西西也是旧识，不过他那时还小，6、7岁的娇娃娃甚是可爱。罢了，让他来吧，他若能同意这门亲事，他要什么朕便给他什么，哪怕是诰命封号朕都应了。陛下声明，来说话。陛下，臣女今日求见实在冒昧，但臣女也想求陛下恩典。宋西西，朕已下了旨意，是不可能收回成命。求陛下降旨，准许臣女与战将军和离。和离？你要和离？陛下，战将军与义将军以战功求了赐婚的旨意，今日是臣女父兄的忌日，臣女也想以他们的军功求一道和离的旨意，求陛下恩准。西西，你知道和离之后你要面对什么吗？知道，但君子有成人之美，西西虽不是君子，也不想阻碍战将军和义将军成为他们恩爱夫妻的一根刺。西西，镇北侯府已经没人了，你难道还回侯府去吗？你可想过将来怎么办？臣女今日回府拜祭父兄，看到侯府已经丢荒了，臣女想回侯府住，再为父亲收养一个儿子，往后也不至于叫他们没了香火供奉。其实你是正妻，一方撼动不了你的地位，你实在没必要和离。陛下，那样毫无意义，臣女不想这样蹉跎一生。侯府如今只臣女一人，而父兄一生光明磊落，铁骨铮铮，臣女也不想将就苟且一生。朕知道你也是心仪战北望的，你就舍得。如绝地里开出的高岭之花，他舍了我，我就舍得了他。朕准许了，你且回去吧。过几日和离的旨意会下到将军府。臣女谢主隆恩。西西，往后若有人欺你，尽管进宫来找朕。臣女谢恩。陛下，太后派人过来，请您得空去一趟。大概也是因为西西的事，让他着急担忧了。儿臣参见母后。你那道赐婚的旨意下去，实在太不明智了。你这样做，既愧对宋侯爷，也给天下臣民起了一个坏榜样。商国有律，朝中官员成亲5年内不得纳妾，5年已经是极短的日子。按哀家来说，除非是年过45所出，方可纳妾。如今陛下当众赐婚一坊为平妻，是给大家带了个头啊！如此女子还有活路吗？战北望大婚当日出征，他甚至都还没与西西洞房啊，结果夫婿刚回来便要娶平妻了。陛下，你这是要逼死他吗？可怜他们就只一个女儿在世了，还要被人欺负成什么样？
母后，是儿臣考虑不周。当时在城门，他当众以退敌军宫求一道赐婚旨意，朕知道不妥，但他说别无所求，也不需要赏赐。朕若不成全，他也下不来台。他下不来台就要牺牲吗？宋家牺牲的人还不够多？这一年他过得有多艰难，你不知道吗？母后，战北王已经变了心，即便娶不了一坊过门，也不会真心待宋西西了。方才宋西西求到朕的面前，求一道和离的旨意，朕准了。什么？这傻孩子怎么就求和离了？和离之后他去哪里呀？他说回侯府，为他父亲收养一个儿子。侯府还回得去吗？他是见过那满地都是亲人尸体的，在那个地方住，他就不怕夜夜噩梦？唉，他既然入宫了，怎么就不来见哀家？哀家可以给他做主，犯不着和离呀。战北望既立下了军功，求个诰命也可以风光富贵一辈子，为何要选一条这么艰难的路来走？母后，他心意已决，说不愿意被他们两人蹉跎一辈子。母后想啊，他心里若有战北望，日日看着他和别的女子恩爱，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女子这一生本就艰难，一坊身为女将军，哀家也曾赞赏过她，也本以为她能让女子的地位提升，殊不知她得了是回头第一脚踩的就是女子，哀家对她很失望。第二天，战北望奉旨进宫，本以为入宫便可见驾，却在御书房外足足等了1个时辰。战将军，陛下正忙着呢，说是叫您先回去，改日再宣您进宫。自己在御书房外等了那么久，也没见大臣进出啊。吴公公，陛下原本传本将军来是有何事的？大将军，奴才不知，烦请公公指点一下，是不是本将军哪里做错了呢？大将军刚凯旋回来，只有功没有过。那陛下，大将军请回吧。庆功宴上，陛下还对自己和一坊赞赏有加，怎么才隔了1日便如此冷淡呢？他走到宫门，却听得守宫门的禁军在窃窃私语。昨日大将军夫人来了，如今大将军也进宫，会不会是赐婚的事生了变故呢？别乱说，陛下在官员和百姓面前说了恩准，怎么会再生变故？昨日我夫人进宫了。是的，在这里等了1个时辰，陛下才见了她。怪不得陛下今日态度与原先大相径庭，竟是他进宫求了陛下撤回赐婚旨意，好重的心机。亏一坊昨天还竟为他说好话。宋西西，你想做什么？宝珠，退下吧。你在陛下跟前够重了，求陛下撤回赐婚旨意，对吗？没有。没有吗？敢做不敢当，可不是将门出身的女儿所为。宋西西，你真虚伪。说话啊，你到底还跟陛下说了什么？陛下是不是答应了你撤回旨意？没说什么，你们的婚事还是会如期举行的。这是我以战功求来的，如果陛下真的撤回旨意，必定叫将士寒心。但陛下今日传召我去，却又不见我，估计是因为你告状说受了委屈。宋西西，我不与你计较，但我对你也真是仁至义尽了。希望你能安安分分的，不要再闹事。我与一坊成亲之后，也会让你有自己的孩子，你下半辈子也算有靠了。宝珠，送客了。替姑娘委屈，姑娘不觉得委屈吗？委屈啊，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想想以后如何让咱们两人过得更好些。我宋家岂有软弱之辈？怎么人人都来欺负姑娘？您对将军府的人这么好？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现在不重要，重要的不过是带过来的嫁妆。好了，别哭了，该干嘛干嘛去，日子总得要过的。一会儿一坊也要来，你们见个面，以后就是姐妹了，要和睦共处。丹伯父，我送您出去。我也恰好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大姑娘，这家人没个好心肠，不值得你对他们这么好。往后你不必再派人去请我，我不会再来。丹伯父，我知道了，以后我不派人去请您，我已经打算和离了。好姑娘，这才是宋家女儿该有的决断。我不缺他们家这点银子，昔日若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也不会给他治病。你听说你想见我，今天我只问你一句，是否愿意与我和平共处？我希望你说真话，而不是在我面前做戏。太后曾说一坊将军是天下女子的表率，不如请一坊将军回我一句，我除了与你和平共处，是否还有别的选择？你不用扯别的话题，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是你自己的事情。当然愿意和你和平共处。我说了不要在我面前撒谎，否则你也不用进宫去求陛下收回旨意。但陛下怎么会听你的？你以为你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就能把陛下都迷惑住吗？一将军慎言，非将军这般的人难道就都是惺惺作态的？至于你，当日你登门求娶与我母亲承诺，往后只我一人不会纳妾，如今是你失信于我，别弄得我阻碍了你们似的。原来你还跟他这样说过啊？如此说来，倒是我横在你们夫妻之间，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我那日与你说过，当时我不知什么是爱情，直到我遇到了一坊才明白，我兴许诺言做不到，确实是不对。
可如今我心里就只有一房，而且我们也没想过伤害你，你依旧是战夫人。以后我们两人在军中的日子多，我和一房所生的孩儿也可由你来抚养，如此也可巩固你的地位。你说什么？我以后还要帮你们养孩子？你若想有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我可以与你生一子或者一女，等你怀上之后，你我便不再同房。你呢？你也同意这样？我并非善妒爱捏酸吃醋的人，而且为你着想的话，你有自己的孩儿，下半辈子也有靠了。至于你有孕之后他去不去你的房中，这我管不着。放心，她如果怀上，我此生便再不碰她。用保证，我也不是那样小气的人。宋茜茜看着眼前两人，只觉得无比的荒诞。女子在世已是十分艰难，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糟践女子？你自己也是女人，不能因为你上了战场杀过敌，便可这般轻贱女子。难道我宋茜茜在你们眼中就只有靠着战家的子嗣才能活下去吗？你们拿我宋茜茜当什么人了？你这样说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合理吧，别的话都不要说了，撕破脸都不体面。合理，你只怕不是在威胁吧？但我岂是随意能被你威胁的？你且尽管闹，闹大了损的是你自己的名声。茜茜，我不会与你和离，我们这样说都是为你好。不必，你不过是怕被人说你寡情薄义见异思迁。你们事事都为了自己，却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岂不虚伪叫人听着恶心？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你不要误会。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到现在还要矜持着所谓贵家小姐的颜面，真是矫情得很。我本来是想跟你说个明明白白的，殊不知你心思这么重，胡乱揣测到像是我们要谋算你什么似的。而且和离之后你等同弃妇，在外的日子一定没有在将军府好过，又何必赌着这口气与自己过不去呢？既然我的好意你不领情，我也不说了，随便你怎么做吧。我一访钟情，他没什么好遮掩的，坦坦荡荡，有人说有人骂我都认了。既然你不怕外人非议，就没有必要来此一趟。我只怕有些人借着和离的名义，却在外人面前装可怜，阻挠我与北望的婚事。我们用自己的战功换取的婚事，容不得你来破坏。你们走吧，这样的谈话实在没有意思。你们是为国立功的将军，我实不愿对你们口出恶言。宝珠、宋客，两位将军，你们彼此钟情是你们的事，请别来糟践我家姑娘，也别拿战功来压我们家姑娘。大胆，一个卑贱丫鬟也敢对本将军大放厥词！我一个卑贱丫鬟，尚知礼义廉耻，你身为朝廷的女将军，却在战场与别人的夫婿勾搭不清，如今还仗着军功欺负我家姑娘。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丫鬟，没大没小。我的人也容得你随意打骂。战北望没想到他竟会为了一个丫鬟动手打他巴掌，不过他也没有打回去，只冷冷地瞪了宋茜茜一眼，便带着一坊离开了。疼吗？不疼，好在很快我们就可以离开将军府了。陛下说圣旨几日之后便到，也不知道是哪一日。3日后，筹办婚事最终交给了二老夫人去办。提亲的时候，对方开出的聘礼聘金都列了一份单子，单子上一些基础的东西，二审也都被下了。现在就是聘礼聘金这部分二审定夺不了，才叫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的。二审是1万两聘金，金镯子2对，羊脂玉镯子2对，也就这么些啊，其他零碎的不多。不多，可惜如今府中账上连1000两的现银都举不出来。怎么会？谁管得账啊？是不是亏空了？我管得账。你管得账？那银子呢？你居然还问银子呢？你以为我们将军府是什么世家大族吗？这座将军府是因为你祖父当初官拜总兵先帝赐下的，你父亲和你叔父每年的俸银加禄米超不过2000两，而你一个4品宣武将军，多得过你爹去吗？那祖父留下的产业多多少少总还是有些收益的吧？多多少少能维持得了这么大的府邸开销吗？光你母亲每日吃的药便要3两银子一副，3天服用1粒药丸，5两银子1颗，这些都是西西掏自己的陪嫁银子养着的。说白了，你们就是不想拿这笔银子罢了。既然如此，聘礼和聘金我来想办法。我立了战功，陛下会有赏金的。你的战功不是用来求取一坊了吗？既然你们情投意合，又何必在意聘金的事？去跟他商量商量，少要点就是了。到底是陛下赐婚的，不可这般轻慢了人家。这银子咱们家不是拿不出来。西西，这笔银子你先拿出来，等我们宽裕些了再补回去给你如何？母亲，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补回去呢？想必嫂嫂是个贤惠大方的，这1万两银子对她来说也不过是9牛1毛，她肯定舍得拿出来。少欢，不能这样跟你嫂嫂说话，她这1年为我们将军府已经付出许多，你们都要念着她的好了，就这么决定了。西西啊，母亲知道是委屈了你，等一坊进门之后，你给她立立规矩，让她知道你才是正式夫人。众人都看向宋茜茜，连战北望都看了过来，可是宋茜茜却没说话。除了聘金，
还有这些赤金头面啊首饰的，也一并叫西西出了吗？自然也不在乎这点了，对吗，西西？二老夫人看向宋西西，却微微的摇头，示意她不要答应。这银子我来掏不合适，将军府娶亲，该由将军府来出银子。西西，你这样就不懂事了，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再说这不是跟你借吗？日后宽松了，自然会还给你。将军觉得呢？西西，这些事情你做主就行，你到底是他的妻子，他的事也是你的事，夫妻一体嘛。母亲说的有道理，那将军说句话吧，如果问我借，我是愿意借的。这宋西西真不懂事，竟跟自己夫君计较。他娘家的人都死绝了，银子不花在将军府，还要花哪里去？我自己去想办法，不用借你的。你的嫁妆给你夫君娶妻吧，1万两银子而已，对你来说也不多，就算是借你的也行。可以，还是西西懂事啊。放心，以后北望如果敢欺负你，我第一个饶不了他。他怎么那么傻？哪里有用自己的陪嫁给夫婿纳妾的道理？这分明是欺人太甚。那么就是说，聘金和聘礼加起来是13000两左右。那么酒席呢？酒席要多少？酒席以及旁的加起来也要个几千两，你也要出了吗？可以，回头叫将军给我打一张欠条，我便把银子送到。此言一出，除了二房老夫人，其他人全部都黑了脸。荒谬，哪里有相公跟妻子拿银子还要打欠条的？不打欠条怎算的是借？母亲，您方才不是说借的吗？借银打欠条，那是天经地义，不打欠条才是荒谬吧？既然没有相公跟妻子拿银子是要打欠条的道理，那也没有夫君娶妾要用原配的嫁妆给聘金的道理啊！这样的事传了出去，只怕会让将军面上无光，将军府也会沦为笑柄。我也是为将军府的名声着想呢，母亲认为对吗？我才夸了你懂事，为将军府名声着想，不也是懂事吗？母亲别动怒，昨日刚服了药，你才有如此精气神。不过这药力也只能维持5天，5天之后，丹神医就不再登门给您治病了。你说什么？你竟然这么恶毒，让丹神医不再给我治病？宋西西，你不让丹神医给母亲治病，你是要害死我母亲吗？小姑慎言，是丹神医昨天自己说了不会再来，你们可以自己去问问他，到底是他自己不来，还是我叫他不来的。老夫人不信丹神医会不来，毕竟昨天还来送药，当即派人去药王堂去请丹神医，结果丹神医连面都没露，只叫坐堂大夫回了一句话：丹神医说以后不必来请，将军府所作所为让人寒心，替这样德行有亏的人治病，会折我的寿，我不想早死。一定是他让丹神医不来给我治病的，没想到他的心这么黑啊！当初娶她的时候还以为他多贤惠温婉，这一年也没看出他是这样黑心肠的人，他这是要害死我，没有丹神医的药，那就是要我的命啊！去找你兄长回来，让他不管用什么法子让他媳妇消停气，再这样闹下去，你母亲的命也要被闹没了。亏自己以前还觉得嫂嫂不错，想不到她这么狠毒。宋西西，你给我滚出来！怪不得我二哥会喜欢一坊，一坊就不像你这样玩阴招，活该你被二哥嫌弃。宋西西，你以为躲起来就行了？这里是将军府，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出来！你敢谋害婆母，你不得好死！三小姐，你那日不是说要把东西还回来吗？那就先拿回来再说话。凭什么？那都是他送给我的，哪里有送出去却要人还的道理？那也没有收了人家的礼，回过头来还骂人家的道理。让他等着，我二哥回来定休了他。一群贪得无厌的人，还是姑娘说的对，待哪里都比待这里好。陛下和离的旨意怎么还没下来呢？宋西西笑了一笑，手里是一条放置了很久的红鞭。娘，要和谁打架了吗？不是，只是拿出来看看。如今守孝，要动手也不用这鞭子了。等我们离开战家之后，便去眉山探望师傅。好啊，回眉山好啊，大家都很想念姑娘。母亲应该不会怪我不孝，毕竟我嫁了，而且是她负了我。夫人若知，只会恼将军府的人，不会怪你。嫁人生子，终究不是宋家女该有的宿命。那是他们不懂姑娘的好。若论战策武功，一坊连姑娘半分都比不上。当初是大将军和夫人不舍您上战场，否则的话怎有他一坊什么事？在你心里，我总是千般好万般好的。那是当然。战北望在外面找相熟的朋友借银子，但借到手的只有1000两。如果找勋贵家族去借个2-3万也不是问题，毕竟自己出立功归来。可是这借银子娶亲也太丢人了，还不如找宋西西借，在他面前丢人，总好过在别人面前丢人。二哥，你快些回府去，母亲快要被二嫂气死了。他又怎么了？他叫丹神医以后不给母亲治病。多大点事？京中大夫这么多，丹神医不来便找别的大夫，不行的话我便去请太医。
没用，你刚出征没多久，母亲就病发了。当时二嫂连太医都请来了，结果好几位太医都没能缓解母亲的病情，反而越发严重。后来是请的丹神医来，吃了名贵的药丸，这才护住了性命，日渐长好的。好啊，他是想用母亲的性命来逼我。就是他自己进宫求陛下，陛下没同意撤回赐婚旨意，他便用这法子来逼你放弃娶一坊将军进门。这女人实在太歹毒了。宋西西，你有完没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要闹成什么样子？我与将军说几句话，丹神医的事，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会没脸问？倒是丹神医不愿去给你母亲治病，该你们检讨检讨自己是不是没脸。装什么？是你不让丹神医来给母亲治病的，你想以此作为手段要挟我不娶一坊，真是卑鄙。宋西西，我告诉你，就算我不娶一坊，也不会待你半分好。你让我觉得厌恶。可信，如果早知道你是这样煽动心机、心肠恶毒的女人，我是绝对不会娶你过门。我真后悔，我当初是瞎了眼。那你为何不休妻？什么？我说，既然如此厌恶我，那你为何不休了我？你既深爱一坊，想与他厮守，那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又那般叫你讨厌，你为什么不休妻？我是没休我的理由吗？我告诉你，有。我善妒，我不孝顺，我无所出，我心思恶毒，我长舌多话，顶撞翁姑，哪一条都可以休了我。宋西西，我不会休你，也不会薄待你，只是希望你别闹出这么多事端，尤其你这一次以母亲的病来要挟我，你不觉得自己太恶毒了吗？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撒气，别折腾母亲，传出去你的名声也不好听。是你不会休我，还是不敢休我？休了我对你百害无一利，既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薄情寡义，更害怕失去我父亲麾下就部对你的支持吧。你既想要你的爱情，又想要前程，天下间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别的废话也不必说了，赐婚乃是圣上定的，我一定会娶一坊过门。至于别的条件，你尽管提，我都答应你。没有条件，我不需要。我以为这门亲事你会欣然接受。我丈夫要娶别的女子，还要我欣然接受？你把我想得太大方了吧。好，既然你这般决心，我便到御前找陛下说说理。陛下的赐婚你故意刁难，时时抗旨不遵，你就等着陛下降旨申斥吧。真是笑话，我一介女流又不曾入朝为官，陛下如何申斥我？你倒不如去找太后，就说我不同意一坊进门，太后不是素来欣赏一坊吗？尽管去找太后告状去。别以为我不敢，你断了母亲的医药便是大不孝，我自然可以请太后降罪于你。慢走不送。你不要后悔。将军还是把聘金的事解决了吧，还需要我借银子给你吗？战北望脚步一凝，随即大步而去。姑娘，如果他真的问你借，你真借啊？借啊，他拉得下这个脸，我倒是可以借给他的，就按照外头的利钱算，到期本息归还。就不怕他不还吗？不还，那就日日找人上门催债啊。宝珠、嬷嬷他们都收拾好东西了吧？都收拾好了，只等圣旨一下，咱们便卷铺盖走人。那咱们就等圣旨下来了。如果战北望去找一家商量少要点聘金，估计一坊也会同意，毕竟他和所有女子都不一样嘛。1万两聘金，真拿将军府当豪门呐！姑娘，您当初嫁过来的时候，夫人只收了1000几百两，真亏。唉，我卖便宜了。姑娘嫁过来是多委屈啊！夫人当初也真是图战北望重承诺，说什么一辈子都不纳妾，却是骗人的鬼话，害了姑娘一辈子。陛下赐和离的事，如今还是要保密的。大嫂，这就是如今将军府账上的银子，至于每年的店租地租也都有明细，今年收入的已经全部都花光了。账上的这900两是我先借给府中的，我如今收回，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收回？那账上岂不是1文钱都没有？各家贴补些出来也是可以渡过难关的，而且公爹和大哥还有战北望的俸禄也是按月发放，省一省，这日子总是过得去的。这么大的将军府，怎么就会穷成这样的？不知道呢。西西，我实在不能管这笔账，还是你管吧。无妨，大嫂先管一阵子吧，等一坊将军进门，你再以身体不适为由，把钟馗交给一坊将军就好。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把掌家之权交出去之后，一连几日宋西西都闭门不出。母亲，如今银钱短缺，操办婚事有些困难。你去叫二房那边的人去跟他说，二房那边与他关系还不错。问过二婶了，二婶说他拉不下这脸，而且聘金他也还在想办法呢。那他想出什么办法了吗？他说唯一的办法便是把铺子都卖了，可是前几年也是艰难，所以一直变卖产业，如今手头的产业没2件了。那就卖吧，卖了以后再买回来，北望和一坊还会继续立军功的。那儿媳便找人去卖了。
将军府卖产业的事是黄嬷嬷说给宋西西听的，她是西西陪嫁带来的人。这确实是他们眼下唯一的办法。以前府中没钱，让您把陪嫁的银子拿出来补贴的时候，怎不见说卖铺子？那怎能一样？他还等着一坊进门以后和战北望夫妻一心，在军中再立奇功，到时候要什么没有？当初姑娘拿嫁妆出来补贴，是想着将军立功回来，陛下定有赏赐，便可把嫁妆的亏空补回去。谁想人家拿军功来求亲了，总归是自己傻，只盼着和离的旨意早些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早日离开，省得再听他们家的事。但这一等又是3、4天，旨意还没赐下，反而是老夫人那边发病了。官以前也来给老夫人诊治过，但下官医术不精，京中治疗心疾最好的大夫就是丹神医，他的丹血丸才是老夫人救命的药。如今下官能帮老夫人控制病情，也是因为他服用了1年的丹血丸底子还在，但以后发病次数增多，下官就无能为力了。把丹神医请来，否则如何？否则我休了你。休我？你那是说的对，7出之条就1条不孝，都足以休了你。你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也好，我现在知晓你却有休我之心，那我就等你的休书。你应该知道，一旦我休了你，你的嫁妆也不可能拿回去。哦，惦记着我的嫁妆啊。好，嫁妆送你，明日请两方族长4邻8家，你我媒人一同坐下，你休书一下，我当即签字摁手印。明日午时，我休你出门。说完，他便拂袖而去。姑娘，您一旦被休，则嫁妆都要送给他，如何能这般意气用事啊？就是啊，这不是便宜他们了吗？夫人当初可把半个侯府的产业都陪嫁给您了。宋西西想起他方才狠绝之色，心里头浮起了一丝痛楚。若我，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至于嫁妆，带得走带不走，那还是另说呢。姑娘伺候他母亲1年，他立功回来求了赐婚，便马上休妻，如今又变卖了铺子，谁都知道是为了姑娘的嫁妆。这样的人，百姓不指着他脊梁骨骂死才怪，言官也定会上奏。就怕他不管不顾意气用事啊，那咱们姑娘终究是吃亏了。就算姑娘可以把嫁妆全部拿回去，也落了个被休弃的名声，多不好听。你休了他，言官定会参你，这样做无疑是自毁前程。二弟，父亲说的对呀，你想军中多少武将都是他父亲昔日的旧部，你这一次能斩获奇功，也是他们相助你，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持，你在军中还没稳得住。可他拿母亲的安危要挟，我实在难忍。休了他，他被休出门，嫁妆也休想带走。我没打算要他的嫁妆。为何不要？他既是被休出门去的，嫁妆自然就归我们将军府。那他的嫁妆那么多的银子，还请不来丹神医吗？北望你出去借过银子，知道1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滋味吧？我们店铺都卖了，才凑够办你婚事的银子，这家底算是掏空了。夫人，是嫁妆重要还是北望的前程重要？你要懂得衡量。老爷，也是你说过的，陛下如今需要培养新的武将，言官就算上折子参他，陛下顶多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随便申斥几句罢了。父亲母亲此番休妻，我虽会背负骂名，也会被言官参问，但如今南疆战事吃紧，我估摸着北冥王打不下，到时候我和一坊便可作为援军前往。当初西京战场我们能战胜，南疆战场也一定能战胜，而收复南疆才是真真正正的不是奇功。既然如此，那就休妻。他却有嫉妒在心，不容平妻，连陛下的册婚旨意都想违抗，更因妒忌而不孝。若不是请的太医来，我今晚说不准就死了。你不可犯傻，知道吗？把他休回侯府去，侯府的产业也足够他安稳一生，但我们需要这些银子为你的前程铺垫。不，我不要他的嫁妆，我只是想休了他。不口，1分嫁妆都休想带走，快去把他的嫁妆单子给我取来。母亲，您听我的，他的嫁妆我不能要。你真傻，你这个傻儿子，他欺负我们欺负成什么样子了？你对他心软，他却想要你母亲的命。母亲拿了他的嫁妆，非大丈夫所为，我绝不能要。明日还烦请父亲和大哥把两方族长请来，再把当日做媒的媒人一同请来做见证。至于4邻8方的，随便请个2家来走个过场便是了。当日为你们保媒的是燕王妃，她是宋西西的表姨母。那就不请她，请那登门走礼的媒人，我记得是从西房请来的。一切交给母亲定夺，我出去一趟。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去哪里？就出去走走。怎么这么晚来了？一坊，明日我要休妻，希望你能理解。休妻？为何？今晚母亲发病，我去请丹神医，但请不来。那老夫人没事吧？现在没事了，请了太医，但太医说母亲心急，必须要用丹神医的丹血丸。当初丹神医是宋西西请来的，他和镇北侯是至交好友，所以他听宋西西的。
宋茜茜让他不来，他就不来了。所以他是要以你母亲的病来逼你，不许我们成亲是吗？没错，我今晚已经把话说出去了，明天要休了他。但你放心，我不会要他的嫁妆，我也不是欺负他，实在是他做事太绝情，我才会休他的。他这样做实在太过分，这已经不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他这是恶毒，想谋害婆母啊！所以你也同意我休了他，对吗？他这般恶毒实在不能忍，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吧。至于嫁妆，我朝有律法，但凡被休弃出门的女子嫁妆不可带走，让她带走是你仁慈，不让她带走也有律法可循，但这个我就不给意见了。嫁妆我不要他的。我就知道你品德高洁，不屑用他的嫁妆。再说，偌大的将军府难道还稀罕他那点嫁妆吗？不仅不会要他的嫁妆，他这一年贴不起将军府的，我也一并退还。贴补？他这一年用嫁妆贴补过将军府吗？母亲长期吃丹神医的药甚是名贵，将军府入不敷出，所以她嫁进来之后便贴补了些。将军府还需要他来贴补吗？将军府怎么会入不敷出的？我听父亲说，当年你祖父的赐将军府的时候，还赐了许多良田商铺。有这么回事的，但不善经营，所以都卖了。那将军府如今就剩下一个空壳子了。是，但不要紧，我们有了更多的军功，以后俸银也好，赏赐也好，这些都不会少。若是如此，那么宋茜茜的嫁妆定然十分丰厚。若悉数退还嫁妆，岂不是叫人觉得你理亏？你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嫁妆退还部分已是尽了你的仁义。但我怎能要他的嫁妆？我堂堂四品将军，男儿汉怎能用妻夫的嫁妆？你母亲是要长久吃药，想来那药也不便宜。你我此番立功求了赐婚，便无别的赏赐。你我虽都是四品将军，可每年俸禄就这么多，就算全部归于宫中，只怕也维持不了开销。而且累积军功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总不能让你母亲的病继续恶化吧？所以一坊说的也是有道理，他应该也是怕自己担负不孝罪名，被言官缠上与前程有碍。一坊，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吃苦的。看来他同意扣下宋茜茜的嫁妆了。第二天一早，将军府的人便开始忙活休妻的事。二伯姓自古如此，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得了心腹便要休妻的也是少见。今日将军府若不给出个说法来，老朽便闹到陛下跟前去。老朽已经半截身子入黄土的人了，什么都不怕，但老朽活着一日，就不容有人这般欺负我宋家的人。老爷子您放心，今日请您来，就是要把2个孩子的事明明白白的处理了，您稍安勿躁。祖父息怒，一会儿茜茜出来，我们先问问他，不能什么事都由他们一家人说了算。甭管什么事，就冲他占北望出征1年，我们家希儿给他守了1年，侍奉公婆，善待叔姑，打理家事，他都不该这样欺负人。老人家稍安勿躁，等人都到齐了，您再说不迟。408社他是不敢请的，占北望也想悄悄休妻，怕惊动邻居官员，影响前程。将军，有一封信是一坊将军叫人送来的。想必一坊还是不忍心让自己休了宋茜茜，所以来信求情。一坊总归是护着女子的，可惜宋茜茜并不领情，确实是一坊的字迹没错啊，但不都说好了吗？不要宋茜茜的嫁妆，为何一坊却在信中说务必扣下一半嫁妆，还说只扣起一半嫁妆已是将军府仁慈，若换做其他人家都是一文不还，可是自己堂堂男儿汉怎么能要下堂妻的嫁妆？传出去肯定名声尽毁。心头紊乱之际，一抬头却见宋茜茜站在了他的面前。不许看！一坊将军可真会为我着想，替我保留了一半的嫁妆。不，这不是一坊的信，这不是他写的。是吗？那我问将军一句，今日休妻是否会把嫁妆悉数归还，让我带走？没看到这封信之前，占北望会一口答应。犹豫了，看来你们也没有多清高嘛。占北望又羞又恼，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一些将军府可有妻女，你不必害怕，太叔祖为你出头。太叔祖，今日劳您老人家亲自来一趟，实是茜茜不争气，给您添麻烦了。起来，快起来，咱们站直了跟人家说理。镇北侯府纵然只剩你一人，也绝不低人一头。宋太公这是什么意思？本来一坊进门是要当平妻的，与他平起平坐，又不是要压他一头。您这话倒是显得我们欺负他了。我们欺负他了吗？茜茜，你扪心自问，你自入门我占家，可有人骂过你，打过你？我这个做婆母的，可有叫你占过一日规矩？没有。既是如此，你为何要如此害我？就因为嫉妒一坊进门吗？那是陛下的赐婚，你犯了嫉妒，也犯了不孝之罪。今日休你出门，你有什么话说的？慢着，你说他不孝，但满京城都知道他进门之后是如何侍奉你的。为了照顾你的病，他几乎都睡在你的房中，
照顾你的起居饮食，伺候你汤药针灸，怎么算得上不孝？没错，我当初也以为他是个孝顺懂事的，但赐婚旨意一下，他便停了我的药，连过来给我请安都不愿意，还进宫求陛下撤回婚事。孝顺不孝顺另说，但敢问宋太公一句，他是不是犯了嫉妒之条？宋太公一时语塞，把我休了可以，问老夫人一句，我陪嫁过来的嫁妆。我们将军府不图你的嫁妆，但你是被休出门去的，按照律例嫁妆要全部扣起一文，不得返还。我念你伺候我1年，只扣起70%，其余的你可带走。欺人太甚，这还叫不图他的嫁妆？你们这是欺负他宋家无人了。所谓嫉妒不过是女子耍性子的，论得上什么大罪？就算在7出之列也可酌情处理。我看你们就是想让那女人当正妻，又图我西西的嫁妆，做人如此的不要脸，传出去你们将军府的脸还要不要了。朕将军，我敬重你为国立功，你今天说句公道话，休妻是非休不可吗？一定要休的话，嫁妆你们果真要扣下70%吗？5%，他的嫁妆退还5%。宋太公和宋伯父如果不服，可以到官府提告，看我做法是否合理。5%，亏你说得出口。西西嫁给你的时候10里红妆，那是多少银子，多少田庄铺子商号，你们怎敢大开饕餮之嘴？我说了，你们尽管提告，休书我已经备下，先给你们过目。希望你以后再嫁不要像这样煽动手段，真诚待人才会得到幸福。多谢将军教我做人，不过还没官府盖章，我会亲自拿过去。嫁妆方面却已是后代你，按照律法被休出门者，嫁妆不可带走。希望你别怪我，一切是你咎由自取在先。宋西西早已把嫁妆做了妥善的安排，他们能拿走的不多，他只是不想再与他们一家纠缠下去。没什么怪不怪的，用1点银子看清楚将军府里都是些什么人，也算是值得了。你不要再口出恶言，否则如何？7%吗？可以啊，7%也好，9%也行，给我留几10两，别饿死就可以了。这样说将军满意吗？我说了5%就是5%，耽误你1年我也略感愧疚，但一切都是你。别愧疚了，夺我1半嫁妆的愧疚比你都贱。就这样吧。你看看他是有半点做人家妻子的本分吗？都要被休出门去了，难不成还要跪下跟你磕个头？不诅咒你们就算积了口德了。您这么说话的吗？别仗着年纪大就可以满口恶言。我们没有亏待过宋西西，被休出门去是他咎由自取。他如果能容得下一方，何至于进宫去求陛下撤回赐婚旨意，扣起他1半嫁妆如何了？那是律法容许的。我将军府没有欺人太甚，是你们宋家人心胸狭窄。你们且放眼看吧，宋家再无能人出，但我家北望将成为商国炙手可热的大将军。母亲别说了，这事到此为止吧。宋西西把嫁妆单子拿出来吧。既然北望同意给你留5%，那么就按照嫁妆单子来分。你别打算用假的嫁妆礼单糊弄我。你的礼单当初是有抄录下来，府中存了1份的。既然这样，直接把府中抄录那份拿出来不就行了吗？何必叫我拿？他嫁进门后就一直长着钟馗，嫁妆礼单一直放在账房的私柜里，只有他才有钥匙，根本不可能抄录1份。叫你拿你就拿，不拿出来的话，你就这么离开将军府吧，一件东西都不许带走。你欺人太甚。3字在这，有本事来拿吧。还不赶紧拿了，该分的分了，今日趁早把事情办妥。战北望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拿单子却落空了。你这是做什么？我说凭你的本事，从我手上拿到这份礼单。你又想玩什么花招？你是逼我抢吗？我只是想看看我们商国的将军武功到底有多好。你会武？不算很会，但比你略好。口出狂言！小小树叶哪里有什么杀伤力？这居然是用内力凝聚的树叶。好，镇北侯府无弱女。他会武，为何从不说？宋西西捏着嫁妆礼单冲他笑了起来，这一笑像盛夏明艳的太阳，夺目璀璨。你毁了嫁妆礼单，好，你滚吧！将军府里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不能带走，连你的衣物也不可带走。你觉得我要带走将军府里的东西，有人能阻拦吗？你敢带走，我便马上去官府提告。你是被休的，你1文钱的嫁妆也休想带走。来人把他赶出去，他陪嫁过来的人1个都不能走，那些人也是陪嫁。就在下人犹豫着要不要上前的时候，门口传来了高呼：圣旨到！臣战北望接旨。将军起来吧，圣旨不是给您的，是给宋姑娘的。战北望尴尬站起，
定是陛下得知他反对赐婚，所以下旨训斥，烦请公公回禀陛下，宋西西犯下七出之条已经被休了。将军休妻，不错，宋西西犯七出之条。今天本将军请了宋家的人过来，也请了媒人做见证，休他出门去。哼，原来如此，那倒不必将军担了休妻恶名，陛下自有生财。宋西西听旨。宋西西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真北侯宋怀安守护我商国疆土多年，立下赫赫战功，且真北侯与6位少将军收复天山，更是万世奇功。后为夺回我商国疆土，南疆一门七杰全部牺牲。朕与满朝文武、商国百姓感念真北侯为国做出的贡献，特追封真北侯为真国公。陛下没有忘记真北侯一门的牺牲了。真国公世袭3代，但因真国公一门难定全灭，只有宋西西一女尚在，因此宋西西的夫婿可世袭国公之位。若是宋西西夫婿另有爵位，也可从宋族选一子过继为真国公夫妇的养子，人选由宋西西定。宋西西的夫婿可世袭国公之位，那如果没有休他，北望岂不是就可世袭过国公之位了？另宋西西前些日子进宫禀报于朕，当日战北望求娶之时，曾说此生不会纳妾，这才下嫁到战家。如今战北望以战功求娶一坊将军，他请求与战北望和离，朕与太后商议，认为是战北望赴约在先，宋西西请求有理，朕予以恩准，和离书朕已命人拟好，从此两家再无关系，死生无关，钦此。宋西西谢主隆恩。下恩准了和离，那他的嫁妆就是要全部带走的。将军府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他把嫁妆全部带走，自己怎么去买丹神医的药？西西，都是一场误会，是母亲误会了你。母亲以为你有心阻拦北望和一坊的婚事，所以才会这样以妒忌休你。既是误会，那说清楚就好了。吴公公，我就不留您喝茶了，等过几日您得空，到镇国公府去，让你尝一下宝珠的手艺。好。陛下这么久才下旨准你们和离，是他要先派工部的人把真北侯府翻新装潢一下，工部那边日夜赶工，终于竣工了，姑娘随时可以回去住。谢陛下隆恩。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会好的。太后还说您已经许久没去给他老人家请安了，她十分想您，您什么时候得空便进宫去一趟。吴大半说完便带着禁军离开，没跟战家的人多说一句话。西西，你往日有去跟太后请安吗？太后说念着你想着你，你怎么平日也不进宫去探望太后啊？怎么你没跟母亲说太后待你这般好啊？那是往日，我已嫁入将军府，不是侯府嫡女，且没诰命在身，进宫请安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便不去了。这一年承蒙关照，多谢了。从我告诉你陛下赐婚我与一坊开始，你就已经打算和离了，对吗？没错。我不明白，你是正妻，他是妾，你为什么不能接受，非要和离？妾？你当初不是这样同我说的？还记得你的原话吗？什么妾不妾的，你与他平起平坐，不分大小，还让我不要去招惹他，记得吗？我就因为这个，我就没有一点值得让你留恋的地方？没有，从你赴约以战功求娶一坊开始，你在我心中便是一文不值。你还记得你和一坊一同指责我煽动手段玩内宅心计吗？他说他不屑这些，但其实我更不屑，我甚至连告诉你我不屑都懒得说，让太叔祖担心了。等我安顿好再去探望您。这地方咱们不久留，太晦气。老头我先走，你也马上离开。是。回家之物有好些是桌椅柜子，一时半会搬不走，明日再派人来搬走吧。对，一个痰盂都要带走，不便宜他们。走，咱们回府。其实这是顶好的一门亲事，宋西西也是顶好的儿媳妇，是我们家没这个福分。二叔，你看上一坊什么？他比宋西西好在哪里？战北望嘴巴张了张，想起了休妻之前收到一坊的那封信，顿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一坊进门之后，只怕还是请不来丹神医，也不会像西西那样照顾母亲。他以前是陪着母亲一个屋睡的，担心母亲半夜发病。他果真这么孝顺吗？装也要能装得出来啊！希望以后一坊也能装一装。没关系，一坊进门之后也会孝顺母亲的。且看着吧。你现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既然这么稀罕宋西西，跟着他去不就好了吗？西西待我不错，我许多衣裳首饰都是他送的，我为他说句话有什么错？我不像有些人收了别人那么多的好处，拿了别人那么多东西，回头还要骂人家一嘴。休了吗？可扣起一半的嫁妆？没扣吗？我不是让人给你送了信，叫你务必扣下一半的嫁妆吗？将军府的底子都空了，
不扣起的话，我们以后怎么过活？但那是她的嫁妆，不是我的。一坊，你嫁给我是怕过苦日子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以后能一心一意的在军中建功立业，而不是为银子发愁。节俭些就是了，日子总过得下去。将军府又不是揭不开锅。果真没扣下，嫁妆他全部带走了。就说要给他的时候，圣旨到了。原来他早前进宫是求陛下赐一道或离的旨意，从一开始他就要打算和离，没打算和你共侍一夫。什么？他说他不屑。他不屑？他这么说的，我都没嫌弃，他却嫌弃与我共侍一夫，真是搞笑。他把自己当什么了？今日陛下圣旨里追封镇北侯为镇国公，3代世袭。他现在是国公府嫡出千金，他日后所嫁夫婿可成爵，或者他可以从旁支过继培养成爵。陛下怎会下这样的旨意？他所嫁的夫婿可成爵，这怎么可能？这岂不是他成了香饽饽？本来不管和离还是被休，到底是弃妇，会有人娶她，但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人家。但现在不一样了，陛下给了他好大的一条退路，娶了她可以成国公爵位，只怕京中世家子弟对他是趋之若鹜了。但凭什么？这是从未有过的。陛下为什么会给他开这个先例？一坊，他会舞。会舞？会跳舞算什么本事？他可能也会跳舞吧，但我说的是他会武功。今日我与他交手，我的脸就是他催业所伤。怎么可能？你说他会舞已经够离谱了，还说他可以摘叶伤人？不可能，我所知世上没几人能做到。不是摘叶，那叶子只是他催动内力发出的，不需要摘。你不是在骗我吧？我不信，你说的太夸张了。战北望没说话了，到底真的假的？算了，不说这些了。就知道你骗我。算了，不管是休出去还是和离的，事情解决了就行。其实我也不屑与他共侍一夫，他学的那些内宅阴质手段，我是玩不过他的，这才是他的真本事。虽然他的这些本事我学不来，不过要我学他娇娇柔柔的跟你说句话，肉麻肉麻，你还是可以的。夫亲，天啊，肉麻死了，好造作啊！他怎么会那么造作？金国公府就你一个主子，且家仆也就你从婆家带回来的那些。你先要找个帮忙掌家的男管事，再找些粗使丫头和小厮，厨房和花园马厩车备也少不了人。这些你若不方便，伯父可带你去找。伯父生意繁忙，不敢叨扰您了，黄嬷嬷会去办的。同宗同族说什么叨扰？往年你父亲在领兵回来，总会邀约我们这些族兄弟过来相聚。每次听他说战场上的凶险，都听得我们是既崇拜也心惊胆跳。可更多的是自豪，因为我们宋家的人在保家卫国，可往后我们宋家再无武将了。宋族旁支的子弟很多，可基本都是选择读书或者做生意。以后与战家那边断了来往，不恨也不见，过好自己的日子便可。伯父放心，我知道的。总有一日，战北望会后悔的。或许吧，可我不在意了。咱们宋家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明日我会命人去把陪嫁的家具搬回来，你不必再出面。有劳伯父。第二天，宋世安带着宋家子弟登门去搬嫁妆，檀木桌椅、金丝绣屏风，但凡礼单上有的，他们全部都带走。见人出了门便是弃妇贱妇，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说什么好人家。即便有人愿意娶她，也不过是为着世袭国公之位。我便不信京城的豪门世家好男儿会愿意娶一个弃妇。这就不劳老夫人担心了，她往后嫁人或留府，都与将军府无关。在圣旨下来赐和离的那一刻开始，他和你们战家生死各不相干，搬走毛都不留下一根。你回去转告他，希望他不会后悔。这话会带到，告辞。都叫他搬走了，什么都没有了，往后将军府连我的药都买不起了。放心，南疆战场很快就需要我和一坊了，我们会再次立功回来的。他怎么能这么绝情啊？不就是个平妻吗？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孤女而已？他还真拿自己当贵女了啊！如今她是国公府嫡女，自然是贵女了。活该他满门被诛灭，活该，真是活该。这宋家的人把值钱的家具全部搬走，老夫人心头滴血。你就不知道过来拦着？我可做不出来这样没脸没皮的事。放肆，连你也要忤逆我？忤逆怎么了？宋西西倒是孝顺，换来什么？希望一坊进门的时候，他也会像宋西西那样孝顺您吧？他一定会。你休要提那贱人的名字，他真孝顺就不会断了我的药。我问过了，宋西西没有断你的药，是丹神医觉得战家的人寡情薄幸，不屑登门再给您治病。大嫂，你怎敢这样跟母亲说话？帮着外人来指责母亲，这叫大哥听见了，定然要休了你。但我错了，我得罪不起。等吏部定了自己和一坊的官职，再去南疆战场上立下不世之功，我战北望就会成为朝廷新贵，没人再敢非议将军府半句。宋西西，你会后悔的。谢谢大家了，忙了这么久，大家喝杯茶吧。这茶暂不喝，还有别的事要忙。
对了，战北望叫我给你带句话，他说希望你不会后悔。侄女听到了，但没话要转告他。伯父既有要事忙，侄女不敢强留。宋西西回到玲珑阁，便修书一封，命人快马加鞭送回师门，请师门调查西京和商国在成陵关的那场战事。接下来足足1个月，宋西西都在闭门谢客。年前，战北望以正妻的形式娶一坊进门了，宾客名单都是有数的，所以酒席的安排也有定额。可一坊却带了5000个兵士到场饮宴，直接占了所有的席位，许多收到喜帖而来的宾客都没有席位饮，这可都是给面子来的文武官员、朝中显贵啊！造孽啊，快些想办法！母亲啊，没人跟我说过还有士兵宾客，我都是按照宾客名单布置席位的。战北望也都看懵，他根本也不知道士兵们会来。看着一位位宾客带着家眷离开，他觉得像一个个巴掌刮在他的脸上，又羞又怒。你来，我与你说句话。你们先喝着，我马上回来。将军这么着急，便要和新娘子亲热吗？将军可悠着点，一会儿还要敬酒呢。不是嘛，这可比不得军中营帐。在场的其他宾客听闻面色尴尬，纷纷起身，不等告别就匆匆离去。一坊，你为何要把他们请来？而且事先也不通知我们？现在宾客们都走光了。刚才一直在喝酒，我以为他们会欣赏我的随性，没想到他们为什么离开？坐席不够，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把他们都请来了？他们本来就不该和这些宾客一起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嫌弃士兵们吗？他们凭什么啊？他们的安逸富贵都是士兵们浴血奋战守护的，凭什么士兵不配与他们同坐吃喜宴？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可能把士兵请来的。这么多人，你说调来就调来。你问过卫所将领了吗？如果你没问，他们便是擅自离开卫所，他们是要吃军棍的。就算刘将军同意他们来，你也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多备几桌与前厅宾客分开，也不至于弄到有100多位宾客无席可坐啊。你这番指责好没道理，我今日才过门，你便这么大声呵斥我，以后不定什么样子呢？再说这些士兵也是与你一同出生入死过的，一同见证过我们的爱情，请他们来饮宴怎么了？就算我没有事先说与你们听，但谁家办这样大的喜事，不会多预留10桌8桌的宴席？至于他们擅自离营，这何须你来担心？刘将军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如此说来，他们离营是得到刘将军的允许。你不必管刘将军，今天是你们自己准备不足。你们且去各家问问，谁家办举席这样的大喜事会不多预留些桌席的？我也不知道这婚是谁来办的，办得这样不体面，怎好意思埋怨我？在这个问题上，战北望是有些心虚理亏了。你别喝了，回新房去吧。行，不过你还是要问一下大嫂，为何婚宴办得如此寒酸失礼？我会去说说的，我先送你回新房。宾客全走了，只剩下一堆粗鲁的兵士胡吃海喝。老夫人气得差点心急发作，这还是皇上赐婚的呢，这是传了出去，只怕将军府会成为京城的笑柄。早，如果你不想帮我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便早些同我说。现在好好的一场喜宴成了笑话，宾客都跑光了，我日后如何在朝为官？我也只是按照宾客名单来布置的，谁知道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这是能怪我吗？再说以前长家的人也不是我，逢着有什么喜庆或者茶话宴都是西西来办的，我见他也是按照宾客名单安置，从没出过差错，谁知道会来这么多人？你别提他，就算以前不是你长家的，但办婚宴这样的大事，你就不会多预留席位吗？我多留了2桌啊，不信你问你大哥，你大哥说多留2桌便够了。因为这一次宴请的宾客非富则贵，婚宴菜肴都是极好的上品，其中有6道菜都是山珍海味。你不用凶你嫂子，这场婚礼办得已经足够体面，如果不是忽然来了那么多人，是断不可能出半点差错的。但多留席位，就算来这么些人也出不了差错。银钱不够，你可以提前跟我说，我想办法便是。都给我闭嘴！还有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今日我们将军府是办喜事，不是办丧事，把你的眼泪吞回去。如今只剩下他们是宾客了，你们都出去陪着喝点，不管如何，到场了便是宾客，别的事明日再说。北望回到新房，看到被掀翻的桌子和满地菜肴，气得他眼睛发黑。你有必要这样吗？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怎么不至于啊？就没见过谁家这样办喜事的。你不把他们叫来，不就没事了吗？翻来覆去没完了是吧？我叫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是我的兄弟，是你大嫂没多预留酒席，我明天肯定要找他算账的。他毁了我的婚礼。他静默一会儿，转身出去。宋西西如果知道自己和一坊的婚礼办得这样失礼，一定会偷着笑吧。宋西西并不知道今天是战北望和一坊大婚的日子。黄嬷嬷管束下人十分严厉，但凡与将军府有关的事，府中一概不准议论。姑娘，您大师哥的信鸽来了。宋西西接过他手中的字条展开看，看完之后脸色骤变。姑娘怎么了？宝珠，给我上一壶烧刀子。
姑娘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他跟在姑娘身边这么多年，姑娘只喝过2次烧刀子。第一次是从万宗门回来的时候，得知侯爷和少将军们全部牺牲在南疆战场；第2次是侯府惨遭灭门。快去拿！看来自己猜测的没有错，这场战事真有问题。一坊屠村杀了平民，父亲当年镇守成陵关也击退过西京人数次，自己又是战北望的夫人，所以西京探子不惜倾巢而出，也要杀侯府的人泄愤。可是，一坊屠村杀将，皇上为何不降罪，反而还定他为首功？难道说上压根不知道此事？外祖父萧大将军和3舅7舅在成陵关戍守，他们是持什么态度？他镇守成陵关多年，从没杀过一个西京的平民，他怎么会赞成一坊这样做？看来自己需要潜入兵部一趟了。当宝珠拿着烧刀子进来的时候，姑娘却没在房中。黄嬷嬷不好了，姑娘不见了，红鞭也不见了，大晚上的带着红鞭出门，多半是要动手的。今日是战北望和一坊大婚，非姑娘也知道了，要去找战家的麻烦。姑娘不会这么做，姑娘做事素来利落干脆，既然入宫求了和离，就不会再与战家那边牵扯不清。你们不必再找，全部回去睡觉。宝珠你回玲珑阁等着，姑娘很快就会回来，她只是喝了酒出去走走，醒酒罢了。是。宝珠在玲珑阁守到半夜，外头忽然又飞来了一只信鸽。这是姑娘二师姐的信鸽呀。同一个晚上，先是大师哥的信鸽，继而是二师姐的信鸽，这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深夜，宋西西顺利潜入兵部书房，成陵关一战所有的唐报都放在架子的左上方。看完之后，他全身冰冷，泪水止不住的落下。西京投降，这是有些蹊跷，而唐报完全没有提及屠村和杀降的事，要么是外祖父隐瞒下来，要么是外祖父根本不知道。姑娘，这是您二师姐的信鸽送来的。果然被自己猜中了，西京是诈降。如今西京和沙国结盟，30万兵马化妆沙国士兵取道沙国往南疆战场而去，还是带着粮草去的。看来西京为了复仇，居然愿意和沙国平分南疆。宝珠，替我挑一身衣裳，明日我要进宫求见皇上。是，姑娘先休息吧，如今已是半夜，奴婢先去把燕窝炖下。不用再炖，你也去睡吧。宝珠没去睡觉，她在小厨房继续炖着燕窝。一会儿天亮，姑娘起身添些羊奶便能喝了。姑娘真可怜。第2天一早，肃清帝便收到了南疆唐报，北冥王已经收复多地，如今只剩下伊犁和西蒙2个地方，相信不出1个月便可收复这2处，届时整个南疆便回到商国版图中。好，百将去给太后请安。皇上，真国公府宋大姑娘求见，她如今便在宫门外等着。她是进宫给太后请安的吧？让她进来。皇上，宋大姑娘并非给皇后娘娘请安，说有要事面圣。难道是因为昨日战北望和一坊成亲的事，要是不甘心，为何要进宫求一道和离旨意？而且和离之后也给他一个很好的安置，他若再不甘心还要生事的话，委实太不懂事了。看看他这一次还有什么要求，如若太过分，也该敲打他几句了，让他去御书房。臣女叩见陛下。他声音沙哑。昨晚宝珠退下之后，他蒙着被子哭了很久。哭过是为着战北望和一坊大婚之事吗？和离旨意是你进宫求的，既已和离出门，从此婚嫁各不相干，你何必再为前程伤神？如若放不下，当初就不该求朕赐你们和离。臣女哭过并非为战北望，既和离就不会再有半分情绪。臣女哭是因为接到师姐来信，得知臣女的妻就牺牲了，3就断了一臂，外祖父受了箭伤，至今尚未痊愈。这是本想瞒着你，毕竟你家人半年前才被灭门屠尽。西西，你妻就为国捐躯，他是商国的英雄，这已经下旨追封他为英勇神将，你别太难过，伤了自己的身体。臣女知道，他们与我父兄一样，国有战事，马革裹尸是他们的宿命。臣女今日求见是另有一要事。臣女的大师兄在外游历，发现西京有30万兵马进了沙国，而且化作沙国兵士的装扮，正前往南疆战场。荒谬，真是一派胡言。西京与商国刚签订合约，定下边线，从此互不犯境。西京如果敢立马撕毁合约，岂不是信誉全无？以后谁还愿意与西京互市往来？此信乃臣女大师兄所写，陛下请过目。信与不信由陛下定夺。臣女的大师兄姓沈，名清河。大师兄自然没有写过这封信，这封信是宋西西模仿大师兄的笔记写的。因为大师兄18岁便撰写过《商国志》，记录商国的名山大川，在商国名气很大。宋西西始终垂着头，他心里有些忐忑，担心皇上看出端倪来。清河不可能是在沙国写这封信，因为沙国是没有这种生宣的，这种宣只是商国宣城制造。自从沙国入侵南疆以后，2国便没有互市，所以这封信是假的。你可知道，
凭你这封伪造的信，朕就可以砍了你的脑袋。胡闹也要有个度，和离是你自己求来的，现在又不甘心，你到底想做什么啊？你好歹也是万宗门出来的弟子，你这般胡闹就不怕给师门抹黑，让万宗门因你而蒙羞？皇上，臣女承认信是假的，你要如何治臣女的罪，臣女都无话可说，但这信中的消息乃千真万确，臣女愿以项上人头保证。胡闹！如今镇国公府就你一个人，要朕拿你的人头，是不是要你们镇国公府满门灭绝？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朕的苦心？朕破了先例，准许你未来的夫婿也可成爵，是保你下半辈子得享尊荣富贵，这是你父兄以性命为你挣来的，你怎可如此糟践？伪造这个消息让朕增派援兵，是想让战北望和一坊再上南疆战场吗？战场凶险，你是不是盼着他们最好都死在战场上？宋茜茜，你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你非要把自己弄得如此面目可憎吗？皇上，那封信确实是我伪造的，消息也不是我大师兄传来，是我二师姐飞鸽传书送与我的。我之所以说是大师兄探查到的，是担心您不信我二师姐。够了，你二师姐一介女流，纵然也懂得武功，却怎知兵家大事？又怎潜入沙国得知沙国里行西京兵马之事？皇上，来人，送宋大姑娘回府，派人日夜轮班盯着门口，年前不许她出府门半步。说完，他拂袖而去。宋茜茜想追上去，立刻就被禁军拦住了。皇上，臣女父亲乃是商国顶天立地的武将，兄长们在战场上也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少将军，臣女纵不如他们，却也不会纠缠于儿女私情，既与战北望和离，便自当一刀两断。臣女不会拿军国大事与儿女私情牵扯，请皇上相信臣女一次。既然你知道宋公与少将军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就不要做些损害他们名声的阿杂事。朕可以给尊荣，也可以收回。你回去吧，朕当你今日没有来过，好自为之。姑娘，府外怎么被禁军包围了？皇上每日都派人监视着我，不知道监视到什么时候。但我有要紧事离府，我走了之后，国公府每日像我在的时候那样运作，能瞒多久便瞒多久，若瞒不住，便说我回了师门。大姑娘要去做什么事尽管去，老奴会守着国公府。姑娘打算什么时候走？今晚便走。我出去并非难事，但我需要骑马，所以想个法子先把我的马牵到别院去。他的马跑得快且与他有默契，他必须要尽快去到南疆战场，把这个消息告知北冥王，让他提前做好战略防御。这好办，过2日是怀王妃兰郡主成亲，老奴骑马去给郡主送礼，送完之后会把马送到别院去，再从外头买1匹回来。行，就这么办，反正禁军不会限制你们出入。梁嬷嬷，我与表妹关系好，可惜不能参加她的婚礼了，你去库房里挑几样好东西送去。是。陈福回到国公府门口，却见一辆马车停在了外头。梁嬷嬷正与一名妇人说话，让我进去见见西西吧，我真的有要紧事求他。我家姑娘与战北望已经和离，你们有什么要事都与她无关。大夫人，请回去吧，别闹得太难看。梁嬷嬷，我家婆母发病了，如今请不来丹神医，也买不到丹血丸，他们只知为难我，我实在是没办法。大夫人，将军和新夫人立下战功，是有大能耐的人，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事，就算有也不该来找我们家姑娘。难听的话我便不说了，我家姑娘昔日待大夫人如何，大夫人心里有数，不求念着以往情分，只希望别来惹下画饼。外面现在传的什么风言风语，别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嬷嬷，我知道西西待我好，你跟他说说，再帮我一次吧。外头那些人说的话与我无挂，不是我出去说的，总之与我无关。我若请不到丹神医，我婆母断容不下我的。陈管事，咱们回府吧。陈管事脸色怎么不太好？怀王妃没有姑娘给郡主的礼。王妃与我们夫人是姐妹，且素日感情很好啊。行，明白了。那礼我放在别院的侧屋，姑娘今晚进去牵马应该不会发现的，这件事情就别让她知道了。对，免得听了堵心难受。这么多名贵丹药，居然有1瓶丹血丸，这得多少银子？结银子给他了吗？他没收，只是叫老奴拿走。行，那我就先拿着，等我回来再给他便是。姑娘，这个里面是一些干粮，瞧这天要下雪了，姑娘出门在外，防着有时候大雪投不了客栈。辛苦了。姑娘收拾好行装啊。收拾好了。陈管事，我走了之后，府中一切拜托你和嬷嬷了。府中一切不必担心，姑娘平安回来就行。陈管事，我父亲喜欢用什么兵器？是连钩长枪。姑娘去万宗门的时候，国公爷不是给姑娘送了一支桃花红缨枪吗？那这一次我出门便带着桃花枪而去，叫宝珠把我的鸽子笼提进来，
还有准备文房四宝。他写了几张一样的字条，去南疆战场砍人头，急，速来速来。姑呢？战家的二老夫人来了，同闵氏一起来的。不过闵氏今日已经来过，被老奴拦下，只是没想到回去请了二老夫人来。请到暖阁去，我马上来。怎么还没来呢？这里是国公府，前院后院远着呢。你以为像将军府豆腐块那么大点地方，走几步便到？我这不是着急吗？母亲都疼大半日了。砰！他怎么有脸叫你来？二婶您不是也来了吗？我与你怎么一样？见过二老夫人。西西，这些日子过得可还好吗？二老夫人放心，西西一切都好。二老夫人也还好吗？砰，都好着。西西是这样的，大夫人着急什么？你婆母一时半会的也死不了，容我与西西训话几句。宋西西一听这话便知道是因为战老夫人的病又发作，但她没搭腔，只是与二老夫人说着话。外头的人说什么你不必管，人都是善忘的，保管过了年便再记不得你的事情，所以你万万不可因那些不实的流言蜚语而堵心难受。随便外头说什么，反正我是不知不管的。闵氏在一旁听他们闲话家常，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干脆直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西西，我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大夫人有话请讲。你往日都是叫我大嫂的，罢了，我还说这些做什么？今日来是婆母的病，昨天夜里就发作了，到了今日一早气的直接昏了过去。如今人是醒了，可若没有丹血丸，大夫说也熬不了多少时日，所以特来求你，劳你去跟丹神医说剧情。婆母说，我若请不来，丹神医便要休了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昏过去了，他才服过丹血丸，就算发病也不至于会昏过去啊，为何忽然这么严重？还不是因为昨日二叔和一坊大婚的事。不妨你就说吧。我按照宾客名单安排的婚宴，哪知道来了几百士兵，搞得一团糟，结果宾客都跑光了。如今所有人都怪罪我。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一坊生气又掀了桌子，这也就罢了。结果今日一早嬷嬷去新房取帕子，却没见落红。婆母以为他们昨晚怄气没圆房，但一坊却说他们回京的路上便已经睡过了。与他们一队回京的将士都是知道的。婆母一听直接气昏过去了。这些事情大夫人不必说的，我家姑娘还未经人事，听不得这些。嬷嬷说的对，是我失言了。二老夫人听得心头却是万般复杂。入门1年还没圆房，也幸好没有圆房，没便宜了那忘恩负义寡情薄义的战儿。他们说我办不到便休了我，他们家是什么人诸位都是清楚的。他们真的会休妻是真的。现在母亲觉得将军府今非昔比，已经能跻身京阙名流，她觉得我没有长媳的气度，还直言说后悔当初让我进门。我与你不一样，我若是被休会被娘家骂死，还会害了妹妹和侄女们的婚事，我只能在被休之前死在将军府，连顾子安都去不了。丹神医对忠孝之人最为敬重，他老人家如今是恼怒老夫人把事情做得太绝，如果能让战北望和一坊去药王堂跪下1-2日，兴许能打动他老人家。二叔和一坊绝对不会愿意到药王堂跪请的，他们是有官身之人，怎会愿意跪一个平民？那就你去跪2-3天，请得来是你的功劳，请不来京中百姓也把你的孝心看在了眼里。再者，你因大寒天跪在药王堂落了病根，往后3天5天的不舒服，也没人说你什么。闵氏闻言心头顿时一震，瞬间明白了宋西西的意思。大夫人，你真要好好感谢西西，等你这位将军府长媳的孝名打出去以后，哪怕是功勋世家见了你，也得尊你一声大夫人。多谢西西指点，否则我真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未来几个月我都要在佛堂诵经，为我国公府满门冤魂超度，所以从今日起闭门谢客，希望二老夫人和大夫人见谅。殿，我们要出发去南疆，跑很远很远的路，但给我们的时间有限，辛苦你了。我是宋怀安之女宋西西，有重要军情禀报北冥王。你是宋怀安之女？正是。本王信你，随本王来。他就是北冥王谢如墨啊，本以为要费些周章才能见到他，没想到这么容易。主帅营帐外站着几位武将，站着远远看过来，其中一人宋西西认识，他是父亲昔日的旧部。方叔叔，夫人身体可好？寒腿可还有发作？我有重要的事情和王爷说。方叔叔，咱们回头再叙话。既有军情，进来禀报。多吧？什么重要军情？王爷，我二师姐在沙国探得消息，西京兵马约30万进了沙国，还换上了沙国士兵的战甲，正奔往南疆战场。你二师姐探得的消息，本王记得你是去了万宗门，
那么你二师姐也是万宗门的人吗？是，王爷，我二师姐探听的消息不会有假，不过兵马人数上会有出入，30万可能不止，也可能不足。为何不直接禀报皇上？已禀报，但无凭无据，皇上不信。你告诉皇上说是你二师姐探听的消息吗？你错了，你应该告诉他，是你大师兄打听得来的消息，他会相信的。皇上对你大师兄沈清河甚是敬服。我说的便是大师兄给的消息，但我确实走错了一步，我冒充大师兄的笔记写了一封信，被皇上识穿了。言下之意，王爷是相信我了。你二师姐叫平无宗，她是江湖上最有名的暗探，她调查回来的消息不会有错。不过皇上并不认识江湖中人，万宗门也只认识你大师兄一人。宋茜茜没想到他对万宗门如此了解，一路飞奔而来的沉沉担忧终于放下了。累坏了吧？几日赶到的？5天，我还好，就是我的马累坏了。真了不起，喂马备膳。是。王爷不先想对策，或者派人火速传信回京，让皇上增派援兵。先募兵，援军没这么快来到，要扛过首战就必须先募兵，还有筹集粮草。不过你亲自前来南疆报信，这做法是对的，有足够的时间让本王想应对之策。本王叫人领你下去休息2天，然后送你回京城去。我不回去，我父兄就是死在南疆战场，我也已经去信给我的朋友，让他们一同来南疆杀敌。胡闹！上战场岂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侯爷和几位少将军已经牺牲了，你再有个3长2短，本王如何向你母亲交代？且听闻说你嫁给战北望。对呀，成陵关大捷战北望应该已经回朝，为何他不去禀报皇上？他是功臣，皇上对他的话应该是会信几分的。就算皇上不信，也该是他来报信，而不是让你来。北冥王一番话让宋茜茜怔愣了半晌。父兄战死之后，他就取代父亲将帅之位，在南疆领兵与沙国人打仗，距今已经3年。国中大事他在战场上或会关注到，但自己嫁给战北望这样的小事怎么也知道。不过他好像不知道侯府满门被杀之事。王爷难道不该问西京为何与沙国结盟吗？西京才与我商国签订互不犯边的合约，便立刻撕毁合约，乔装打扮成沙国士兵，与沙国联手在南疆对我们出手。因为成陵关一战有问题，本王在得知大捷时便派人前去调查，但至今还没调查结果回来。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为何成陵关大捷，王爷会觉得有问题？成陵关一战，你7舅阵亡，2舅断了一臂，萧大将军重伤，而战北望他并无多少实战经验，不过是奉萧大将军命令带兵闯入路奔城烧粮草，这本来只是缓兵之计，是为了让萧大将军治伤，可就这样竟然逼得西京人投降了。本王不信。是一坊杀将屠村。皇上知道吗？我不知道皇上是否知晓，但成陵关的所有唐报，包括最后大节奏本都没有写到。当然，我看到的只是兵部的誊抄，不是帝城皇上的所有奏本。你潜入兵部，可知偷看兵部文书乃是杀头大罪？你糊涂啊！你就算潜入兵部，也不该说出来，即便是对着本王也不能说。这么轻易相信别人，你在万宗门学的江湖险恶都白学了吗？我只是……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连你母亲也不能说。好。战北望知道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去问他，却去闯兵部偷看军情唐报，杀降屠村是一坊所为，还是他下的命令？我不知道。一坊，本王记得她是你父亲旧部易天明的女儿，她因一股狠劲剿匪，立了公才封为百户所。你说是她杀降屠村，她怎会有这权限？不知道。不过成陵关一役存在杀降屠村的事实，如今那30万西京士兵已经在路上，预计25天左右可抵达西蒙，然后直奔伊利。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杀降屠村，西京也不需要投降，除非一坊手里的俘虏有西京的一位大人物，迫使西京不得不降。可是签下合约之后，他们却选择了直接与沙国结盟。难道签下合约以后，西京发现那位大人物在一坊手里的时候遭过酷刑之类的？思路清晰，还真是胡父无犬女啊！可私闯兵部实属不智，你考虑过后果吗？还敢在本王面前说，真就不怕死吗？王爷不会想让我死的，皇上就算知道也不会杀我，顶多是囚禁或者流放罢了。元帅，但备下了。去吧，先下去把肚子填饱，5品以上将领全部进来。接下来几日，宋茜茜都没见过北冥王。听说那晚北冥王召集将士商议之后，便传令开始募兵了。王爷可有命人上奏朝廷，要求支援？上了，但援兵和粮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王爷说我们必须先募兵。那如今募到多少人了？4000人。才3、4天就募到了4000人，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在西京人到来之前，几万人不成问题啊。
都是些新兵蛋子，上战场没经验。如今诸位将领都在忙着训练他们。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有，不过今日一早来了几个人，说是要找你的，但是王爷还在查他们的身份，你去认识一下，看是不是你的朋友。快领我去！棍儿、馒头、阿晨、万子，你们终于来了。西西，听说你成亲了，是不是真的？你父亲是个武将，听说叫战北望，对不对？师傅不让我们下山，我们也打听不到你的消息，想去万宗门那边问问，可你师傅凶得像恶狗一样。西西，我真不敢相信你嫁人了，你怎么能嫁人呢？你这样撒泼野蛮的性子怎么能当人家媳妇？宋西西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着，像万宗门外山林里聒噪的鸟。闭嘴，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募兵，我们去报名从军，砍杀国人一个片甲不留。晚上回到营帐，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问宋西西嫁人的事。我嫁了，不过又和离了，现在依旧单身。太好了，柳师兄知道你成亲的事难过了好久，现在和离了，你可以嫁给柳师兄。我才不要，柳师兄这么凶。能比你师父凶吗？你师父凶起来，方圆百里的狗和门派掌门人都害怕。不过嫁人好不好玩呢？听说是要睡在一起的，你跟他睡一起了吗？清清白白的手指头都没碰过，我们刚成亲他就出征去了，回来没几天我们就和离了。他现在已经另娶了新妇。这么快？呸！男人真不是个东西，以后我嫁猪嫁狗都不会嫁给男人。你这话可不对啊，说那个人渣就说那个人渣，不要带上所有男人。我和馒头都是好男人。满满，你说对不对？你找什么啊？肉香味，是不是藏了吃的？就知道吃，你这个胖子，不吃饱哪里有力气打仗啊？西西是不是藏了吃的？哪里有吃的？前线条件艰苦，我几天都没吃饱了。啊，要饿肚子啊？朝廷怎么能饿着士兵呢？应该在筹集军粮了，放心，肯定能填饱肚子的。将唐报火速送往上京。肃清帝一看脸色大变，连夜召集兵部尚书以及金军武将入宫。西京竟然与沙国联手料吞南疆，但怎么会？西京才与我们签了互不犯边的合约。30万西京大军与沙国20万大军联合，我们阵前如何抵挡？北冥王为了收复伊利和西蒙，损兵折将已过半，如今兵力只剩下10万，且粮草难续啊！皇上，如今派遣援兵，只怕也来不及啊！这消息我们的探子竟没有探查出来，可见我们在沙国与西京的探子全部被杀了。10天之前，宋西西曾进宫禀报过此事，当时还以为他耽于儿女私情，没想到他说的竟是真的。一访和战北望对望一眼。上，如今战况紧急，且务必增派援军。臣愿意与战将军领援军前往南疆，争取在西京大军抵达之前赶到南疆战场。你能在西京兵马抵达之前先到吗？臣定全力以赴。到，命战北望为主将，一访为副将，令你们立刻点10万精军出城，连夜行军，不得耽误。皇上，10万怕是不够。如今南疆战场上不足20万，西京与沙国联手，起码50万兵马，而且沙国有神火器，臣希望能让京中神火营1万将士全部出战，还有3万玄甲军随同出战，由战将军统领。皇上，玄甲军乃是皇上亲兵，不可随便调离京师。我防神火营1万将士全部跟随战北望出征，玄甲军调派15000跟随京军10万出征，援兵抵达之后全部交给北冥王统帅。皇上，微臣认为京军不服北冥王，还是由微臣与战将军统领比较好。荒唐！一个战场怎可以有2位主帅？而且京军全部都是镇国公宋怀安培养出来的，北冥王也出自镇国公麾下，玄甲军更是北冥王为皇上培养，他们怎会不听北冥王的？就这么决定，你们回府交代几句，随李清家与战北望一访一同前往点兵，京军虎符由他们转交给北冥王。是。你方才说的能先于西京大军抵达南疆战场，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朕的厚望，若能办到，朕重重有赏。微臣定当全力以赴。怎么能保证我们能先于西京大军抵达战场？西京人已经出发超过10日，我们如今还未动身，就算日夜赶路也快不过西京。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全力以赴，一定可以。你说的容易，我们原先带领京军前往成陵关支援，足足2个月才抵达，如今要去南疆满打满算也只有20天，你怎么赶得及？有功夫说闲话，还不如快些回府收拾东西。我知道你最近对我不满，在府中我处处得罪人，你母亲如今也不怎么喜欢我了，但我要用实力告诉他们，宋西西做的那些花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只有上战场真刀真枪的立下战功，让将军府跻身于权贵名流圈子，这才是为将军府门楣添光的大事。说他做什么？说他就戳你肺管子了吗？我提他一下都不行了，你跟他什么关系啊？难不成和离之后还藕断丝连？我看他这一招是以退为进，
否则怎引得你去国公府找他？我说了，我去国公府找他，是想找他出面去请丹神医的。母亲的病总要把脉跟进，不能一味服药而不知道效果啊。再说我去国公府也没见到他，那还不是以退为进，借着孝顺的名头去找他？谁知道你们二人怀的什么鬼胎？算了，我们马上就要上战场了，别为一个已经和离的人争吵不休了，好吗？是你不许我提他的，你这般护着他，谁知道你心里是不是有他？我心里只有你。男人都是得陇望蜀，但是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娶了我是将军府的福气。宋茜茜顶多是能帮你孝顺母亲，而我却能助你将军府一门重回巅峰，重振你太祖父与先祖父的威名。一方，我相信你。不过说来也奇怪，为什么西京会与沙国联手对我们南疆战场发起进攻呢？分明我们在成陵关逼得他们投降，签了合约，承诺不犯边的。我们签的合约是不犯成陵关边线，但他们相助沙国，却是在南疆战场。南疆我们尚未全部收复，如今伊利与西蒙还在沙国人的手中，他们去的就是伊利和西蒙，所以算不得撕毁合约。这么说也有道理，可是沙国与西京素来没什么军事来往，如今沙国竟然愿意让西京30万将士进沙国，就不怕西京人是别有用心吗？无所谓了，总之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我还怕他们不来呢。宋茜茜带领他的小伙伴参战数次如意战败，被封为宋千户，官职五品。2个月之后，战北望和一坊带领的援军才抵达伊利城。末将一坊拜见元帅。你们终于来了。一路大雪封路，末将来迟请元帅降罪。天公不作美，与战将军、义将军无关。果然长得英朗俊逸，颇有男儿气概，不错不错，到底是宋夫人亲自挑选的女婿。战将军，今日终于见到你了，你这小子福气真好，娶得一位好夫人啊！战将军，你的夫人骁勇善战，勇猛过人，实在令我等男儿都羞愧无比啊！自己娶一坊的事，这里的人也都知道了。可是他们是宋怀安的旧部，怎么反而恭喜自己娶的一坊为妻？诸位将军过奖了，一坊怎比得上诸位将军？成陵关大捷只是侥幸，非一坊有多勇猛过人。他此言一出，大家都愣住了。将军的大名，本将也是久闻的。成陵关大捷，一将军功不可没啊！过奖了。战将军见到自己的媳妇也不知道上去问候一下，她受了伤，如今还没好利索呢。你受伤了吗？我没受伤啊。这两人对话一出，所有人都怔住了。战将军、易将军，终于等到你们的援兵来了，真好。宋茜茜，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原来宋姑娘也上了南疆战场，只是宋姑娘为何不把你和北望和离的事告知大家呢？弄得大家都误会了。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没什么好说的。和离？为什么要和离？成陵关大捷之后，圣上把我赐给战将军为平妻，宋姑娘容不下我，便请了圣旨和离。是你们二人战功求得圣上赐婚，战将军回来与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请我成全。君子当成人之美，既然二位真心相爱，我求一道和离的旨意成全了二位，也算是功德一件。什么狗屁！立下战功不惠及妻子家人，却用来求娶另外的女人。战北望，你这是寡情薄幸，负心汉。我们以战功求圣上赐婚，我是甘愿当平妻的，并未动摇他正妻身份，所以我实在不明白，为何宋姑娘容不下我。我与北望在外征战，立下了战功，享福的难道不是你吗？谢谢，但是战功我镇国公府不缺，你们留着自己享用吧。是啊，你父兄立下的战功，确实能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是啊，我父兄立下的战功，足以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你说气人不气人？一坊气得肺都炸了，但却极力压着怒气。确实我们比不上，我们还得拿自己的命去建功立业呢。但靠着父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值得，我就是那么骄傲，以他们为荣。狼心狗肺的东西！枉宋夫人如此看好你，把茜茜许配给你，你却不知珍惜，你要惹得宋夫人多伤心啊！你怎么打人啊？这是我们的私事，你凭什么打人啊？他让宋夫人伤心难过，本将就打他，若有不服打回来啊！别像个废物似的躲在女人身后，让女人替你出头。你说的宋夫人早就死了，她伤心什么？宋家满门，除了一个宋茜茜，全部都死了，连这点她都没告诉你们吗？宋茜茜，你到底跑战场来做什么？想着让你父亲的就不为你出头吗？在场的人包括谢如墨都被这句话震撼住了。满门都死了，怎么会这样的？8个月前，西京潜伏在京城的探子全部出动，府中除了随我嫁到将军府的几人之外，全部死了。但是西京探子疯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茜茜，你连这件事都隐瞒，你到底想做什么？够了！你们二人带来多少兵马？如数报来。回元帅的话，末将带来10万精军，1万神火营将士，15000玄甲军。宋将军，1万玄甲军归你统管，神火营归方将军统领，
今晚安置在城外营地，明日各自练兵。宋将军，宋西西，他凭什么是将军？是王爷以元帅之权封的吧？阵前封将也要让人心服口服，而不是借着他父兄的功劳，随随便便就把将军之位许人，这叫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如何心服口服？宋将军参与5场战役，斩杀敌人无数，破城之时是他潜入城内，打开城门，且带着3000兵马前后对战沙西联军近3万人，艰苦守住了粮仓。他的功劳已经启奏圣上，正五品出售武德将军乃是圣上亲封，有兵部送来文书作证，你要看吗？正五品出售武德将军，这只怕是诸位搜刮他上位吧？斩杀敌人无数，我不信。你信不信不重要，退下吧。但玄甲军是我们带来的，凭什么由他统管？我不服。你说什么？你不服？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元帅，我们听从安排，援兵至南疆便是听从元帅调配的，就连我们夫妇2人也是任由元帅调派。你们自然任由本帅调派，莫非还想凌驾本帅之上？不敢。元帅未免太轻视我们夫妇了，我们好歹也是在成陵关立过大功的。这里站着的人谁没立过大功？元帅息怒，义将军只是一时冲动，无意顶撞元帅。不能接受军令，就立刻离开南疆。本帅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武将。末将出身不显贵，没有逃礼的资格，元帅军令末将自当遵从。还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总有一天我会撕开宋西西的伪装，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心机，居然借着父兄就不托举立功，将被武将所不齿。西西，到底是怎么回事？8个月前，我那时还是战北望的夫人，听到京兆府来报，说我侯府一夕之间满门被屠，我策马回到府中，入门所见尽是血腥。谁做的？西京探子。8个月前，也是一坊屠村掳劫西京太子之后，难道侯府满门被屠和一坊在路边乘坐的事情有莫大关系？诸位将军先出去，本帅有话与宋将军说，与我说说吧。元帅还想知道什么？一切。为何忽然成亲？成亲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西京探子屠杀侯府满门前后的事。宋西西不知道为何他要知道成亲的事，但还是如实告知。欺人太甚。这倒不算欺人太甚，最后才算。如果不是皇上下旨和离，他们还要扣下我的嫁妆。他们敢如此欺负你，委屈你。我不觉得委屈，于我而言，离开将军府就是解脱。他们所谋算的也没有得逞。成陵关一役，想必圣上也会调查，届时将会水落石出，该要有人为此事负上全部责任的。但或许不是我们都想要的那种方式。我知道，但不要紧，我总有法子为宋家那些亡魂讨回一个公道。他们是我们带来的，凭什么就归了宋西西管？就算不归他，也不会归我们。玄甲军本来就是北冥王的，而且我们作为援军抵达南疆，最终也是要听命于北冥王。不见得，我们在成陵关不也是自己领兵吗？那不一样，成陵关战役萧大将军受了重伤，所以我们才能领兵的。还记得我们到成陵关第1场仗吗？我们被打得手足无措，若不是宋西西的舅舅及时出手相救，我已经死了。战场上不是你救我就是我救你，你不必愧疚，你就算欠也是欠萧三将军的。至于宋西西，我会让他露出无能的真面目的。你想做什么？一坊，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在军中乱说，等待你的就是军法处置。成陵关一战我是首功，我也是商国第1位女将，我没大错，谁敢对我军法处置？不出3日，那12万援军都在义愤填膺地说着一些流言蜚语。有此理，我沈万子好歹也是江南沈家大族的千金小姐，更是眉山名门弟子，他们竟然敢说我是你宋西西的丫鬟。我是镜花派的弟子，更是北冥王阵前封的百户所，如今却成了一个伺候你的洗脚婢子。洗脚婢子不错了，说我和官儿是鞍前马后的小厮，说你出宫的时候还要我们守在附近，不许任何人靠近。这么离谱？当然离谱，还说你根本就没有立过战功，都是北冥王看在你父兄的份上抬举你，还有其他将军杀了敌，把功劳记在你的头上，他们现在喊着不服，说要去找元帅嘞。一坊麾下的士兵先传出来的，说你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他娘的，当初是你带着3000人死守粮仓，才有他们如今的饱饭吃，否则靠他们带来的那点粮食，能支撑几日？那个一坊算个什么武将，就是根脚使棍，让他们去闹到元帅跟前，看有他什么好果子吃。现在是指在援军里流传对吗？对呀，援军就住在营地，与原先的北冥军是分开的，所以北冥军也不知道，否则定有人要过去跟他们理论一番的。而且他们已经在山洞找几位援军里的武将出面去找元帅，让他们先去找吧，想来元帅能镇得住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跟西京和沙国开战，元帅绝对不会容忍此时军心大乱。咱就不管了，那我去揍一顿一坊出气总可以吧？你想的话可以啊，但是他武职比你高，
在军中殴打将军，仗军棍一摆，想屁股开花就去。最精锐的兵去保护一位上战场来揽军功的女人，末将认为元帅实属不智。什么保护？15000玄甲军是给宋将军统领用来杀敌、破城冲阵的。元帅可真是念旧，玄甲军若能破城，便是宋西西的功劳，这与直接把军功送给他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说话的？他率领玄甲军若能破城，这功劳便是他自己拼来的，怎么是送的？莫非一将军打仗只需要自己一人冲锋陷阵，士兵都躲在后头？他领兵，让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女人领玄甲军攻城，我看是诸位将军一同领着他和玄甲军去攻城吧。你们没来之前，宋西西参战数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能立什么功？末将一房请求领玄甲军攻城。如果元帅非要让宋西西领兵，请允许末将与他一战。玄甲军是末将带到南疆的，末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跟随一个完全不懂得打仗的将领，无辜葬送了性命。本帅允许你挑战宋西西，如果他败，玄甲军由你统领；你败，战后杖责50军棍，同时夺你在南疆战场的所立的所有军功。我军若胜，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军功册子上。这不公平，他说没有任何惩罚，我叔却要杖责50军棍，还要夺我所有功劳，元帅未免太偏心了。他说了会失去了玄甲军，怎么不算惩罚？而且他统领玄甲军是本帅下的军令，临阵撤换他也丢了面子，在武将和士兵心里便没了半点威信，怎么不算惩罚？好，明日我挑战他。宋西西，你愚蠢到以为上了战场就能把我比下去吗？不过你倒也不算愚蠢，反而是精明算计到了极点，知道利用你父亲的关系把你托举到一个你此生用尽全力都无法到达的地位。你的废话真多，来吧。好，既然你如此自信，就休怪我不手下留情了。比试开始。受伤了吗？要紧吗？他觉得无比的丢人，比丢人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便在南疆拼尽全力去杀敌，都不会再有他的军功。你没事吧？战哥，我不服，我要是有他那样的出身，我不会输。玄甲军依旧是由宋将军统领，至于义将军违背军令，战后再行惩处。刚才想杀了他吗？想过。派去调查的人来了信，西京人把一坊屠村的事情隐瞒下来了，只对外说是整个村子走水，所有人都被烧死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知道。西京人要隐瞒西京太子被辱一事，所以就算皇上查到真相，表面上都不能对一坊做出什么处置的。至少你可以放心，不会因一坊而牵连到你的外祖父。西京如此隐瞒不说，还定了边线，签订了合约，目的是找一坊报仇。没错，仇恨已经结下，所以西蒙一战，西京人一定会拼尽全力以报陆奔城的仇。这对我们来说依旧是艰难的一战。如果你今天杀了一坊，西京的苏兰基将军不能亲手报仇，那么我担心他所有的恨意都会转嫁到西蒙城百姓身上。您是说苏兰基有可能会屠城？现在应该不会，但一坊死了的话，他多半会。苏兰基是西京太子的舅舅。定好。别想太多，专心练兵。苏兰基是奔着一坊来的，一旦开打，西京的主力一定会追着一坊来打，所以即便你今日不杀他，即便来日朝廷不能问他的罪，他都很难从苏兰基手上逃脱。知道了。战哥，等开战的时候我就带兵跟着你，帮你杀敌，你立功便是我立功，到时候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在皇上面前提我一句，我就不信北冥王可以只手遮天。好。接下来几日，北冥王安排各军派兵布阵，推演战术。大概就是这样了。如果战将军回去想到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找我沟通。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请说。当初你为什么隐瞒我你会武功的事？这很重要吗？不重要，只是直到你我和离那一日，我才知道你会武功。我疑惑的是，你既懂得兵论战术，武功又如此高强，为何不上战场延续你们宋家在军中的势力，而要选择下嫁给我？我父兄皆阵亡，我最想的当然是上南疆战场为他们复仇，但母亲不同意，她怕我也死在战场上，她希望我从此放下武功，嫁人生子，过些平稳的生活。我听母命选择嫁人，但所嫁非良人，和离之后我自然会选择上战场，并非要和一坊一争高下。那你嫁我是真喜欢我，还是你母亲为你选谁你就嫁谁？这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我想知道。战北望，你从来就没摆正过自己的位置，你是我夫君的时候你没摆正，现在你是一坊的夫君，你也没摆正。所以其实你根本没喜欢过我，你只是奉母命嫁给我而已。我就说嘛，我不过是讨个平妻，你二话不说进宫便求旨和离，你对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情谊，你无情在先，却让人觉得我辜负了你。且不论我对你是否有情谊，自入你将军府的门，我侍奉你父母无一日懈怠，尽心尽力只等你凯旋。而你呢，求亲时许下诺言，出征前让我等你，等了1年，你回来通知我你以一身战功求娶一坊为平妻。战北望，
我尽了为人儿媳、为人娘子的本分，从嫁入将军府到和离出门，我都问心无愧。而你呢？你今日能否当着我的面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你对我母亲的承诺是否也问心无愧？西西，你和我战哥在里面做什么？你的夫人，你自己解释吧。战哥，你和他在里头做什么？怪不得我找不到你，要不是狗子告诉我你和宋西西在这里，我都不知道你和他单独相处了半天。宋西西快步而去，不想听他们夫妻间的争执对话。北冥王命宋西西带领玄甲军为先锋攻城，战北望率兵协助，结果一反违抗军令，私自参战，企图抢功被抓。宋西西率军追杀到沙国边界，也未看到一访和战俘。一路上我都怕他们反杀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咱们这顿过来的拢共就2万人，他们可是有几10万的兵马，反杀我们绰绰有余。沙国已经没了斗志，西京与他们不同心，西京人的目的已经达到。维克多不会天真的以为如果反杀回去，西京人会施以援手。一访失踪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在沙国撤离的部队里吗？没，但是一开打的时候，他就追着一队西京的士兵，之后没回来过。那就好好看看满城的尸体有没有他了。他不会死，你休得诅咒他。同为北冥军，你怎可诅咒自己的战友？哈，仗打完了，这兵我也不当了，可别拉我做他的战友，他不配。是我对不起你，和一访无关。如果是别的将士被俘了，你会不会去救？如果是别的将士被俘，你会不会让2万将士冒着危险去追敌军撤退的大部队？战将军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将士的性命珍贵。一将军被诱捕，你并没证据，就算你有证据，你一不能确定他在撤退的大部队里，二不能追过边线上山，否则就是拿将士的性命冒险。对呀，而且这一带有很多牧民部落，他们不属于南疆，如果贸然入侵他们的领地，很容易诱起战事。那宋将军就这样袖手旁观了？被俘虏的可不止一访一人，还有他所带领的士兵。你怎么就肯定他是被俘了？开战的时候，我看见他追着一队人去了，刚到就有人撤退，这不可能，分明是诱他而去，他上当了。他也不是第一次上战场了，这么明显的诱敌他也会上当，是愚蠢。你是要我们这么多将士为他的愚蠢付出生命的代价吗？再者，你既然发现，为何不阻止？发现的时候喊了他没听。我是将军，正领着兵与敌军厮杀，我一旦临急追去，我的兵不知情况，肯定也会追着去，我不能因他而不顾大局。你还算有些武将的觉悟，一访确实被俘了，但我们没办法去营救，只能在这里等待。西西，你知道一访被俘了，却不去营救，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但他要么是在沙漠，要么是在草原，要么是躲在山上，但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不可能让所有玄甲军去找，这太冒险。那我们在这里等什么？等他们把人送回来吗？没错，等他们把人送回来。你疯了，他们既然俘了一访，怎么会轻易放他回来？当然不会轻易，凡事都不可能轻易，例如成灵关的合约也不会是轻易得来的。什么？你该不会以为苏兰基从成灵关带着大军撤回路奔城，就是因为一访散播了北冥王即将奔赴南疆战场援助吧？如果你相信了这个说法，你不配为将，连个兵都不配。战北望自然怀疑过，可是一访却没有告诉过他答案。为什么苏兰会这样做？请你告诉我。不用我告诉你，在这里等吧，有人会告诉你的。你不去找，那我就自己去找。第二天一早，战北望才回来，他和他的士兵无比的疲惫。我打算趁着天黑之前去草原找找。你要去的话，不用跟我报备，我领的是玄甲军，你又不是玄甲军。我想领着玄甲军去，就算是我求你，西西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快2日，一访坚持不住的，我知道你恨他，等找到他，我们一同给你赔罪。和私人恩怨无关，玄甲军不能再往前走。宋西西，我已经低声下气求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低声下气了不起吗？你这求人的态度可真诚恳，诚恳到我们想群殴你，让玄甲军陪你去草原，遇到西京军队或者那些部落，是你打还是让他们打？你闭嘴！你什么身份，敢这样跟本将说话？笑话，跟你说话还要什么身份？怎不掂量掂量你的身份，够资格在我面前放肆吗？宋西西，你管好你的人，别什么狗都能在我面前乱吠。他娘的，我想揍你很久了，要不是有当兵的身份诉讼我，第一次见到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时候我就动手了。你真拿自己当个东西了？就你这德行还敢朝三暮四的，咱爷们许下的诺言便是死也要贯彻到底，你真丢尽了我们男人的脸，下半辈子你做个人吧。馒头，滚，别打了。呸，垃圾。现在可以去草原找一访了吗？以为挨打就可以领着玄甲军去了？战北望且等着吧，不是草原是山上，
超过10万的西京士兵如今在山上呢，他们要讨回一个公道，我们只能等。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山上？他们要讨回什么公道？用你的脑子想一想，为什么10万人在山上不撤退？为什么他们要抓一方？再为什么他们签订合约之后要上南疆战场？你不过是与他有夺夫之恨，才如此编排他。宋西西，你是个心思阴暗恶毒的女人。很快，10万西京兵士来到了玄甲军阵前，但谁都没有动手。你们把一坊带到哪里去了？宋将军，能否单独上前说话？可以，不带武器，但你如果担心的话，可多带一个人，而我单独上前。西西，我陪你。你随我去吧。好。帅苏兰基，宋将军颇有宋元帅的风范，果然虎父无犬女。你们把一坊带到哪里去了？他是死是活？你是战北望，曾经是宋将军的夫君，现在是一坊的夫君。我只问你，一坊是死是活？你们没有理由虐待战俘，杀害战俘。你们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宋将军，西京探子屠杀你宋家满门，不是我下的命令，是他们在得知路奔城有几条村子被一坊带兵屠杀殆尽，有战俘惨遭非人虐待之后，由探子的头领亲自下的命令。我们西京陛下坚定的奉行，边线问题不牵涉两国百姓的性命，不屠杀平民，更不会屠杀满门老弱妇孺。虽然这是你们武将违背与犯罪在先，但我要为西京探子所做的一切向你道歉赔罪。你在胡说什么？我们陛下乃至我国君臣上下对宋怀安元帅都十分敬佩，他曾率兵与我西京开战，但是他严格遵守两国协定，并未伤害过我国百姓一条性命。每一次开战，他攻至你们所制定的边线之后就退兵。对于宋家被灭门的惨状，我深感愧疚，这也是我们西京欠你们宋家的，只欠你们宋家，不欠商国。一坊在内的几百士兵要么被杀，要么重伤受辱，你们的仇已经报了。但是我知道有屠杀我满门的西京探子毁了你们国家，我的仇还没报完，欠我的拿他们的命来还。如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欠了。回去的西京探子已经悉数被我杀了，宋将军你可以节哀了，但我西京的哀痛结不了，那是一份永远的耻辱，永远的痛，就算杀了一坊和那些士兵都永远抹不去。我没资格代替谁去给他道歉，但这件事情相信也是我们商国知情之人心中的痛与耻辱。宋将军这句话对我，对我们皇室都有很大的意义。想知道你的夫人都做过什么吗？上山去看吧，他们如今的现状便是他们曾经犯下的罪孽。话已说完，苏兰基和三皇子便带着10万西京士兵离开了。你要救一坊，只带你的心腹上山即可。山上可能还有西京兵马不曾退下，我请求借出玄甲军一同上山。你确定吗？你可以告诉我，一坊屠村是否真的？你刚才应该问苏兰基，又或者见了一坊你亲自问他，苏兰基应该不会杀他的。不，苏兰基之言不可尽信。宋将军与我一同上山，我们一同问个明白。如果一坊在你面前承认了，那么……宋西西在沉默片刻之后同意和他上山，只是他不知道带着玄甲军上山将会看到怎样的一幕。全部滚出去，全都滚出去！回到西蒙城，战北望亲自给一坊上药，清洗他身上的臭味，一点点地挖掉他嘴里的屎，好几次几乎呕吐出来。对于他腿间的伤，他不敢细看，只是胡乱地上了些药粉。其余伤口都有处理，只是他的脸上被刺了一个剑字。战北望一狠心用烧着的铁烙在他的脸上。战哥，你为何毁我的脸？脸上有一个剑字，你要带着这个字过一辈子吗？那些禽兽不如的狗东西，苏兰基，我不杀你誓不罢休。你告诉我，你在陆奔而城是不是屠了村庄，杀了平民百姓？我后悔啊，我应该把所有的村庄都屠了，而不是只屠了他们3条村。你真的做过？那虐待战俘呢？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去世毒打？岂止，我让人一刀一刀地划他的脸，让人给他淋尿灌屎，我用尽一切办法去折磨他，让他说出他的身份。我现在就后悔我下手太轻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人，苏兰基快速地和你制定了边线，签订了合约。战北望浑身冰冷，他再愚蠢也能猜到那个人的身份了。怪不得他们会上南疆战场，这一切都解释都通了。战哥，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是你害死了西西全家，惨遭灭门，全因你虐待战俘，屠戮百姓。不是西京人杀的，和我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你的手段为什么会这么残忍？那些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你怎么下得去手啊？他们窝藏西京武将，我命人屠村只是为了逼出那小将。战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残忍，我是屠村了，但那些都是西京人，就算是百姓也是西京的百姓。两国交战，不伤平民，不杀战俘，这是我国与西京的协定。上成陵关战场之前，我与你说过无数遍，你说你都记住了。现在你告诉我，你都记住了什么？你不止虐杀战俘，你还屠村，你是不是人啊？可我不是已经签订了合约，定了边线吗？
这个结果皇上和满朝文武都很高兴，以后不用兴兵打仗了，只是死1000几百的西京百姓，我真的罪大恶极吗？你去成陵关问问我们商国的百姓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换取商国坚持的边线且再无战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呵呵，那你呢？你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换和平吗？你如果愿意，那你方才咒骂什么？那不是你应该承受的吗？他们都死了，你不愿意死吗？你去死啊！对，你问过被你屠杀的西京百姓了吗？你问过成陵关的百姓了吗？他们都同意吗？战哥，你这是做什么？你这个样子让我很害怕。我遭了那么大的罪，你不仅没安慰我，还一直骂我。就算我有错，可我也是立了大功。你可知，你麾下所有的士兵，除了被俘虏的那10几个，全部都死了，没死的那些也都被驱使，而你也被他们那个……你以为我被他们？我没有，战哥他们没碰我，他们只是伤了我，但是绝对没有强辱我。我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他们。有什么好问？还嫌不够丢人吗？你不信我？信你？你对我说过半句真话吗？我问你成陵关的事，你每一次都以北冥王即将上战场为由，所以苏兰基退兵回去和你签订条约。你连这么大的事都隐瞒我，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我们既然攻入了陆奔儿城，就一定要有所收获。我不过是杀了些村民，可西京人杀了我们多少士兵？真可笑！为了你，我抛弃了西西，我真的很后悔。你说什么？你后悔了？战北望转身慢慢的走了出去。外边的天很冷，但天气再冷也冷不过他的心。一碗够不够？不够。还有吗？没有。那不多余问吗？其实我和苏兰基在战前就已经互通了信，他的目的是一访和那些曾经参与屠杀的士兵。本帅早就知道，本帅曾试过安排他在后方，但他自己攻了上去。元帅算是护过一访了。架不住他自己想死。一访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苏兰基对他没下死手，是觉得他会不堪受辱自尽。你觉得一访会自尽吗？难说，他此番受辱，屎尿之类就不说了，而且这么多人看见他没穿裤子，这是在军中也遮瞒不住。军中瞒不住，那么京城想来也会知道，就看他扛不扛得住了。话说，那西京太子为何会出现在陆奔城？因为西京皇室的内斗，他是被二皇子设计被迫上了战场。苏兰基知道他不能战，所以只让他躲在陆奔城。因为战场不在陆奔城，谁知道他遇上了一访。二皇子？那西京太子一死，几位皇子便要争夺太子之位了。如果这个二皇子当了太子，对我们商国可不友好啊。但苏兰基有心扶持三皇子上位，三皇子与西京太子乃是一母同胞，只是三皇子还未成气候。苏兰基面对的困局很多，西京陛下已经百病缠身，怕是熬不了多长日子。所以西京这一次讨回点颜面，报了仇，然后便迅速撤离回去应付内乱。现在他们瞒着西京太子的死因，但一旦来日被人揭穿，也可以昭告西京百姓，以为太子复仇。算是原因之一，但其中复杂实非我们所能全然知晓的。一个大国有他自己的考量。是的，西西，南疆收复了有你们宋家的功劳，可告慰你父兄了。你父亲一生未竟之大业，让你帮助着完成了。伊利和西蒙的城门是你带兵攻破的，也是你带兵浴血奋战。来日史书公笔必定有你们宋家浓墨重彩的一笔。元帅抬爱提携之恩，末将无以为报。无以为报，言下之意你是想报恩吗？元帅是有吩咐。现在没有，但保不准以后会有事情需要宋将军帮忙。哦，那就来日再报吧。这句话本王记住了。收复南疆的捷报传回京城，皇帝看着捷报泪流满面，飒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怀王得知当初宋西西给自己女儿添妆被拒，气得打了他一巴掌。那是你的外甥，你姐姐在天之灵若有智慧，怨你无情吗？旁人给他脸色看就罢了，你这个亲姨母，你真是……不是我嫌他，我是怕王爷嫌他，他姑爷家嫌他，我也是一时糊涂啊。你连他上战场都不知道，可见你没派人去看望过他，还说糊涂，你分明是无情。咱们不是被禁足了吗？你可以派人去啊，府中又不是人人禁足。以前你姐姐待你多好啊，你们姐妹感情亲厚，人人羡慕。现在你做出这样绝情的事，等西西回来，她还会认你这个姨母吗？等西西凯旋，叫兰儿去拜访她，她们表姐妹小时候感情特别好，否则她也不会在兰儿出嫁的时候来添妆。即便能修补，也不如从前了。而且因为此事我们被禁足，连团年都不能进宫，可见皇上心里已经起了芥蒂。以后你就看着吧。兰嬷嬷，你说我做错了吗？三小姐，当初您和大小姐感情多好啊！其实战北望情只娶一访的时候，您当姨母的该去将军府给她撑腰，老奴也劝过您，可您不听。那是皇上赐婚的，我能去撑腰吗？这不是明摆着跟皇上作对。
您自是阻止不了赐婚，但您这位当姨母的站出来了，将军府也不至于欺人太甚，多少也顾着点您亲王妃的面子。那我去一趟国公府做样子也是要的，等他回来至少他的家奴也会告诉他我有去探望过。听说你们都到了山下却不上去救我，你巴不得我死，你真狠毒！你以为我会自尽吗？我不会，我要活得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好，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你错了，我想让你死很容易，半夜把你拖到山上去，从悬崖扔到崖底，野狗会吞噬了你的尸骨，让你尸骨无存，又或者在你的茶水里下千机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敢？好好养着吧，你的军棍还没打呢。你以为我会怕吗？宋茜茜，就算你立了大功，你终究是输给了我。现在的战北望夫人是我而不是你。呵呵，那恭喜你。看，你嫉妒，你只是不承认。是，我嫉妒，我很嫉妒你成为战北望夫人，嫉妒你成为将军府的主母，嫉妒你以后要夙夜不眠地照顾那位是儿京的婆母。宋茜茜说完便扬长而去。知道很冒昧，他马上便要回京了。他这个时候挨了军棍，定是熬不过路上行军的艰苦。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辜负了你。既然知道冒昧也知自己有错，那你是怎么有脸来求我为他说情的？再说你不知道我宋家满门被灭与他脱不了干系吗？我是天下间最盼着他死的人，你来找我为他求情，你脑子没问题吧？我知道是我错了，只是我已辜负了你，不能再辜负他。既然如此，你替他受了这军棍不就行了吗？夫代妻过天经地义。宋茜茜不想看他在这里继续表演愧疚与深情，便转身离开了。元帅，宋将军求见。让他进来。刚才末将看见赞将军去找宋将军了，宋将军这一次来，怕是要替一坊求情。你觉得宋将军会替一坊求情啊？年轻的脸庞充满了对爱情的无知，可能觉得以此能挽回战北望。你来一下。得，靠近些，本王瞧你脸上有些东西。末将说错了什么？宋将军如今瞧得上战北望吗？胡言乱语，请他进来吧。得，你方才的话不许出去乱讲，否则把你头皮剥掉。知道了。元帅，眼看着就要班师回朝了，我能否去一趟我父兄牺牲的地方？我想喊他们一声，让他们随同我们一同归京。父兄的遗骸已经在他们牺牲之后被送回了京城，但是如果他们在天有灵，魂魄也定会守在这片土地上，直到亲眼看见南疆被收复。应该的，但是你不用去了，我已经替你去过，而且从你父兄阵亡的那个地方伐下了一株大树，给他们雕刻了牌位，到时候就带着他们牌位回去。谢谢。我该做的，我第一次上战场是你父亲带着我。那既然元帅都安排好了，我就不跑那一趟了。回京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是想谋个武职，还是说想再找个人嫁了？我母亲不希望我走武将的路子。你母亲是希望你找个人嫁了，过安稳日子。可是尊母命嫁过了，嫁的不好，作废再找个好的。嫁过便是嫁过，如何作废？至于好不好，总归是要相处过才能知道。女子嫁人像是一场豪赌，刚输了一场，所以我也没打算再赌。这想法是好的，千万不可胡乱找个人嫁了。尊母命这种事尊一次便够。再说成亲有什么好的？本王便没打算成亲。宋茜茜不敢妄议他的婚事，只是他这句话说的奇怪，想来是希望他继续为将，毕竟朝中无太多可用的年轻武将。谢如墨与宋怀安率领将士凯旋，托我商国先祖与皇上洪福。臣谢如墨与宋怀安与诸将诸兵信不辱命，收回南疆疆土。都起来，传朕旨意，犒赏3金。臣替众将士谢主隆恩。宋将军，臣在。家好样的，你也好样的。朕令你和北冥王及抱着牌位的将军一同上阵的御辇绕成一圈，其余所有将士跟随，接受百姓的掌声。你们都是收复南疆的功臣，商国将永远铭记你们。谢皇上。小丫头长成女将了，朕心甚慰。想来你父亲在天之灵也觉得安慰。二弟，你受伤了，要紧吗？没事，你们先回去吧。你们还要进宫，我们就先回去禀报父母了。战北清也看到一坊了，只是眼底露出了厌恶之色。兄娘，我们在这。这丫头又笑又哭的，真是半点矜持都没了。她叫宝珠，对不对？王爷还记得她呀？记得，本王记得有一年去万宗门，这丫头在树上打枣子，见到我与你师兄，她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王爷去过万宗门？上南疆战场之前每年都去一次，之后便不曾去过了。我竟不知，也从未见过王爷。王爷为何每年都去一趟万宗门？游历，也找你师父和师叔指点武功。你没见过本王不奇怪，本王来去匆匆，且住在万宝斋。你向来是躲着那个地方的。连躲着万宝斋都知道，看来师父和师叔没少在王爷面前说自己的糗事。不过都是儿时认得的人，王爷为何不找自己叙叙旧啊？战哥以为自己下面的伤势被侮辱了，可自己是清白的，脸上的烫伤也是战哥亲自动手，证明他不会嫌弃自己容貌丑陋。再说他如果是在意容貌的人，就不会抛弃宋茜茜选择自己了。
二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能平安回来就是好事。什么叫平安回来就是好事？他没立功，北望也没立功，这不是白去一趟吗？还有你的脸，你蒙着脸做什么？脸上受了点伤还没好。是受伤没好，还是被西京人折磨的？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被西京人辱了清白？谁说的？谁说我被人辱了清白？你就说有没有，外边都传遍了，还问谁说？外头谁都在说。我没有，我是被俘虏了没错，但是只受了皮肉之苦，清白还在。那你找人作证啊？不是有人和你一同被俘了吗？他们可以为你作证啊。战哥去问过他们了，但是他们全部都说不知。不知，都关在一起，哪里会不知？反正清者自清，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但我们将军府在乎啊！我们日日出门被人指指点点，沦为京城的笑话。娶你回来就是盼着你为我们将军府增光，不是让你来给我们抹黑的。当时娶我进门，你们是何等的欢喜，屁颠的就把宋西西休出门去。现在我在南疆失利被俘，是我愿意的吗？你们没关心我受了那些委屈，受了什么伤，却一味指责我。我说我是清白的，你们也不信，这就是家人的态度吗？如果早知道你们如此势利，说什么我也不会进你们家的门。他还有理了。散了，事已至此，等北望回来再说吧。虽说立功单上没有北望的名字，但是他能进宫庆功，应该是有立功的，只是不足以写在榜单上。你这丫头不声不响跑到战场去，若有个好歹，叫哀家如何跟你母亲交代？让太后担心了，是臣女的不是。哎，又成猴了。以前每回从眉山回来都跟个猴似的，又黄又皮，如今倒是不皮了，就是黑了。一路回京都还没来得及回府沐浴换衣裳，便直接入宫来了。臣女浑身臭烘烘的，别熏着太后娘娘才是。没关系，哀家终日在这殿里头到处都是熏香，可想闻一闻这汗臭味了。你是立功归来的人，你在战场种种，哀家都听皇帝说3回了。哀家很欣慰你这么有能力，为我们女子争光。一房也曾得哀家的赞赏，但他和你比差远了，他的事哀家也略知1、2，只能说哀家当初瞎眼了。太后谬赞了，其实非臣女之功，都是元帅筹谋有方，臣女只是沾光得了份功劳。比起他们常年泡在战场，经历多年血战，臣女的功劳真的不值一提。都不容易，但女子更是不易。如今战事已罢，你有何打算呢？你若愿意的话，哀家为你说门亲事。承蒙太后抬爱，但臣女如今最想做的事情是回府沐浴，好好睡上一觉。至于婚事，臣女暂时不想的。哀家知道女子并非只有嫁人一条路，只是你母亲曾跟哀家说过，她希望你嫁人生子。若论私心，哀家更希望你成为我山国肱骨名将。可哀家不能让你母亲在皇权之下都不放心你，她是真怕了战场，战场几乎夺走了她的一切啊。这些以后再说吧。好吧，迟些再说。你回去好好洗一下，你这身臭烘烘的味道闻多了，哀家眼睛有点辣痛。南疆战事谢如墨如实呈给了皇上，和皇上派人调查的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朕还不能治一坊的罪了。这仇西京人自己报了，但他们不愿意声张，我们怎么能上赶着去承认？苏兰基大概以为一坊会受不住闲言碎语会自尽，可料不到一坊根本没有想过自尽。屠村的事苏兰基也没有提嘛，即便在西京战场上也只字不提。不提，反正大家心里都有数。而且他们太子死了，皇帝又病重，太子没有儿子，这皇位之争够他们闹心了。他们最是重皇室颜面，至今未听到他们公开西京太子的死讯，可见他们还想着隐瞒。如果公开，西京没理由不派兵往成陵关，到时候大兵压境，我们根本分身乏术。成陵关萧大将军至今还没痊愈，兵力大部分调往南疆，西京趁此良机大举入侵成陵关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是朕会这么做。如果打着为西京太子和被屠村百姓的名义行兵进攻成陵关，西京士兵大概也会血洗成陵关的百姓。可是苏兰基也不忍心，他始终守着不伤平民的原则，他是真正的武将。苏兰基是值得敬佩的。但如果他们的二皇子夺得帝位，一旦查出西京太子的死，未必就不会再对成陵关出兵。这个人好战，苏兰基恐怕压不住他。对了，朕已经跟皇后提了让宋西西入宫为妃。好啊，什么？皇兄，你说要宋西西入宫为妃？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她如今立下军功，又是国公府嫡女，整个国公府都是她主事。假以时日，她父亲麾下的将军对她言听计从。女子心性不坚定，若是被人挑唆保不准会做些有损她父亲忠义之事。入宫是最合适的。臣弟实在没想到皇兄竟然会有这样的担忧。他只是第一次上战场，而且未来2、3年国中都不会有战事，皇兄何至于忌惮至此？未雨绸缪，总胜过亡羊补牢。你未免太过激动。她虽是你麾下，但她婚嫁之事还轮不到你来管。朕要娶个妃子，更轮不到你来反对。
皇兄，您问过他没有？他想不想入宫？他那样的女子岂是后宫能困得住的？您如果真怕他拥兵自重，那就下旨为他赐婚呐。而且他拥兵自重是没影的事，皇兄何至于此？嫁人嫁给谁？寻常人家他瞧不上，世家大族与他国公府联姻，难道就不是自成势力吗？朕初登基时，咱冒不得这样的风险。可如今军中没有出色年轻的武将，皇兄让他入宫，岂不是浪费了？若有战士，他一样可以领兵出征。朕只是娶她为妃，并未说过不许他出战。谢如墨怔怔地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皇兄会提出这么荒谬的决定。他不会同意的，而且臣弟也觉得不妥。你觉得哪里不妥？放眼整个京城，谁配得起他？自然是有的，但是他才和离多久？不着急为他说亲啊。你前言不搭后语，方才还说让朕给他赐婚呢，现在又不着急了。朕知道你爱才，但是如今国中没战事，朕相信你能培养出出色的武将。至于宋茜茜是否愿意，一道旨意下去，管他心里愿不愿意，这宫他只能进了。皇兄，那不是强人所难吗？臣弟认为要先问过宋茜茜。如墨，你别告诉朕你看上他了。我不能说。想起他方才说拥兵自重的话，如果自己娶了宋茜茜，那么皇兄会更加忌惮。既然你无意，就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是你麾下的将士，你去问问他。但你告诉他这是朕已经决定的事，朕不日便会下旨。母后不能同意吧？母后那么宠他，怎会愿意让他入宫为妃？朕自会说服母后，这点你就不必担心。你明日去国公府问问他便是。记住，这是圣旨。谢如墨心乱如麻，与皇兄干瞪眼了半天，任他功劳滔天，抵不过一句圣旨。无论如何，不能让皇兄把宋茜茜纳入后宫为妃。他那样的人，就算不驰骋沙场，也不该困于深宫高墙内。皇兄他不能入宫，臣弟不答应。他是臣弟麾下的人，您不能硬抢了去。您甚至都没问过他的意愿，这不是理由。他才从那样不堪的姻缘里走出来，起码让他沉淀沉淀，让他建立对男人的信心，至少要照顾他的感觉，而不是强取豪夺。你打仗也是这样的吗？让敌人沉淀沉淀，照顾敌人的感受。他又不是敌人，宋家惨遭灭门，如今他又为国立功，皇兄忍心强迫他为妃吗？就为了那可笑的顾忌？朕与你说实话，顾忌什么拥兵自重只是借口罢了。朕真心中意他，欣赏他，想娶她为妃，留在朕的身边。皇兄后宫里不缺美人，可您一句中意和欣赏便要困住她一生，对她而言很不公平。谢如墨，朕要纳谁为妃是朕的事，你别仗着立了点军功就敢干涉朕的后宫。就干涉，我干涉到底。朕明日便下旨，那我便留在宫里不走了。谁敢写这道旨意，我就揍谁。朕亲自写，你是不是连朕都敢揍了？吴大办，派人去北冥王府，叫沈安收拾些衣物。本王这几日住在御书房，但凡皇上要写纳妃的折子，本王就折断他的笔。你幼稚不幼稚？宋茜茜是臣弟的麾下，臣弟不护着他，如今还有谁护着他？你怎知道他不愿意进宫？你怎知道他愿意进宫？兄弟两人针锋相对，一旁的吴大办仿佛已经习以为常，最后还是皇帝败下阵来。你滚回去王府，一身臭烘烘的，把朕都给熏土了。朕答应你会让皇后先问过他，如果他不愿意，朕不勉强，但他若同意，你敢阻挠，朕就把你调到南疆去守着。今日不回去了，就宿在这里，我吃醉了。吴大办，把他送去惠太妃的宫中。惠太妃是谢如墨的生母，也是太后的妹妹。这个弟弟上战场杀敌无比的英勇，可在感情上拖拖拉拉，一点都不像武将所为。皇上今晚是要去皇后娘娘宫中了。朕要去祭龙殿，朕要把这好消息告知列祖列宗。南疆终于是回来了。皇上不会是真想让宋将军入宫为妃吧？朕还能跟自己的弟弟抢媳妇？就算朕真有这打算，太后也不肯同意。她与宋夫人昔日亲如姐妹，怎会让茜茜入宫为妃？老奴就知道皇上是想逼一逼他们，怎会舍得把宋将军困于后宫之中呢？当日宋怀安牺牲，他奉旨上战场，点兵之前他去了宋家，求宋夫人等一等他。他收复南疆之后便来提亲，可宋夫人最终把宋茜茜嫁给了战北望。朕开始都不敢去信跟他说这事，怕他于战场分心，但沈安去信告知了他，他那阵子想来是极为难过的。殊不知峰回路转，那战北望竟未真心待他，刚立了战功回来便求朕赐他个平妻。更没想到的是，宋茜茜对他也丝毫不留恋，立马进宫来求一道和离旨意。朕起初是不大愿意相信他的，只觉得是意气用事。试问有哪个做夫人的会不爱自己的夫君？还是朕的格局小了，小瞧了宋茜茜。那时候朕心里就在想，阿莫是不是还有机会，可又担心他嫌宋茜茜嫁过人。皇上方才这么一试探，王爷心里果真还有宋将军的。有什么用？方才朕与他吵得那样厉害，他只反复说宋茜茜是他麾下之人，都不敢承认心里还喜欢着他。朕偏要逼他一逼，明日便叫皇后传宋茜茜入宫。皇上您对他说，想要纳宋将军入宫为妃，他怎敢说喜欢？那不是摆着跟您抢吗？他不敢这般犯上？不敢犯上。他瞪着朕的时候，恨不得过来揍朕一顿了。跟他吵架吵得头晕，他若再这么拖拖拉拉的，朕便真娶了宋茜茜。第二天一早，宫里便来人传话，让宋茜茜入宫。宫里来的是太后的人还是皇上的人？都不是，是皇后娘娘宫里的人。
皇后，齐皇后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何会传我入宫去呢？凤西西带侍女宝珠见过皇后娘娘。起来吧。谢皇后娘娘。单将军不知宋姑娘的好，生生叫明珠蒙尘了。好在明珠始终是明珠，那尘埃一抹便没了。宋姑娘不必妄自菲薄，总会有识得明珠光辉之人。谢娘娘宽慰，前尘往事已矣。娘娘把臣女比作明珠时是抬举臣女，好在如今大归回府，与将军府脱了关系，倒也自在了。我看宋姑娘磊落大方，本宫甚是喜欢。若宋姑娘能入宫与本宫做了姐妹，想来皇上会十分高兴。娘娘若是喜欢臣女，臣女很乐意认娘娘为干姐姐。臣女如今家中只有自己一人，不知道多盼着有个姐姐能疼爱自己呢。本宫若有像西西这般既英勇善战又端庄从容的妹妹，做梦都要笑醒的。承蒙娘娘不嫌弃，这一声姐姐，臣女便在心里喊着了。希望来日妹妹议亲时，娘娘能帮忙长长眼。自然的，宋姑娘的茶凉了，再给宋姑娘重新上一盏。宋茜茜离开长春宫的时候遇到了谢如墨。元帅昨日宿在宫中。你这身打扮倒是好看，像极了京中贵女。我本就是京中贵女。对，皇后传你入宫做神。元帅怎知是皇后传我入宫？哦，胡乱猜的。你昨晚已经见过太后了，本王估计你是进宫给皇后请安。元帅猜得很准，想来元帅知道一些内情。皇上是否与您说过，他想纳我进后宫？你答应了吗？我怎么可能答应？我一直都只把皇上看作哥哥一样，怎么可能做他的妃子？我那会儿年少，您和皇上总是到我府里找我哥哥们，我自然也拿你们当哥哥看待。如今虽是身份尊卑有别，但这份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感情，在我心里是不曾变过的。哥哥？对啊，我一直把皇上和元帅视为哥哥。你是把皇上当作哥哥，还是把本王也一同当作哥哥了？自然都是，不叨扰元帅，末将告退。等到皇上议完了国政大事，他又偷偷地潜入了御书房。怎地在惠太妃宫里也没你的换洗衣裳吗？没有的话便马上回府去。方才本是要出宫去的，殊不知在宫门看见了宋茜茜，说是皇后传她入宫。皇兄可要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她怎么说啊？她说把皇上和臣弟都视作哥哥，做妹妹的哪有嫁给哥哥的道理？你我都是哥哥，哈哈，那你有什么好得意的？没错，都是哥哥，但只要他不入宫，那就自己便能慢慢的与他培养感情。吴大办，奴才在。传朕口谕，如果宋茜茜3个月内没能找到合适的姻缘，则封为熹贵妃。是。顺便把朕的口谕告知北冥王，但多余的话你一句别说。是，奴才知道了，奴才这边办差去。宋茜茜刚回到国公府，吴大办就亲自来传皇上的口谕。3个月没找到合适的夫婿就入宫为妃，吴公公您告诉我，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皇上认为，如果这3个月有人敢向姑娘提亲，敢与天位抗衡，皇上才会觉得那人是真心待姑娘好呢。但皇上为什么一定要过问我的婚事？您不是都说了吗？拿皇上当哥哥看，当哥哥的给自己妹妹谋划婚事，也是于情于理的事。那也没有当哥哥的为妹妹谋划婚事不成，便直接娶了她吧。吴大办叹气，有些话他不知道怎么说也不能说，毕竟皇上自个也矛盾着呢，军心难测。吴大办走了之后，沈万子那几位睡神终于起床了，随了好久便蒙了好久，蒙到自己一会儿还在宰仓上打仗，一会儿就在凯旋回京的路上，总之忙得很也累得很。我也是，梦里刀光血影，之前在战场上杀人跟割韭菜似的，心里没丝毫感觉，但是回来之后回想起自己杀了这么多人，心里不知道怎地，好难受啊！武将实在不好做，我以后不会再上战场。换个想法，你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的士兵，是他们死比较好，还是我们的士兵死比较好？还有，他们入侵南疆，在南疆不知道杀死了我们多少士兵，搓磨了南疆百姓多年，对他们若有仁慈之心，便是把刀子对准了我们自己的百姓，是这个道理。西西，我们要回梅沙了，最近杀戮过深，我们要回去跟师门说明，以排解心中的矛盾与彷徨。沙国人杀了我的父兄，我去南疆主要是为了报仇，你们帮我报了仇，这份恩情我记住了。不呢，圣上未必是真想让您入宫去，否则的话他可以直接下一道旨意册封您为妃，您也是不能抗旨的。我知道，但是他给了我这3个月的期限，像是在逼我出嫁。我单身碍着他什么了？我把之前他追封父亲的诏书看了几遍，其他都不重要，重要在于我若嫁人夫婿可成爵。他是想让人承我父亲爵位。我记得诏书还写了可以从旁支挑选合适的子侄过来培养，日后也能成爵。莫非皇上是不想让宋家的人成爵，让您3个月内成亲？是不是他已有您夫婿人选？如果福伯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话，皇上是要内定成爵人选。如果是内定爵位人选，这个人是要入赘吗？
男人最是不可靠的，若是得了爵位，那且生了别的孩子，一旦偏心把爵位传给庶子，那可真是面子里子全亏了。别猜测了，到时候就知道了。第二天，怀王妃带着蓝郡主来了。西西，姨母要跟你道歉。当日你派人给你表妹添妆，本是你的一番心意，但姨母想着你刚和离回府，怕你手头不宽裕，所以才没收你的礼，叫人退了回去。你不要怪姨母才好。姨母也是体恤我，为我好，我怎么会怪姨母呢？快别说那些话了。你不怪姨母就好，那姨母就放心了。表姐，我并不知道此事。你霍离的时候，我本想来探望你，只是那时候我正在筹办婚事，不好出门。你别生我的气。傻姑娘都成亲了还哭鼻子，我不会生你的气。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夫婿待你如何？待我倒是不敢不好的。怀王妃与蓝郡主坐了半个时辰便走了。宋茜茜和他们聊得一副毫无嫌隙的模样。姑娘给郡主添妆被王妃退了回来，分明王妃那时是瞧不上姑娘，为何姑娘今日要对他们这么好？应酬谁不是应酬？不就是装个笑脸寒暄客套一下？姨母以往对我挺好的，我确实也不懂事，自己和离之身竟去给表妹添妆。但您又不是亲自去，再说您是皇上赐的和离，不是被休出门的，怎么就连添妆都不能够了？小宝珠想开一些，事事都计较太累了。还是姑娘想得开？你姑娘若是想不开，早就活不下去了。姑娘，那将军府的老夫人来了，一来就倒在了我们府门口。她还敢来？她有什么脸面来？还倒在我们国公府门口，这是想做什么呀？带着几个人来的，还有那个自称是您以前的小姑子，在外头嚷嚷着说她母亲病重，求姑娘高抬贵手撤掉禁令，让丹神医去给她治病。岂有此理！丹神医不给她治病，是因为她自个品行的问题，怎么是我们家姑娘下的禁令？福伯呢？去处理了吗？福伯出去了，叫奴婢来禀报您一声，让您别出面。他们在外头嚎哭，都引起了好多百姓过来围观。那战北望来没来？没来，没见他和那个一坊。咱远远的看一眼去，且看他们要做什么幺蛾子。姑娘莫要去，那些人嘴巴里放不出什么好屁来，免得污了您的耳朵。不打紧，他们要休妻的时候，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过，污了耳朵算得了什么？既我素日待你如亲闺女一般，你嫁到将军府不曾受过半点委屈，我也没给你占过任何规矩，合理也是你求着皇上赐的，怎地如此记恨我？你明知道我要用丹神医的药才能活命，偏偏不许丹神医登门给我治疗，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是啊，二嫂，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当初你家中惨遭灭门，母亲怕你伤心过度，日夜都陪着你，晚上也与你一同睡，陪着你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怎么如今你要这般的狠心啊？西西，和离那日你说永远会把我当母亲看待，所以你离开将军府的时候，母亲把家底掏空了给你拿去当做赔偿，唯恐你离开将军府吃苦，你怎么能转头便忘了啊？还不许丹神医来给我治病。既是和离，那就是好聚好散，何苦要断前婆母的活路呢？以国公府的名义下了禁止丹神医去给他治病，这不是要婆母死吗？这也太狠毒了些，这将军府老夫人算不错了，没给心腹立规矩，国公府满门被灭的时候，她这个当婆母的还与她同榻照顾安慰，实在难得。谁说不是呢？战将军和那个一坊也是皇上赐婚的，再说赐的是平妻，也不影响他正妻的位置，不知道为何要闹成这样，伎俩也太狭隘了。战老夫人，小人是国公府的管家陈福，您有病在身，还是莫要坐在地上，坐回马车上去，我来问诸位几句。你一个管家怎能代表他出来回话？你把他叫出来，我当面问他是否要对将军府赶尽杀绝。小人是管着府中内外的事，若什么事什么人都要我家姑娘出来，那就是我这个管家当的不称职。诸位请看，这是我家姑娘嫁给战北王将军的陪嫁，其中金银珠宝、良田庄铺、家具及日常用具，全部都在官府里有备案。和离时我家姑娘所带走的也是嫁妆里的东西。詹老夫人说掏空家底给我们家姑娘赔偿，请问您赔偿了些什么？没有，西西心里明白，你叫他来一问便知道。老夫人不要哭了，如果你要提出赔偿，只需要告诉我们需要赔偿的物品和金银数量即可。当初和离时官府也有人到场，真相一查便知。西西立了军功，自然谁都站在你们这边，请谁来都没用。她嫁入将军府1年，总之是没亏待了她的。是你们没亏待了她，还是她没亏待了你们？本来两家和离了就不该再有往来，但老夫人今日登门就是一顿哭闹，诉说我家姑娘不知感恩，忘恩负义，是你们先犯上门来的，那就休怪我把你们企图以无子不孝的罪名休我家姑娘，想把她的嫁妆全部贪了的丑恶嘴脸告知大家。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几时想过贪没了她的嫁妆？
老夫人不用着急否定，把宋太公和官府的人请过来，让他们说句公道话。慢着，事情闹到今日的地步，以往种种便算了，但我真切疼爱过西西，她不念这份好，我也不怪她。虽是皇上赐婚，但却也是我家北望辜负她在先，是她不愿意接纳小妾。够了，赐婚难道不是战北望以战攻求的旨意吗？别说小妾，人家要的是平妻。当初旨意下来，战北望和一坊一同去见我们家姑娘，说的话有多绝情，要不要我重复一遍？一坊狮子大开口要的聘礼多，你们将军府拿不出来，居然问我家姑娘要，还谋划休妻，贪图姑娘的嫁妆，这是多狠毒的心啊！还说我家姑娘无子不孝，新婚之夜战北望就出征去了，一回来便要娶一坊，从头到尾连我家姑娘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怎么生孩子？除此说来，宋姑娘岂不还是清白之身？将军府也太过分了吧！战北望自己求的赐婚，回头还要谋算起宋姑娘的嫁妆，摊上这么一家子人，个个没脸没皮的，真是造孽啊！一坊，你们听说了吧？他在战场贪功冒进，被敌人俘去了，找到的时候连裤子都没穿，身体之下一滩血呢。听说了，听闻还害得一同被俘的人根都被割了，还当什么兵呢？进宫当个太监吧！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根本不是这样，那都是谣传。在场诸位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孰是孰非一查便知。我们家姑娘错嫁了人世民，我们认了，但将军府我们是万万不敢再沾惹半分。但若再敢来闹事，我们也不怕，晴天白日朗朗乾坤，还能颠倒黑白不成？西西3个月内出嫁，不然的话就要入宫为妃。皇兄这是在逼我取舍呀！爷，考虑的怎么样了？没什么好考虑的，仗打完了，本来就该上交兵权，但是皇兄这做法让我觉得不舒服。皇上恩典，太妃过几日便会到王府来住，已经命人把凤鸣院打扫干净，也置办了些家具，都是太妃指定要的东西，共花了3万两银子。3万两？什么家具要得了3万两？照着宫里的样子来置办的，3万两已经压得很低了，而且咸宁公主大抵也是要跟着她来王府住的。爷，您看要不要多买些丫鬟小厮回来伺候？不必了，他们用不惯外头的人，如今伺候的人知晓他们的脾气，会带着出宫的。咸宁的院落也都备好了吗？选好了，就是隔壁的书墨院，也花费了2万银子去装潢的。好家伙，搬个家花了这么多银子。于今回来之后，你让他去书房找本王。您不回去睡会儿？您从战场回来都没睡过几个时辰。不睡了，压根睡不着，心里烦透。过了2日，谋士于金和副将张大壮回来了。王爷，皇上不外乎是要收兵权，横竖王爷也打算上交，那就交吧，绝不能拿您的婚事作为交易。您上交兵权之后，请他收回口谕。至于您日后是否要娶宋姑娘，是您和宋姑娘的事，但皇上这样横插一竿子，事情就变质了，不是单纯的婚嫁，您和宋姑娘都会很尴尬。本王也是这个意思，但北明军的虎符是父皇给本王的，父皇曾言北明军可永远隶属本王，以守护江山之用。如今本王上交北明军虎符，他必定要厚赏本王，才算对父皇以及满朝文武一个交代。所以我担心他会直接赐婚，而赐婚之前，为了让人知道这是恩赏，他会告知百官本王曾在出征之前求娶宋西西。这样一来，大家便会猜测宋夫人宁可把女儿嫁给战北望，也不愿意等您收复南疆，又或者说宋夫人看准了您收复不了南疆，反正什么猜测都可能出现。这才是本王最担忧的。皇上此举给了本王极大的困扰。王爷，有没有可能皇上未必是逼您上交兵权，卑职的意思是不管您选哪一种他都愿意。你是说皇上真想让西西入宫为妃？要么兵权，要么宋姑娘。如果您真的让他收回口谕，那么他有可能2样都要。至于恩赐给您的，可以是金银财宝，甚至是把玄甲军给回您。所以事到如今，本王1要上交虎符，2要跟宋西西正式提亲，没别的路可以走了吗？没有了，只看王爷找个什么理由去提亲，是策略也好，表白真心也好，一定要把婚事定下。3个月之期对宋姑娘而言大概也是困扰，但没有皇上的首肯，无人敢求亲，要成绝的人选怎能是随便的一个人呢？本王知道了，只怕太妃娘娘不会喜欢宋姑娘。没关系，给国公府递个帖子，本王明日拜访。第2天，谢如墨如约来到了国公府。元帅，劳烦宋将军清个场，有话单独说。元帅，是不是南疆战场？不是，本王今日来是为私事，并非军务。私事？皇上给了你3个月的期限，把自己嫁出去，否则便要入宫为妃，对吗？是的。你想入宫当娘娘吗？是皇上让您来的？不，这问题本王自己问的。不想。那你有意中人吗？没有。有好感的呢？也没有。元帅，您是来帮我解决此事的？本王喜欢你，想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元帅，这玩笑万万是开不得的。你我虽然年少便认识，但我7、8岁时便去了眉山。就算你每年都去一次眉山，可我也从没见过你。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本王说喜欢你是与你说笑，但求娶是真的。我收复南疆，皇上要给我赐婚，皇嫂给我看过那些姑娘的画像与家世，我全部都不合意。又恰好听得皇嫂说，皇兄给了你3个月期限，如果你找不到夫婿，就要入宫为妃。既然你不愿意入宫，本王不愿意被赐婚，这不巧了吗？我们成亲便能解我们燃眉之急。一旦你日后找到喜欢的儿郎，本王会给你一封放妻书。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可是那些姑娘元帅都不喜欢，为何皇后娘娘和太妃不继续找呢？总会找到合意的。不会有合意的，本王要娶的姑娘已经嫁人了，既然一颗心已经系在她的身上，再也分不出半分给别人，本王又何必娶她们回去祸害人家一辈子？想不到元帅竟如此深情，皇上口谕让我3个月内找到夫婿，我想他是要内定成绝人选，所以如果我与元帅假成亲，只怕皇上不会恩准。这你不必担心，皇兄那边我会去说的。他之所以会想着内定成绝人选，大抵是怕你再寻一个像战北望那样薄情寡义之人。而且本王在意中人成亲之后，本没打算娶妻，但皇上既然有赐婚的念头，本王虽是他的皇帝，却也只能遵旨而行，不可能抗旨的。与其娶别人，不如是你。元帅，你我成亲，办到你若有喜欢的女子，也只能为妾。我不需要你的放妻书，我已经和离过一次，若再和离的话，我父母颜面都被我丢尽了。无妨，本王除他之外不会再有喜欢的姑娘，你我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的，至少咱们可以做到互相尊重，相敬如宾。不知道那位姑娘是谁呢？能得元帅如此钟爱，他又怎舍得辜负王爷？他其实也不知本王心意，只不过是本王一厢情愿，在上南疆战场之前便向他母亲求娶，可他母亲大概是没瞧上本王，在本王上了南疆战场之后便把他远嫁了。至于他是谁，不好再说，毕竟他已经嫁人，本王不希望影响到他。元帅所言甚是，女子名声重要，她既已嫁人，实在不能再被元帅挂在口中。宋西西给个答复，爽快些，别婆婆妈妈，有什么问题本王会一力承担。好，爽快人，咱们商量个分工，你主内，我主外。我母妃和妹妹会来府中居住，我们成亲之后，妹妹也可以下嫁，她不会住很久。难应付的是我母妃，她奢靡交金惯了，也爱管人摆威风，但我很肯定她欺负不了你。元帅可真孝顺，我估摸着元帅不愿意娶别的女子，是怕心腹被太妃欺负得死死的吧？孝顺2字是讽刺的玩笑着说出来的。谢如墨眼底如火灼映，西西真是料事如神。谢如墨走后，宋西西也不瞒他们，说谢如墨是登门提亲的，而他同意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我和元帅彼此没有男女之情，却有战友之意，嫁给他总比招婿上门好。姑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皇室亲王就没有不娶侧妃纳小妾的。侧妃小妾的无妨。无妨，但将军府迎娶平妻那不一样。战北望亲口在我母亲面前承诺不会娶妾，但他立功回来却首先求娶了一房，违背对我母亲的承诺，甚至对我说了那样绝情绝义的话，我自然不必忍下去。而我和元帅只为解决彼此燃眉之急，我们彼此都不属于彼此，不求心意相通，只求相敬如宾，和谐过活。当然了，嫁入皇家也不是轻松事，他的母妃惠太妃也会出府居住，她不是好应付的婆母。惠太妃是皇太后的妹妹，听闻皇太后也宠着她的，宫里头的娘娘们也甚是恐惧她。如果她当了您的婆母，这日子怕是要难过的。嫁给北冥王，总好过嫁给皇上挑选的人。臣弟今日来有2件事，第一件便是如今国中无战事，依照规矩，臣弟要上交兵权，所以把北冥军和宋将军的虎符交还皇上。第二件事，臣弟求娶宋国公之女宋西西，他已经同意，选定吉日之后，臣弟会命人登门提亲。宋西西同意了。皇兄，他同意了。当日臣弟出征之前便去求亲，没想宋夫人把她嫁给了战北望，更没想到兜兜转转，她还是回到了臣弟的身边，自然要谢皇兄成全。臣弟知道皇兄下那1到3个月的口谕是给臣弟机会，不逼你一把，你是打算再一次把他拱手让人了？朕知道你的性子啊，昔日求娶不得，如今便又想着要慢慢培养感情，但是女子年华耽误不得，他家也是有爵位要继承的。是臣弟怯懦了。宋西西在你心里果真如此重要吗？皇兄，臣弟心仪他已久，您不是不知道，本也想等抚恤和犒赏的事完结之后，然后慢慢与他相处，培养感情。只是您这一道口谕，臣弟怕他被人抢走了。这也是朕与母后的意思，用这个方式逼你去提亲，否则宋西西便被别人娶了去。他如今炙手可热啊，有胆识，有谋略，武功深不可测，更有师门可调动。朕的傻弟弟啊，你是捡着宝了。臣弟自然是捡到宝了。他在眉山的时候，臣弟便心仪他，与他是否能作战能攻城无半点关系。确实。皇帝面上笑着，却心底怅然。需要朕为你们赐婚吗？谢皇兄好意，赐婚太隆重。西西嫁过一次，臣弟不希望她成为风口浪尖。
但你也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你母妃说。直接说就是了。宋西西想当北冥王妃，除非哀家死了，你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否则哀家饶不了他。哀家过几日便要到王府去长居，他敢进王府的门一步，哀家便砍断他的腿。砍腿好啊，儿子看过他砍敌人的双腿，一刀快如闪电，咔嚓一声人断成3截，看得人甚是痛快。不管他是宋家嫡女还是武功高强的武将，但在哀家眼里，他就是被将军府扫地出门的弃妇。你是七恩王，京城多少清白贵女盼着进你王府的门，你却选了个破鞋，你是不是有病？像这样的话，儿子不想听到第2次。如果母妃不喜欢他，可以不去王府住，在这宫里金娇玉贵的养着多好。你说什么？你为了那嫁过的妇人，竟叫哀家不去王府住？谢如墨，你不孝。而陈氏娶定了宋西西，至于母妃是否要出去喝这杯儿媳妇茶，自己考虑清楚吧。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哀家反对，你们便没有父母之命。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坚持要娶那贱人入门，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汤，让你为他神魂颠倒，连他是不洁之身也浑然不顾？多谢母妃提醒，儿臣这就去找母后商量婚事。母后才是我的嫡母，我的婚事该由母后做主的。这孩子闷声不响便办了大事啊！前2个月你母妃还跟哀家说担心你的婚事，没想到你和西西在战场一碰头就对眼了。西西是个好姑娘，值得你好好待她的。母后，儿臣一定会好好待她。只是母妃似乎不太喜欢西西，只怕这1、2日会传召西西进宫来，给她个下马威什么的。放心，有哀家在，西西受不了委屈。那一切便拜托母后了。第2天，宋西西携宝珠进宫了。臣女宋西西参见太妃娘娘。抬起头来，让哀家瞧瞧你这狐媚的模样。哼，果然长了一张好容貌，怪不得哀家的儿子为你所获。贱人，敢勾哀家的儿子！太妃若要教训臣女，叫身旁的宫女便好。臣女自小练武，修习内功，一旦有人伤害臣女，体内的内力便会护体。娘娘施加在臣女脸上的力度有几分，内力便反击10倍。臣女不敢伤了太妃，若太妃坚持要亲自打这一巴掌，那就先请恕臣女之罪。惠太妃一怔，随即叫来一个身材粗壮的太监，听得吩咐，太监举起手便朝宋西西的脸上扇过去。看到宋西西露的这一手，长春殿里的人都给整不会了。你什么样的身份自己清楚，你配不上哀家的儿子，希望你有自知之明。哀家姑且看在你为南疆立功的份上，不与你计较今日冒犯之罪。多谢太妃宽恕。至于臣女是什么身份，是否配得起王爷，这由她说了算。总之，她若登门求娶，我便嫁。他是昏了头，一时糊涂，总有想明白的时候。你是将军府的弃妇，他图个一时新鲜，等过了新鲜劲头便把你抛弃。说到底，吃亏的是你，哀家是为你着想，你怎如此不识好歹？臣女是与战北望和离的，不是弃妇，且和离的旨意是臣女求的。要说弃也是臣女弃，他轮不到将军府弃我。不过也很感谢太妃为臣女着想。不管谁弃了谁，总归你是2嫁的。所谓好女不2嫁，既然选择了和离，就该守在家里，别图攀高枝，败坏了女子的名声。男子休妻能再娶，还可3妻4妾，女子为何不能2嫁？至于说臣女败坏了女子的名声，可天下女子皆以臣女为榜样，就连皇上在庆功宴上都说，天下女子当如宋西西。牙尖嘴利，若天下女子都像你，岂不是天下大乱？你不过是仗着立了点军功，便当自己是什么女子榜样了。那些不能上战场的女子，岂不是活不下去？所谓女子榜样，并非说女子都需要上战场，是女子也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至于太妃说的3从4德需要遵守，那么请问太妃一句，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那如今太妃是否该以元帅的意思为先？放肆，竟敢妄议先帝！臣女并非妄议先帝，先帝乃一代明君，臣女心中对先帝敬服有加，岂敢妄议先帝？惠太妃看着宋西西这难缠的样子就有些头疼，竟是拿着臭丫头无可奈何。行了，你也别想着嫁入王府，哀家为你寻一门亲事，找个可靠之人继承你父亲的爵位便可。谢太妃好意，但臣女已经答应了元帅，人无信而不立，臣女不愿做那不守诚信之人。正僵持不下的时候，咸宁公主带人进来了。参见公主。宋将军，你真是宋将军啊，快请起。远远，谁让你来的？母妃，女儿听得宋将军来了，特来一见。您怎么能让宋将军跪在这里呢？他从战场回来不久，身上有伤的。武将受伤那是什么稀奇事？你皇兄不也经常受伤？皇兄受伤，母妃不心疼吗？宋将军受伤了，那宋将军的家人也会心疼的。他还有什么家人？他家人都死绝了。太妃慎言，
我父兄牺牲在南疆战场，我家人被西京探子灭杀，那是我商国之大不幸。你一句轻飘飘死绝了，可知刺痛的不仅仅是臣女，还刺痛了我商国皇上、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心。这死丫头，你们都回去吧，哀家要5仙了。慈安宫里，皇上一脸惆怅地和太后说着心中的不快。当年你父皇心里头也装着一个人，但是他把宋元帅视作兄弟，所以但凡宋夫人出席的场合或者是他进宫来，你父皇都会避而不见，这是他对兄弟最大的尊重，甚至宋夫人至死都不知道你父皇的这份心意。谢母后提点，朕听明白了。那母后不介意吗？你还待宋茜茜这样好？有什么介意？这后宫里的女人还不够多吗？再说哀家嫁给他是为了当太子妃、当皇后，甚至如今当皇太后的，嫁与帝王家。若奢求帝王真心起步与自己过不去，你登基之后也是困难重重。如今你需要有人帮你，最好是你的手足兄弟。既然兵权都收回了，你看有什么差遣你弟弟的便差遣他吧。哀家自小看着他长大，他的心性品德哀家最是清楚不过。你这么多位弟弟里头，他是最有能力，也是最忠心于你的。皇帝有所失也有所得。母后放心，朕知道怎么做了。王爷，提亲便在后日如何？后日是好日子，我们得先知会一声宋太公，届时提亲总要有宋姑娘的长辈在。好，越快越好。对了，明日大长公主寿辰给您送了帖子来，礼物备下了几份，您看哪份合适，都放在书房里了。送礼物去便成，本王就不去了。但大长公主也给国公府递了帖子宴请宋姑娘，宋姑娘应该会出席。是吗？她和国公府积怨已久，为何会邀请宋茜茜去一趟国公府问问，看宋姑娘会否出席？行，我亲自去一趟。夫人，听闻你的身体不好，如今可好些了？多谢大长公主的关心，臣妇好多了。你年纪与本宫相仿，怎地身子这么差？听闻你以前的儿媳妇日夜照顾你，如此说来也是个孝顺之人。大长公主，这孝顺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和离了，连前婆母的死活都置之不顾，何来的孝顺？表面功夫谁不会做啊？战老夫人之前都闹到国公府门口了，若不是没办法，谁愿意丢这个脸面啊？战老夫人，听闻她娘家遭灭绝的时候，你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她，连晚上睡觉都陪在她的身边，唯恐她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你倒是疼着这个儿媳妇的，可惜人家不念情分呐。大长公主见笑了，有时候真心未必换得了真心，我待她一场无愧自己，这便足矣。老夫人真是难呐，男子娶妾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可是人家出身尊贵，容纳不了小妾。诸位夫人可比不得他，你们家中夫婿都是纳了小妾的，你们若是不容小妾，大概也只会自请下堂，而不会闹到圣上面前求一道合理旨意。说白了，他自觉身份尊贵，诸位夫人都比不得，将军府他更是不放在眼里。战老夫人闻言便借着这个时候大吐苦水，把宋茜茜塑成为骄矜善妒不孝之人，若不是立了军功回来，那是人人唾骂的杜甫。今日是我母亲寿辰，你穿成这样素淡的过来，可见并无心给我母亲贺寿。我打扮的如何不要紧，毕竟是大长公主的寿宴，我等若同您这般艳俗，岂不浪费了郡主的一番采衣娱亲的孝心？你敢说本郡主艳俗？采衣娱亲嘛，艳俗些不打紧，孝心够就行了。诸位夫人说是不是？你被扫地出门的欺负，在这里嘚瑟什么？我不是被扫地出门的欺负，和离是我求的旨意，是我先不要占北望。你们背地里怎么说我不在乎，但当着的面希望管好你们的嘴巴。我镇国公府便只剩下我一人，也不是轻易好惹的。惠太妃看向宋茜茜，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爽感。虽然她也很讨厌宋茜茜，但是她竟然敢跟大长公主和嘉仪对着干，是个硬茬呀。表姐，你好威风啊！怀王妃最近身子可好啊？托公主的福，身体调养的不错。永安快回来母亲身边。母妃，我想和表姐说说话。一会儿再说，你过来。你先去吧，我这还没给大长公主拜寿，送上寿礼呢。臣女祝愿大长公主寿比南山。看样子送的是字画，不知道是出自哪位大师之手啊？别是大街上随手买的一幅。便是大街上随意的买的一幅，也是我的心意。正如我父兄牺牲的时候，大长公主给我母亲送一尊传承的贞节牌坊，不也是大长公主的一番心意吗？宋茜茜此言一出，震惊四座，众人神色各异，但都不敢言语。传承的贞节牌坊，这是多恶毒的诅咒啊！要他们家的女儿世代守寡吗？惠太妃，事情不清楚，你在这里胡说什么？你看见本宫赠送宋夫人传承的贞节牌坊了吗？有还是没有啊？本宫与你宋家无冤无仇，不知你为何在诸位夫人的面前诬陷本宫？那传承的贞节牌坊你倒是拿出来啊！拿不出来就是诬陷攀咬本宫，本宫要治你的罪。
大长公主的好意我母亲收下了。诸位夫人若想看看的话，改日到我国公府，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至于是不是大长公主送的，大长公主心里有数，不是您承认或者不承认便可抹杀了的。这么损阴质的事，商国没人能做得出来。放肆！你这话阴阳怪气的是要逼着本宫承认吗？什么损阴质不损阴质的？我看你们宋家倒是损了阴质才会引质。引质什么？我宋家损了阴质是吗？死在我宋家人刀刃下的人不计其数，但死的都是敌国士兵。大长公主身为皇家公主，不念牺牲将士的功劳，却一口一句损阴质，这若是传了出去，叫我商国士兵如何赶上战场杀敌？你说的什么混话？扯什么战士国事？我看你不是真心来给本宫贺寿的，打开看看，看他是不是以字画来诅咒本宫。我来打开。宋茜茜，如果你敢诅咒我母亲，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沈清河先生的冷眉图吗？我曾有幸地见过先生画的腊梅图，画工同出一辙，这就是沈清河先生的。不对，这不是沈清河先生的画，画工是极为相似，但却是一幅赝品。不，这不是赝品。严姑娘，本妃府中便有一幅沈清河先生的冷眉图，因而能分辨出来，这赝品做的也堪称是一绝的。只不过赝品始终是赝品，沈清河先生的张是小篆，这张分明是大篆，不一样。得了，这下宋茜茜要被骂死了。宋茜茜，你在我母亲寿宴上送一幅赝品是什么意思？哎，这不是赝品，这是真品啊！真的太可惜了。严姑娘，你是听得不够清楚吗？这印章雕刻的字体就是错的，要不要本王妃把沈清河先生的冷眉图送过来给你鉴别鉴别？不能以印章判断真伪啊！沈先生卖出的画盖的是小篆，送人的画是大篆，而且沈先生还不止2种字体的印章，那不就对了吗？沈清河先生怎么会给他送画？既不是送的，那么用的大篆印章便是假的。我知晓我师兄所做的画难求，今日想着大长公主寿辰，便送上一幅，倒是可惜了我师兄的一番心血。这幅画他精心做了许久的，可惜就这么撕毁了。是说沈清河先生是你师兄？对啊，我师从万宗门，沈清河乃是我的大师兄，诸位不知吗？我不信，来人请太傅过来。这是沈先生的真迹啊，怎么会撕毁了呢？抱歉天物啊，谁撕的？小女宋茜茜，这幅画是小女送给大长公主的寿辰礼，秦王妃说是赝品，嘉义郡主一怒之下把它撕了，因严姑娘说是真品，大长公主便请太傅过来鉴别鉴别。看着被毁的画，严太傅气得说不出话来。大长公主神色淡漠，但是眸光落在宋茜茜的脸上，像极了一把淬了毒的刀子。战老夫人，丹神医正好在此，你怎么不问问丹神医为何不给你治病？坏了，好好的说着话，怎么扯到自己身上了？将军府这件事我也说过很多次了，战老夫人患有心肌郁，咳血之症多年，如今难以根治，只能以丹血丸控制病情。当初我是看在宋姑娘的面子上过来给她医治，可战将军打了胜仗回来，先抛了伺候他母亲1年的夫人，仗着圣旨赐婚想把宋姑娘休弃出门，还贪图她的嫁妆，这样的家风人品老夫瞧不起。而且战北望娶宋姑娘本事高攀，也好在他连宋姑娘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便和离了，幸好保得清白之身，日后再嫁夫婿也是不嫌的。战北望竟然没碰过宋茜茜一根手指头，天啊，这样的美人他舍得不碰啊？师兄是沈清河，背后是万宗门，人是清清白白，长得绝色，能文能武，真是一个宗父的好料子。对啊，除了成爵还有一个万宗门，这是一门好亲事啊。惠太妃见状顿时感觉危机四伏，她甚至都忘记自己讨厌宋茜茜，心急之下便脱口而出：将军府着实欺人太甚，茜茜来日进了我北冥王府的门，本妃一定好好待她的。惠太妃一时冲动，说完就后悔不已，他们的婚事她反对都来不及，怎么能由她来公开？宋茜茜你也配？你不过是我们二哥不要的妻妇，怎能嫁给北冥王为妃？闭嘴！惠太妃你素来要强，事事争个第一，总说自己儿子如何出色，如今竟要娶个和离妇。我估摸着这个消息传出去不到半日，你就会沦为整个京城的笑柄。宋茜茜，你一个和离弃妇，凭什么嫁给我表弟？你失去的赶紧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惠太妃气得嘴唇都抖了，却不知道如何反驳回去，只在那里干瞪眼。我这个和离妇，一能上战场杀敌，二能嫁入皇家为亲王妃，这是多少人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嘉义郡主很羡慕很嫉妒吧？倒是嘉义郡主你目无尊长，不把先帝嫔妃放在眼里，一口一句惠太妃会沦为笑柄，既不懂得尊重人，也不遵孝义，不知你父母是如何教养你的。也难怪，毕竟你母亲大长公主会在我父兄为国捐躯之后，送上传承贞节牌坊行恶意诅咒的人，也教不出什么好损，不用驱赶。你们这样的人我耻与为伍，告辞不必送。
喂，这阿扎地方以后别来，沾一身的腥臭，还不定会被什么冤魂缠上呢。看吧，这公主府上空飘着的都是冤死的魂魄。宋西西，你休得胡言乱语，找个高僧给他们超度吧，否则迟早被这怨气反噬。那豪爽，这个儿媳妇似乎也挺不错啊。不行，不能这样想，她配不起木儿的。内院呢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他们不信你送的寿礼认为是赝品，可还有欺负你。欺负不了我，但确实有针对我的，没放在眼里。姑娘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可把奴婢吓坏了，怎么就敢这样说呀？大长公主要是报复的话，可怎办才好呢？反正说不说她都要与我过不去的，我还不如一吐为快。你跟我这么多年，从府里到眉山，再从眉山回京，几时见我怕过谁的？你临走时说了什么？宋西西便把内院里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的全部说给了谢如墨听。母妃当众宣布，那她今晚回宫一定会很懊悔。你母妃那日对我说话的时候，那叫一个嚣张跋扈，但是在大长公主和嘉怡郡主面前乖得像一条小狗，气是气的，但是不敢反驳，只敢干瞪眼。我见着都觉得好笑。大长公主是我的姑母，自小也是被皇祖父宠着长大的，且当年跟着她母妃住在宫里的时候，学了不少阴狠的手段，连父皇都让她3分，我母妃怎么会不怕她？当年皇祖父对她算是百依百顺，唯独是她瞧上你父亲这件事上，皇祖父没依着她，她因此对宋家怀恨在心。对了，你怎知道他府中冤魂处处？出门的时候，福伯提了一句，说驸马这些年娶了很多小妾，生了孩子之后，小妾大部分都死了。我就在想，一个小妾死了，那是意外或者难产，但是这么多小妾都死了，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的。你怀疑是对的，确实驸马的那些小妾都被他残害死了，死得挺惨。而且经过今日大长公主的寿宴，想来上金贵家里的话题会增添很多。会有很多贵女心碎。惠太妃宣布我要与你成亲的时候，不少人看我的眼光都是充满敌视的，也有不少人羡慕我嫉妒我。至少战北望后悔了，皇兄也动心了。倒不会，我一个和离妇谁瞧得上？你马上就是北冥王妃了，还妄自菲薄。世俗眼光皆是如此，我可不妄自菲薄，我知道自己有多出色。初到南疆的他眼底总有一种挥不去的悲沉，现在看来好很多了。他的挚爱另嫁，如今不得不和一个不爱的女子成婚，以应付皇上的赐婚。不知道那个女子是谁呢？如果他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儿郎，是否会后悔？今已是7月，筹办婚事起码半年，已经是很快了。恰好腊月24是黄道吉日，匆忙是匆忙了些，但若人手足够的话，也是可以办得来的。王爷，你看如何？行，那就这么定了。我还要亲自去眉山一趟，跟你的师傅求签，你要和我一同去吗？我就不去了。行，本王带人去一趟便是。就在谢如墨启程去眉山的时候，吏部对战北望的任命下来了，他入了精卫指挥使，在谢如墨手下任职精卫指挥使司正府司，是个从五品的职位。而一坊直接被开除军籍，贬为平民。谢如墨去了万宗门，惠太妃又差人把宋西西传入宫中。哀家是真为你好，你是被木儿给骗了。木儿早有心上人，他以前还发誓非他不娶，他的心是不可能分出一寸地方给你。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你有什么幸福可言？你已经嫁过一次，何苦再被男人戏弄欺骗？此事王爷并未瞒我，我早已知晓。既然你知道，为何还要嫁？他都不爱你，他心里根本没有你，你嫁给他何苦来哉？就为这王妃之位吗？你个公府的门楣已经很高了，实在犯不着再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去耗。太妃想，为何他那么多人可以娶，却偏娶了我？对他而言，只要不是他的心上人，是谁都可以。是啊，谁都可以，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他的心上人是我。你可拉倒吧，绝无可能是你。你长期都不在京城，与他才见过几面，你怎会是他的心上人？那就是第2个原因，便是他认为我当北冥王妃很适合，也很安全。安全？为什么会安全？听闻皇后曾经说皇上想娶她为妃，如果皇上看上了她，那木儿娶了她的话，岂不是明抢皇上的女人？这怎么会安全？这是后患无穷啊！他打量着宋西西，不禁思索起第一个可能性。不会，如果是宋西西，木儿出征之前肯定会表明心迹。宋夫人如果知道，也不会把宋西西嫁给战北望。你那日得罪了大长公主，你就不怕她报复？没牙的老虎，怕她作甚？你就是太年轻，不知道她的手段，她背地里的手段多着呢。这样的人总是背后给你来那么一下，留你苦头吃的。她背地里来一下，咱们就明着还她2下。宋西西离宫之后，便坐上了马车前往大长公主府。宋姑娘，大长公主吩咐过，不许你踏入公主府半步，请马上离开，否则休怪我们刀剑误伤了你。随便动手，快往内院去，护驾。宋西西，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公主府！来人呐！
大长公主倒不必如此大阵仗，我不过是来归还东西的。这东西竟然还留着，这样的东西，难道收到之后不该是愤怒的砸碎了吗？本宫看你是不想活了，以为嫁给谢如墨，他就能护得了你。你擅闯我公主府乃大不敬，本宫能让你人头落地。狠话谁都会说，你能让我人头落地，我也能顷刻取你人头。我平生所见的恶人不少，但像你这样心肠恶毒又狭隘无比的人实在少见。我父兄是为国捐躯的，你身为皇家公主，不仅不敬他们，还送上如此恶毒诅咒，你连畜生都不配。畜生尚且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大胆，你放肆！我就是放肆了，怎么样？你怎配当这大长公主？像你这样恶毒的人，遭你所施之事反噬乃是迟早的。我今日来，除了把这诅咒之物还给你之外，还告诉你，我会像一头狼那样盯着你。你但凡有丁点的差错，我都会揪住不放。你捅在我母亲心口上的刀子，我会一刀一刀的还给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宋茜茜随时等着你出招，不管是阴招、损招还是毒招，只要你敢使出来，我就能让你惨遭反噬。来人，本宫要进宫面圣，对付你何须手段？找皇上告你一状就是了。姑娘，你今日那样辱骂大长公主，她会不会去找皇上啊？她去找皇上又如何？贞节牌坊她是不可能说的。寿宴那日才传出贞节牌坊的事来，如果今日定罪我私闯公主府，辱骂公主，百姓听了就会联想到是因为贞节牌坊的事，那就坐实了她送过牌坊，这是引起民愤、引起兵怒的事，她不敢的。那样他不用出门，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如宋茜茜所料，大长公主气势汹汹的来了，又灰溜溜的走了。一转眼到了8月中，眼看就是中秋节了，谢如墨还没回来。这一去便是个把月，此去梅山不过2、3天，算上住几日，再算上来回，10天怎么都能回来了。莫不是梅山出了什么事吧？姑娘，王爷差人送信让你马上看。宋茜茜连忙把信拆开看。送信之人呢？带下去厨房吃饭了，一路跑垮了3匹马回来的。瞧这事累得很。宝珠，先帮我收拾几套衣裳和出门的用品，等送信之人吃了饭便带过来，我有话要问。是。张副将，你不是陪同王爷去梅山吗？怎么去了灵州？他让我去灵州，所谓何事？王爷确实是带着属下去了梅山，在梅山逗留了3、4日便要回来，殊不知到了叶县，属下的荷包竟被一个小贼抢了去，属下当场便把那小贼抓住了，想扭送去见官的，却见附近衣衫褴褛的几个小乞丐急急忙忙四散跑开了。王爷看到一名小乞丐长相与二哥的儿子宋瑞十分相似，便借丐帮的人打听，一路追踪到了灵州，终于是把那孩儿找到了，但那小孩被毒哑了，腿也瘸了，问他是不是叫宋瑞，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对爷十分警惕，3番4次想要逃走，也想把他带走，他要么自残撞墙，要么就咬爷。回京这么远的路，爷怕他真闹出个好歹，所以才叫姑娘您去一趟的。不可能的，不可能是瑞儿，瑞儿失手分离，脑袋被砍得稀巴烂，二嫂的兄长孔阳曾抱着他的头颅。那一幕，福起心里痛得厉害，他不相信这些假的希望，但是他却叫人马上牵闪电出来，他要立刻出发去灵州。怎么收了那么多？怎么样？进去吧，不管是与不是，总要认一认。他像木偶似的，任由他带着自己到了一间厢房门口，里头传出砰砰砰的声音，像是在砸东西。他一直就是这样很焦躁，不管白天晚上都在砸，有时候还会撞自己的脑袋。本王叫大夫看过，他应该是服了一些药，这些药会上瘾，一旦断食就会导致性情狂躁。谢如墨刚打开门，便立刻就有一道小小的身影撞过来，想要逃出去。瑞儿，他来这里就是要印证这是假的，所以这一声瑞儿只带哭腔而不带感情。可是谢如墨怀中挣扎的孩子静了下来，定定地看着宋茜茜。瑞儿的左腿瘸了，大夫检查过是打断了骨头，已经长歪了，如果要治好便要重新打断再接。小姑姑知道你识字，告诉小姑姑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又是怎么沦落到这样的。在灭门之前的几天，他曾回过娘家与母亲讨论过成灵关战事。瑞儿看到宋茜茜心情不好，就让玩伴小春穿上她的衣服在家午睡，自己偷偷溜出去买糖葫芦，想要给茜茜送过去，结果被人贩子抓了，被打断腿，被迫当了小乞丐。他写完这些就累得不行，宋茜茜便让他去好好睡一觉。瑞儿这个情况，起码2、3年里离不了我。如果我们的婚事还作数的话，我应该是要带着她嫁到王府的，我不能单独留她在国公府。我们的婚事自然作数，本王也觉得不能把她单独留在国公府，肯定是要带着过去养在身边，解毒治腿，让她一点一点的好起来。眼下你无需想别的，一切以瑞儿为先，也不用担心日后王府的人会如何待她，有本王在，没人欺负得了她。多谢王爷。总是谢来谢去的，你说的不烦，本王听都听烦了，回去歇着吧，明日一早我们便回京。好，我先回去了，免得瑞儿醒来不见我又要着急了。实在是太好了，皇上，宋家留有一点血脉，可告为国公爷在天之灵了。
宋瑞，朕还记得瑞儿周岁的时候，宋夫人曾带她来拜见，那孩儿甚是可爱活泼，与她父亲容貌相似，那孩子真叫人喜欢。可怜这孩子受太多的罪了。吴大办，你亲自去一趟孔家，把此事告知他，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是，奴才这便去。吴大办高高兴兴地走了。皇上，成陵关一战始终是我商国的耻辱，这件事情暂时是瞒下来了。可西京现在正在夺嫡，但凡夺嫡便是无所不用其极，只怕西京里有人想要掀开此事，以谋得西京百姓的支持。我们是不是该先想好应对之策？这件事情就像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西京的情况我们知道不多，也没办法控制局面，我们先不处置一方，留他性命，就当此事朝廷是不知晓的，但揭穿了便把一方捆了送给西京，任由他们处置，也算是一个交代了。对，如今只能这样了。如果有谁再先开路奔而成的事，那我们就把一坊送去便是。战北望如今在京卫里当差，此人堪用，路奔而成的事他原先是完全不知晓的，先他在京卫流磨几年，若能忍下来，朕再把他调回军中去。若不是看如今年轻武将没几个出色的，实在也容不下他。战北望若不是以战功求取，他依旧是宋家女婿的话，定会前程无限，至少宋家军会追随他。现在的结果是他自己求来的，怨不得旁人。是这么说，朕听闻战家那位老夫人挺不安分的，一会儿恼恨宋西西，一会儿又想破镜重圆，只怕战北望也生了这样的心思。一房只是平妻，最多算个贵妾，将军府还是要有个拎得清的主母，让你夫人物色物色，给战北望找个夫人吧，能管得住他，镇得住家的人。单神医怎么样？孩子受了太多的苦，这身上的皮外伤倒是不碍事的，只是这腿伤与身上的毒比较难处理，这哑药服下1个月内是一定可以解开的，但是服用哑药已经有差不多2年了，要解毒就得慢慢来。能解吗？能解是能解的，过程会比较辛苦，还有他腿上的骨头长歪了，如果要驳正便要打断了再接，断骨之痛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实是难以忍受的。那他原先服用过一些使人上瘾的药，如今可还要紧？那药叫赛牡丹，服用之后会使人上瘾，但是现在看他情况还好，你们一路回京他可有难受？不怎么发作了，上一次发作他也能忍下来。哦，对了，之前王爷说他在灵州的时候发作厉害，那时候又是撞墙又是自残的，我去了之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最初是难熬的，但症状会一次比一次轻，直到完全戒断，而一般人戒断赛牡丹也是要用针药辅助的，而这孩子是硬抗过来，可见意志力惊人，治好了之后好好养着教着，日后必成大器。那就有劳丹神医医治了。送了丹神医出去，宋西西便叫人备下车銮，带着瑞儿入宫拜见皇上太后了。哎，这样的受遭罪啊！不管如何，宋家总算有他一点血脉留下来了，养好了身体，该如何教养着便如何教养着，日后定能成为他父亲那样顶天立地的男儿汉。是，谢皇上。你也受了，好好保重自己。是。听吴大办说孔家那边不幸，可有去过了？还没去过，等一会儿出了宫，带他去一趟，见着人了，他们自然会相信的。孔家也是，信与不信总得派个人过来瞧瞧不是，怎么就一句不信就打发了呢？上息怒，臣女能理解他们，他们是见过那孩儿的尸体，以为我随便寻个相似的孩儿来代替国公府成爵。他们这样想不足为怪。自宋家出事之后，孔家老太爷没了，太夫人常年卧病在床，听闻已是油尽灯枯，经不起折腾的，怕是个假的希望。如果太夫人受不住没了的话，那孔家儿孙便落了不孝的罪名。入宫之后，宋西西便带着瑞儿上马车往孔家去了。侯爷，宋姑娘求见。他带着人过来了吗？是，就在门口。听门房说那小孩不愿意下马车，所以宋姑娘也还在外头呢。他怎么非要带回来一个冒牌货？别惊动其他人，本官出去门口见他们，免得一个不小心传到了祖母的耳中去。祖母如今是受不得打击的。孔师兄，宋西西，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我们孔家不会配合。瑞儿只有一个，没有人可以取代他。宋家这么多子侄，你若看上了，直接过继一个成爵即可，不必找个和他眉目相似的。听闻还是个小乞丐呢。你至少看一眼。方才一路过来的时候，瑞儿很担心的在我手心写字，他担心你们嫌弃他，我还安慰他说不会。孔阳抵触他这样的做法，但是也下意识地看向了他身后的孩子。瑞儿，依照丹神医所言，中毒的事可以解，就是费功夫费时间，治疗若有效果的话，顶多1年他便能再开口说话。那什么时候开始断腿中箭，我们也可以过去照顾他。我和王爷商量过了，等我们大婚之后，会把瑞儿接过去一同住，相信王爷会为他请名师教导，今后有国公府的爵位，可保他一世富贵无忧的。能去王府那肯定是最好，
就是她跟着你嫁到王府去，以后我们要见她也不那么容易。且听闻说惠太妃也要住在王府里头的，我担心。我事事定以瑞儿为先，如果惠太妃容不下瑞儿，那我便与她回国公府。我跟你们保证，瑞儿不会受半点气。瑞儿以后是要成爵的，今后她跟在王爷身边，王爷偶尔带她出入一些场合，认识一些人，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瑞儿，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今后你必须要尽力。你尽了力没做好，不会有人怪罪你，可你不尽力就无颜面对你祖父你父亲。我们孔家永远是你的后盾，永远支持你。孔家那边高兴坏了吧？一开始不信，见了人都激动坏了。孔家的人其实至情至性，只是有些偏执，你莫要放在心上。我怎么会往心里去？王爷去眉山一趟，我师父他怎么说？他本有些犹豫，但我师父一开口，他便没了意见。师父还听你师父的？你师父是谁？你猜？我怎么能猜到？你师父该不会是我的师叔吧？都说你聪明，果真如此。你猜的没错，我师父就是你的师叔。怪不得你每年都要去一次万宗门呢，怪不得你对万宗门了如指掌。算不得了如指掌，我和你师父这一脉的弟子是没多少来往，和你大师兄二师姐他们也鲜少接触。为什么呀？你既然是我师叔的徒弟，为什么不跟我们来往？我师父不让，他的原话是别跟那群没出息的来往，连同你师伯和他那群弟子在内，没根好损，少些往来能少沾点江湖习气。哈哈，不错，师叔就是这么瞧不起我们的。不过你竟然是万宗门的弟子，和我是同门，我是真没想到啊。你先入门还是我先入门啊？如果你先入门，我要叫你师哥；如果我先入门，那你得喊我一声师姐了。对了，你带瑞儿见过宋太公没有？要带他去给族人认一认，把族谱修改修改。毕竟现在族谱上瑞儿是死了的。避而不答，那我是师姐喽，师弟。我不算是万宗门的弟子，我师父说了，我不入万宗门，只是他的关门弟子。师弟，这话就自欺欺人了。师叔都是万宗门的人，你是他的弟子，怎么会不是万宗门的人呢？师弟什么时候入门的呀？咱刚才说带瑞儿去宋太公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师弟，师姐和瑞儿明日便去。本王可是比你年长。师弟确实比师姐我年长，但谁让你比我入门晚？看到他脸上灿烂又顽皮的笑容，仿佛还是眉山上那个红衣热烈的少女。好吧，师弟就师弟，不可在外头叫，我还是要面子的。做夫婿的怎么能是娘子的师弟呢？宋茜茜笑得眉目弯弯，不胜绝美。对了，皇上让本王出任大理寺卿，兼任玄甲军指挥使一职。啊，你是北冥军的主帅，军务繁重，时而要集训，怎么能任大理寺卿一职？虎符兵权已上缴，如今北冥军暂由王彪统领。王彪？皇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提拔一个残疾的将领担任北冥军主帅？而且为什么要撤换主帅？谢如墨才刚立功回来呢，就算上缴兵符，他依旧可以是北冥军的主帅啊！难道是皇上忌惮你？不是忌惮，我只是不想以后有什么流言蜚语损了兄弟间的感情。那你为何娶我呀？如果皇上忌惮你，那你更不该娶我。不管本王娶谁，皇兄该怎么想还是怎么想。以本王的身份，难道还能娶一个平民或者7、8品官员的女儿吗？你是知道我不想入宫为妃，所以才提出要娶我？你是在帮我？皇上其实没对你逼婚，对吧？不，你这么想就错了。退一万步，就算没有皇上逼婚，此番我凯旋收到的香囊手帕过百，多少人想着嫁给本王，拒绝谁就得罪谁。这满城权贵，本王虽不怕得罪，可也不想得罪啊。唯有尽快定下婚事，对本王才是最有利的。至于为什么会选你，嘿嘿，你是本王的师姐啊。如果你被逼着进宫去，那本王就是被架在火堆上，还不如凑个对。本王是这样想的。说谎话真是难啊，总不能如实告诉他，想娶她就要放弃兵权吧。就算日后不好瞒着他，也要等过了门了才能让他知道。谢如墨说完便借口告辞了。宋茜茜沉思了许久，有些事情似乎是想通了，又觉得没完全通达。黄嬷嬷见她困扰，犹豫了一下，想上前似有话说，被陈福借口拉了出去。我知道你想说与姑娘听，但莫现在说，等过了门再说。知道了，只是见姑娘困扰，便一时冲动。王爷弃兵权的事我也是今日才知道，联想起前后，大概也知道王爷是为了姑娘放弃兵权的。这是皇上拿咱们姑娘当诱饵，钓了王爷呢。这些话心里明白就好，别出去乱说。知道的，这些话怎能出去说？只是王爷对姑娘的心意，姑娘竟是半点不知。当日求娶过的事情，夫人也是不许告诉她的。那时夫人是怕了，如果北冥王没上南疆战场，保不准夫人就同意了。只是没想到千挑万选的选了个崴枣。夫人那会儿没选世家和文官之子，是知道姑娘性子也惯了。世家和文官清流府中规矩严明，而且见过不纳妾的世家子弟吗？
唯有那战北望敢跪在夫人的面前承诺永不纳妾，夫人也是一时被蒙骗了。别说了，快给哥儿送些吃的吧。瞧哥儿每日刻苦的样子，真叫我心疼。日日还喝着药呢，还不忘练手技。转眼到了10月，天气渐渐的凉了。伯父好，今日怎劳伯父您亲自来？你最近也养得不错，比上一次气色要好很多了。日日药膳能不好吗？伯父，是瑞儿要治腿了吗？一个是他解毒的情况与你说一说，经过这段日子的治疗，今日我给他搭脉诊断了下，比预料中的要好，且他喉咙的肿块也消了不少。真的？那太好了，真是辛苦了红雀大夫。呵呵，最近隔日便来针灸，确实也有苦劳的。第二个嘛，也就是你方才说的，如今身子养的差不多是该治腿了。之前与你说过的，治腿需要断骨重接。知道，会很痛。痛是必定痛的，你要与他说说，跟他做好心理准备。我这里也是有些止痛药的，但是对断骨的痛来说，止痛的药效果不甚明显。我建议风雪止疼。孩子这么小，怎么受得了这断骨之痛？但您原先也没说过这个止痛法子，是不是这法子有什么后遗症？是有风险，若学风久了血脉不通，他双脚缺血过久，即便接好了骨头，以后走路也有不便。瑞儿，你要止痛吗？姑姑，我知道那疼痛很是难忍，当初被敲断了腿，我觉得自己都要痛死过去了。所以你想自学止痛对吗？对，如果止痛有一定的危险，以后治了还可能是个瘸子，那怎么成？日后我长大是要掌家，国公府的掌家人怎么能是个瘸子呢？父亲上战场的时候总是受伤，皮肉之伤骨头的伤他都受过，我想他也是不怕疼的。没有人不怕疼，你父亲也怕疼啊，不过他是大人，能不能忍都必须忍。我知道，大丈夫就是要能忍所不能。瑞儿说他能承受断骨重接的痛楚，我也不知道怎么选，就请丹伯父拿主意吧。依我之见，忍得就忍，他大概也是迫切的希望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口不能言已是残疾，瘸腿也是残疾，他心中盼着自己好起来，加上这2年，相信疼痛于他也是家常便饭了。好，那就定在后日吧。外头候着的人也听到了瑞儿的那声惨叫，实在是听得大家心都悬起来了。过了许久之后，谢如墨2人才出来，让他睡一觉，真是个坚强的好孩子。你的手不要紧吧？辛苦你了。这有什么要紧的？瑞儿很厉害，这么痛他都扛下来了，等骨头养好了就真的治好了。我听到他叫了一声，真把我吓死。你随我来，我给你处理一下手上的伤。不就是一点皮外伤吗？不至于。怎不至于？这伤弄不好是要留疤的。无妨，本王身上的疤痕多了去了。那都是你的战绩，我也有战绩。你的伤都没大碍了吧？早没事了，我以此为傲。虽然你总说不许我道谢，但我宋家真的要感谢你。没有你的话，瑞儿现在还被那些人控制着到处行乞，到处挨揍。我听孔师兄说过，像他这样残疾的小乞丐多半是活不过10岁的。如果瑞儿没有遇到你，不知道要多么痛苦。你想这些做什么？必定是你家人在天有灵，保佑了他，才会叫我遇见了他，否则怎会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啊？在那么多散去的小乞丐中，我唯独一眼认出了他。总之，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不管你日后叫我做什么，只要不是违背良心的，我都会为你去做。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如果真有的话，那就是你好好的活着，开心的活着，幸福的活着，如此才可告慰你家人在天之灵。为何待我这样好？难道不该待你好吗？你是我的未婚妻啊，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人。同样的话我听过一次，但下场大家也都知道了。你休要拿我与他比，在我这里只有丧偶，没有和离，更不可能有休妻。我一诺千金，你若不信，我用一辈子来证明。丧偶？我走你前头也行，省得你老了还得照顾浑身旧患的老头子。好，你说的我都记住了。你若有违背今日之言，师姐饶不了你。你是真盼着我走你前头啊？那要不一起走？行。王爷姑娘，为什么要说这么晦气的话呀？生啊死啊的，你俩这是要生死相随吗？休得胡说。当纵西西脸颊通红，心里却是一沉。他对她心动了，而他另有所爱。这错位的感情怎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分明之前想过和他成亲，只是搭伙过日子的。姑娘，你的脸为什么这样红？宝珠越发没眼力了，这张嘴也没个门。我是时候回大理寺了，刚上任，要交接的事情多。我明日下了职再来看瑞儿。好，我送你出去。而养伤的期间，宋西西哪里都没去，倒是有不少宾客来登门拜访。今日来的是表妹兰儿和她的夫婿梁少，只不过他有些瞧不起宋西西。宋氏，你把他带去王府，便不怕宋瑞日后难在京城立足吗？倒不如把他送去给孔家养着更好。因他是王爷就回来的，王爷也喜欢他，想着日后带在身边亲自教养着。
瑞儿也是很乐意的。再说我是她的亲姑姑，她跟着我住在王府也不算寄人篱下，怎么会日后在京城难以立足？吾说的并非此事，他得蒙王爷教养是他的福气。吾说的是你和离之后二嫁的事。与宋家民生有爱，纵然宋卫日后成爵，身上也有了污点，世俗的眼光会把他看扁的。夫君不得对表姐无礼。既你还认她为表姐，自然要尽忠言。只是忠言素来逆耳，就不知道宋师是否听得入。既是忠言，我自然是听得进去的。只是敢问探花郎，何为世俗眼光？世俗眼光自然便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石，世人当遵循的主流风俗看法。那么敢问世俗眼光会把他看扁，是他不遵仁义礼智信的哪一条？是你二嫁害的他。我二嫁与他何干？我二嫁是我的事。再敢问一句，我和离后二嫁是律法不许还是风俗不许？民间可有二嫁之人？仁义礼智信可有说女子不可二嫁？又再问一句，女子若遭抛弃，是否就该古佛青灯，孤苦余生方能对得住世俗看法？巧言令色嫌疑人。探花郎，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你吾本是一番好心，你却以圣人之言辱吾，此等亲戚不往来也罢。我们走。表姐，我们先回了，过几日再来看你。你先回吧。夫君，你等等我。郡主怕是以后都不会来了。天气渐渐冷了，瑞儿也能下地了，但只能走几步便要回去继续卧床。府中也在密锣紧鼓地筹办婚事，嫁衣在定了亲事那日便开始叫人缝制，交给凤莲阁的绣娘去办。是嫁衣出了什么问题吗？姑娘也没什么事，就是碰见了王家的人。王家的人？我记得王家是来提过亲的，但如今不提那些事情也罢了。倒不是因着以前的事，是王家请凤莲阁做嫁衣，我多嘴问了句才知道王家的三姑娘要嫁给战北望为妻。战北望又娶妻，一坊不是他的妻吗？休了还是和离了？一坊那个平妻就是妾，如今要娶的是正妻。王家是平西伯王家的三姑娘吗？正是呢。我记得她也是和离的，算起来那位三姑娘也有26了，比战北望还要大3岁呢。这门亲事是如何促成的呀？这一坊能同意吗？战北望也同意。我打听的也不甚清楚，只听闻说是丞相夫人保媒的。丞相夫人素来不是多事的，更不爱做媒，怎么却愿意为三姑娘和战北望做媒人？没有打听到原因，将军府的情况一般姑娘是避而远之的，谁斗得过那平西一坊？再说那乱糟糟的内宅事，谁听了不摇头？只是攀上平西伯府，战老夫人大概是高兴的，不知道这门亲事里头是否还藏着什么内幕。谢如墨得知了平西伯府的人送过帖子来，便主动跟宋茜茜说起了战北望娶王家三姑娘的事。给战北望找个正妻，是皇上的意思。是皇上授意丞相的吗？为什么？战北望和一坊是他亲自赐的婚，现在为何又要给战北望找个正妻？我记得一坊当时是以正妻的礼仪进门，以什么礼仪规格进门都好，但圣旨确实是赐他为战北望的平妻，皇上并不愿意他好过。皇上想来也记着成陵关的事，可是怎么就说了王家的三姑娘？这位三姑娘是方少将军的遗孀，只是和离了出门去的。丞相给名单的时候，皇上指了她。至于其中原因，你细想也不难明白。皇上是变着法给你出口气，当然这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还是想用战北望的。王彪如今长着北明军，王彪的本事不大，但是在军中却也有一定的威望，两家结了姻亲，对战北望有注意。皇上想用战北望可以理解，但实在没有必要为我出这口气。他指定了三姑娘，三姑娘就算不想嫁也得嫁了。肯定不愿嫁，只是皇上指定的，这才没法子。平西伯老夫人下帖子拜访你，估计是想问问你和战北望和离的事。这件事情原先外头大概是传得沸沸扬扬，但他们也是明理的人，知道外头传的未必全然是真，只有问过你这个当事人才能真正清楚。小公子如今可好？好多了，老夫人惦记，是她的福分。我知道你们国公府什么都有，只是近日得了一根百年人参，便想着送过来给小公子补补身体，还望姑娘不要嫌弃。这怎么好意思？你们能来探望瑞儿，小女已是感激不尽，怎可再收如此名贵的药材？姑娘拿着吧，就当是我们平西伯府的一点心意。往日我们两府虽鲜少来往，但我们是敬佩国公爷的。如今得知小公子尚在人间，也十分高兴。姑娘若不收下，便是瞧不起我们平西伯府。宋茜茜也不客套了，道谢之后叫黄嬷嬷收下人参。老夫人显然还想客套几句，但是三姑娘有些耐不住了。宋姑娘，你能否告诉我们为何要与战北望和离吗？他是否人品德行有亏？轻而不得无礼。我知道冒昧了，但还请宋姑娘如实相告。三姑娘问说我与战北望和离的原因，自是因为他要娶平妻，我容不下。男子娶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宋姑娘当真因为此与他和离？没错。为何？不就是娶个平妻吗？
平妻顶多算个贵妾，撼动不了你正妻的位置。娶我的时候，他说了不纳妾，他违背了当初对我母亲的承诺。这样啊，违背诺言确实不对，只是你这样就和离了，岂不是儿戏？毕竟和离要承受的比你容忍他娶平妻要多得多。不过你和离了也好啊，如今能嫁给北冥王，当个王妃岂不是比当将军夫人好？缘分岂能人为控制？我和离的时候没想过会嫁给北冥王。清月怎能如此说话？得罪了，我说话素来直白，希望宋姑娘不要介意。那么战北望人品，宋姑娘觉得如何？你既与他和离，想必他在你心里定然很差。三姑娘都这样说了，还来问我做什么？宋姑娘别介怀，她这几年独来独往惯了，说话没个分寸，你别放在心上。我们这一次来，除了探望小公子之外，也想从姑娘口中知道战北望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姑娘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对战北望实在算不得了解，因为新婚之夜他便出征去了，等他回来便是要娶平妻，之后和离，可以说直到和离我和他尚算陌生人。如此说来，确实陌生。我真正认识他是在南疆战场上。对，差点忘记了这事，姑娘也是上过南疆战场，立过功劳的。我以同为武将的身份说话，他是个好将士，愿意听从调配，不争夺功劳，也勇敢有谋略。至于他的私德，因我与他实在不熟，无法给两位答案，两位可去别处打听打听。听闻在和离之前他是想休了你，而且将军府老夫人还想算计你的嫁妆，对吗？错，将军府打算休我，算计嫁妆的事也是真的。战北望算计的还是他母亲算计的？具体谁算计的我不清楚，战北望有说过不想要我嫁妆，但是不是心里的话我真不知道。老夫人是个明白人，战家那位老夫人在京城名流圈子里闹的那些笑话，她怎会不知？许多事确实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但今日姑娘的坦荡，我们母女二人甚是感激。日子总是要过的，姑娘珍重。战家的二老夫人来给宋茜茜添妆，衣裳和被褥我收下了，但是金镯子我不能要太贵重了。你不要便是瞧不起我，我知道这点东西在你眼里微末的连蚊子腿都不如，但这是我的心意，你务必要收下。那辛苦您了，还要亲自为我和瑞儿做衣裳，礼物很珍贵，我很喜欢。你便是不喜欢，我也没旁的可以送给你。这双镯子幸亏我先买了，不然那点银子都得搜罗出来给战北望娶妻。瞧我这张嘴，好端端的怎么开始说胡话了？没事，我不介意，就当听一件别人家的趣事。对，每一回都是这样，娶个媳妇把全家都搜刮个遍。最可气的是他们的婚期还和你撞一天呢。同一天啊？他们这么着急吗？施大房那位老夫人着急偏安排和你同一日，大概是想告诉大家，你宋茜茜和离了能嫁给王爷，他们家战北望也能娶伯府家的姑娘。这样的事争来何用？图给别人添了茶余饭后罢了。谁说不是呢？您的咳症还没好啊？上次您来看瑞儿，便听得你有几声咳嗽了。终日乌烟瘴气，吵吵闹闹的，能好才怪呢。战北望要么是不回去，一回去一访便和他争吵打架，那战北望是真能忍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访终日像个泼妇似的都忍了，知道这是自己做的孽啊，他都由着他了。还有啊，如果一访来找你，你千万不要见他，他这个人现在完全失风掉了。他怎么会来找我？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他们争吵的时候，他说要去找你的。找我干什么呀？我和他们也无关系了。原来战北望要休你的时候说了不会拿你的嫁妆，但是一访要求他扣起你一部分嫁妆，战北望没同意。一访说如果当初扣起了嫁妆，现在将军府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艰难，也不至于要娶个二嫁女回来，弄得他像个卖身子的。所以当初要扣起我的嫁妆，不单单是老夫人的意思，还有一访的意思。他的意思战北望没转达，反正听他们吵闹，战北望误会了他的意思，他是想扣起，而战北望以为说服了他不要你的嫁妆。总之乱七八糟的，这样吵吵闹闹的总会传出去，估计过几日满京城的人都要知道了。那所以一访想来找我的意思是要从我这里再拿回去一些嫁妆？也应该不是，你是和离走的，嫁妆是不可能留下，谁知道他为何要拽着战北望来找你？反正以他那疯癫的性子做得出来，他若来你不见便是了。但是以他如今疯癫的个性，如果你不见他，他就在外头嚷嚷，也够让人堵心的。那个一访在府外求见，吵闹的厉害，赶也赶不走。哟呵，还真来了，吵吵嚷嚷的，要是惊扰了瑞儿，看我不打死他！你来做什么？战北望要娶平西伯府的妻妇了，你知道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不知道的，都是外人的事罢了。外人的事，是啊，你都要嫁给谢如墨了，怎么还瞧得上他呢？但宋茜茜，我问你一句，如果没有谢如墨，你是否还爱着战北望？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答案？
我要听你的真心话。如果没有谢如墨，你是否还爱着战北望？即便和离，你是否也盼着他来找你回去？离开将军府之后，你是否后悔过？你是否嫉妒过我？是否恨过我？第一，从战北望回来告诉我他要娶你的时候，我对他便无半分留恋，恨不得马上离开将军府。你连真话都不敢说，宋茜茜，你何来的勇敢啊？虚伪！第二，你来找我趾高气扬说的那番话，我如今记得。你把女子贬低到尘埃里去，我不会嫉妒你，我只会轻视你。同为女子，你对女子没有半点怜悯，人品堪忧，是吗？可那时你武功如此厉害，既然看我不顺眼，为何不出手与我过招？因为不屑，在我眼里，你那个时候就是跳梁小丑，我不屑与你动手。且你得罪我只在言语上，我也言语回击了你。一直以来背叛诺言的人是战北望，我只冲他。好一句不屑，我就不信你当时不想杀了我。我知道你们这些士族千金虚伪装金贵，心眼比针鼻都要小。你没有与我闹，是想成全自己贤良的名声，以为将军府一家会站在你这边帮着你，谁料他们竟然策划着要休了你。那一刻，你心里很绝望吧？也恼羞成怒了吧？那样的人家有什么好绝望的？困在那里才绝望呢。你到现在还在装，你真的很会装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真的没有嫉恨过我吗？宝珠，这椅子买了多少钱？回头交易是赔了。奴婢知道，这椅子倒也不贵，50两银子。还敢叫我赔钱？宋茜茜，当初让你把嫁妆全部带走已经是格外开恩，你既已经嫁入将军府，那嫁妆就是将军府的，你有什么资格全部带走？你有病吧？我是和离出门的，自然可以带走全部嫁妆，我甚至有权追回将军府花掉的那一部分，但我没有跟他们计较。当初他们为了娶你还找我借银子，现在你可以成全自己的贤良之名，把彩礼拿出来给战北望娶妻啊！你一个弃妇，有什么好得意的？那你一个妾室，有什么好张狂的？我是将军夫人，他是以正妻之礼娶我的，将军夫人的位置，我说什么都不会让。那你去跟平西伯府说啊，找我说来做什么？我对你恨之入骨。成陵关你做了什么我很清楚，我宋家被灭门与你在成陵关所做的一切脱不了关系。你今日来我这里耀武扬威，是觉得我会顾忌名声，让你胡闹？杀你可真是太容易了，但是我想让你好好活着。你瞧不起女子，轻视女子在内宅的辛酸，但我敢肯定，你将来就会成为那样的人。你放开我！是什么让你认为我这么好挑衅？是我和离得太快，让你觉我软弱可欺？还是你以为是个女人都会舍不得战北望？你觉得我应当是爱着他，所以来羞辱我一番出气？你不敢去找平西伯府，却敢来找我，你可知道平西伯府的老夫人和三姑娘在我这里都是要客客气气的？难道我猜错了？他和离之后没有想过要战北望再来找回他？成陵关的事和你宋家被灭门没有任何的关系。有无关系你心里有数，放下50两滚出国公府，再敢来找我麻烦，我断了你一双腿。当初在南疆，你分明可以带兵上去救我的，但你没有，你让兵士囤积在山下，让我受尽了欺辱。宋茜茜，我一直认为这是因为夺夫之恨。寡情负心的男人，我弃若敝履，在我心里他连条狗都不如，唯有你拿他当宝看。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会不在意他？1年了，你在将军府当牛做马1年，出钱出力，你怎么会不爱他？我不信，你也不忍他为了试图出卖自己娶一个2嫁妻妇吧？那是个老女人，你去找她，只要你跟她说不让她娶，她就不会娶的。一芳，瞧瞧你真活成了你自己最厌恶的人了。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娶平西伯府的三姑娘，那是个贱妇啊。一芳，相信我，他真的没你贱，他至少恪守礼仪，而你在战场便委身战北望，为谈嫁娶便苟且在先，你才是真的贱。私德上你和战北望是一样的贱。宋茜茜，人人都说你是功臣，但你见死不救，你不配为将，你任由我们落在苏兰基的手中成为战俘，你任由我们遭受各种折辱，宋家满门忠烈。我呸！黄嬷嬷，你去看着瑞儿，不要让他出屋，告诉他不要怕。是，奴婢这就去。你想做什么？宝珠，给我揍！福伯，去叫陆账房写一张50两银子的欠条，让他摁个手印，明日不还便上门催收。是。国公府今日上门催账了。你想说什么？指责我去国公府闹事了？你去国公府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兴师问罪，问他为什么当日在西某没有救我，害得我与你离心，你要另娶夫人。我不是同你说过吗？跟他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上山救你？西京的兵马全部都屯在山上，我们上去无疑是自寻死路。你倒是会护着他，瞧你这样子心里是有他的吧？你在胡说什么？可惜啊，郎有情妾无意，他跟我说战北望算个什么东西，你在他心里连个东西都算不得。呵，是啊，在他心里如今战北望算什么呢？
他宋西西是国公府千金，是南疆功臣，是北冥王的未婚妻，更是玄甲军的副指挥使，还管着精卫，是自己直属上司的上司。什么王三姑娘，什么京城贵女，什么嫡女明月，哪个比得上宋西西？我纵然恨他当日不救我，却不得不承认，天下男儿若见过他在战场英姿的，面见过他绝美容颜的，无不想把他娶回家去。而他曾经是你的夫人。战北望一怔，失魂落魄的出门去。姑娘，来了一位客人，说是您的大师兄，叫沈清河先生。真的，我马上出去。大师兄，似乎高了些，更好看了些。大师兄，你是从哪里来的？从眉山吗？就只有你一个人来？师父和师姐呢？师兄没回眉山，是从成灵关回来的。至于你二师姐，过几日也会到的。他从沙国回来，一直留意沙国动静呢，看他的飞鸽传书，说是打探了不少消息。二师姐也要来啊？那太好了。师兄，如今可有人知道你来？你知道吗？京城权贵文官清流对你甚是仰慕，就连皇上也是如此。如果有人知道你来了京城的话，我估计国公府的门槛要被他们踩烂的。既然京中有慕我之人，那么你便替我把这消息传出去。他们若想见我，便来国公府。恰好我在成灵关做了不少话，请大家过来鉴赏鉴赏。为何？如果我们宴客，你要应酬很多人，要和他们说话，甚至很多人说不到一块去，你不是最忌话不投机吗？无所谓啊，人在世上行走，就是要与各种人打交道。我在成灵关也和许多人说话，住在客栈里，和客栈的掌柜聊到天明。师兄也不是哑巴，师兄会说话，漂亮的话也会说。你是为了我吧？师兄大可不必这样，我能立足京城，也一身武功，也没人敢真的得罪我。京城的权贵圈子里头，打打杀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别总想着打。记得师父教你练武是为了什么？自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是让你强身健体，不被人欺负。就后天吧，后天国公府宴客。爷，后日的话不是会太妃搬去王府宴请宾客吗？这倒是巧了。您就是国公府的管事对吗？劳烦你出去外头说一说，便说我后日要在国公府展话，也不必邀请谁，话传出去就行了。哎，好嘞。到了惠太妃宴客之日，京中权贵的家眷协同子女纷纷抵达北冥王府。嘉仪郡主今日特意把战少欢带来了。太妃娘娘，小女见太妃娘娘肌肤胜雪，比起少女无不及，一时看呆了眼，实在失礼。哪家的姑娘啊，嘴巴这样的甜，哀家年逾40，怎能与少女相比？小女乃是将军府战北望之妹战少欢，小女不敢撒谎。太妃容颜绝美，气质雍容，小女没见过世面，乍一见太妃还以为是菩萨娘娘呢。好伶俐的丫头，赏，把哀家那串山虎手串赏给她。小女多谢太妃娘娘的赏赐，今日的太妃赏赐，小女三生有幸，感念太妃大恩，小女会日日祝祷，祈求娘娘顺心安康。好孩子，你日后得空多些来陪哀家说话。承蒙太妃不嫌弃，小女定时常来陪伴。怎么今日不见国公府宋姑娘呢？哀家的宴会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这话一出，大家心里便都有数了。惠太妃不喜这位未来儿媳妇，底下议论纷纷。太妃，表弟马上便要和宋西西大婚了，宋西西也担任玄甲军的副指挥使，虽说只是虚衔，可只怕伺候不好表弟呀。我瞧少欢这丫头就挺好，将军府门第也不低，给表弟当个侧妃也好啊。让宋西西嫁给自己的儿子，已经有人在笑话了。如果再把将军府的这个心机丫头娶进门来当侧妃，那北冥王府不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叫你给这丫头赏赐，你怎么把哀家的珊瑚手串给她了？那是母儿送给哀家的生辰礼，你近日不是绣了许多手帕吗？送一条给她，谢恩吧。战少欢哭丧着脸求救地看向嘉仪郡主，嘉仪郡主憋了一肚子的气，却只能僵着脸一言不发。不过是说笑的话，怎就当真了？正妃都还没过门，说什么侧妃呢？嘉仪，你也是烂好心。那战家的丫头说青木墨流了几滴眼泪，你便可怜她，在太妃面前为她说话，太妃怎能做得了北冥王府的主？莫说立个侧妃，就是扶个妾室通房，没有墨的同意，她也是办不到的。这一次惠太妃没邀请她来，按说墨儿也该叫她来才是，可墨儿也没叫。显然这位未来的北冥王妃也不是那么得人心，只怕这门亲事还有别的内情啊。还能有什么内情？这不是照着学战北望和一坊吗？在南疆战场设计委身给表弟，自然逼得表弟娶她。此言一出，众人皆惊。天啊，不会是真的吧？这可难说，否则北冥王为何娶她？就是这么多名媛贵女不娶一个不清不白的女子。郡主说话除了要有分寸，还要有证据。若无证据，只是猜度，就不要说出口惹人非议，也会害得宋将军被人误会。平阳侯老夫人是嘉义郡主的婆母，她出言斥责，大家也不好再议论，纷纷止住了话。哟，大家都来这么早呢？穆夫人怎来得这么迟啊？先去了一趟国公府，哎呀，那边实在是挤不进去，只得来太妃这里转一转。镇国公府吗？为什么挤不进去？他也宴客了。
那有一堆臭男人。一堆臭男人，他竟邀请了男人去做客，那丞相夫人为何去？还不是我们家那老头子也去了，我说不去的，老头子非得带我去，说是让我长见识。长什么见识？丞相夫人不妨说来听听。长什么见识？根本见不着，一堆男人都围满了，文武百官去了一半，剩下一半怕是在路上，吓得我赶紧跑了。一堆男人围着他，他这是要做什么？太妃，看来您这位未来儿媳妇可真是能耐啊！女客宴请男宾，连丞相都去了，也难怪他那张脸着实狐媚勾男人心呢。他素来如此，喜欢与男子厮混在一起。诸位夫人可要看紧自家夫婿了。这与宋姑娘有何关系？是沈清和先生来了国公府，说是今日把在成陵观做的画展示出来，朝中官员闻之无不趋之若鹜。我走的时候，连皇上都来了。什么？沈清和先生来了？还展画了？对啊，我从国公府出来的时候，宋姑娘知道我要来王府，便叫我带了一幅雪山图给惠太妃鉴赏。这雪山图乃是沈先生的得意之作，在场的人甚至都来不及看清楚，宋姑娘便说要收起送给太妃的。冷煞是对付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你与他终究是要在同一屋檐下，她是你的婆母，你不能对她打得杀杀的。至于京中的这些命妇夫人们，你少不了也要与他们往来。今日这场画展便是为你铺路，希望师兄的心意你别辜负了，以后别动辄出手。在师兄心里，自己就总是打打杀杀的吗？沈先生，您的这些画是否能卖一幅给老夫？丞相大人，这是在下做不得主，这些画都赠予了在下的师妹，她如果愿意卖，在下没意见。闻言，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看向宋茜茜，眼底带着渴求。既然诸位大人如此喜欢我师兄的画，若我说不卖，那大家肯定要背地里骂我。不敢的，不卖也不会骂我们宋将军的，谁敢骂你，本官第一个跟他急。茜茜，朕不多要，就这一幅如何？皇上，您若看上那便拿走，臣女可不能收您的银子，臣女借花敬佛送给皇上。不可，朕要自己买的，不要你送，送得了朕，你好意思不送给太傅吗？送给了太傅，你不送给丞相吗？其他人你送不送？我们买，皇上可以送。你们都买得起，朕买不起吗？茜茜，这观山图多少银子？那臣女便做个顺水人情，1000两一幅。诸位大人若有喜欢的，都可以买走。大家本以为他要开个高价的，毕竟沈清和先生的画千金都难买得到，市面上流传的都是1万两起，谁知道竟然是1000两。众人各自上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只有谢如墨站在一旁无动于衷。王爷没有中意的吗？没有中意的不要紧，哪个都行啊，毕竟1000两实在是太便宜了。你们先拿，茜茜是本王的未婚妻，沈先生又是最宠着茜茜的，回头请他再给我做便是。诸位夫人今日看着宋茜茜出尽了风头，他们纵然在嫉妒，也知道沈清和是在用自己的名声护着她。而惠太妃看着宋茜茜也感觉越来越顺眼了，抱着茜茜送的花嘚瑟的不行。还有4天就要成亲了，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你不提师兄也忘记了，师傅来过飞鸽传书，说你的婚礼他们不来了，等你日后空闲了，带着王爷回去眉山探望他们便是。不来了？为什么呀？他们原先不是说来的吗？你知道的，师傅近些年不爱动弹，平日里能躺着就不会坐着，能坐着就不会站着，尤其是这样寒冷的天，他更是懒惰，所以就干脆不来了，等你们回去拜见便是。那师傅不来，师兄师姐他们呢？他们可以来啊。师傅不来，他们自然就不来了。你自从15岁离开了眉山，也没有回去探望过，自然感情就疏淡了。能记得你这个小师妹就不错，至于千里迢迢的过来参加你的婚礼，感情没到这份上呢。感情疏淡，他们是这样想的。不奇怪啊，反正这几年你有什么事也没跟师傅说，受了委屈也没有回去，他们自然觉得你不需要有师兄师姐。大师兄说的对，自己确实没心肝，这么多年没回去，信也没送过几封，真到着急要找人帮忙的时候，才飞鸽传书去找师傅，出动了大师兄和二师姐。得知他们不来，宋茜茜顿时觉得这场婚礼不那么值得期待了。幸亏大师兄在，不然就只有瑞儿给我送嫁。那可说不准的，师傅说有事情吩咐我去办，我过2日就走。啊？就不能多等2日吗？是什么要紧事非得这么着急去？难受了。有点，但确实是我有错在先，我会想办法请师傅原谅的。师傅也真是，非得这么惩罚他一下，瞧那小脸都要哭了。若师傅他在，定然不舍得这般吓唬他的，倒是叫自己来做这恶人。到了腊月22，沈清和果真走了。我在金楼给你定了首饰，你派人去拿吧，银子都付过了，单据在福伯手中。那我回头叫福伯去一趟，真着急走啊，不能多等2日。不行，要紧事。好吧，那你路上小心点。知道了，你回去吧，我送你。宋茜茜站在府门口，目送大师兄离开，她心里说不出的失落。怎么都说好了的，又集体反悔了呢？哀家不喜欢宋茜茜。太妃，估计人人都能看得出来，
但看样子他似乎对哀家挺孝顺，给哀家送了好几幅沈清河的画。那不是好事吗？太妃反而还不开心？当然不开心，拿人手软。他先是好又送礼，之后更给哀家抬点，哀家如何叫他占规矩？一回事归一回事，占规矩总是要的，哪里有心腹进门不需要占规矩的？你说的没错，哀家叫他占规矩，那是天经地义的。就算他送再多的礼物给哀家，都不能坏了这规矩。高嬷嬷，你说有没有可能，墨儿心里喜欢的那个女子就是宋茜茜啊？他早就有些怀疑了，尤其是看到近日谢如墨准备的这婚事的规格，光是聘礼就比当初皇帝迎娶皇后的时候还要多。是就更好啊，至少咱们王爷是娶到了心爱之人。这样反而不好，若他是墨儿心尖尖上的人，他进门之后，墨儿岂不是什么事情都护着他？那哀家这个婆母还立什么威？咱们只是猜测，别乱想了。若真是的话，王爷当初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她嫁给战北望？说的也对，否则他当初怎么不阻止那门亲事？与此同时，将军府和平西伯府也在准备明日大喜的日子。战北望已经是3度娶亲，知道你委屈，我当初承诺过你的并没有做到，但丞相夫人婉转说过，这门亲事是皇上钦定的，只是曾赐婚你我，不可再赐婚我与他，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不可能违抗。当初求娶我回来，是否也这样跟宋茜茜说？不，当时我对他说，我所爱之人是你。呵呵，那如今呢？你所爱之人是谁？闻言，战北望沉默了半晌，没有开口回答这个问题。你当初爱我，是否只是头脑一热？战北望依旧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报应都是报应，可你我一同欺负宋茜茜，为何你没有遭到报应？你还在娶妻，娶的还是伯侯府的女儿。这次攀上王家，你从此官途再无阻滞了。男女之事怎有报应？我是辜负了宋茜茜，却没伤她分毫。如果硬要说报应，那么你的报应来自何处？你不知道吗？你不记得陆奔儿城发生的事？你不知陆奔儿城与宋家惨遭灭门有何关联吗？你敢说出这报应2字，就不怕真正的报应来到吗？我已经遭了报应，我麾下士兵死的死，伤的伤，我如今被开除了军籍，只能窝在这一方天地，还要受你正妻的管束。但战北望，我告诉你，我说过最恨内宅手段，我不惹他，但他若敢来惹我，我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你是你，他是他，你们恪守本分便是，有什么惹不惹的？话我撂在这里了，横竖你与我是陛下赐婚，此生大概也是要捆绑在一起。如果你管不好他，就休怪我无情。那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一坊盯着他的背影，泪水从脸颊上滚了下去。8月24，他一晚上没怎么睡着，直到刚刚他才彻底死心。师傅他们是不来了，沈万子他们也不来了。无精打采的被妙仪阁来的娘子给拉起来一顿梳妆打扮。申时一到，宋族的子弟们亲自抬嫁妆出门去了。平西伯府与国公府只相隔2条街，他们也是申时抬嫁妆出门。再让人数一数，看国公府的嫁妆是否64台。奴婢刚数过了，就是64台，我们的是68台。呵，堂堂国公府的千金，嫁妆竟不如我这伯府女儿。江南沈家给宋茜茜将军添妆，锦缎50匹，金镶玉头面3套，玉如意1对，龙凤手镯18对。何人喊得这样大声？青玉帮给国公附送将军添妆，玄铁剑2把，长枪1柄，金玉刀1把，金银寿司1箱。镜花派给国公府送茜茜添妆，白玉送紫观音1座，檀木屏风2扇。快出去看看，是不是沈万子和馒头晨晨他们来了？不是说不来吗？怎么嫁妆出门的时候才来，害得姑娘难受了一场。古月派给国公府送茜茜添妆，武林中一流高手侍卫1名，桃花酒18坛，绸缎10匹。万宗门门主夏女儿送上嫁妆108台，金钟店铺10间，眉山下庄子2个，黄金万两压箱底。师傅不带这样的，玩的什么惊喜？姑娘，好多人来了，您的师傅和师叔师兄师姐都来了，好多人呢。宋茜茜提着嫁衣跑出去，看到师傅的那一刻，她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簌簌地往下掉。往日和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掉一滴眼泪的，怎么如今眼泪如此廉价了？不要出去说是我任杨云的弟子。好了，别哭了，这妆容多好看，如今一哭全花了。你这美人痣原来是假的吗？怎么掉色了呢？师傅，你们骗我，说来又说不来，结果又来，你们诓得我好几晚睡不着，我都要出门了，你们才来。这一次饶过你，下次再哭，眨眼睛伺候。师叔，您今日怎么穿锦缎了？您不是不爱锦衣吗？若不是为你们2人大婚，我怎会穿？这话题如果你敢再说，不管你是否大婚，我都要把你的嘴巴缝起来。桂儿呢？桂儿没来吗？她是古月派给你添的嫁妆，嫁妆自然是抬着过去王府了。啥？古月派就一个男弟子，还给自己添妆啊？一路鞭炮齐鸣，伴随着喜庆的锣鼓声，很快花轿便到了北冥王府。进了王府，宋茜茜只听得一大片嘈杂之声，夹杂着很多恭喜恭喜的话语。这时沈万子悄悄地潜了上来，握住了他的手。猜猜我是谁？幼稚，你是桂儿。
你才是桂儿，桂儿这会儿估计在侧厅摆着，她是嫁妆。宋西西也扑哧一声笑了，心里没有那么紧张了。拜完天地之后，宋西西便被送入洞房了。进了洞房之后，流程确实就按照宋西西所熟悉的那样，两人都对望得面红耳赤，却依旧舍不得移开视线。王爷王妃，外边的夫人和姑娘们要进来讨赏前沾点喜气了。多谢大家的祝福，有心了，今日多喝2杯。嬷嬷给红枫，让大家也沾点喜气。黄嬷嬷发过红枫后，只有沈万子和晨晨留在新房里。西西，你今天好美啊！你怎么长得那么美啊？要是别人长这样的脸，我一定要把它划了。比你好看的人多了去了，怎不见你划了？你可得我闭嘴！今日你们镜花派没我们赤岩门那么有排场，我要和西西说完话才轮到你。我以后若是嫁人，也要打扮得这样好看。你的脸再打扮也没有西西好看。谁说的？停！问你们，是不是我师父说不许你们先进城，非得要等到我出嫁的时候才进城的？我们来2天了，但是不许入城，是你师父下令的，让大家在城外的一个小镇客栈里住下。那小镇贼人多啊，好在我们高手也多，才不至于让嫁妆丢失。2天之前，那就是大师兄离开的时候，估计那会儿是出城和师父会合。不过你师父每天都会带着你二师姐进京城，从早上到傍晚才回，我都没试过这么狼狈，但是也好高兴啊。我都没见过这场面，哇，真的太热闹了！我们镜花派是师兄喊的话，师兄的声音多洪亮啊！我估计整个京城的人都听到了。那肯定的。那小镇就是太冷了，客栈里头取暖的炭熏的眼睛都痛了。我是那么娇贵的人，吃这种苦，也只有你宋西西有这个面子。倒是也没什么，就是吃的太差了，厨子也不知道什么手艺。让诸位掌门和这么多弟子窝在那小镇客栈里，这份情我欠大了。又不要你来还，你师父还。你师父说了，如果再受妖名单上的派不去的话，以后便与万宗门断绝来往吧。西西嫁给元帅，心里是什么感受啊？我瞧她今日俊美得很，你一定心动了吧？我俩就是搭伙过日子，他从前有个喜欢的人，但是那女子嫁人了，她是我师叔的弟子，但是我确实没见过她，她倒是见过我的。梅山上那么多的男弟子，那个喜欢过你，见你都怕，见你就躲。也就是桂儿和馒头与你亲近些，那也是因为桂儿穷，想蹭点好处。我长得好看，长得好看有个屁用！今日的王府甚是热闹，但是今日的话题议论最多的，竟然不是宋西西这位新王妃。太妃呀，本宫也为你日后担心。儿媳妇如此强势的背靠，你这个当婆母的莫说立规矩了，怕是明日敬茶她都不愿意。再者日后与她相处，你也得小心翼翼些，若言语上有所得失，怕是要遭报复的。以后莫非自己真的要看儿媳妇脸色过火吗？大长公主给嘉义郡主使了个眼色。母亲这话女儿可不认同啊！她宋西西背靠再厉害，始终我商朝以仁孝治国，若不孝便是犯下大罪。便是我这个当郡主的对着我婆婆也莫敢不敬，入门那会儿也是足足站了1年的规矩呢。没错，她宋西西就算有金上为她做靠山也没用，孝道在她头顶上悬着呢，她敢不孝，孝道这座大山就能把她压死。只怕未必呀，不信的话，明日你说取她一壶东珠，看她给不给你，就知道她是否孝顺了。怎么会不给？不就是些个东珠吗？我都不用问他，直接拿便是。是吗？那你如今便去拿几颗交给本宫保管，若他没有追着不放，便算是我输了，把东珠悉数奉还，再输你3000两银子。但你若输了，这东珠可就归我了。母亲，这可不行的，若是回头宋西西追问起来，责怪了太妃，岂不？别说了，太妃不敢的。不就是几颗东珠吗？我拿了它真敢生气不成？他当即离席，扬着下巴带着高嬷嬷就去偏厅。我的天，哀家都没见过这么多的东珠。太妃，您这身份可不兴做这种事。您要是拿了儿媳妇的嫁妆，传出去不好听。当然啊，哀家怎么会做这种事？哀家肯定是不会拿的，否则为何带你来？肯定是你呢。什么？你怕什么？真出了什么事，难不成哀家还护不住你吗？快些，就拿3颗，没人会发现。这么多呢，少10来颗都不会知道的。不过好在门外的人也没有看进来，毕竟是太妃啊，毕竟谁能想到太妃会来偷东西啊？太妃带着心惊胆战的高嬷嬷巡视了一圈，装模作样递到了句：这些嫁妆果然丰厚，有不少奇珍异宝呢。我们出去吧，还要招待宾客呢。然而惠太妃和高嬷嬷刚走，守门的侍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于金先生。新房内，黄嬷嬷进来把其他人都打发了出去。有件事情是该让姑娘知道了，如今都嫁过来了，木已成舟。姑娘高兴吗？也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嫁人嘛，也不是头一次了。她开心，但是开心里也有点失落，因为她动了心，但谢如墨却是为着一些别的缘故娶她的。今日嬷嬷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等我说完之后，你看要不要开心一下？
什么事啊？当初你回来说亲，登门求亲的人海了去了，不知多少权贵门第都来过。这件事情我知道的，但你也有不知道的，那就是你那时还没从眉山回来，国公爷和公子们牺牲的消息传了回来，皇上便封了北冥王为收复南疆的大元帅。这些我都知道，嬷嬷不用说。北冥王在点兵出城之前的一晚，那时候夫人都歇下了，听得说北冥王到访，夫人又重新更衣出去见的他。这么晚，他来做什么？他带来了一把匕首和一个诺言。他说此番去上南疆战场，一定会亲自手刃杀害国公爷和公子们的那位将领瓦剌，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以此为聘，以匕首为信物，求娶姑娘。他竟然来求娶过自己，母亲没答应吗？夫人答应了。既然答应了，为何后来又应下了战北望的求娶？夫人答应他，是因为想让他安心出征，但是夫人觉得国公爷都没能真正的把杀国人赶出南疆，北冥王也不可能做到，而且他此去凶多吉少。姑娘，夫人那时实在是怕了南疆战场这个地方。你别怪夫人，选战北望时是以为他能给你安稳的日子，只是看错了战北望。宋茜茜心头一时酸楚，心脏仿佛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攥紧，让她有些透不过气来。谢如墨上南疆战场之前，竟是去求娶过自己，而且他做到了。瓦剌是他亲手杀的，也收复南疆，完成了父亲未竟之业。那你可千万不要乱想啊！夫人其实很喜欢王爷，她说求亲这么多人，最满意的人是王爷，可惜他上南疆战场去了，那地方是九死一生啊。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也说北冥王是皇家亲王，以后府中侧妃姬妾的事少不了，动辄10几20人，你的性子是带不下的。嬷嬷，他送的匕首呢？母亲当时没给他回送信物吗？匕首放在国公爷的兵器库里，奴婢收拾了带过来的，明日取给你看。夫人自然也是有回了信物的，送了一方手帕，说是你亲自绣的。啊，那手帕就是定亲信物。就在这时，房间外面张大壮扶着王爷回来了。嬷嬷，不是还要闹新房吗？王爷不许。哦，那就太好了，闹新房可真太让人生厌了。将军府那一次是太过了，将军府那3少爷找来的人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姑娘休得再说。王爷来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同你说的。我来问你，去南疆战场之前是否找过我母亲求娶我？你知道了。嬷嬷方才与我说了，那么你原先说的那个意中人，就是已经嫁了人的意中人，是我？是你，一直是你，从来也只有你。听到这句深情的话，所有的事情宋茜茜都明白了。为了娶我，你放弃了兵权，皇上知晓你的心意，所以才会有那3个月的口谕。我若嫁不出去，便要入宫为妃，他是在逼你放兵权，你傻呀？我一点都不傻，兵权有什么用？兵权怎么能与你比啊？如今国无战事，我手握兵权只会惹人嫉妒，引出后患。就算他没逼我，我也是要交出兵权的。他若不是这样逼我，我还在发愁怎么跟你开口求娶。有了那道口谕，我相信你会在我与入宫为妃之间选择我的。他帮了我。你还高兴上了？真是被人卖了还要给人家数钱那种呆子，说的便是你。不要紧，我得偿所愿了。宋茜茜垂眸，心里头却是甜甜的，得偿所愿，她何尝不是？原来彼此心意相通是这样的，叫人心生欢喜。第二天一早，黄嬷嬷领着宝珠在门外，高嬷嬷也在。参见王爷。进去给王妃更衣吧。趁着宋茜茜换衣服的时候，高嬷嬷在他们的床上一通翻找，看到落红立刻笑得满脸都是褶子。高嬷嬷，你在干什么？没什么，老奴把锦被收拾拿出去叫人洗了。黄嬷嬷在一旁瞧了一眼，既心酸又欣慰。好在是没便宜了那战北望，与王爷姑爷才是身心契合的第一次。有了这落红，满府没人敢拿他的清白说事。惠太妃已经端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等着宋茜茜的请安。可是谢如墨和宋茜茜在出去的路上被于先生拦下。哎呀，太妃娘娘昨日去看过嫁妆，然后少了几个东珠，应该和大长公主有关。看清楚是给了他吗？看清楚确实给了，而且高嬷嬷拿的时候是卫士亲眼所见，只是不好当场揭穿。谢如墨信了，因为这是母妃做得出来的事。自己这位新婆母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竟然拿我的嫁妆去给大长公主。等进宫回来，本王亲自去一趟。不用你去，都是妇道人家的事，我去就行。你去虽然是合适，但大长公主可不好应付，回头一个不承认，那可不好办的。没事，如果几颗东珠都拿不回来，以后在这圈子里头就不用混了。但先去问问母妃，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何要给她东珠？摆足了阵势的惠太妃，终于等到儿子牵着宋茜茜的手进来了。心腹给太妃敬茶。母妃请用茶。昨晚睡得不好，吵闹了一宿，头有些疼，你过来给哀家按一下头。不着急，
有件事情要问一问母妃的，昨晚是否拿了西西嫁妆里的几颗东珠给了大长公主？谁乱嚼舌根子？哀家拔了他的舌。母妃就说有没有？在儿子眼神的威逼下，他给高嬷嬷递了个眼神，高嬷嬷当即扑通一声跪下。王爷王妃息怒，都是老奴的错。他一五一十的把大长公主与惠太妃打赌的事情说了出来。不过是一些东珠，儿媳孝敬给母妃便是。既然大长公主说了，如果儿媳不追着你要，她会把东珠悉数奉还，而且还输您3000两银子，那就好办啊。今日您随儿媳去一趟大长公主府，我当着大长公主的面陈情，大长公主通情达理，记赌了就一定会认输，把东珠还给您，再给您3000两银子的。你不追究，你不生气，哀家拿你的嫁妆你不生气？不过是几粒东珠，全部送给母妃都可以，有什么好生气的？不过这东珠名贵，落在旁人的手中可不就是便宜他了吗？咱们可不能便宜了他。哀家赢了，哀家这就随你去大长公主府问他要回东珠，再让他输给我3000两银子。宋茜茜带着惠太妃同乘一辆马车去了大长公主府。惠太妃觉得一个人对着宋茜茜很压抑，所以叫高嬷嬷上了马车。母妃有没有想过，大长公主或许不会还那些东珠给您，3000两也不会给。你这是什么心思？怎可以如此猜度大长公主？她既然打了赌，输了自然就要认，她是最要面子的，怎会诓哀家？天真，哪个好人家会劝婆母去偷儿媳妇的嫁妆赠与她？高嬷嬷，你认为呢？回王妃的话，这按说不可能不给的。太妃说的有道理。再说大长公主怎会稀罕您的东珠？不会还，所以我这一次去是强拿的。母妃不要作声，也不要帮他们说话，更不要和稀泥。最重要的是不要拿我的嫁妆来做顺水人情。你这是什么话？难不成她大长公主还会贪图你几颗东珠不成？东珠虽是值钱，但大长公主府中定然也少不了这些物神。再说她家要什么没有？京中权贵哪个不知道呢？行，那您瞧好嘞。你目无尊长，竟如此才夺大长公主。回府之后，哀家要好好的罚你。切，一会儿且看看谁的脸被打肿。爱妃娘娘，大长公主今日出门去了。既是如此，那我们先回去，先送拜帖，明日再来。不知道大长公主去了哪里，什么时辰回来？那就不知道了，兴许很晚才回的。不妨，我们去里面等便是。太妃王妃，这是公主府，可不能乱闯啊。怎么是乱闯？我们是前来拜访的，在公主府等着大长公主回来。难道你们正厅不可以招待客人吗？门房是见识过宋茜茜的霸道，也不再阻拦。你还懂不懂礼数的？都说了他没在，你在这里等什么？等到晚上吗？等到明天我也要等。母妃，今日等不到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不是说那东珠可以给哀家吗？既然给了哀家，哀家什么时候拿回来，哀家做主。行，那母妃就先回去吧。您不等，我等。大长公主见宋茜茜赖在正厅不走，没办法，只好装作刚回府的样子走了出来。呀，一回来就听到说你们婆媳在等着本宫了。今日按说你们事儿多，怎么来本宫这里了？茜茜寄入皇家，那自然是要来拜见姑母的。姑母安好。一家人不必见外。确实不必见外的。今日来除了给姑母请安之外，还听我母妃说，她曾在昨晚婚宴上与您打赌，拿了我嫁妆里的几颗东珠。我若不追究的话，姑母便输了，还要输给她3000两银子。母妃，咱们今日是来拿彩头的，咱赢了，那些东珠你要多少便拿多少，儿媳的就是您的。哼，莫说3000两，到了我手上的宝贝怎能轻易吐出去？但惠太妃这蠢货，怎会叫她知晓此事？怎个回事啊？什么东珠和打赌？昨晚不就是饮宴吗？什么时候你还拿了她的嫁妆？这可不行啊！儿媳妇的嫁妆是她自己的私产，你不能拿的，便是闹着玩也不行。你怎么能这样说？昨晚哀家分明把东珠给了你，你说如果他不追着哀家要的话，你就把东珠还给哀家，再输给哀家3000两银子。你怎么说过的话不承认啊？荒谬！本宫怎么会教你去拿儿媳妇的嫁妆？你出去打听打听，本宫做得出那样的事吗？那我们先回去核实一下吧。行，全听母妃的。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这么听话，那这东珠可就没了，3000两也没了。哎，大长公主怎么能不承认呢？恰好明天回门，我便把东珠的事情与师傅说一说，反正门派的人都还在呢。婆母拿了我的东珠与大长公主的事，我也是要交代交代的，回头数目不对，搞得像他们糊弄我似的。你休得胡说，本宫说了没有拿过，你是想诬陷本宫吗？行，您说没拿过便是没拿过，但实情如何，我还是要如实回禀师傅的。毕竟您说的是您说的，我说的也有证人，是不是？惠太妃，你就这么纵容他诬陷本宫？打赌之事确实有其事，怎算的诬陷？母妃，姑母与你说笑呢，她怎会不承认与你打赌的事？
他是一番好心，想替您看看我这个儿媳妇到底是不是孝顺，才会与您打赌。他是冒着自己身败名裂的风险帮您考察我呢。毕竟这教唆婆母偷盗儿媳嫁妆的事一旦传了出去，不消1月，举国上下的人便都知道了。那些跑江湖的别的不大在行，但传消息是很快的。看到宋茜茜如此威胁，大长公主也不得不承认了下来，不然那些江湖中人她还真没有办法。呵呵，你既是懂孝顺的，那本宫就放心了。本宫岂会贪图你那几颗东珠？确实如你所说，想试探你一下。来人呐，把那几颗东珠拿上来。多谢姑母。对了，还有输给我母妃的3000两呢，再支取3000两银票，一同拿上来。大长公主对我真好，茜茜你瞧见了吧？我说了，大长公主是好人。是，母妃说的对。真是个蠢钝的玩意。不过他既然还继续相信自己，那就足够了。几颗东珠还愁以后拿不回来吗？然而一上马车，惠太妃却是气得浑身哆嗦。毛贱人竟然敢诓哀家，他是真想贪图了哀家的东珠。贱人！哦，方才做戏出息了，竟是反套路大长公主的呀。还给你这3000两，分你2000。要不是你来找他，绝技是不会还给哀家，更不会有这3000两。拿着啊，发什么愣？母妃看清楚大长公主了。当哀家眼睛瞎，都这样了还没认清楚。见您还跟他好声好气地说，以为您还被他蒙骗呢。不好好说能行吗？咱们2个总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总不能真跟他撕破脸吧？他跟那些夫人关系这么好，回头编排哀家几句，哀家岂不是名声尽失？你是无所谓的，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赢来的，讨个彩头。王妃，这可是100两啊！对啊，您伺候母妃多年，他赢了银子，自然有你的一份彩头。你给他做什么？他不愁吃穿，跟在哀家的身边，哀家自会给他养老。年纪大了，拿这么多银子在身上，容易被人骗了去。瞧你这些年短过你什么了吗？太妃后代老奴不曾短过，但是年纪大了，谁不希望有个近身钱？以后如果太妃看王妃不顺眼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多替王妃说话。你真不怕大长公主吗？她有什么值得叫人害怕？她是大长公主，当今皇帝的姑母，先帝也让她几分的，而且京城的人脉圈她起码掌握1半以上。她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一夕之间声名狼藉。您不都说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吗？那我怕什么声名狼藉？但如果他随意造谣，我便是造谣收复南疆的功臣。就算他是大长公主的身份，也必定会被天下士子口诛笔伐。母妃，要不要去看看你和大长公主合伙开的金楼？金楼有问题吗？去了就知道了。到了金楼，惠太妃兴高采烈地掀开了账本，只是这寥寥无几的几页，卖出去的都是些粗鄙物件，贵的饰品一件都没有。再看最后总结的营收，1个季度亏损了1万多两银子。为什么会亏那么多？你给哀家一个交代。太妃，您实在不知如今生意有多难做。咱们想着年前能赚一波钱，便提前积压了一堆的货物，殊不知那些货好多都是瑕疵品，根本卖不出去。眼看人家生意火爆，唯有我们金楼门可罗雀，实在是叫人心酸啊。这里还是前阵子您和嘉义郡主一同拿了些银子出来，才不至于亏损这么多，否则的话起码要亏损2万两。胡说，金楼门可罗雀，为何哀家经过的时候却见里头全都是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是满载而归的？惠太妃来过，什么时候的事？太妃娘娘，近段日子因为我们积压的货太多了，所以郡主说要把货推出去卖掉，哪怕亏一点也不要压着太多，否则对太妃没办法交代。昨日咱们是卖了很多，但都是亏本卖的啊，今日还在做打折特卖呢。不信的话您亲自去一趟，瞧一瞧就知道了。惠太妃听他说的情真意切，还真信了几分。为何我听说金丝嵌宝手镯你们卖了一批又一批？那手镯款是仿造金京楼的，你们不会亏本卖吧？我看看你们账本上记了这一笔没有？好家伙，竟真没有这一笔，便连我师兄给我打造那只大金镯子也没有写上去。所以你这账本到底是记了什么？赵掌柜，亏空是大罪啊！沈清河先生订的大金镯子竟然是送给北冥王妃。来人啊，把账本和赵掌柜一同送到京兆府去，叫我瑞儿的舅舅好好审一审，看他到底骗了太妃和嘉义郡主多少银子。王妃饶了小人吧，这不是小人的意思，这是嘉义郡主的意思，是他命令小人做这些账本骗太妃娘娘的。什么？嘉义他拿假账本欺骗哀家？既然以前的账本都是假的，那么定然有真的账本。有的。陆总管，劳您带2个人把这些年的账本全部交给账房逐一核实，在现场要核查清楚是不是真的账本，若还敢弄虚作假，不必回来禀报，直接把人送到京兆府便是。是。嘉义骗哀家，他怎敢？
母妃息怒，这是好办。你们原先是有契书的，等我回门再同你看看。动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算是等到你回门了，你得说一说桂儿，她作为嫁妆，那晚竟然敢跟着我们跑回来。你真是拉夫不开提拉夫啊！那都是开玩笑的，桂儿怎么能当我的嫁妆？怎不能？他师父都不要她了，说是给你当嫁妆，实在是想在王府谋一份差事，好领了月钱送回眉山去。如今古月派穷的都快吃不起饭了。上次打仗给你的那些赏金呢？师傅拿去还账了，还买了许多粮食和过年用的东西，如今便无多少了。那你先留在京城，回头我看看有什么差事合适你。好嘞。那为何当初不留在军中？元帅，进了军中便有军纪军规束缚，不自由。我一年也得回几次眉山。谢如墨见识过桂儿的武功，他瞧了瞧桂儿，心里顿时有了打算。谢如墨心性品德远胜那战北望，为师相信他不会辜负你，也不会薄待你。但世事易变，人心也易变。往日他喜欢你，得不到便更念着你，如今如愿与你成亲了，难保不会因厌了而见异思迁。男人啊，一个都信不过，所以你若喜欢他，也不可全然交心，晓得了吗？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瞧着就恶心，咱们不能全然信了他，免得再来个负心汉。闭嘴！王老五，你自己也是男人，怎么也恶心男人啊？怎不恶心？所以我素来不与臭男人来往，只和女子做朋友。你倒是为你自己好意色寻了借口，谁不知道你王老五最爱流连于红楼楚馆？你说的胡说，回头被我师叔听去了，我跟你没完。上得山多终遇虎，借了你，我如今连女子都不喜欢了。行了，都闭嘴吧！明日我们便要回万宗门了，有什么与你们小师妹说的赶紧说，不要说废话。一会儿他还要去神楼拜祭父母兄嫂。聊了许久，宋西西便带着谢如墨和瑞儿去了神楼上香拜祭。父亲、母亲、兄长、嫂嫂，我已觅得良婿，从今往后我会带着瑞儿好好过日子，不求光耀门楣，只求平安顺乐，不堕父兄威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瑞儿一定会乖乖听小姑姑的话，不会乱闯祸的。请岳父岳母放心，小婿定然会好好待西西，不叫他受半点委屈。小婿也承诺绝不纳妾，此生只有西西一位妻子。宋西西泪水滴落，他知道谢如墨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母亲当初瞧上战北望，就是因为这一句承诺，殊不知却是错了眼，把榆木当了珍珠，再把珍珠混作了榆木。瑞儿，过来。师公好。你想不想和你小姑姑一样，武功天下第一？想。为什么想练好武功啊？保护小姑姑，还要像我祖父和我爹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护卫疆土。好好好，年纪小小却有这样远大志向，但是当英雄要吃苦会很累，你能吃苦吗？我能。那若是叫你同你小姑姑分开呢，你也行吗？我能啊，不，我不离开小姑姑。师傅，如果他想学，我会教他武功。自然是你先教，如今什么都不懂的，难不成还要师傅亲自教基本功？等他的腿好了，再让他到眉山上跟你师兄师姐们学点别的东西。瑞儿日后成绝，满府就他一人，定然十分困难。若不多些本事防身，叫人不放心啊。是，徒儿知道怎么做了。师傅什么时候离开？不一定，走的时候会与你说的。一定要说，不能偷偷的走了。绝对不会偷偷走的。吃过午饭，宋西西二人便回去了。桂儿要留在京城，你有什么安排给他吗？他不想回军中去了。那简单，亲王可有500府兵，我如今还没组建起来，就让他领个头寻些人来呗。可以，别的不说，桂儿武功是可以的，带人也有一手，在南疆战场带兵的时候也颇有魄力。那这一般会开多少月钱？多开点，看他也甚是艰难，一人出来赚钱养活整个门派。好。他是等师傅他们回去了之后再过来，对吗？对的，沈万子也一同过来，晨晨和馒头是要跟着回去的。陆总管说金楼的账查得差不多了。那好啊，是时候要和嘉义郡主兑现了。这事也全当给母妃一个教训，让她以后不要轻信旁人。教训归教训，但1文钱都不能便宜了大长公主母女，该拿回来的都要拿回来。好，听你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出了事由我担着。刚进了正院，宋西西就得知太妃在账房里发火砸东西。他们欺我，账本都看完了。金楼一年赚了13万两银子，可他隔阵子便进公务挨家要银子，说是一直亏，需要贴补租金和伙计的工钱。把你的契书拿出来，我们好去大长公主府找嘉义郡主对账。羊入虎口，还能拿得出来吗？当然，属于我们的肯定要拿回来。你能帮哀家拿回来的话，哀家分你一半。我要您的作甚？
该是您的就是您的，金楼可比胭脂铺子好赚，不仅要拿回您应得的，金楼您占大头，以后也有您派人去管着，他们母女想再从您这里骗取1文钱都不行。他们母女实在太过分了，这些年哀家信他们敬他们，便想着日后如果赚了银子，他们多拿点也无所谓的，没想到他们竟然黑成这样，就不怕传了出去，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吗？是因为他们骗您的时候，没想过您会离宫出府居住，否则这么好做的生意，他们为什么让您占70%？那是因为出资的时候你要给70%，亏损要补贴的时候你也得拿70%，岂有此理？那如何是好？除了开始出资的那几万，后来哀家又补贴了几万进去，莫说分钱了，就是把这些银子拿回来，哀家也罢休了，顶多往后不跟他们来往就是。方才都说了要全部拿回来，怎么如今连分红就不要了？这外强中干的婆母啊，怂的样子是真叫人瞧不起，但那泪连连的也有点叫人心疼。到了傍晚，账房便把所有的账目都送过来给宋西西过目。今年的利润尤其的可观，足足赚了73000两，再加往年的，这金楼可是赚20余万两的银子。不过这金楼的饰品用料纯度好像很低啊，3、5年之后若金饰掉色，那可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啊！占70%股的高嬷嬷首当其冲被追究，这金楼断断是不能再要了。问你几句话，你如实回答。小人知无不言。进的这些便宜粗糙的货，嘉义郡主知道吗？知道的，是他亲自交代的。你有没有告诉他，金饰用料不纯容易出问题？小人也有告知，但是郡主说不打紧，等过几年出问题，店都已经关张了。是关店，还是都推到惠太妃的身上？按说也开了几年，如今陆续都会有些客人反映说金饰不纯，你们是如何处理的？送些平价的礼物堵住他们的嘴，今年生意做得好，嘉义郡主的意思是明年等过了8月婚嫁多的日子便把店关了。就这样，我说了要说实话，你说半句留半句，是想吞一吞这烧火棍是吗？不，我说。那就好好说来，但凡有一句假话，这烧火棍你便吞了吧。王妃，小人说实话，郡主说打算到时候事发了，便把一切都推到惠太妃的身上，因为惠太妃是北冥王爷的母妃，她担待得起，然后她再让大长公主出面安排赔偿事宜。至于赔偿嘛，肯定也是用金楼里的存货，也是廉价品。如此，大长公主为百姓出头博得了贤名，而惠太妃与北冥王府则成了人人唾骂的奸商，加上赔付的也是殿中廉价之物，根本不值得几个钱。这笔账算一算，他们赚翻了，既赚了银子，又赚了名声，真会给自己做脸，踩着惠太妃和北冥王府的脑壳，把他抬举得高高的，既要民心又笼络世家。陆总管，你说他想做什么呀？奴才愚钝，实在不明白。她是公主又不是亲王，当今她的侄儿也已稳坐地位了，她能生什么旁的心思？同利润在内，母妃这一次要问嘉义郡主追回266571两，这么多很难拿回来吧？母妃这话既消了自己的胆气，又轻看了大长公主的家底。太妃、王妃，奴才安排侍卫同你们去，多安排点，带上几10个，先震慑他们一番。不用安排侍卫，咱又不是去打架，去对仗而已。怎么不要？多带些人好自保啊！谁知道他们会使出什么阿杂的招数？什么招数都不用怕，只带几个人把账本带去便行。必须带的。那带还是不带呢？不带。看哀家做什么？他说不带，那就不带呗。凶什么凶？了不起啊！得了，以后北冥王府没什么婆媳之争，王妃做主。宋西西又来了，母亲来了便见呗，还怕他们不成？只有他们2个人吗？太妃娘娘还带了一些旧的手稿给大长公主过目。手稿，沈清河的？不知道，他没说，奴才也不好问。惠太妃大概是觉得拿回了东珠得罪了母亲，所以才叫宋西西与她一同登门，且送来沈清河的手稿赔罪，也算她识趣。你要是再用这脑子在夫家活下去，不出3年，你那婆母便要把你休出门去。那老妖婆，我迟早毒死她。你还是给我消停点，别弄出什么祸事来要母亲给你擦屁股。你那婆母是好对付的，你进得了她的身再说别的吧。算了，不说那老妖婆，母亲觉得惠太妃和宋西西那贱人来做什么？看看不就知道了。到了偏厅，大长公主首先看到地上的几个箱子，她眉心顿时一跳。这不是金楼的账本吗？惠太妃，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昨日听母妃说起，才知道原来她和表姐一同开了家金店，一细问竟然就是金楼，那真是巧了。出嫁之前，我大师兄就是在金楼给我打了一只大金镯。这金楼就是你同本宫说与惠太妃一起合作开的那家对吧？母亲，正是。本宫记得了，你原先说过这家店原先生意不好。可不是，
开了几年，不仅没有盈利，还一直亏损，亏的年底做了打折促销，才不至于要再补贴店租与工钱。女儿实在是愧对惠太妃，她相信了女儿，才会与女儿合资开了这金楼，不仅没能给她盈利，还一直亏钱。如今各行生意都不好做，表姐倒不必愧疚她，相信母妃也能理解，对不对？母妃，对啊，怪不得表姐，生意不好做嘛。对，生意确实难做。这份契书我看过了，金楼我母妃占了70%，除了初始出资之外，这些年也往金楼里掏了不少银子补贴，每一笔也是记录好的。表姐，相信你也出了那30%，对不对？自然，要补贴的时候我也是拿出30%的。合理，我母妃占70%，需要补贴的时候她要出资70%，表姐占30%，补贴的时候拿30%，那是自然合理的。表姐说合理就行，需要补贴拿70%，那么有盈利自然也要拿70%的。这是我们王府所有的账房算了一天，10几把算盘都打冒烟了，才把这些年的账给理清楚的。原来这些年外边的生意不好做，但我们金楼的生意还可以，盈利不少呢。什么盈利？怎么可能盈利？赵掌柜前2个月还告诉我铺子亏损呢。佳怡，你是怎么管束底下的人？没有偶尔去巡店吗？被底下的人骗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对得住惠太妃？赵掌柜敢骗我，他好大的胆子！女儿立刻寻他过来。不必去了，此等欺上瞒下的恶奴，我早已扣押在王府。看来表姐也被他蒙骗了。既然那赵掌柜是一同欺瞒了你们，那么这账本也让佳怡好好查查。你们先把账本留在此处，等我们查过之后，再亲自登门与你们对一对。罪证确凿之后，该送官送官，该查办查办。姑母，我这人性子急，账本就在这里，你们马上找账房过来查，多找几个，今晚理一理，明日便可把账重算出来。这么多年的账，岂能在1日之查完？姑母田庄店铺的也不少，府里账房怕不止一个的，再有便是店铺里的掌柜账房，不行的话，我国公府与北冥王府的账房也可以来。说到底，你是不信本宫。你与表姐若是信我，也不必查，照着我算出来的账本分钱便是。今日太晚不查了，账本先留下，你们回去吧。来人，把账本搬回库房里，明日开始查账。当即便有10几名侍卫进来，要把箱子全部带走。不能带走，我看谁敢抬。怕什么？给我上！宋茜茜，你敢在我大长公主府出手打人，你好大的胆子！姑母过奖，茜茜胆子不大，但好在没做亏心事。在大长公主府出手打人也是迫不得已，请姑母见谅。一个个死了吗？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来人啊，府兵呢？我劝你们不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公主府左右都是权贵府邸，若传了出去，只怕会说姑母欺负我这个侄媳妇呢。宋茜茜，到底是谁欺负谁？你们上门挑衅？大家都看见了，我是带着婆母来到公主府，1名侍卫都没有带，你们却大动干戈，要叫府兵侍卫，是要把事情闹大了。这小贱蹄子倒是有心计的，并非无脑鲁莽的武夫。对账是吗？好，对吧？母亲，这账不能查啊！传账房，把所有店铺的账房都传过来。本宫倒是要看看那赵掌柜是如何的欺上瞒下。姑母英明，若查出赵掌柜贪墨，此人定是要扭送大理寺的。谢如墨就在大理寺，看来想把锅推到赵掌柜的身上是行不通了。2个时辰以后账就算出来了。回大长公主的话，账全部查完，与王妃手上的数目没有出入。岂有此理！好个恶奴，竟敢虚报假账贪墨惠太妃与嘉怡郡主的银子，本宫定要对他严惩不贷。查清楚就好了。既然是赵掌柜贪墨，此事就不用大长公主出手，我会把人送大理寺去，叫他把贪墨了的银子全部吐出来。茜茜，你表姐也有错，监察不力，被人贪墨了这么多银子也不知道。赵掌柜也是平阳侯府的人，此事闹大了，对平阳侯府对你表姐都不利。这样吧，你把人交给本宫，若他吐不出来，那么你表姐那3成股便不要了。金楼这些年盈利多少你们也知道了，往后还能继续赚钱的。金楼给了你们，你们也不吃亏。岂止不吃亏，我们还站立了呢。但是我怎能让表姐吃亏？金楼既然是表姐在管，而我们也不会做生意，贸然接手金楼，只怕会落得个亏损的下场。不如我们退股吧，大家都是亲戚，也不必算计得那么清楚。我们就只拿回这些年的出资以及盈利，一共26万两。至于议长部分，我们就不要了。不行，我不同意。既然是2人合伙，那么谁要谁不要，都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惠太妃，你同本宫来，本宫有话要跟你单独说的。有什么便在这里说吧，都是一样的。我们婆媳之间也没有秘密。怎么，北冥王府如今是谁掌家？
惠太妃，你之前跟本宫说北冥王府你做主的，怎么如今沦落到事事都要听儿媳妇的了？谁掌家不行，谁有能力谁掌家呗。谁有能力谁掌家是没错，只是本宫怎么记得你说过嫌弃他是二嫁妇，才几天便被他收服了。本宫担心你以后在王府会被他耍得团团转。到此为止吧，剩下的就按照我方才说的办，失陪了。宋茜茜，你不要给脸不要人。要你给什么脸？我要你还钱。不想明说是不想撕破脸，既然你们不怕，我也不怕。金楼是你们母女骗我母妃的，赵掌柜都招了，你们利用母妃不能离宫，便肆无忌惮地骗她。太胡言，一个汤墨的人说的话你也敢信？我宁可信他，也不会信你们母女。我告诉你，从你把贞洁牌坊送给我母亲那一刻开始，我就跟你没完。别以为仗着大长公主和长辈的身份便可压我一头。我们结着怨呢，有那件事情在，我宋茜茜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敢辱骂我母亲？我母亲乃当朝大长公主宋茜茜，你冒犯尊长，罪无可赦。我要去皇宗府告你。去，尽管去，把事情闹大些，闹得越大越好，最好把公主府里的那些阿杂事一并闹出去。你在胡说什么？我公主府何来的烟杂事？你以为那点事情瞒得住旁人，瞒得住我吗？今晚不把钱全部给我吐出来，那就让大理寺来搜府，我要告你残害。给他拿银票。天，宋茜茜吃了雄心豹子胆啊，敢这么跟大长公主叫嚣？丹西院到底有什么秘密啊？竟然让素来端庄威仪的大长公主失了理智。看着宋茜茜二人拿着26万两银票大摇大摆的离去，大长公主母女气得咬牙切齿。这几年的辛苦努力全打了水漂，都怪宋茜茜这贱人，我不会放过她的。你不是她的对手，金楼的事全因你大意不上心，你怎么会把全部账本都放在了金楼？你怎么做事的？女儿这不是怕拿回了侯府去会被我婆母发现金楼是我开的吗？那你不会送去别的宅子？你又不是只有侯府一个地方可以放，再不济你每年对完账之后直接烧掉不成？反正也不是什么长久的生意。是那赵掌柜说不能烧，咱们这么多铺子，唯有金楼缴足了税，留着账本以防万一呢。罢了，当初谁也没想到惠太妃真能出宫居住，更没想到谢如墨竟然会娶宋茜茜这个二嫁妇。这种人家里头都死绝了，又被战北望抛弃，自然破罐破摔，犯不着与这种人硬碰。别的生意你手脚干净点，别叫他抓到了什么把柄。哀家是真没想到你能让他们把银子都退回来。如今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以后少些往来就是。就担心和他闹翻了以后，他在那些夫人面前说我们的坏话，败坏我们的名声。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当然不担心，你名声早就坏了。大哀家才刚出宫，可不能握个坏名声。可真会说话，对自己人那是字字放刀子啊。茜茜，我不是那样的意思。这不咸宁正在说亲，大长公主和很多世家来往泼蜜，怕他们乱嚼舌根子，坏了咸宁的名声。咸宁是公主，有皇上和太后护着，更有北冥王府当她的背靠，谁敢嚼她的闲话？嫌自己命长不是？生气了？没生气。银票给你，哀家说了，你若帮哀家拿回来，哀家分你一半，绝不食言。母妃的银子还是自己存着吧，我不能要您的。既然不要，你为什么那么卖力替哀家去跟大长公主闹？您如今是我母妃，他们母女骗了您的钱，我替您出头拿回来，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你待哀家好，哀家会记得的。哀家和那家子忘恩负义的人不一样。翌日，宋茜茜想要回国公府，两人刚要出门，就见沈万子带着棍儿来了。你师傅他们昨日傍晚便出城了，说赶着出城便不来和你说了。又是这样，我就不能相信师傅，分明都说好了，走之前要同我说的。你师傅是怕你哭哭啼啼的，大了，等天热同你回眉山去。你要在这里住到天热吗？你师傅容你在京城住这么久？倒不是我想，是你二师姐说有些事情或许需要人帮忙跑腿的，我便留下了。她还给我留了几个人用来打探消息。你也不喜欢京城，留在京城岂不是委屈了？我也不是为了你，我师父让我在京城住一段日子，我若看见有哪个贵家公子不错的，他便暗中掳走，如此我再出面去救，制造些肌肤相间，便可成就一段良缘。好，你若瞧上，我帮你去提亲，不用接人。谢如墨把棍儿叫到书房去了。王爷的意思是说，我带头成立了府兵，以后府兵由我来管，那一个月得给我开多少月钱啊？有王妃在，亏待不了你，你只管把差事办好。府兵入府之后，由你掌管和训练，如此辛劳，那也肯定额外有一份奖赏。那到底是给多少呢？这个数就不能直接说是多少吗？非得叫我这么猜？你就说干不干？干。行，招募的事不用你来，你只管当个教头，好好教他们练武。妥，但这王府住得下这么多人吗？这个你不用操心，王府后面还有一块空地，只要银钱到位了，很快就能建造起来。
拉在期间我也是有工钱的，对吗？有。年关将至，宋茜茜去给惠太妃请了个安，说自己要去青木庵看望表姨。那你去吧，快去快回。神母为何住在青木庵呢？她不是住在燕王府吗？她病了，所以才搬到青木庵去。一来是图个清静养病，二来是图着青木庵有菩萨保佑。病了不该是留在燕王府吗？至少有什么事情，府里人也能知晓。我去便知。这几日便劳母妃帮我照看一下瑞儿。闲，包在哀家身上。母妃，你不是和嫂嫂不对付吗？怎么关系这么好了？你嫂嫂也是个可怜人，她家里头就瑞儿一个了，母妃也不好为难她，自该是当自己闺女一样疼着的。在宫里头的时候您不是这样说的，女儿劝您，您还不听呢。母妃哪有不听，就是听进去了才会待她好。表姨被送到青木庵养病，不是她自己愿意的，是府中金侧妃所为。你表姨的2个女儿也完全不管他们母亲的死活，简直就把金侧妃认作自己的生母一般。此等狼心狗肺之人，实在让人愤恨。此番去了，若你表姨对他们失望透顶，我肯定要给他们一点教训。燕王是什么态度？哈哈，男人，你指望男人能爱护着糟糠之妻？你表姨没有生养儿子，膝下的儿子还是原先通房所生。虽然名分上占了嫡出，但金氏怎会让他压着他所生儿子一头？在燕州衙门给他寻了一份差事，是个捕头。怎么当捕头？且是皇家身份，即便通房所生，也是记在了表姨名下，上了玉牒的。哪个晓得？金氏一家在燕州是大户，倒是你表姨娘家不得力了，更无嫡出的亲生儿子，身子也不好，遇上个负心汉，自然就是任人鱼肉了。燕王宠妾灭妻，在燕州很多人都知道，金中之小的怕也不少，只怕他病情忽然加重，与我也脱不了干系。没错，本来是不知道的，是那金氏特意到他跟前说了，他听完就吐血，导致病情加重了。这些消息也不是云一阁探得，是红雀说的，叫我斟酌着是否告诉你。我大概能猜到了，毕竟我的婚事是他保媒的。别想太多，等到了青木庵见了你表姨再做打算。燕王妃再不济到底是正妃，金氏娘家再得力，生了子嗣也到底是侧妃侍妾，没有妾压主母一头的道理。我知道这个道理。如今我嫁给谢如墨，表姨知道了应该能安慰些。是啊，到了青木庵才发现，短短这2-3年，表姨已经病入膏肓，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生气。她是宋茜茜，您的表姨生女，当时镇北侯府的大姑娘，您不认识了吗？怎会这样？她得的什么病啊？瘦成这样了？自前些天燕王府的休书送来之后，她变这样了。为何休她？2级善妒。她都病成这样了，为什么燕王还要休她？休妻她就很光彩吗？这是禀报回京了吗？不知道，但估计会压下，过了年才禀报。沈姑娘，我认得你，燕王休妻和你们沈家也有关系，与我沈家有关，何出此言？你不知道吗？燕王去了沈家求娶姑娘你。放屁，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应该是我成亲的这些日子吧，这几天你也没回去过。这燕王是多不要脸啊，他多大岁数了，还敢来求娶我？休书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搞不好是先去求亲再送休书来的。老贱男，我剁了他。或许是一直说着燕王，燕王妃的泪水滑落，终于有了反应。嘻嘻，表姨，我如今很好，我嫁给了谢如墨，他待我很好。真的吗？莫不是你在骗我？是真的，不信你问问他们。是真的，你和离的事，表姨是知道的。你上战场的事，表姨也知道，日日担心你。所幸如今一切都好了，你觅的良婿，表姨心里才没有这么难受。都是表姨害了你呀，怎么会给你说了这么一门亲事？我日日做梦，梦到你母亲来责备我，她在天之灵，恨我之深啊！表姨如今这样的身体，连一口肉汤都喝不得，如何能行？便给他喝，他也喝不下去。原先在王府就不怎么能喝汤了，闻着肉的味道都不行。他为这些事情如诉许久了。燕王来过吗？自从我和菊春去了，就没见他踏入过王妃屋中几次，便是来了也冷言冷语，一副恨不得他快些去死的厌恶模样。真是见过心狠的，没见过这般心狠的。我表姨都这个样子了，她为什么还要休妻？而且亲王休妻哪里能这样简单？她上了休妻折子了吗？若上了，皇上怕是不会允许的。就他休书上的无子擅赌，实在算不得上是什么罪名。这个我们不知道。亲王休妃没那么简单，只怕这封休书不是真的休书，而是一道催命符。他是要表姨死，好给新王妃腾位置。如今我表姨的病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师父看了吗？师父早就来过了，只是没告诉姑娘。师父说他也是在熬日子了，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若断了药，估计也就是这2天了。不能断药，
即便不断药，能熬得过这年关，也熬不过15。宋茜茜眼泪滑落，她真不知道表姨病得这样重，丹神医也没告诉她。红雀总是欲言又止，她应该早猜到的。万子，你明日回京，我在这里守着表姨，我不能让她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在这里陪着你。至于棍儿嘛，安堂外头是有一间木屋子，专门招待男兵的，就让他在外头住着。但眼看就要过年了，安堂孤苦清静，你要跟着吃苦了。上战场的苦我都能吃了，还有什么苦不能吃？燕王求娶沈万子，是不是因为他上过战场立过功？晚上，宋茜茜和沈万子躺在床上，两人都睡不着。茜茜，我想潜入燕王府，把燕王给嘎了。别傻，谋害当朝亲王，你想全家给你陪葬吗？你是担心你家中会应承这门亲事吗？我不知道，但父亲肯定不会同意。祖父素来宠我，相信也不会同意。沈家太需要高家一门亲事挽回名声了，就怕族中的人逼得祖父和父亲答应了婚事。答应了你也不会嫁。是的，我不会嫁，但是既然答应了亲事，我不嫁就有族中别的女子嫁，要别人为我牺牲，我怎么忍心？尤其还是我族中的姐妹。你要不要回去？想回，但我不回。你师姐不是给我留了人吗？我叫红绡去一趟。我担心万一沈家真应下了亲事，那我沈家就算是帮凶，帮着燕王休妃，害得燕王妃这般田地。宋茜茜没说话，心头愈痛得厉害。第二天，谢如墨带着张大壮进来探望燕王妃了。这不荒唐吗？无子善妒，这说出来哪一条让人信服？总有让人信服的，例如恶疾。竟然还要娶沈万子，皇叔在想什么？金家已经很有钱了，他想从沈家获取的应该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别的。我回去调查一下。你如今被皇上忌惮，不如就别管这事了。不管的话，若起了战乱，那牺牲的还不是我们军中男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我知道，也就是那么一气一说罢了。别担心，我会小心行事。我看表姨的病情如此严重，只怕你还不能离开。等除夕宫宴之前，我再来接你。好，你回吧，路上小心点。茜茜，你记住，如果表姨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别去寻谁的麻烦，过好自己的日子便成。表姨在胡说什么？如今病情渐好，只会越来越好，怎会有什么三长两短？休得胡说！人嘛，都是要死的，有时候活着是一种折磨，死了才是解脱呢。表姨，我不爱听。听表姨的，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她和大长公主有密谋。什么？表姨，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他在燕州私自招兵买马，用的都是大长公主和金侧妃的银钱，这些兵马就藏在雍县。这些年他闹出宠妾没妻的事，你以为他真宠着金侧妃吗？不过是闹些坏名声出来麻痹皇上罢了。怪不得大长公主如此张狂敛财。皇上就算有派人盯着燕州，可他们在雍县招兵买马，那是大长公主的封地，大长公主甚至都没到那边去定居，所以皇上肯定不会留意雍县。腊月28这天，燕王妃没了。你告诉我，大长公主和燕王来往颇密，而且燕王在雍县招兵买马，用的都是大长公主和金侧妃的银子。真是没想到，一个软弱无能、后院的事情都搞不定的人，竟然怀揣着这么大的野心。宋茜茜回到京城，就听得说燕王一家到访，惠太妃正在招待。出门的时候，他们还没到京城。他们刚回到京城，不先进宫给太后请安，却先来北冥王府拜访我这个侄儿。看来我昔日真是小看了这位皇叔。他先来北冥王府，自然是做给皇上看的，等同是告知皇上。如今商国只知北冥王，不知有皇上，连燕王从封地回京，都要先到北冥王府拜访。茜茜，你别去见他，回梅花院休息一下，我去看看他到底做什么药。见？为什么不见？这大过年的，正好报个丧，让他们高兴高兴啊。别这样，你若难受便哭出来。不哭，哭有什么用？太妃您真是有福气，能出府随王爷同住，得王爷在身边孝顺。后宫里的太妃没有像您这样有福气的。金侧妃真会说话，好一张伶俐的嘴，哀家很是喜欢。惠皇嫂，妾身句句都是真心话。侄儿这是去哪里回来？青木安。青木安三个字一出，燕王一家人顿时脸色一变。青木安，那兄长可知我母妃病情如何？不如何？你关心她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她？弟弟在书院，一时走不开。是吗？燕王府这么多人都走不开吗？只派了2个侍女去伺候，如果不是有丹神医的弟子菊春和青雀，他在青木安能熬得几日？我竟不知堂嫂有插手别人家事的爱好。我也不知道天下间竟有此等忤逆不孝之女，真是好大的罪名扣下来。堂嫂怎知我不孝？我孝顺母妃的时候，你看见了吗？我没看见，我只看见你母妃死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在。什么？母妃死了？
玉莹和玉清两人怔了怔之后，红了眼眶，但那眼泪死活都没能挤下来。早知道他病情不好了，他非得要去青木庵养病，说是为了还当年许下的愿，让宋夫人一家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把宠妾灭妻的罪名往死人身上推的，没有人愿意病重的时候远离自己的夫君孩儿，去一个孤冷的安堂静悄悄的死去，分明是你们强行送他去的。你们但凡能善待他几分，他也不至于这么早死。放肆！你是何人，竟敢在本王面前妄议燕王府的事？是他自己要去的，府中人人可以作证。哼，人死了，你当然可以说是他自己要去的，但愿燕王你临死之前也找个寺庙独自一人死去，没有子女在身边送终。你能做到这点，我信你的鬼话。不知道你是哪家姑娘，说话怎如此偏激？你可知诅咒当朝亲王是死罪？你不要无的放矢。见你年纪轻轻的，不与你计较，但若有下次，定必严惩不贷。小妾好威风啊！诅咒亲王是死罪，但是迫害王妃去死，难道不是大罪吗？他都病成那样了，还得他送去一封休书，是休书吗？那是他的催命符，你们是嫌弃他死得不够快。什么休书？父王，你给母妃送去休书，他做了什么？你要休他？不得胡说，哪里有休书？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他吩咐过的那休书给他看过之后便烧毁，但宋茜茜却从袖袋里取出了休书，看看是不是你父亲的笔记。休书竟然还留着，那些个办事的人没一个靠谱的。谢如林接过休书，双手颤抖。休书上的笔记他怎么会不认得？父亲，你作何解释？哪里是你父亲写的？分明是有人模仿你父亲的笔记。你父亲怎么会休了你母妃？休书是你拿出来的吧？你和我们燕王府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要用一封假的休书去刺激王妃，害她受了打击并发？不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是谁，为何去沈家求娶我？我和燕王连面都没见过，他的字我怎么模仿？要说模仿，也是你这个日夜陪在他身边的侧妃模仿。莫非是你假借燕王的笔记给燕王妃送去的这封休书？你嫌他死得不够快吧？她就是沈万子，这么漂亮的美人。她就是沈万子，真是个狐狸精。宋茜茜看着燕王府的这些人，除了大公子谢如林之外，其他的一点哀伤都没有露出，她心寒至极。她是你们的生身母亲，她死了，你们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吗？今日是除夕，我纵然心中悲伤，却也不能在这日子里落泪，否则便叫人见笑了。还真让人笑了。父丧母丧大于一切，便连朝廷命官若有父丧或者母丧，也要守孝3年，孝道竟不如这过年重要。堂嫂纵然指责，但妹妹也不能在别人府邸落泪。再说，不落泪便是不悲伤嘛。堂嫂岂能知晓妹妹心里的难过？好一张伶牙俐齿，可惜是个白眼狼。你们刚回到京城，理当去给太后请安，而不是来北冥王府恕不招待。诸位请吧。侄儿是要把皇叔撵走吗？王妃说的对，你们入京该是先去拜见太后和皇上，而不是来我北冥王府。再说府上有丧，不管如何死者为大，既有丧事就该去告了太后和皇上，急忙赶回去燕州才是。燕王闻言气得脸都青了。好，侄儿立功了，连皇叔都不放在眼里了，就不怕传了出去说你居功自傲？讲的是人话，说的是道理，任谁说去吧。好，我们走。王爷，我母亲她……听不见吗？人家嫌咱们晦气，赶紧走。谢如林眼泪又落下，朝谢如墨和宋茜茜拱手，高瘦的身体向风中飘流，脚步踉跄地跟着走了。方才还聊得好好的，一个个瞧着懂礼貌，嘴巴也伶俐，怎么竟是如此狼心狗肺之辈？燕王妃死了，只有那个谢如林哭了，其他人脸上连悲伤都寻不着。尤其2位县主还是燕王妃亲生的呢，竟放任自己的母妃在青木庵孤独的病死。惠太妃想到这里，后背一阵发凉。狼心狗肺不得好死，西西咱不跟那起子见人之气，燕王妃在天之灵也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就等着遭报应吧。别难受，该回去沐浴，晚些便要进宫了。木儿还愣着做什么？带你媳妇回屋去啊！瞧他这手心冰冷的，也不知道疼惜。许久不见了。皇兄有2、3年没回京了吧？上一次回来还是因为王妃为着宋家女的婚事。别提那个贱人。怎么，皇妹对这位宋家女也甚是不喜吗？何止不喜，简直恨不得抽筋扒皮。因为她是宋怀安的女儿吗？本宫永远都会记得宋怀安是如何拒绝本宫的。过去了记着就行，不必记得太深，免得自己受伤。为他倒不至于，只是看到宋家的人本来死绝了，却又冒头出来。宋茜茜还嫁给了谢如墨，风光无限，本宫心里是真膈应。风光是一时的，等成了大事，要杀要剐还不是皇妹一句话的事。雍县那边什么情况了？缺人，缺武器铠甲。
朝廷对于武器和盔甲的管制十分严格，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且看这一次沈家的意向如何吧。江南沈家承接了兵部制造武器铠甲的一部分生意，这些不必担忧。缺人的话，继续招兵买马，银钱上让金侧妃多出一点吧。本宫着了那宋西西的道，赔出去20余万两银子，如今账面无多少可以动的。他把来龙去脉告诉了燕王，燕王闻言恼怒的紧。又是他！今日我到金仙市去北冥王府拜访，才知道原来他去了青木庵，在北冥王府直接说出了那蠢妇的死讯。方才本王不得不向太后和皇上说了此事，明日一早我便要返回燕州了。活着的时候便帮不上你的忙，死了也挑这么个日子，晦气！本宫还特意在初3开了个宴席，请了好些文武大臣，想着让你在他们面前露露脸的，如今却是不行了。他什么时候死都不打紧，他死了我自会隐瞒死讯，等年后再公开。但如今被宋西西这么一搅和，太后和皇上都知晓了，叫我如何还能再留京中？罢了，暂时不招惹他们，他们方立功归来，在朝中民间都有声望，避其锋芒，低调些，尽快的招兵买马。至于同沈家的亲事，你也抓紧。那沈万子是曾上过南疆战场，若能娶她，让她为你所用，你招兵买马自就顺利许多。再说有沈家这个背靠，还有赤焰门相助，假以时日，一定大事可成。沈家主的意思，本王认为是敷衍居多。那沈万子算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让她嫁给本王做田房，且她也知晓那蠢妇在青木庵的事，只怕她也是不会同意的。娶不了沈万子，那就娶沈家别的女儿。本宫便不信他们不想洗刷掉那个私奔姑奶奶带来的耻辱。你记住，志在武器盔甲，还有沈家在北边草原还有一个养马场，要起事粮草兵马，缺一不可。那我就继续混账窝囊着，想办法先娶了沈家女。对，本宫会先挑起皇上对谢如墨的怀疑。至于王家那边，如今长着北冥军，皇上有心抬举王家，看着也是有心扶起战北望，倒是可以从战北望的夫人入手，把王家拉拢过来。正阳殿，谢如墨带着一家去拜见太后和皇帝了。瑞儿如今写字可顺利了。回皇太后的话，姑父日日教着，瑞儿也日夜苦练，如今手腕已经有力许多，写字不碍了。那就好，那就好，可不能辜负你姑父的期许啊！要好好学，等你练好了字，再去书院读书。是，瑞儿谨遵太后娘娘的教诲。你告诉哀家，太妃可有给你脸子看？可有同你翻白眼？姐姐，我怎么会不带瑞儿？瑞儿乖巧有趣，我喜欢都来不及。真的吗？你能爱护她那是最好不过的，但若叫哀家知道你不待见她刻薄她，哀家饶不了你。不信你问贤宁。母后是真的，母妃很是喜欢瑞儿，贤宁也喜欢瑞儿。母后就是同你母妃开个玩笑，你母妃出宫这么久，哀家没见着她翻那小白眼，心里不舒坦，如今见了也舒坦了。陆续的，诸位在京的皇族亲眷也纷纷进宫了。怀王与怀王妃同几位大长公主一起来的。宋西西看了一圈没见兰儿。永安郡主好些日子没来给哀家请安了。太后，兰儿有喜了，如今在府中养胎呢。真的，太好了。哀家本来还想着叫御医去给她诊脉，进门的日子也不短了，怎么没有好消息传出来？想不到这过年的，你便来报喜了。是啊，他有喜了，臣妾也就放心了。而且承恩伯府知道他有喜了，还特意给他添置了许多物品，身边的人也多了几个，也算是有心了。是啊，确实有心，不只添置了那些物品和人手，还添置了2名小妾呢。妾吗？不就是个玩意吗？不值得多说这一嘴的。那些购物沈丫鬟都值得说一嘴，怎么骏马爷添了小妾不值得说一嘴？夫人有孕便立刻纳妾，哪家能做出来这样的事？若身边没人伺候，给陪嫁丫鬟看脸便是，就这样纳妾进门，也不怕兰儿多想多思影响胎儿吗？梁少在这个时候纳妾，本就不是体面的事，还伤了兰儿的心。沈母是兰儿的母亲，不替兰儿难受，反而替女婿说话，这才叫人寒心。开席之前，女眷们一处说话，皇帝则与叔父兄弟们一起聊聊天。说了吗？兰儿的夫君梁少，那位骄傲的探花郎，纳的2房妾室，其中一位竟然是银香楼的头牌清官，长得如何貌美自不必说，只是为他赎身，竟花了3万两银子。另外一人则是商户的女儿姓文，听闻纳他为妾是图他的嫁妆多，那3万两银子就正是文氏给的。自其百年世家，世段没有把红楼女子娶进门的先例，便是瞧上了也顶多在外头给她置办个宅子，当个外室就完了。
他竟然为了那一个红楼头牌又纳了商户之女，其目的还是为了赎那头牌，真是玩得花啊！想不到探花郎竟是为痴情的，用妾的银子来娶妾，真不愧是探花郎啊！聪慧的姐，若是换做旁人，是断想不出这般两全其美的法子，既给商户抬了身份，也取得心爱头牌。只是咱们蓝郡主算什么呢？是个连父母都不护、夫君都不爱的可怜人罢了。惠太妃以前从来不和怀王妃过不去，但自从得知怀王妃拒了宋茜茜给永安郡主添妆的事情之后，她当即同仇敌忾，把怀王妃视为眼中钉。这一番奚落，气得怀王妃脸色一阵红一阵青。红绡回信了，我祖父没把我许给燕王，倒是我那堂姐愿意，而且是去我祖父屋中跪着求了一个晚上，冻得跟尊冰雕似的，我祖父才应承了她。你堂姐不知晓她的为人吗？知晓，红绡告诉她了。知道还要嫁？嫁入王府，成为王妃便是人上人。以前还觉得堂姐挺上进的，想不到蠢蛋一枚，靠着男人成为人上人，这不是沈家人的做派。如果是一般女子这么想，我觉得好理解。只是你沈家是江南大族，传承100年不曾衰败，也就是因为你姑母的缘故，导致他们婚事艰难点。但你们本身就是高门，又何必攀什么高门？低价一些，在夫家掌权，日子不是更好过吗？所以我说他蠢，燕王盯上沈家没那么简单。今日一早他已经离京了，不知道会把你姑母的丧事办成什么样子。派人盯着了吗？盯着了，笑一笑吧。你这几日都没怎笑过。如果我有后代子孙，我死了，我是希望我的子孙日日都笑的。你连相公都没有，哪里来的后代子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然而天不逢时，从正月15开始便下起了冻雨，许多百姓的房子都被压破了。朝廷掏了银子赈灾，好让失去家园的百姓暂时有个安身之所，不被冻死。京城健康侯府的老夫人很有名望，她便逐户里走访勋贵人家寻求捐款，说是要捐给灾区的。老夫人，这1万两捐给受苦的百姓，算是王府的一点心意。这么多，我这2天才筹的700两银子。来人，给哀家取装银票的匣子来，取2万两银票给老夫人救灾。西西要做的事情，我自然要支持，还要加倍支持。见北冥王府的人如此慷慨，想到将军府的一坊骂老夫人是个臭要饭的。我们今日到了将军府，也没打算叫他们捐银的，知道他们家连续娶妻也艰难，只是那会儿祖母累得很，想着讨一碗粥喝，殊不知刚敲开了门，那个姨夫人就骂祖母年纪这么大还出来当乞丐，真是受辱啊！祖母哪里有1文钱是落自己的口袋里，她自己的私己银子都捐了大半。闭嘴！你提将军府干什么？对不住，妾身不是有意说起的，只是看到太妃和王妃二话不说便捐这么多银子，是信得过祖母，这份信任一时激动乱了分寸，望王妃恕罪。那一坊真是，老夫人行的是善事，行善就会被人非议，老夫人受得住这份委屈和非议，才被人称做活菩萨。这位夫人莫要放在心上。岂有人人都知老夫人心意的？总有人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别管那起字人，咱们做好自己就是。太妃和王妃言之有理，也是老身的肺腑之言。既做了这事，就不要管别人非议，若怕非议就不要做。先前用老身的私己银子做了一批棉衣送了过去，也只是杯水车薪。如今有了这些银子，那能做的事情可就多了。老夫人善心，一定会多福多寿。不求这些，但求问心无愧。捐献名单老身会送一份给衙门，衙门是否公示表彰老身不知，但老身谨记太妃和王妃的善心。西西，你说那个一坊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是健康侯老夫人啊，她怎么敢骂的？那可是德高望重的老宝贝啊。许是人家刚刚在府中同人吵架了，一时怒火起，见老夫人来到，又知道她是登门求捐献的，便骂了一通。他素来是有些疯癫的，别管他们，自己做好就是。是，同人吵架之后就是会口不择言，不管来的是谁，照骂不误，而且是用最恶毒的话来骂。听您这话有故事啊？当年和德贵妃吵架吵输了，陛下来了安抚哀家，哀家指着他嘛，差点酿成大祸，幸亏姐姐过来救场，否则哀家只怕要进冷宫织蜘蛛网了。过了2日，不知怎地一坊骂健康侯老夫人是老乞丐的话传了出去，整个京城都震惊了。一时间，各家里头烂菜叶、臭鸡蛋都往将军府门口扔，有人半夜还给泼夜香到他们大门口。而京兆府那边也张贴了捐款者以及款项所用去处。那宋茜茜是北冥王妃，本身也是国公府嫡女，家底丰厚，捐那几万两算得了什么？反而那将军府贫寒，老夫人久病，拿不出银钱捐献出去，也是情有可原。
你是不是对贫寒有什么错误理解？当初占北望娶一坊，听闻聘礼便要1-2万两银子，还有那位王夫人进门的时候，嫁妆多少台，你是没眼睛看吗？你说人家贫寒，人家手指缝里露出来的都够你吃1年了。这样，就算是贫寒，不准就不准呗。为什么要骂健康后老夫人是老乞丐？他老人家今年90多岁了，大寒天的不行去求君山，为的是谁？为的是灾区百姓。他何错只有要被人指着骂老乞丐？百姓吵吵闹闹的声音自然也传回了王府。以前捐献的都没贴出来的，怎么这一次贴出来了呢？搞得我们就像是为了出风头似的。我听说了，秦王府只捐了300两银子，才300两，他们是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的？哀家过2日进宫，要问问德贵太妃才是。秦王是德贵太妃的儿子，又娶了齐家女，家底丰厚的紧呢。母妃，咱们这是做善事，若是同人攀比就变了性质，还是不要说的好。好吧，那就不说了。如今怎么比瑞儿还乖巧了？几日之后，受灾的事渐渐的平息了。宋茜茜想起咸宁公主的议亲名单，便找来咸宁问一问她对齐六的看法。嫂嫂说的是哪个齐六公子啊？槐树路齐家那个齐六公子啊。槐树路？哪个槐树路？齐家不就是在北冥王府外2街的石记路吗？还要和嫂嫂玩小心眼是不是？嘿嘿，你见过他？啊，他进宫给皇后嫂嫂请安，我见过。喜欢他什么呀？不知道，就是瞧着就喜欢了。那嫂嫂找人去问问。这个我做不得主，要母妃和嫂嫂做主的。6不学无术，还是3房的人没多少出息，能不能换齐5？咸宁喜欢齐六，喜欢有什么用？喜欢只顶的一时，一起过日子就厌弃了，还是要找个拿得出手的驸马才行。驸马顶多是挂个闲职，当不了大官，和咸宁心心相悦才是要紧。你看秦王娶的齐家女就很好，大房嫡出的。怎的齐家女很好，我就不好吗？若真要比的话，秦王如何能跟夫君比？有夫君在，哪位太妃越得过你去？你跟他们比，不觉得辱了自己的身份？对啊，你说的太对了，谁能跟我儿比？先帝的儿子，除了皇上，谁比得上我儿啊？我何苦要跟他们比呢？我赢的，我一直都是赢的。如此，我便请个人去问问齐六的意愿。还需要问吗？叫哀家的姐姐皇太后赐婚就是。问一问。不用问，问他是给他脸了。问，必须问。那好吧。第二天，丞相夫人就给宋茜茜带来了好消息。六哥儿也是对公主有意的，三夫人一问他，他便忙不迭点头了。他们是什么时候看对眼的？见那1-2面就喜欢上了吗？齐六是个体贴的人，也没那些花花肠子，更没什么不好的嗜好，就是贪玩了点儿。年轻人嘛，只要不是逛秦楼出馆或者混迹赌场，那就都还行。那好吧，明日我去找姐姐赐婚便是。谢如墨下至回来，宋茜茜便同他讲了此事。齐六就是典型的富贵子，爱玩爱吃，和咸宁倒是臭味，志趣相投。过几日，大概齐家是要来下小定了。我的意思就还是按照正常婚嫁流程来走。问过咸宁了，他自己很喜欢这些仪式。他的婚事按照他的喜好来办吧。我是他的兄长，在战场九死一生，为的也是他们母女能够恣意的活着。本来这句话也是想同你讲的，但显然没什么资格，因为你父兄军功和你的军功也足够让你安枕无忧一辈子。你同我讲的话，我也会觉得幸福的。是吗？那我说句真心话，你不许逃开。我出上南疆战场那会儿，心里头只有一个信念，收复南疆，回去娶宋茜茜。你如愿了。那你呢？嫁给我，你如愿了吗？如愿，也幸福。茜茜，如此我别无所求了。你叫贵儿建立府兵的事，如今进行的怎么样？已经开始了。贵儿没同你讲吗？原本随同我出征的人里，有100多人是我王府里的人，如今我要把他们从北冥军里抽调回来，这事还得跟皇上和王彪大将军说一声。我是见王府那块空地已经在修建了，但没见府兵入府，所以才问你的。这事情你不必操心，府中事务你想管便管，不想管的话，陆总管如今管着也不错。于先生这段日子都随我去大理寺，所以不大得空管府里头的事。我也是偷闲一阵子，哪里有王府主母不管事的？过几日我便同陆总管交接。府里头都是新人多，有些个是从宫里头跟着我出来的，年纪不大，却也算是府中的老人了。陆总管也是跟着我从宫里头出来的，跟了我多年，是绝对可信赖的。其他人你看着用。至于母妃那边，她素来喜欢睡懒觉的，你别太早去给她请安，你多睡一会儿。我嫁进来就给她请过一次安，之后都是她过来找我一起用早膳。你出门早，不知道这事。是吗？你们相处的这样融洽，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也没想到。
今日难得早回来，谢如墨便拉着大家一起用膳。喝茶的时候，陆总管讲起了外面一访的事。如今外边声讨谩骂一访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听闻战将军带他去见康侯府道歉，被拒之门外了。见康侯不愿意见一访，倒是老夫人说压根没把一访的话放在心上，记行了此事就有的人随便说，他不在乎这些。怎么能不在乎呢？他若是敢这样说哀家定是要把他的嘴巴都打肿。健康侯老夫人就是太好欺负了，这么好欺负的话，以后儿孙也是要被人欺负的。老夫人活到了这年纪，怕是什么也都见过了，再难听的话也听过。他是个心善之人，几句羞辱的话，他怕是没放在心上的。那怎么行？老夫人分明是行好事，却被人说成老乞丐。她可是诰命夫人，一访她算个屁啊！她这般不知分寸，也不知道那王家姑娘是如何治家的。太妃您是不知道，那将军府的内宅乱得不行，王家姑娘倒是有心想要离家，可惜一夫人是平妻，占了个妻子，便不如妾好管，而且一夫人懂得功夫，王家姑娘想要立规矩也是立不起来的。听闻她带过去的2个婆子都被一夫人打废了，战将军日日归家便是要处理这些内宅事端，怎有心思办差？那王家姑娘也忒可怜些了。可怜什么？一丘之貉，你们大概是不知道，当日西西和元帅成亲，他也嫁入将军府，他却处处想压西西一头，还跟伺候他的侍女说过咱家西西嫁妆寒酸。后来看到很多人来添妆，他脸色不知道多难看呢。有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自然是我的人调查出来的。王家治家也就那样，管不住下人的嘴巴。反正王清如也是恼恨咱们西西的，反正也不来往，让他恼恨呗。他真是不知好歹，方才说他可怜，实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家子不是什么好东西，还夺我儿兵权。母妃，你胡说什么？魏太妃吓得一个哆嗦，像受委屈的小媳妇似的。母妃，这话确实不可乱说，便是在府里头也不能说，这是皇上的决断。知道了，你也别这么大声。你确实不该大声同母妃说话的，若是叫旁人看见了，会说你不孝。儿子谨记。燕王妃葬在了燕州的灵脉山，丧事是按照亲王妃礼制，人死了反而给了她王妃该有的尊荣。不过做戏罢了，莫要难过，至少她走之前你去陪伴过她。于先生说见那谢如灵倒是真心带表仪的，丧礼上哭得最是情真意切，倒是玉莹和玉清挤出来几滴眼泪，做出悲伤之色罢了。不说这个了，我给承恩伯府递了帖子，明日去探望兰儿。要我陪你去吗？我们姐妹2人说话，你去作甚？且你明日也不是休沐。陪你的话，我便当一回昏官，不回大理寺。不用，我叫了万子陪我，且我叫了红雀一同去，让红雀给他请个慢。梁少纳妾的事，想来是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兰儿很爱梁少，可惜错付了。我也很爱你，但我知道我没有错付。第二天，宋西西带着沈万子和红雀去了承恩伯府，还带来了后。君主自从有孕，便一直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这几日才好些。因着君主有孕，我们府中是禁吃羊肉的，他闻到羊肉的味道便要吐。是啊，咱们都避着这样腥味，可偏生那英流喜欢吃这羊肉，世子日日陪着他吃呢，吃完之后又借口说浑身阳山胃不去陪郡主。宋西西瞧了兰儿一眼，看她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我今日带了大夫来，他是丹神医的弟子，我想让他给兰儿诊脉看看胎象如何。有劳女大夫了。2只手的脉象切过以后，红雀面露凝重。他肝气郁结，神思不安，胎气也不稳，应该已经用保胎药了，对吗？确实自有孕之后便一直用保胎药，效果甚微。我开个方子服用几日试试吧，随便哪家药铺都可以买，每日兼服，早上中午1次，晚上就不服了。多谢大夫。这诊脉之后气氛就有些尴尬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兰儿为何会肝气郁结，神思不宁，以致胎气不稳固。怎地？世子说过我可以在府中随意行走，如今怎去不得花厅了？不是，燕姨娘，夫人在招待贵宾。什么样的贵宾？我是见不得的。这小贱人不好好的在屋中待着，怎么出来冲撞了贵客？见过夫人，听闻府中来了贵客，不许妾身入花厅，妾身特意来见过贵客，免得失了礼数。你进来做什么？出去。原来这贵客是见不得人的，世子夫人可别动怒，免得回头动了胎气，便又是我的错了。胡言乱语些什么？还不快些给王妃行礼？京城这么多王妃，不知道是哪一位王妃来了。不管是谁，妾身见过王妃便是。在我们沈家，这样没规矩的妾是要被拖出去杖责的。不知道承恩伯府是否也这般规矩严明？来人，把他带下去。我自己会走。什么王妃，连我这红楼出身的都比他清白。支陪一下，老表，看过来。你做什么？认着我，江南沈家沈万子，只要我从你嘴里听到一句诋毁北冥王妃的话，我听一次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狠。
兰儿，陪我看看承恩伯府吧，介意我到处看看吗？王妃自便，兰儿好生招待王妃。兰儿和宋茜茜出去，刚好看到被沈万子胖揍阉了。世子夫人，你的客人真是野蛮，但也要多谢你的客人，世子会更加疼惜我。他就这么骑在你的头上？兰儿，你是郡主，郡主管什么用？他也不需要依仗我父王母妃。再说，我父王母妃想帮他的仕途还帮不上呢。他一直都这么放肆吗？进门给我敬茶的时候，把茶倒在我的鞋子上，我说他2句夫君还骂我。表姐，我该怎么办啊？我这么爱他，他怎么能这样伤我心啊？我怀着孩子，他就娶花魁娘子进门了。你见过哪家勋贵士族会娶花魁娘子的吗？得了吧，承恩伯府算什么勋贵人家？若不是除了个探花郎，都没落了。我原先想着自己多幸运啊，那么多闺女喜欢他，他偏娶了我。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如烟柳，可我到底是王府出身的郡主，他怎能如此漠视我？自打烟柳进门，他都不愿意来我屋中，便我怀孕难受，他也只是派个人过来问2句。不是还有一个文姨娘吗？文姨娘倒是安分的，她只求用家财换个好婚事。她商贾之女嫁入伯府，拿了5万两的嫁妆进门，3万两给了夫君娶花魁娘子，她是心甘情愿的。合理吧？梁少这个人负心薄情，真的不能托付。合理？我一旦获离，父王和母妃都不会让我进门。表姐还记得你获离那一次吗？他连你给我的天妆都不要，嫌晦气。他们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吗？没上门来跟梁少谈过？父王是知晓的，但他说男人3妻4妾是正常不过的事，叫我不要拈酸吃醋。母妃虽也心疼我，可也是一样叫我忍着，说我反正是世子夫人，日后他成绝了，我也是一家主母，说过2年世子玩腻了便会嫌弃他的，让我先忍着点。王夫妇真是窝囊废，可这样的日子怎么忍啊？他若只在自己屋中待着也就罢了，天生世子宠着他，他日日到我跟前让我难堪，总说与夫君晚上在一起。你且安心养胎，等孩子出生了，你再慢慢收拾他。收拾不了的，我说一句都不行。世子护着他，分明他赎身的银子都是文姨娘给的，但他却因文姨娘的一句话就长乖了文姨娘。他打过你吗？那倒是不曾的。现在不打，谁知道以后？那花魁娘子今日在我面前都如此放肆，难保日后不会去挑衅你。她红楼出身手段花着呢。你陪嫁带来多少个人，足够护着你吗？带了4个侍女，1个婆子。回去和棍儿商量一下，看能否请2位师姐过来当个护卫，希望棍儿的师傅能答应。离开承恩伯府，红雀才对宋茜茜如实相告兰儿的状态。王妃，其实君主的情况并不乐观，他忧思过重，因是日日伤心哭泣导致。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什么保胎药都不管用的。这孩子保得住保不住还另说，只怕还会导致他落下病根。按我说，刚才打那老表也不尽兴，该打那梁少才是。他心爱之人挨打了，你猜他会不会上门讨要说法？很好，来一次打一次。即使打了他们，郡主的日子会更不好过，梁世子只怕会更加恼恨郡主的。若在这期间他对郡主冷言冷语，只怕更惹得郡主伤心。这一伤心，胎儿还能不能保住，这是很大的问题了。反正他现在也待郡主不好，何不教训他一下，让他收敛些？你打他便是殴打朝廷命官，而且他一个文人挨了女人的打，丢了大面子，确实会迁怒兰儿。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这事要拜托敏清公主了。走，我们去敏清公主府。对于宋茜茜和沈万子的冒昧到访，敏清长公主却是一点都不介意。本该先送来拜帖，只是事出突然，冒昧到访，实在抱歉。你我说这些话岂不是显得生分了？正好你今日来，徽珍也在我这里做客，他贪吃，吃坏了肚子，这会儿去了进房，一会儿你便见到他了。什么贪吃吃坏了肚子？长姐休得胡说。西西在这里，你要面子不承认也成，你就是贪吃，嫌你也是随了你。西西，你今日这面容怎地惨白惨白的？谁欺负你了？宋茜茜把去承恩伯府的事如实相告，连沈万子打了那花魁娘子的事也一并说了出来。的好，什么贱人，敢如此的放肆，还敢挑衅主母，连你这个王妃都没放在眼里，可见堂妹往日在承恩伯府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如今怀着身孕，也不得夫婿半点爱怜，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徽哲，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什么？冷静一些。冷静？我可冷静不了。我朝律法对于男子纳妾是有规定的，正妻必须是年过45所出，男子才能纳妾，只是没有官员或者勋贵人家能做到这点。我公爹掌着御史台，
前阵子听他说起，如今要肃正官员风气，重拾先帝朝时的纲纪，务必要官员做到清正廉洁。这几日他与御史中丞正在商议这件事情，看来那梁世子正撞风口上了。那不巧了吗？不过倒是可以多等一两日。那花魁娘子今日挨了打，世子怕是不知多心疼。我与她见过一面，她对我甚是不耻，想来会登门兴师问罪。不知道这冒犯王妃算不算罪名呢？听闻梁世子自诩神通转世，才气过人。他是皇上钦点的探花郎，是天子门生，天子门生更该约束自身，做好表率。如今内宅混乱，公然逛红楼出馆，还闹回家中做妾专宠起来，且为一个花魁娘子冷落正旗，更因他而冒犯王妃。本宫相信御史台的墨条会磨出活心子来。有闵清长公主这句话，我算是放心了。打梁世子只会让他记恨，但是有御史台盯着，他就不敢放肆了。他就是心子太懦弱了，自己好歹是郡主出身，怎能容他承恩伯父如此欺负？他素来也是个软糯性子，加上咱们皇叔是个什么德行，你也是知道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怎有刚毅之气？若是换做别人，就不说郡主了，随便一个世家女，他们承恩伯父敢这般欺辱吗？按我说来，就是他太爱那个梁少了，也不知道梁少有什么好的，披着人皮却不干人事。换作是我，定要他日日挨揍，打得他花花肠子变成了一条阴茎才好。所以说，咱们当女子的，即便夫婿眼下待自己多好，也得给自己留3分，莫要全部交托真心出去，否则一旦被伤害，那就是灭顶之灾。当日战北望伤你，你要话不说便合理，可见你对那战北望也没有几分真情。当时也是真心实意要过日子的，至于真情，都不曾相处过，还没有机会好好认识他，便不至于让我喜欢上他。也算是幸事。那一坊是个什么东西，竟敢骂健康侯老夫人，本宫都想叫人上门去掌他耳光。当初他打了胜仗回来，被捧得有多高，如今便跌得有多重。只要心怀不轨，总会被反噬的。如今听闻还有人日日去他们家门口泼粪砸烂财。北望不是被御史台参了吗？是，但是皇上令他带着一坊去道歉，可惜没道歉成功。这事如今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反正将军府和健康侯府算是结怨了。回府之后，宋西西找桂儿问了保护兰儿的事，开多少？直到孩儿顺利出生到满月，也就几个月。来2个人的话，我给1000两，你觉得如何？1000两，别说了，我必须马上去写信。王府有专门送信的人吧？请务必立刻尽快马上把信送到我师父手中。那请你务必立刻尽快马上把信写出来。1000两真不少啊。他师父不许弟子们下山，是因为当女护卫保护高门大户里的主母，撑死2两银子月钱。信送出去的第2天，承恩伯世子梁少果真带着2名小厮登门要见宋西西，要么滚开，要么挨打。看到陆总管的身后站着几名侍卫，不等宋西西见到他，就已经灰溜溜的走了。7、8日之后，桂儿2位师姐来了。罗师姐好，石所师姐好，西西好，滋滋好。使棍可有给你们带来麻烦？若有的话，尽管说，我抽他。师姐，我是府兵教头，你不能这么叫我，否则他们会不服从我管教，我在教头的年龄就拿不到了。知道了，天生。以后在王府必须叫我的名字，我叫孟天生，不是棍儿，也不是搅屎棍，更不是死棍。棍儿这名早就传出去了，不过你高兴便换你天生了，横竖在我们心里，你永远是根棍儿。送2位师姐去承恩伯府的路上，宋西西事无巨细地交代着。2位师姐，咱们不主动打人，也不主动出手，但不可让人那叫烟柳的姨娘接近郡主。如果梁世子来郡主屋中撒气，惹得夫人伤心落泪，你们把梁世子嫁出去，他每日服的药，每天吃的饭菜都要用银针检查。还有谨记一点，如果有什么危急的情况，你们处理不来或者不好出手，记得留1人护着郡主，另外1人马上来告诉我。都记住了，西西你放心，那个烟柳没福气，如烟似柳，都不是自己能立住的东西，风一吹就没了，你不用太过担心。反正小心为上，还有大户人家里头也是有规矩的，我跟你说。宋西西这边说着，忽然听到外头一阵臭烘烘的味道传来，还伴随着咒骂声。将军府的门口正在被人泼粪，嘴里还在咒骂着一坊辱骂健康侯老夫人。这么多日了还没消停，真想看看战北望此刻的面容到底是黑的还是灰的。不过健康侯那边不接受道歉，估计还得闹一阵子。可惜浪费了那些粪，用来做肥种菜是极好的。是啊，京城人好浪费。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只见王清如站在马车前。明王妃，战夫人。王妃这么空闲，一大早来看我们将军府的热闹啊？还是说王妃忘记了回府的路，以为自己的家还是将军府呢？偶尔还是要来记一记自己的过往，
顺便看看将军府里那一窝蛇鼠是否过得好，也算是尽了一番心意。说谁蛇鼠一窝呢？王妃是想看将军府的笑话吧？那就下马车去看啊，亲自去看，亲自去闻，喜欢的话还可以上手去擦。本妃已非将军府的人，此等沟渠粪坑的地方，就留给战夫人去擦吧。堂堂王妃，竟当众诋毁将军府是沟渠粪坑之地，也不怕失了涵养，惹人笑话。本妃不怕惹人笑话，战夫人怕吗？不怕的话，要不要我同外人讲一讲你想同本妃比嫁妆？他怎会知晓此事？荒谬！嫁妆有什么好比的？黄白之物俗不可耐，且我也没有什么要同王妃比的。你有的我可能没有，但我有的你也不一定有。确实，你将军府门前那些东西我们王府没有，不过黄白之物却是将军府的人最爱。战夫人没少拿自己的嫁妆出来补贴宫中吧？我乐意，夫君爱我敬我，为他我愿意付出一切，这才是为人娘子的本分。本妃认识药王堂的丹神医，要不要给你一张名帖，让他来给你看看脑子？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北冥王妃，我夫君不要你，你想想自己的原因。你夫君不要我，你怕不是忘记是我求的旨意要和离的吧？王清如，你听清楚，是我不要他，你那个敬你爱你的夫君是被我抛弃的，我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他的，够清楚没？跟傻子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走吧。他凭什么这样说夫君？凭什么？京城的规矩这么奇怪吗？他这样说话，咱也不动手打他吗？在京城里，口舌之争也是少的，多半都是口蜜腹剑，暗暗算计人。王清如这样明目张胆地跟我叫嚣，我命人打他2个耳光也不为过。只是我身边没带婆子，我不好亲自动手，也不能让你们动手。吵架都吵赢了，不需要动手。你没见他气得脸色都青了吗？其实打女人挺无趣的，我们上过战场之后都不想轻易动手。那日打烟柳一点成就感都没，这王清如也不会武功，咱打他也不爽快。但我挺想打他的。来到承恩伯府，承恩伯夫人忙把人迎入花厅。早几日犬子不懂事，带人到王府去打扰了王爷和王妃，妾身在这里给王妃赔罪，王妃莫要同他一般见识。世子饱读诗书，出身伯爵门第，更是天子门生，夺得探花郎之荣耀。只是年少的稚妾记得便是目空一切，任谁都不放在眼内，迟早闯出大祸，坏了自个的前程。是，王妃所言甚是。忠言逆耳，本妃知道夫人未必爱听，本妃也不多言。但那日世子敢直接到我王府叫嚣，可见昔日里也没把郡主放在眼里。如今郡主怀有身孕，是夫人的嫡出孙子，还望夫人要多爱顾一些。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我今日带来2人，他们稍稍懂得些药理，往后郡主的饮食和汤药便由他们2人负责。等郡主平安诞下灵，本妃会把他们带走。他们不受伯府的阅历，皆由本妃来出，全是本妃对表妹的一点心意，相信夫人不会拒绝。有王妃派来的人，倒是可以护着郡主，只是不能叫王妃出月例银子，既是伺候郡主的，该是伯府出才是。这就不必了，他们并非丫鬟侍女，是本妃特意请来的，自然由本妃给俸金。那一切就按照王妃说的去做吧，妾身不胜感恩。哪儿怎还没来呢？再去催一催郡主。不必了，她怀着身孕，免得跑来跑去。你们领我去见她吧。宋茜茜看着兰儿一双红肿的眼睛，叹气了一声。所以你知道我来了，也不愿意出来见我。表姐，我这双眼睛见不得人，确实肿得跟桃子似的。表姐，因着那日的事，他天天来说我一顿，他怎么就那么狠心？他骂你，你不会骂他吗？我不知道怎么骂人。师姐，骂人您会吗？哦，那太会了。行，以后如果梁世子过来骂郡主，你骂回去。你记住一条原则，他骂你骂，他动手你动手。那太行了。表姐，这2位是？他们是我梅山上认识的师姐，懂得些手脚功夫，也懂得些药理，可以监督你的膳食，还有帮你对付那些你对付不了的人。多谢表姐。行了，不要哭了，整日哭哭啼啼，对孩子有什么好的？你是郡主之尊，嫁入他伯府本就是低价，你还日日受气，哪家郡主像你这么不争气的？我但愿你学一学嘉义郡主，她虽是惹得夫家厌恶，但好歹是没吃亏，你竟吃亏了，你给我争气一点行不行？你是郡主，是世子夫人，在这个府里头，没有人可以真正欺负到你，你不要这么软弱。我只是受不了夫君对我的态度，他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了那个女人同我置气？你就当他死了行吗？为了你自己，为了孩子，你给我把眼泪擦干，再敢哭哭啼啼的，我以后也不会来看你。知道了。心如刚从娘家回来，就看到在将军府门口泼粪的人被抓住，打断了手脚，他心中稍稍解气，便踏入了将军府。
你不是回娘家了吗？滚出去！你有本事便把那些骂你的全部杀了！日日门前泼粪，将军府俨然成了京中笑话。不是笑话，是人人唾骂，这都是你惹出来的祸。跟你没有关系吗？那日不是你来寻我的麻烦，我怎会如此生气？本就是你做错了，如今府中艰难，你分明有银子却不愿意拿出来，我补贴了多少账本写得明明白白，你拿了夫君这么多的聘礼，却是一毛不拔，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将军府，却日日要好吃好喝的伺候你，身边的丫鬟小厮一个也不能少，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我养着府里头便算了，还要养着你，凭什么啊？凭你傻！我屋中的人你试试撤走，看我不把将军府闹个天翻地覆！你简直欺人太甚！你可知道，连那宋西西今日都过来将军府看热闹，那又如何？他要看热闹是他的事。你一坊，算是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再去健康侯府道歉？你这样既影响了将军府，又影响夫君的仕途。夫君叫的可真是顺口。我这么叫有什么错？他不是我的夫君吗？是，他是你的夫君，所以他的前程你去谋划，要道歉你去，要拿银子你拿。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的态度就是，你滚出这里，不要来招惹我。一坊，我兄长乃是北冥军的主将，我娘家是平西伯府，你怎敢如此不敬我？怎么，你要你兄长带着北冥军来杀我吗？还是你平西伯府想仗势欺人，欺负我这个皇上赐婚的将军府平妻？无赖，你就是一个无赖！当初夫君是怎么会看上你的？定是你在战场勾引的夫君，你真的和那宋西西不相伯仲，你们都是无耻之徒。那可真是让你失望了，在战场上是他先对我表示好感，是他先说喜欢我的，至于你拿我同宋西西比，他算个什么东西？二嫁妇，不知廉耻。他说二嫁妇不知廉耻的时候，眸光一直在王清如脸上打转，寓意不言而喻。我今晚定必会告诉夫君的，你给我等着。好，我等着。二嫁妇。第二日早朝，许御史和御史中丞带着御史台好几位老烧火棍上了奏本，参探花郎梁世子在正房夫人怀孕时候那花魁娘子，宠妾灭妻，刻薄郡主。参将军府不敬健康侯老夫人，导致民怨四起，百姓泼粪泄愤，被他们拖进去打断了手脚。此人如今已经到京兆府报案，承认了泼粪之事，但也追讨赔偿。战北望官职没能入朝堂，只有梁少站在朝廷里争辩几句，不服御史的参奏。少，你可知罪？臣知错。是有罪，不是有错。看样子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罪在那里。今日起罢免你一切职务，回家反省去。皇上，臣知错。不，臣知罪了，求皇上轻饶。拖出去！传战北望，你将军府是什么地方？竟敢私设刑房，把百姓的手脚打断！如此有你将军府便可以了，还要京兆府刑部大理寺做什么？皇上恕罪，皇上息怒。朕息什么怒？叫你带着一坊去道歉，健康侯不许你们进去，你们竟然就这么转身就走？道歉是你们这种态度吗？你不积极的争取原谅，竟然还敢找百姓出气，你们就活该被泼粪！朕也想泼你一脸。满朝文武无一人出来为他说话。臣知罪，请皇上责罚。臣也一定会再去给健康侯老夫人道歉，争取他们的原谅。战北望之家不严，后宅混乱，差事敷衍，降为九品人普通京尉。如若再犯错，朕便收回将军府。战北望，这是朕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臣谢恩。还不滚出去！战北望气冲冲地直奔一坊的忘情居而去。都是你嘴贱，走，跟我去健康侯府。不去。你不去，我便绑你去。你是要自己去，还是要我绑着你，再背上金条？你敢！我不过说了一句话，能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要去负荆请罪啊？你做了什么？你心里有数。你的那些罪，莫说负荆请罪，杀了你都不为过。你现在待我可有半分如从前，你真是厌恶极了我。既然如此，为何娶我？我犯贱，我瞎了眼，我识人不清。我以为你真如你所说的那样磊落勇毅，可你不是。你闭嘴！分明是你估错了。你以为宋西西能够容纳我，所以你才要了我。结果宋西西不容你娶平妻。你当初说喜欢我的话，不过是图新鲜。你没有良心，你忘情负心。战北望是我错看了你。那些前尘过往我不同你说，但你今日必须要跟我去健康侯府。还有你昨日打断手脚的那人，你拿出银子来赔偿，否则你就要下大牢。你休得胡说！我昨日哪里有打过人？是不是王清如说的？说我打了他？你休要在这里装糊涂。昨天泼粪那人，你抓住了，把他的手脚打断。那人已经告到了京兆府，你就等着京兆府的人上门吧。今日上朝御史们参我一本，说我治家不严，纵容家仆，打伤百姓。整个将军府除了你，还有谁如此暴力？不是我昨日连院子的门都没出去过。不信你去问问管事，或者你不如去问问王清如，是不是他叫人打的？不可能，清如温婉贤淑，断是做不来这种狠厉的事。所以在你心里，只有我才会做狠厉的事。王清如就是菩萨心肠吗？
战北望了战北望，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真是眼瞎了。战北望自是不相信王清如会吩咐下人这样做，所以他一口咬定是一坊。你不是第一次做，你做过什么，你我都很清楚，敢做不敢当，你怪不得别人轻贱你。来人，把王清如叫到望秦居来，把昨日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王清如没有来，只是来了2名侍女。回将军的话，如果您说是昨日泼粪那人，确实是夫人吩咐把他的手打断的。回将军，确实是夫人，不过夫人只叫打断他的手，没有打断他的腿的，是他嘴里不干不净。他是王清如。呵呵，这就是你口中端庄贤淑的夫人。之前还觉得王清如端庄贤淑，知书达理，可如今她一句话就断了一个人的手，就算逮着人便打一顿，再放他走便是了，何苦要断手断脚的？我会去问过阿如，等我回来，你还是要跟我去道歉。阿如，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我阿访了，都是直呼我名字。战北望，我真是错付了。谁又不是呢？王清如也知晓了昨日打断腿的那人去告官了，因为京兆府已经派人上门。这件事情是否能和解？战将军，能否和解那就由你们去和他谈，我们大人交代过了，能和解最好，若不能和解的话，指示这狱打人者便要下狱。但他始终是在我府门口泼粪，是他挑衅侮辱在先的。按说这种情况，不是赔偿些汤药费，还要让打人者道个歉就行了吗？战将军请放心，他往将军府门口泼粪，我们会严厉追究，等他伤愈我们会关押他，但是将军府殴打他，导致他断了一只手一只脚，他要追究也是有律可依的。劳烦你帮我打电，我一定。将军莫不是要贿赂我吧？这可使不得，我们京兆府办案清正严明，绝不收受贿赂。战北望一时尴尬。花厅里，王清如用手绢擦拭着泪水。那日我实在是一时气愤，刚从娘家回来，看到北冥王妃的马车从我们府门口经过，夫君我只是气不过，我怀疑那些泼粪的人都是他找来的，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只同他说了几句别的，却没想到被他辱骂了一顿。回到府中见抓住了那泼粪的人，一时气恼才会叫人打断他的手。我不知道下人下手这么重，手脚都打断了的。你说宋西西昨日来过将军府？肯定是没进将军府的，但是从我们巷口出去，那泼粪的人便被抓住了。如果有证据，我肯定是当场指证他，可惜没有。你跟他吵了？他说了什么？夫君，我没同他争吵，是他辱骂了我。他不轻易同人吵架，他甚至都不轻易和人说话。你说什么？所以你和他说了什么？他又说了什么？他说为什么要来将军府了吗？他辱骂了我，也骂了你，说你是他不要的垃圾，我捡了去。我气不过就跟他吵了几句，但那个泼粪的人肯定是他带来的，否则他为什么会那么巧同那人一起出现？老吉，他这样说我。他就是这样说，我才气不过同他争辩了几句，他的人还想打我呢。夫君你这反应，莫是对他有过感情？没有，他恨我至深，以后尽量少招惹他。王清如觉得自己可以容忍一坊，但是他不能容忍夫君心里有宋西西，即便宋西西现在已经是北冥王妃。夫君，你对他果真是无半分情意的，对吗？没有，绝对没有。夫君，我只是恼怒他视你为垃圾，在我心里你是世上最好的男儿，没有人比你更好。那泼粪的人一定是他叫来的，他侮辱了你，所以我回府看到那个人才会一时愤怒，叫人断了他的手。最好的男儿，那位牺牲在战场的方十一郎呢？在他心里竟是半分位置也没吗？将军府的管家主动承认，说是他下的命令被抓入狱，保下了王清如。王清如想尽快息事宁人，所以派人给伤者送了1000两银子过去。是不是真的断了手脚？怎么也不派个人去看看？搞不好就是讹人的。他来我们将军府门口泼粪还有道理了，而且断手断脚也是能治好，治好多花不了100两，你出手就给了他1000两，这么好赚的生意，岂不是以后日日都有人来讹诈我们？母亲别生气，不会再有人来讹我们了，那人肯定是宋西西派来的，而且只要一坊去道歉，这事就平息了。什么？那天天来泼粪的人是宋西西派来的？王清如把那日在府门口看到宋西西的事说了出来。她已经贵为王妃，为何还不愿意放过我们将军府？她就是恨不得我们将军府的人全部死绝了才好。她心肠如此歹毒，定会有报应的。战北望再一次带着一坊到了健康侯府，这一次带来了不少的礼物。战北望甚至是跪在门口求见，愿老夫人福泰康健。起来说话吧。老夫人，那日那人说话鲁莽得罪了老夫人，还望老夫人海涵。是鲁莽吗？是口出恶言。没错，那日我们也没想着进去求你们的捐献，就是祖母走得累了，想进将军府讨杯水喝，坐下来缓一缓，竟见了面就一句老乞丐，我们乞讨了你们什么？你们又施舍了什么？
好了，客人在这里不得无礼，这事老身没有放在心上，是儿孙们闹气。老身同他们说过很多次，既然做了此事，就好好坏坏都有人说，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那就只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则可。老夫人如此豁达，实是我辈难以企及。只是若真这么豁达大方，丝毫不记恨，为何上次我们来却被拒之门外呢？一房，你给我闭嘴！易夫人，你们上次来老身并不知道，如果老身知道的话，也会告诉你们，没有必要来表达歉意。你没有侮辱了老身，你侮辱的只是你自己。老身这一辈子见过的人多了，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大奸大恶之人见过，仁善慈爱者见过，像易夫人这般拧巴的也见过不少。你说我拧巴，我如何拧巴？还请老夫人指点啊。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把自己的失败记恨在别人身上，总觉得时运不济，意难平，不甘心想胜过某些人，想着如何能扳回一局，好让天下人对你另眼相看。可你纠结这些做什么？你赢得了那人，那人就会过得不如意吗？你赢了那人，你就会过得很快活？不会的，你的悲欢他丝毫不在意，他的幸福与否也同你无一点关系。你在他心里头连一道痕迹都没有留下，他却日日在你心头折磨着你。你说你拧巴吗？一坊面容大变，老夫人这些话可算是直击他的内心。老夫人见过很多人，但是见过虚伪成精的人吗？见过践踏着别人的军功爬上去的人吗？见过那种把父兄的军功敲骨石死而不知足的人吗？见过那种分明不顾战友死活，任由战友被俘被残虐的人吗？而这种人竟然可以成为王妃，老夫人觉得老天爷开眼了吗？这样的人只活在你一个人的心里，老身如何得见？老夫人根本不信我的话。老身信与不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信了，还因此自己折磨了自己。你不快乐，你浑身都是戾气，你每日所思所想无一分一寸是为了自己，只为如此把心底的不甘与怒气堆积上去，而这些最终会反噬到你自个的身上。行了，老身倦了，你那日与老身说过什么，老身已经不记得，健康侯府的人也不记得。你今日从侯府走出去，大家都是能看见的，相信也不会再有百姓与你们为难。战北望绷着的一根弦终于是缓缓的放松了。他本以为一坊这样出言无状，老夫人是要生气的，到底老夫人境界高，并未同他一般见识。吴母方才不说他便算了，还跟他讲什么道理？他根本没把您的话听在耳中。他曾经爬得很高，太后亲自赞赏皇上赐婚，那时候的宋茜茜在他眼里是被他践踏在脚下的狗。他俯视宋茜茜，以为从指缝里流出一点善意便足以叫宋茜茜感恩戴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宋茜茜只是蹲下来，并非是被人践踏。当他站起来，可以站得比许多人都高，也高于他很多很多，而他反而从云端跌进泥潭。于是他心里不平衡，天下女子都可以比他好，唯独宋茜茜不行，这就是他如今的心态。真是个疯子，贪嗔痴欲魔人啊！他那般处处盯着着北冥王妃，可人家压根就没正眼看他。你们多跟北冥王妃学一学，自己得到了就要乐于奉献出去，眼界要长远，要有格局，要有境界。是，谨遵老祖宗的教诲。战间不知道何时开始又流传起来了一坊在战场上被西京人俘虏被玷污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有人在故意散播的。我昨日才得到消息说，西京的三皇子被册立为太子。西京三皇子，三皇子是真恨毒了一坊的，且他记着陆波城百姓被屠杀的事，估计两国边线发生变故是迟早的事了。宋茜茜心底一沉，之前想着西京要面子，是绝对不会把陆波城先太子受辱的事情说出来。可是三皇子登基，以他对先太子的感情，很难说不会把事情披露出来。而且改朝换代，新帝需要坐稳地位，就需要大刀阔斧。边线的划定或许是西京百姓心头的痛。根据情报显示，西京百姓对苏兰基确实心生怨恨，认为他德不配位。一坊的事为何会流传得这样快？莫非西京还有探子在京城？或许三皇子早就对商国有所部署，他或许经营了探子营。一坊这件事情，估计皇上会命人力压，不许百姓再非议。必须呀，民间最不缺智囊高人。从一坊被俘被折辱的事情，很容易推测出城灵官的合约有内情。
我现在反而有些担心，不是西京探子放出来的消息。燕王，但燕王岂能知道陆波城的内情？莫非成灵关有他的人？果然过不了几天，关于一坊的流言蜚语便被压了下来，没有人再传了。宋西西开始接掌王府钟馗，而下个月就是惠太妃的寿辰，这是宋西西嫁入王府之后操办的第一场宴席。宾客名单让于先生拟了一份送了出去，只是这寿宴的帖子一送出去，有些人便生了心思。转眼惠太妃的寿辰日到了，大长公主带着嘉仪郡主也来了。战少欢，他跟着大长公主和嘉仪郡主来了，哼，这可有点意思了。今日是惠太妃的寿辰，老身是个吃货，就是来蹭顿吃的。老太君，冻雨受灾的时候，您老人家挺身而出，为灾区募集了不少银子，送去了不少棉衣和粮食。您此番善举与担当，将晚辈这些身为皇家公主的都十分汗颜啊。都是略尽绵力，公主休要说的这是天大的功劳这般，老身承受不起。老身做这些微末小事，远远是不如宋国公和萧大将军还有北冥王他们保家卫国、收复疆土的大功，所以不提。老夫人这番话，最好是等德贵太妃来了再说，让她听一听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一家是有多大的功劳。我真想看看德贵太妃那张因嫉妒而扭曲的脸了。可就在老夫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德贵太妃才与秦王妃一同进来，她带着孙子孙女。切，还带着孙子孙女过来是想做什么？臭显摆！若不是我的皇儿上了战场，这会儿我也抱孙子了。怎么就王妃来？两位侧妃呢？苑侧妃孩子还小，明侧妃有了身孕，也不方便出门，望太妃见谅。啥？又怀上了？秦王是种猪吗？才成亲几年便已经4、5个孩了。还是德贵太妃好福气啊，年纪轻轻的便孙子绕膝。要说福气，那是远远不如健康侯府老太君的福气。在座诸位都是有福气的人，德贵太妃自更有福气的，惠太妃也是娶得贤媳，北冥王更立下不是军功，都是福气。哀家倒是希望我儿如秦王一般，在京城享尽贤福，妻妾成群，儿女双双对对的，倒不似我儿是个劳碌命，有时瞧他从早忙到亥时才回，哀家都心疼他。那证明墨儿能干。他说着，还把孙子抱在怀中亲了一下，炫耀的神情不言而喻。西西入门也有几个月了，怎还没好消息传出来？按本宫说呀，皇家的男儿该早些开枝散叶，为皇家绵延子孙，这才是要紧事。至于衙门的差事，满朝文武谁做不行啊？王妃进门才几个月，嘉仪进门都好几年了，肚子也没个声响的。大长公主若有什么生儿良方，不如先给嘉仪用一用。嘉仪是无所出，可姑爷也没少纳妾呀。默默说妾室，连侧妃都没有。长公主倒是大方，给驸马纳了好多房妾室，只是这些妾室长什么样子，有人见过吗？妾室不过是卑贱的下人，怎么上得了台面？自然是不允许出面宴客的。不允许宴客就罢了，连亲戚都门不出来拜见，实在有失礼数。看着二人你来我往的，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丞相夫人打了个圆场。听闻今日还请了戏班子，还有满园的花不曾赏过，不如出去走走，听听戏，看看花。惠太妃正要说出去，便听得外头报了。平西伯府老夫人和夫人道：战夫人也来了，记得并未给将军府送帖子。夫人是同娘家人过来的。王妃是不欢迎妾身吗？怎会，来者是客。宋西西客套一下后，不管王清如，继续招待其他宾客。陆氏找到宋西西聊起了天，因为他刚看到了曾经的儿媳王清如，还听说她嫁给了战北望。王妃，这战北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不是很坏呀？夫人，您放宽心些，既是已经离开了方家的人，您不用再为他操心，您顾好您自己的身体，还有您的女儿。妾身知道不该管的，只是我家11郎，他是那样磊落光明的人。战北望他得了军功便抛妻另娶，不是良人啊！我儿是惦记着他的，没牺牲之前，在战场的时候写了家书回来，句句都不离他。相信我儿不愿他嫁给那样的人。王家不是好欺负的，所以战北望不管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平西伯府在，都不会叫王清如受委屈。别管他人，过好自己便是。说到底，如今也不是一家人了。他以后死了也不会与11郎葬在一起，寄给了放妻书。他要嫁给谁是他自己的事，以后是好是坏，也该是他自己承受的。王妃言之有理，我确实多管闲事了。他其实和宋西西不熟，可陆氏没了儿子，就像是没了主心骨。看到宋西西，就想着自己儿子曾在国公爷麾下，又曾在萧大将军的麾下，便无端觉得亲近。说话间，有个丫鬟过来：“二位老夫人，我们夫人有请。”这丫鬟是王彪夫人姬氏的丫鬟翠莲。
你们家夫人有什么事吗？我家夫人说，就是想请二老夫人叙叙旧。神母要见吗？去吧，咱们见一见。王妃，你方才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别担心我。陆氏被请到了院子的一侧，即使知道方家仁德，今日见陆氏在王清如面前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很是不忍，所以请他来叙话，让他不必惦念那已经放出门去的旧媳。知道不必惦念的，只是一时知道这个消息，有些错愕罢了。若是旁人也就罢了，天生是那个。丞相夫人保的媒，这里头有皇上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同意。是被迫同意，还是他真的同意？丞相夫人提出来，他便已经应承。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如何也得帮他争一争。可他对战北望，他心仪战北望，认为外间对战北望的流言蜚语都不尽不实，更认为北冥王妃当初和离是容不下平妻，是北冥王妃的错。他怎么会这样想的？这一次本没邀请他，是他非要跟着来。她当初嫁到方家去，姑爷牺牲之后，你们退还了所有的嫁妆，还把11郎的抚恤金都给了她，如今全部都带去了将军府。出嫁那日，她还想着跟北冥王妃攀比嫁妆，这样的话本来不该跟您说，但我实在不忍心见您为她忧心挂虑的。陆氏听完，只觉得震惊无比。王清如在他心里不是那样的人，他明白事理，也敬爱温姑。多谢夫人告知这些，曾经我是拿她当闺女看待的，也是舍得她在方家守一辈子的寡。其实这几年她一次都没来看望过我，我心里应该是有数了的。罢了，她既选择了，那祸也好，福也好，都是她自己承受的。老夫人保重。他需要冷静一下，刚要打算回戏园子的时候，便见王清如独自一人前来。母亲，如今你叫我一声夫人也好，伯母也好，不适合再叫母亲了。大嫂同您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就是劝老身莫要再惦记你的事。除此之外，便没说别的了吗？没有了。伯母，其实夫君不是外边所传的那样，他是正直的君子，和11郎一样，他们都是。闭嘴！你休要拿战北望与我儿相比。我儿在战场的时候，每一封家书都是叫我们如何爱顾你。他娶你过门后，你一直无所出。他没有内妾，也说了不会内妾，你怎可拿我儿同战北望比？陆氏转身就走，嘉义郡主抓住战少欢的手臂，然后用力一推，战少欢直往谢如墨怀中倒去。幸好谢如墨反应及时避开了。认得了，她是将军府的姑娘，叫战少欢来着。她这是想上位吗？我看着她是朝王爷扑过去的，将军府的人还要不要脸了？哼，将军府人要脸吗？他们早就没脸没皮了，毫无下限。战少欢听着这些议论的声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急忙朝王清如走过去。嫂嫂，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被谁推了一下。这小贱人跑过来做什么？本来也没几个人发现我的，如今他跑过来，大家都知道将军府来了2个人，没有帖子还来了2个人，还真坐实了那句不要脸。开！战少欢被他一推，又跌在了地上。清如，还嫌不够丢人吗？母亲，我们走吧。怎能如今就走？这寿宴还没开席，你这一走，将军府还要不要面子了？你给我安分些。而外头密探沈万子过去找宋茜茜，是嘉怡郡主推他的，但是2人显然是商量好了，应该是想让战少欢扑到你男人身上，你男人不得已娶了她。只是奇怪的一点，嘉怡郡主似乎并不在乎计划是否成功。从德贵太妃带着一群孙子孙女出来，然后又说到纳妾的事情时，我就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了，让母妃羡慕嫉妒，然后帮王爷娶侧妃，挑拨我跟母妃的关系。至于战少欢嘛，他们本来就没打算帮战少欢成为北冥王府侧妃，因为他们母女都很清楚，北冥王府容不下将军府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想让王爷背负毁了人家姑娘闺玉还不负责的臭名声。那战少欢是不是疯了？竟然想嫁给元帅，他脑子没问题吧？今日这样一闹，谁家还瞧得上他啊？他是蠢，但他跟着嘉义郡主来我北冥王府，肯定背后有他母亲的支持。战北望被降品了，依我所知道那位老夫人，她一定急坏了。人在着急的时候，脑子是不存在的。对了，你和他们站得不远，听到大长公主和我母妃说什么吗？为什么会派静心去请王爷过来？他们和德贵太妃在一起，说起谁的儿子孝顺，大长公主说元帅是有本事没错，但孝顺肯定没有秦王孝顺。惠太妃就急了，说元帅也很是孝顺的，可大长公主不信，那静心便在一旁提议，说她去请王爷过来，就说太妃头晕难受，如果王爷急忙赶过来的话，就证明王爷有孝心。惠太妃同意了。静心是静心提议的？是他。主子们说话，他提议有意思。
此人胆大如斗，非奸即盗，该翻卖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让我母妃接受她身边有叛徒，问题是惠太妃盲目自信，觉得身边所有人都是忠心耿耿的。除了战少欢出的洋相之外，寿宴还算顺利。谢如墨带着宋西西正在挨个敬酒，而一旁的战少欢看着北冥王就站在与他相近的距离，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我要嫁入北冥王府，一定要！而这一次竟然是平阳侯将他接住，所有人都盯着他，像方才那次一样。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了小妮子就是想攀上北冥王。来人，战姑娘身子不适，派人送她回府。主，您说过会帮我的，您帮我。到底是冲着北冥王来，还是冲着平阳侯来的？但这手段怎么如此卑劣啊！他是郡主，直接出面把事情办了不就成了吗？这议论纷纷，平阳侯全部都听在耳中。嘉怡郡主气得要死。亲家，这姑娘确实是本宫瞧上的，和嘉怡没有关系，只因今日她身子不适，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晕。回头咱们把事情解决了，本宫相信不管是大长公主府还是平阳侯府，也断是不会毁人清誉的。大长公主可真是费心了，连我侯府的事都要操心上一份。但你说的对，我们平阳侯府的人不会无故毁人清誉，人先带回去，回头再斟酌便是了。今日是惠太妃的寿宴，真是失礼了。惠太妃，本宫敬你一杯，望你莫要见怪。今日这场宴席堪称典范，西西啊，你是怎么能做到如此周全的？这么大的宴席，就你一个人操办，没来烦过我半点。如今没别的遗憾了，就是盼着你早日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让我也能像德贵太妃那样含饴弄孙。若我生不出来，给王爷娶两房侧妃可好？那自然是吉。惠太妃兴奋的正要说，却见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娶侧妃，儿子娶她，就因为她不容妾室。原来你善妒之名不是真的。什么？你要他善妒？为什么？因为儿子不喜欢身边有很多女人围绕，什么通房侧室、妾室全部都不要。如果他敢帮我张罗妾室，哪怕要与整个羽武林为敌，儿子也要跟他闹个子丑寅卯，绝不甘休。便是被万宗门的人剁成肉酱，也绝不容身边多一个女人。他要是敢，那就试试看。胡闹！说的什么晦气话？什么剁成肉酱？你媳妇要为你纳妾，那是他大度，你怎么还跟他置气上了？他试试给我纳妾看，我先砸了王府，再去砸了万宗门。你真是疯了！万宗门那么多高手，你怎么打得过？你就给我闭嘴吧！谁说要给你纳妾？就算西西想给你纳妾，母妃都不会允许的。本王方才听到你说给我娶侧妃了，你跟本王来，看本王怎么惩治你。说完，直接就把宋西西拖了出去。不就是提一下吗？这疯儿子是真疯了。高嬷嬷，快跟去看看啊！莫要真被他打出个好歹来，哀家如何跟姐姐交代？姐姐最是疼惜宋西西了。怎么去看啊？太妃，你原本也想给王爷娶侧妃来着，老奴再去岂不更惹王爷生气？看王妃应该挺抗揍的。糊涂，哪家娶了媳妇回来是要挨揍的？你不去哀家去？好，老奴去请于先生，王爷最听于先生的话了。快去啊！回头真挨揍了，那张如花似玉的脸，想想就心疼啊！也就是太妃没看出来王爷这是故意的呢，就是告诉太妃纳妾的事不许在府中提起，不是因为王妃善妒，是她不许。玩我这戏可还行？流于表面，也就只能骗得过母妃了。能骗过她就行了，但是我这个母妃啊，你别指望她能像别人那么精明，她就是要有人护着才不会上当受骗的。也好，省得跟我耍心眼。你们竟然去北冥王府参加惠太妃的寿宴，你竟然想嫁给北冥王为侧妃，你不是最恼宋西西的吗？你怎能如此不要脸？二哥这指责好没道理，若不是你被降职了，我何至于此？我的前程怎需要你来谋划？我自会奋力拼搏。你是为了你自己，你看上了谢如墨，那谢如墨有什么好？你们一个个上赶着去。他比你好多了，你看那宋西西宁可同你和离也要嫁给王爷，可见他比你好太多。再说这京城贵女哪个不想成为北冥王妃？你想成为北冥王妃，可北冥王早就有了正妃，你的美梦是注定要落空的。我怎不知落空了？可我原先打算的是，即便进府当了侧妃，得了王爷的喜欢，取代宋西西也是迟早的事。你们难道不恼恨宋西西吗？他求一道旨意和离，把我们将军府的脸面都在地上，任由他践踏。我是有私心没错，但我也想为将军府出一口气。够了，都给我闭嘴！你说平阳侯碰了你的身子，他伸手抱着我的腰，虽是松开的及时，可大家都见着了。既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平阳侯府也是百年世家，
在这京城里数得上前5的，而且本来就是嘉义郡主说要帮你，如今事情失败，嘉义郡主也该负上责任。明日我拖着病躯去一趟平阳侯府，横竖如今平阳侯只有嘉义郡主这个正妻和一个生育过的侧室，你嫁过去当个侧室也不错。素闻平阳侯和嘉义郡主不和，那侧室也生育了几个，自不及你年轻鲜亮的侯爷喜欢。不，母亲，我不要嫁给平阳侯，嘉义郡主恨死我了，我嫁过去一定被他整治得很惨的。你懂得什么？他无所出，侧室受宠，他恨那侧室更甚，巴不得有人能分走那侧室的专宠。他都是在利用我。既然是利用，那就互相利用。你在侯府站稳阵脚，得了侯爷的喜欢，你便让侯爷相助你父兄，届时你父兄在朝中仕途顺利，你在侯府才有真正的好日子。我不需要他帮忙，母亲，你别再说那样的话了。我自己的前程，我自己想办法努力。她是堂堂将军府的嫡女，怎么可以做妾室？她被平阳侯抱过，毁了清誉，哪家愿意娶她？便是低价找个6、7品家里的次子或者庶子，要不行找个书生也总好过嫁与侯府为妾。不，我不愿意，我才不要嫁给那些庶子，更不要嫁入小门小户。现在还想嫁给谁？你以为北冥王会看上你吗？今晚第一次你刻意扑向北冥王，他已然看出你的动机，只是因这是惠太妃的生辰，他隐而不发。你给我闭嘴！我就是在如何也比你一个2嫁富好，你同宋茜茜那烂货一样。她是你嫂子，你怎敢这样说她？母亲，二哥又打我。为他说那么几句话，你这个当兄长的便要动手打他，岂不是寒了他的心？他做那些事情，就算初衷不是为你，到底最后你也是有所得益的。母亲，我打他是他口出恶言，不敬长嫂。好了，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慢慢同他讲。夫君，就冲你今晚这样护着我，我也定然要保你前程。其实他打战少欢并非为了王清如，而是他口中说宋茜茜是个烂货。他说的那句你怎敢这样说他的他，指的也是宋茜茜。我的前程不需要任何人替我保，我会自己努力。你再说这样的话，我会很不高兴。好，我不说，我知道夫君有志气，是我说错了。听闻姨母的寿辰宴上，有人想当你的屋中人，这样的消息也能传到皇兄这里，岂不是污了皇兄的耳朵？闲言碎语朕素来不听，只是你毕竟是朕的弟弟，此事母后也关心，朕便问问你是有打算娶侧妃吗？没这个打算，皇兄。臣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身子亏空的要紧，如今还叫丹神医调理着身体呢。一个正妃便有些力不从心，再多个侧妃，臣弟招架不来。瞎说，你是练武之人，身体壮健，怎么会力不从心？好你个小子，是讽刺朕后宫里人都怕朕力不从心是不是？臣弟怎么敢非议皇兄的后宫？且皇兄肩负开枝散叶的责任，后妃多一些无可厚非。一般官员家里头不也有3几个小妾吗？你也是皇室子孙，开枝散叶也是你的责任。臣弟原本打算孑然一身，就是怕太多牵挂。如今有了王妃，母妃也出宫去了，牵挂太多反而不自在，所以生子育女的臣弟暂没打算。不下了，回去办你的公务去。听闻有个特大案子到了大理寺复核。是的，女子杀了夫家12口人，连同自己的子女在内。此案发生在毕州府，毕州知府判了秋后斩首，刑部也核准了。如今到了大理寺，臣弟还没看完案宗。此等恶毒之妇，秋后处斩都便宜了他，该判斩立决。等臣弟看过案宗，自会秉公遵照律法批复。滚，在朕跟前粗鲁得很，朕瞧着烦。那臣弟告退了。谢如墨出了殿，皇帝抓了一把棋子散落在棋盘上。吴大办，朕是不是有些过了？如今他连孩子都不敢生。您让人时刻盯着王爷，王爷岂会不知道您还有忌惮之心？皇上多虑了，王爷兴许还不想要孩子。哪里有不想要孩子的？朕都盼着后宫不断开枝散叶，他和朕只差了几岁，按说像他这年纪的也该当爹了。或许王爷也知晓了皇上您的担忧，他也是不希望兄弟之间生了嫌隙。您还记得吗？从小到大，王爷事以您为榜样，以您为骄傲。在外头说起太子哥哥的时候，他神色都是自豪的。经吴大办提起，皇帝想了许多从前的事，眸光不觉温柔了许多。朕或许是多虑了。到了晚上，刑部尚书李立便亲自来，两人在书房里为这案子吵了半个时辰，最终不欢而散。今晚刑部尚书亲自来，显然这个案子是很紧急的，所以那案子到底有什么让你难以下决断的？这案子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学子乃至大儒都纷纷写了文章声讨这名妇人。不只是在毕州府当地，是大范围的轰动。京城里满朝文武有一大半也让大理寺尽快复核死刑，最好施斩立决。这么大范围的轰动，一则是这个案子影响确实很大，二则就是有人在操控舆论。我命人去打探回来的消息，确实有人在操控舆论，但更多的还是因为这妇人挑战了夫权和父权，她把一家子全部都杀了，包括自己的孩子，很是恶劣。操控舆论的是谁？是燕王。
不出所料，他想要搅动风云，就一定会制造一些让百姓声讨朝廷的恶性事件。这案子证据充分了，对吗？他已经画押认罪，而他的公爹和丈夫都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反而这个妇人平日比较小气。据邻居的供词所证实，她是不同意自己的公爹和丈夫拿银钱出去行善的。证据你都看过，充分是吗？算充分。算充分，也就是说不完全充分。没错，一家连同他在内共13个人，他杀了12个，公爹丈夫3个儿子，这5个人身体壮健，还有婆母与未出嫁的女儿2人，剩下的是小厮和侍女。问题就在于这案子发生在黄昏，不是深夜大家都睡着了，吃了饭之后他忽然发难，从厨房里拿了菜刀把所有人都砍死了。这妇人不曾练武，且身体有病，需要酒服药的。一个有点刻薄的久病之人，就算能杀得了一个，也会马上被制止，是不是都被下毒都昏过去了？没，全部清醒，且有邻居亲眼目睹，那妇人像是疯了一样，力大无穷，见一个杀一个。若不是那几个邻居跑得快，估计连他们都要被杀掉。而当地衙门验证过伤口与作案凶乙气是吻合的。宋茜茜明白他为什么迟迟没准予复核死刑了，因为这灭门案确实存在疑点。对了，吃了饭之后才发生的凶案，可有查过那些饭菜？没查过，因为尸体没有中毒。我在怀疑那妇人会不会被下了什么毒，使得她发狂，然后力大无穷。已经请教过几位太医了，但他们都说没听过这种毒。请教丹神医问问。好，大官实在不知道王爷到底还要怀疑什么。此案已经激起民愤，如果复核还没下去，百姓都要声讨朝廷无能了。稍安勿躁，本王请了丹神医来解释一些疑点，便是那范妇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力气，可以连杀12人。那范妇人是常年服药，身体很差。他隐藏罢了，他不满自己公爹与夫婿许久，说他们行善花了不少的银子。那妇人是个吝啬刻薄之人，且他已经画押认罪，又有目击证人，更有凶一气。若因那一小小的疑点而放过他的话，律法的威严何在？动机呢？他杀害自己一家人的动机何在？他就算再刻薄，就算再恨毒了自己的公爹和父亲，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连小厮侍女都不放过？他自己的供词不说了吗？他是忽然觉得他们该死，觉得他们全部都该下地狱。邻居的供词也可以证明范妇人和自己家人的关系不好，儿子女儿都不待见他。或许是吃饭的时候有了口角，一时激愤。王爷是刚入宫门，不曾见过太多的案子，但本官见过不少因一时激愤而杀人的不在少数。而人在极度狂怒之下是会比往日生出更大的力气，所以王爷认为的疑点根本就不是疑点。与此同时的燕州王府，燕王正在聆听手底下的禀报。不出半个月，估计整个上国的百姓都在议论此事，同时声讨朝廷的不作为。继续散播出去，就说北冥王谢如墨为范妇人开脱，其目的是证明自己有实力出任大理寺卿一职，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贪功，还有多渲染他指事武将与宫门律法一窍不通，再有便说皇上也被他所蒙蔽，因他功高震主，皇上不得不看他几分脸色。王爷就这么确定他会发还重审吗？有一点当然会，他这个人本王倒是了解的，对人命较真，但凡对人命较真的人都一定会慎之又慎。这么大的疑点他不发还重审，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的。是，小人知道怎么做了。香，王爷，那范妇人身上的苗毒人能查出来吧？查不出，那只是一条小小的线虫葬于他的脑中，便是把他的头砍掉也查不出来。而这线虫只听我的指挥，现在那范妇人是不会有任何异样。那就行，王爷不必担心，毕州知府也是我们的人。此事经营已久，绝不容许出任何的差错。8月份咸宁公主大婚，本王便借机回京。在这之前，谢如墨的名望要被降到最低，肃清帝也要被打上昏君的名声。王爷放心，此案只是第一步。如果谢如墨没有发还重审，直接复核了，秋后处长也合我们的意，到时候揭穿那范妇人是被人所害，中了毒会癫狂的，那他就枉杀无辜了。还有接下来西京的事情还等着他们呢。这个一坊不能让他活着，杀了他，防着到时候肃清帝把他交出去平息民愤。本王要西京的百姓和商国的百姓都无处泄愤，把所有的怒火都指向肃清帝和萧家。要杀，但不着急现在动手。如今素兰姬还拦着三皇子，如今该叫西京太子了。等把素兰姬杀了，再杀一坊不迟。杀素兰姬先生有信心？有些难，但他非死不可。那就杀了。苏兰姬此人阻碍甚大，要动用什么力量，用多少银子，你尽管说话。本来有些江湖人可用，但是北冥王和宋西西大婚的时候进来了这么多的武林人，用他们就怕走漏了风声。你不是培养了死士吗？暂时不可出动死士，培养死士艰难，若折在苏兰姬手上那就浪费了。顾不得那么多，用苏兰姬一死，便无人拦得住西京太子。他一心想为他皇兄复仇，以及重新制定边线。苏兰姬死了，他才愿意真正同本王合作。吴香还想说些什么，但燕王已经伸手压住。就用死士，那一切听王爷的。
散播消息的事情隐秘些，莫要让谢如墨知道是本王的人做的。放心，消息从毕州传出，燕州和毕州差着几百里，不会想到是我们大长公主培养的那些女儿，已经陆续进了各个世家，势必要把世家搅个天翻地覆，到时候他们自顾不暇，必不会成为朝廷的助力。那就好。王爷，你请丹神医来到底所谓何事？丹神医也不曾接触过死者，他便是有再能耐的医术，到底也不是仵作。稍安勿躁，李尚书，这么大的案子引起了如此之大的轰动，咱们若办案不慎冤枉了无辜，岂不是更被天下人声讨？如今案犯认罪，人证物证都在，还有什么复查的可能？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给范妇人多活一日，便是对被他杀害的人的不尊重。毕州知府上的案宗也是秋后处斩，如今才4月份，文件往来命一马快马加鞭，来回不过1月。李尚书，你着急什么呀？那丹神医什么时候来？等了好久了。然而李尚书的话音刚落，丹神医就进来了。丹神医好，今日劳您大驾，实在是叨扰了。让李尚书久等了，是小老的罪过。没有，那方才不是冲神医。不是冲小老，那是冲谁呀？冲王爷吗？不敢的，冲他们。是我们惹恼了尚书。昨晚王爷已经来找过我，说明白了那案子的情况。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即便一个瘦弱常年患病的人在极度愤怒之下能够比之前生出很大的力气，也只能是短暂的一时，不足以支撑他杀几个大汉。但是有目击证人亲眼看到他杀人了，他自己也认罪，他所用的凶刀和死者的吻合。本宗我不曾看过，但是我可以推测，死者身上的刀伤都很重，一刀见骨，是不是？对，丹神医拿出一张纸，纸上是他列出来的几种药或者毒药的名称，还有各种药对应的作用以及毒副作用。有一种勾魂线虫，也称之为蛊虫，这勾魂线虫会进入人的头脑，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控制他的行为，而这行为过程本人会留有记忆。如果控制他的人有武功也力大无穷，那么他也会变得有武功且力大无穷。但这勾魂线虫是怎么进他的脑袋？通过饮食或者服药，勾魂线虫在他脑子里或许已经存在了许久。因为勾魂线虫生长比较慢，一般需要半年或者1年才可以长大被人控制。只是有这种勾魂线虫，不代表他就是中了这线虫。我只是来解答疑问的。这案子不是还有疑点吗？那就是他为何能力大无穷的连杀12个人，而且都是自己的家人。勾魂线虫是最贴合的答案。如果真是勾魂线虫，伯父是否有把握把他从范夫人的身体取出来？我弟子红雀便可以，他对苗毒钻研深刻，十分熟悉。有劳伯父。来人，先送伯父回去。王爷，是否把此案重审？不，这案子没有那么简单。李尚书，本王建议由大理寺和刑部一同上奏本，请皇上指派钦差调查。好，下官多有得罪，望王爷恕罪。李尚书着急是因为百姓愤怒，迫于舆论，只想尽快给那嫌疑妇人定罪，这恰恰就有可能上当了。王爷心思缜密，下官敬服。幸好王爷拖一拖，否则以毕州知府的案宗定案的话，或会生出无穷祸患啊！人在高位，步步小心没错。尤其李尚书还有淑妃娘娘在后宫，更是出不得半点差错。此案启奏过皇上之后，皇上命李尚书为钦差，带着人前往毕州调查此案。红雀也跟随前往。夕阳沉下，红雀的飞鸽传书回了北冥王府。你从这案子里摘出来了，又能把真相查明，真是一举两得。是一举三得。如今满朝文武都知道是本王坚持重审，而且是派钦差重审。有人想要把本王拉下来，本王偏得就着他的算计，把自己的民望再抬一抬，气死他。是，你最棒。和沙国停战有段日子了，经过麒麟和方天许对沙国的几轮谈判，现在达成了协议，被俘虏的战士也该接回来了。但这其中有一人是被俘后从敌营逃脱到沙国去的，此人之前一直搜集沙国的情报送给宋元帅，宋元帅死后接他情报的人是麒麟，之后麒麟交接给了你，但他身份被识破，如今被捕了。皇兄说的是七四，他被捕了。七四的身份到底是谁？不知道，估计无人知道。最初的情报是你岳父接的，或许你岳父知道他的身份，也或许连你岳父也不知道。七四能从俘虏营中逃脱出去，证明此人武功不错，不会是一般普通的士兵。皇兄，他提供了许多情报，有大功，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不错，所以朕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目前肯定的一点是他还没死，沙国想用他来换一座城。据方天林的打探，他被关押在沙国边城的一座牢狱，但大概是哪个地方还不知道，所以你要先打探出他被关押的地方，然后找机会营救。陈灵旨。只是沙国人恨他至深，估计不会少遭罪。不管如何，是死是活都带回来，让他回到故国。至少咱们要知道他是谁。是，臣弟明日便出发前往沙国边城。大理寺的事情暂时交给臣矣。你自己要小心点，多带几个武功高强的人，乔装成平民潜入打听，万一救不了，不可逞强，知道吗？是。还有，你立刻前往毕州调查灭门一案。关于灭门的真正凶手已经有眉目了。还有兰儿，朕也不好总是干涉大臣的家事，你让西西多照看着点吧，也指望不上皇叔。
皇兄放心，西西派了人照顾兰儿。今日你也敲打了程恩伯，想来他们不敢再怠慢兰儿的。只是梁少确实糟践了正气，此人不宜大用了。朕怎不知，只是留他功名，却不会让他再入朝为官。如今更是剥夺了他成爵的机会。为了选这新世子的位子，这程恩伯府啊，有一阵子乱呢。让他们乱别的，不要祸害了兰儿便是。还是皇兄思虑周到。那个红楼女子是姑母庶女的事，你听过了吧？听过。你说咱们这位姑母是想要做什么？好好的公主府庶女送到红楼去，再入勋贵人家，会只有程恩伯府吗？还是说别的府邸也有，只不过是用别的身份去了？皇兄不妨派人调查一下。不打紧的事，忙你的去。臣弟告退。要不我同你一起去，你自己去的话我不放心。我不是自己去，带着张大壮和于先生呢。你不要去，还得筹办贤宁的婚事呢。再说瑞儿也要上书院了。于先生武功怎么样？身手一般，但脑子好使。那要不我让万子陪着去？不用，我请师傅陪同我去。师叔去啊？那行，师叔的武功很高，而且神出鬼没的。放心吧，我会把七四救回来的。他的名字叫七四。之前一直是他混在沙国护送到南疆的物资队伍里给我们传来情报，西京人化作沙国士兵的事也是从他那边核实的。收复南疆之后，我们回朝便由麒麟同他对接。之前说好留在沙国1年，确定无战事再起的时候，他就回来的。7474，这名字是代号吗？代号7和4加起来是11。11郎。莫非真的是他？听方将军说，当年那战凶险，加上沙国人是暗夜突袭火烧军营的，死伤惨重，将士们的遗体都埋在大坑里，许多都是烧得面目全非，根本辨认不出来。至于方天许认出方11郎，全因见他在火光中与敌人厮杀，最后受伤被踢回了大火里。只是那时候打得激烈，他自己也自顾不暇。受伤被踢回大火里，也有可能在方天许没注意到的情况下爬了出来被扶走了。有这个可能。希望他能安然无恙，不管是不是方11郎，他都曾为收复南疆献出了巨大的功劳，一定要平安回到商国。我还是不等了，今晚就出城。见过驸马爷。这里没别的人，叫父亲就行了。是，父亲。你是如何被知晓了身份的？你嫡母很生气，叫我来问问你，你可有私下同那宋西西来往？女儿是到承恩伯府做妾的，怎么可能接触到北冥王妃？公主嫡母若信不过女儿，大可以赐女儿一杯毒酒。你胡说什么？一杯毒酒赐了你，还何必花费这么多银子培养你？你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你娘亲还在他的手中。父亲若真这般喜欢我娘亲，为何您不敢反抗他，却叫女儿任人糟践，换取娘亲得以陪在您的身边？你把承恩伯府搅得里外不宁，你嫡母是高兴的，只是泄露了身份，她有些不高兴而已。你妹妹已经出发了，她会在路上遇到北冥王，只要她进了北冥王府，那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希望妹妹能成功杀死宋西西。你妹妹武功不如宋西西，只能入府之后伺机下毒谋害，可一旦被识穿，你妹妹的命也没了。只要她得宠就不会死。北冥王和宋西西本就没什么感情，嫡母不是说了吗？他们只是联姻。其实你妹妹去接近北冥王，父亲是反对的，太危险了。你反对有用吗？父亲反抗过，但父亲无能为力。行了，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不说。接下来嫡母有什么安排？我需要做什么？承恩伯府已经毁了，梁少可气，你想各法子进平西伯府，这平西伯王彪如今只有一房妾室，但他在外领兵，你根本接触不到他，只能向平西伯的胞弟下手。行，我知道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你娘亲？不必了，他跟在您身边享福就行了。顾驸马想说他一点都没有享福，他在地牢关着呢，但话到了唇边又滚了回去。对不起，那日我推了你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了，但你那日害得烟柳跌下石阶，你也该跟他道歉，你赶紧跟我去找他道歉。跟他道歉，他配吗？我给你道歉了，你不跟他道歉，你是金贵蟹吗？你又想学你那表姐仗势欺人是不是？我不接受你道歉。你不接受？呵，你凭什么不接受？凭你宠妾灭妻，凭你嚣张狂妄，凭你目中无人，凭你辜负正气，凭你不配为妇，凭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君子，却竟是小人行径。我这般不堪，那你还上赶着和我在一起？当初你我的婚事都是你一厢情愿，我不过是迫于王府的势力不得不娶你。你闭嘴！我当初确实心仪你，可你也说过心仪我，这才成就了你我这段孽缘。我怀王府若有什么势力，你怎敢欺我至此？我欺你？怎不说你欺他？如今我世子之位被褫夺，我童颜柳如此凄惨，都因你不容他，还叫你表姐来把事情闹大，才会有御史参我。混蛋！反正我已经道歉，不接受是你的事。我可以说话吗？你凭什么？对不起，我向你道歉，你原谅吗？原谅？本世子要杀了你。你还要杀我？那他凭什么原谅你？滚！孩子有你这么个爹都不愿意投胎来。我是不是很没用？吵架都不会，连骂他的词汇都不够。
不，你这一次很有用，你骂了还跟他争辩了，虽然差了点力度，但是有进步啊。你以前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才叫人着急呢。被揍的梁少回到芙蓉巷，进门却见一个包袱放在桌子上。烟柳，这是谁的包袱？我不叫烟柳，我叫顾清武。但对我来说，顾清武和烟柳都是一样的。随便吧。烟柳，你怎么了？等你回来是为了和你告别，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说什么？我说我们之间缘尽于此。为什么？是不是有人来找过你？他们欺负你了是不是？他们逼迫你离开我，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丢了官没了世子之位，以后也不能成爵，空有探花郎的功名却毫无用处，宠妾灭妻的名声整个京城都知道了。你就是想找个夫子来当，人家都嫌你德行有亏。可我这样是为了谁啊？我全是为了你。所以呢，我要领受感恩嘛。今日我离开本可以跟你说是受了承恩伯府或者是永安郡主甚至是北冥王妃的威逼，可我不屑，你这人就是个垃圾，以后别来找我。你说你爱我？骗你的，废物。心爱之人的一句废物彻底击溃了梁少，他顿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地上。数名刺客杀向一坊，然而一坊却直接拉过战北望为自己挡箭。宋西西，你怎么会来救我的？你心里还惦记着将军府的安危，你心里还有我是不是？我是玄甲军副指挥使，我来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不，你心里是有我的，你只是恼恨我娶平妻。然而说话间，宋西西留下的3名活口却被一坊给杀了。一坊，你干什么？你疯了！杀我者必死！你以为他们是西京探子，简直愚蠢！既然刺客已死了，等京兆府料理吧。听闻前几日将军府遇刺，你赶去相救，可有受伤啊？回皇上的话，臣没有受伤，谢皇上惦记。没受伤就好。话说，当晚你是如何知道将军府遇刺的？总不会是恰巧带着桃花枪路过吧？皇上，宋家曾遭灭门，臣找回瑞儿后担忧其安全，派师姐的人监视京城的可疑人物。近日几人入住龙兴客栈，武功高强且似有图谋，臣担心他们针对瑞儿，便派人暗中跟踪。那晚他们穿越行衣离开客栈，似乎前往清阙街，臣担心朝廷重臣遇刺，立即追赶，未料他们并非去清阙街，而是直扑将军府。和将军府有那些旧怨，怎还愿意出手相救？到底是人命，且臣与将军府无什么生死大仇。再说臣也是玄甲军的指挥使，不可能见死不救。你这解释也合理，只是你可知晓，那晚的刺客是冲着一坊去的。当时不知，臣挑了刺客的手脚筋之后，那时候毕明也带着精卫赶到，臣便离去了。可惜刺客都死了，问不出是何人指使，你同他们过招，可看出门路来？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臣所认识的都是名门正派，很少会用这样狠辣的剑法。你跟他们过了几招？没数，但大概应该是20-30招左右。20-30招，你便挑断了他们的手筋脚筋。战北望和一坊2人都没办法制住他们，反而被他们连杀了府中好几个人。西西，你的武功比他们好太多了，你若为男儿，当可接你父兄的班。臣只想好好陪伴瑞儿长大，如今至亲血脉，臣只有他了。朕知道北冥王府府兵已成立，府兵教头是眉山门派的弟子，还有沈家那位千金，也就是赤爷门的弟子，也在你府中是吗？回皇上，确有其事。府兵教头叫孟天生，曾随同臣一起上南疆战场，获皇上赏赐过100两黄金，而他所在门派全部都是女子，生活艰难，因此他师父命他入京求职，供养门派。至于沈万子是臣年少好友，他暂时留在京城与臣作伴。无事，朕就是随口一问，你退下吧。是，臣告退。幸亏自己亲自去的将军府，若是万子和贵儿去，皇上心里的刺又要多一根了。毕竟武林人士在京中手持武器夜行是犯禁的，而他们又都住在北冥王府。如今将军府4周有精卫驻守，且日夜换班，想来皇上也意识到有人要对一坊下手了。而灭门一案也已经清楚，是有人对那夫人下了线虫，导致他理智尽失，谋害他们一家人的是当地一个叫陶满的小商人。生意场上的争斗是有的，因一时之气而杀人也不少，但这分明是有周密的预谋，你怎么看？就算你觉得有一点也没用，人都砍了。再说案子的事你也过问不得。不说这些了，你知道梁少回了承恩伯府吧？知道，还知道他把烟柳的离去归咎于兰儿与我，如今在府中闹得不可开交。像他这样自负的人，怎么会相信自己被抛弃？哪怕是自欺欺人，他也得骗过自己啊。石所师姐说他在府中指桑骂槐，说是你教唆郡主的，可他也只敢在府中大闹，却不敢来找你。但凡他敢来，我都敬他是汉子。兰儿怀孕这日子是真不好过，好在她现在也支棱起来了。是的，梁少去他跟前闹了几回，他都硬气的，就是怀王夫妇不知道怎么回事的，3天2头过去叫他忍让，说那烟柳已经离开了，讨好了梁少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说
普通百姓这般懦弱也情有可原，可一位亲王怕去封地，就一直缩着脑袋做人，胆小怕事到这个程度，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受尽委屈，你认为合理吗？不是很合理，但他确实如此。你觉得他有问题？不好说。那我就让人查一查。西西昨夜出城去了，特意吩咐你姨母把飞鸽传书送进宫来禀报给你听。他半夜出城，定必有要紧事，倒不必事事告知朕的。她一个女子，半夜拿着副指挥使的令牌出京，自然是要告知你的。原来七四是他，宣平侯府到底是君后世家，有如此好男儿，希望张烈文能平安归来吧。母妃，我离京之后可有进宫去？去嘛，但没见着皇上。姐姐叫哀家去看望老容妃，老容妃病了。至于姐姐如何同皇上说的，哀家也没听到。老容妃病了？病得不轻啊，中了暑气入体。太医说情况也不大好，燕王已经上折子，求皇上恩准他带着家眷回京侍疾。皇上是否已经恩准？准了。太后说燕王也就是这几日抵达京城，燕王府也开始重新装潢了。该来的始终是要来的。我入宫复命，晚点回来陪你们用膳。对了，咸宁呢？他跟着齐溜出去了，反正婚事已经定下，成亲也就在这几日了。他们爱怎么跑就怎么跑吧，当个公主还要拘拘束束的，没必要。方十一郎踏进方家，陆氏的眼泪就没有停过，抱着儿子哭了一场又一场，几乎再度晕厥过去。你媳妇的事，你兄长大概在南疆便同你说过，不过母亲还是要和你交代交代的。你父亲是死在战场的，守寡的苦母亲知道艰难，但母亲有你和你妹妹总归是有个盼头。但当时王清如不一样，她还没有生育，母亲想，你既然为国尽忠了，那就别拖累人家，于是同你大嫂他们一同商量，也请示了老太爷和你叔公，也去信告知你大哥，大家一致同意让王清如大归，于是便给了放妻书，让她回娘家去。其实他那时也不愿意回去的，说要为你守一辈子，哪怕是拿了放妻书，他也是这样说。母亲怕他回娘家会吃苦，虽是把你的抚恤金同2个铺子给了他，他如今已经改嫁，所以前些日子平西伯府的人过来，把抚恤金同铺子折算成银子还给了我，算是2家就这么清了的意思。母亲同你说这些，是希望你别去打扰人家了。本就是我对不住他的，不会去给他添麻烦的。母亲会再同你说一门亲。母亲不必了，就这样吧，儿子也没打算再娶。不娶？你说的什么话？你子嗣都不曾有，怎能不娶？以后再说吧，母亲，我不想说此事。是否觉得对不住他，所以不想再娶？母亲，我才回来，您便说娶亲的事，实在不合适。不说就不说，那你记得母亲的话，千万莫要去寻他，别坏了人家如今的日子。儿子不会，儿子保证，母亲不要为此忧心。那就好，也怪母亲，若不是劝他离开，他如今还是你的娘子，他们各个夫妻团聚，没有你。母亲，儿子有些乏了，先回去沐浴了。母亲就说完这句，那日平西伯夫人来退还抚恤金和铺子的银两，你大嫂说他们的是担心清如缠着你，母亲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行，知道了。到了咸宁成亲的日子，齐家的喜宴上宾客热闹得很。为了给三房做脸，齐家家主也是如今的吏部尚书。皇后的父亲齐大人把京城权贵官员能邀请的都邀请来，包括了将军府。喜宴开始前，王清如独自一人走到了花园，她看到了一个人，顿时浑身如遭电击，定在了原地。他黑了好些，但依旧那样的丰神俊逸，那样的自信潇洒，身材那样的颀长挺拔。十一郎看了他一眼，定了定神，便马上收回视线，快步离开。三姑娘，您在这里做什么？听闻他如今是3品参将了，别人的事情不要议论的好。三姑娘，您该关心的是姑爷，姑爷今日也来了的。这居于什么来封赏的？李靖的夫婿竟然封了爵，11郎则封了3品的参将，这到底是多大的功劳？不就是送情报吗？凭的什么啊？那些真正在战场杀敌的将士不会寒心吗？三姑娘慎言，这里是齐家。谁让你跟着我的？是夫人怕姑娘迷路，叫奴婢跟着您的。是怕我迷路吗？是怕我不知分寸，他是怕我丢人，怕我损了平西伯府的名声。三姑娘不会这么做，夫人也不会这么想。如果三姑娘觉得里头人多嘈杂，那么奴婢陪您在这花园里走走。今日有风，可以清醒脑子，让三姑娘清楚自己是战家妇的身份。闭上你的嘴！如果要跟着我，那就离我3丈远。都怪大嫂非要把抚恤金归还，像是自己要去交割以后永不来往似的，弄得如今进退维艰。不行，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见他一面。夫人，我们要去哪里呀？快到了，今日不管见了谁，你都不能对外说半个字，知道吗？红儿看到他要去单独见一个男子，吓得脸色都白了。夫人，这万万不可啊！要是让将军知道了怎么办？他已经不是将军，你不说就没人知道，在这里给我守着。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想见你，11郎，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谢谢你的关心。
但如今你我不再是夫妻，你嫁人了，我们该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你变得这样狠心吗？你不该来这里，你我不该见面，传出去对你声誉有损。我不管，我哪里还有什么声誉？将军府的事情你大概也听过了，我是进了个狼窝，11郎，这都是你欠我的。你既然没死，为什么不来信告诉我？我纵然收了放妻书，却也一直在娘家为你守着。可是皇上让穆夫人前来说亲，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对不起，是我辜负了你。你怎么会觉得是你辜负了我？你一定认为我比不上李靖。李靖为宣平侯府的二公子守了这么多年，秦家那2个也是。我没这么想过，我也从没拿你同任何人去比较，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你做的选择也没有错。你那时候还年轻，若因我蹉跎一辈子，我会更内疚的，是我对不住你。你真觉得对不住我吗？你如果真觉得对不住我，那你就好好待我。如今你嫁人了，我们不该在私下见面。我要和离，我问你，如果我和离了，你还要我吗？你和离？我想和离，嫁给他不是我自愿，是我嫂子逼我的。且战北望待我并不好，而且将军府还有刺客进来过，我的2名侍女锦儿、月儿都死在了刺客手下。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你是否嫌弃我嫁过给战北望？锦儿、月儿死了，他们为我挡刀，死在了刺客刀下。我在将军府随时都会死的。我想和离，你回答我，你会嫌弃我吗？将军府如今没什么要员，就算得罪了人，也不至于半夜行刺，这里头有问题。你要获利，是因为将军府虐待你，战北望对你不好，有刺客入府导致你有性命之危，而不是因为我回来了，对吗？王清如上前想要伸手抱他，吓得方11郎急忙推开，直直退了好几步。你嫌弃我？你果真嫌弃我？将军府的事情我会调查一下的。我不需要你调查，你调查什么？你信不过我吗？我只问你，我和离了你还要不要我？你嫌弃不嫌弃我？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不嫌你，我没有资格。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11郎，你等我。红儿偷偷把王清如和方11郎的对话都告知了姬氏。千防万防，还是没有防住啊！他说自己有性命之危，方11郎怎会不在意？他素来是个重情义的人。夫人，这如何是好？一旦真的同将军府和离了，平西伯府的名声还能要吗？这耽误姐儿以后的婚事啊！将军府是个坑，他想和离我不拦着，和离之后回娘家我也接纳他。但是如果回头找方11郎，我不能同意。但方11郎显然也同意。夫人，如果他真和离回来了，再回方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不能够，我不会容许这件事情发生。锦绣，你跟我多年，当知我为人，而且有些事情瞒得住一时，瞒不过一世。当年他是回了娘家落的胎，他做过的那些事经不起调查的。总不会无缘无故调查这件事情吧？不好说，如果他真有这打算，我找方11郎去说。夫人，这可使不得呀，老夫人会恨死你，而且也没有自己说自己府邸里那些阿扎事的道理。锦绣，你觉得我是怕落埋怨吗？但求无愧于心罢了。当初他回来，我就不该帮他。那时候想着他与11郎到底还是夫妻，他痛哭流涕求我，也发誓再也不会。我一时心软啊。那也跟您没关系啊，是老夫人做主让您帮的。这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多，但他要是再回方家，难保不会被人查出来。不行，明日叫三姑娘回府一趟，她可以和离，但是不能回头去找方11郎，这是底线。王清如正筹谋着如何同战北望说和离的事，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怀上了。母亲，求您帮帮女儿，女儿要落了腹中的胎。你胡说什么？这孩子又不是姑爷的吗？这一次是战北望的，但是母亲，我已经同11郎重修旧好，他答应了，如果我和离，他愿意再娶我回去，我不能要这孩子。你混账！母亲，您若不帮我，我便死在您的面前。你！母亲，来人啊！母亲昏过去了。母亲，是因他要和离的事吗？老大媳妇，你是未雨绸缪，可惜不管用啊！他已经去找11郎，他真的要和离。他若真跟战北望过不下去要和离，咱们当娘家的接纳得了他第一次，也不在乎接纳他第二次。毕竟将军府出了那样的事，连丢了几条人命，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刺客。他有喜了，他要把孩子打掉再嫁给11郎。什么？听老夫人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姬氏心里对王清如已是恼恨至极，也不愿意去想什么后果，叫兰氏照顾好母亲，自己去找了方11郎。11郎，王清如找过你对吗？是的，他说在将军府遇刺，锦儿、月儿都死了。我有调查此事，也查得有些眉目了。刺客在将军府杀了好几个人，但他们的目的是针对一方。他是否同你说，他要同战北望和离，再与你重拾旧缘？有这样说过。他和离了的话，你是真要娶她吗？
原先想着确实是我负他在先，如果他跟战北望过不下去要霍离，再回头找我的话，我也理当要负起责任。但是有些事情我知道了便十分矛盾，相信夫人也知道，今日是特来告知，对吗？什么都知道了？算不算全部都知道？我不好说，他是不是在我出征之后对我表哥心生倾慕，他们是否互送过定情信物？什么定情信物？这是在他曾居住的床头底下找到的，这玉佩我认的，是我表哥的，怕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取出来看，心里头挂念着呢。他是什么时候喜欢我表哥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夫妻恩爱，竟没发现他心里藏着个人。夫人是早知道吧？看这个男人心思干净的，连肮脏一点的事情都不会去猜测。在床头里发现的这个玉佩，只能想到他是半夜睡不着拿出来看。在你上南疆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日他回来跪在了母亲的面前，说他要在娘家住1个月，同时求落胎的药。什么？母亲把我叫过去，他哭着说是因为你们老太爷寿宴，他喝多了回屋休息，你表哥那时候也刚好住在方家，他说错把他当成了你，回来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我逼问过他，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把陆世清当作你，他知道那是陆世清，只是他寂寞了许久，加上饮了酒，见陆世清俊美如玉，故意倒在他怀中，他嘴里迷迷糊糊地喊着你的名字，然后自己亲上去的。西式的画像一道雷劈在了方十一郎的身上，脑袋空白一片，半晌没说出一个字来。本来作为他的大嫂，这些话我不该同你讲，该把这些烟杂事演得死死的。若他没有想着和离再嫁你，我是绝技不肯说出来的。你可知今日他回了娘家，也如同那年一样，求着母亲给他一碗落胎药，落胎之后再与战北望和离，与你破镜重圆。我迫不得已登门要把事情告诉你，只要你这边没有任何希望给他，他就不会落胎。方十一郎震撼得无以复加，看着姬氏几次张嘴都没能说出一个字来，他宁可他是同表哥互生情愫爱而不得，也不愿是这样的事实。十一郎，这是关乎我平西伯府的门风家誉，如果你有什么委屈，你想要什么赔偿我都可以给，但请把此事保密，莫要让人知道。我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欺骗你，你便看在我也是为你着想的份上，将此事保密可好？夫人冒着家誉被毁的风险，把真相告知了我，可见是真的怜我疼我。十一郎不会让您平西伯府陷入被指责被谩骂的漩涡里，此事到我这里就算完了，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也不会找表哥或者他去问。至于他那边要霍离也好，继续过也罢，都同我没有关系。母亲前些日子便讲了要为我说亲，我想先把消息放出去，至于是否能相看合适，便到时再说。十一郎，是平西伯府对不起你，你要什么赔偿只管跟我说。不需要，相反我还会告诉母亲，您说服了我考虑娶亲的事，母亲一直为此事忧虑，她会感谢你的。你真不必如此，你这样说我更是无地自容，本就是我们欠了你。没有谁欠谁的，都是各自的选择罢了。但您今天来告知我这些，是真心为我好，我是好歹的。亲，外边的人都说十一郎要议亲，是不是真的？他要议亲与我们平西伯府何干？与你何干？怎会与我无关？他答应过我的。三姑娘，这事却是真的。方家那边找了兵人，这事很快就传出去了。毕竟方十一郎立下战功是3品参将，他要议亲，自然引起了满城热议，也有不少人家托人去问了。不可能，不可能的，他答应过我的，他怎能言而无信？三姑娘如今有孕在身，切莫激动。我怎能不激动？他是我的夫婿。三姑娘，你如今的夫婿是战北望。你给我闭嘴！那你就不要问我，三姑娘自己打听去。母亲，您去一趟方家替我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分明答应过我的。你这么不要脸，你给我滚！母亲，我如今的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当初是您和大嫂让我嫁的，将军府就是个泥潭，女儿不能继续留在那边。您要女儿死在那边吗？滚，那是你自己要嫁的。王清如不甘心，十一郎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他一定要去找他问个明白。清如，你如今已是战家妇，实是不该来找他的，且他也在议亲，你这样做对两人都不好。我要见他。方十一郎自然是没有出来同他见面的，只是叫母亲身边的婆子出去对他说了一句话。十一爷有句话叫老奴转告战夫人的，有些事情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十一爷请战夫人好自为之，往后各自珍重。王清如脸色顿时煞白。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的？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陆世清不可能跟他说，娘家更不可能跟他说。十一爷的话，战夫人听清楚了吗？如果听清楚了，便回吧。是谁告诉了他？是谁？他知道了，那方家的人也会知道的，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那战北望也会休妻。陆世清应该不会说的，但是那日他和宋西西出入药王堂，是不是宋西西查到了陆世清的身上？陆世清透露了口风，一定是他去北冥王府。
燕王回京之后，带着新王妃沈氏和金侧妃来到了北冥王府。侄儿如今出任大理寺卿，时事有些屈才了，皇叔也替侄儿不值啊。皇叔为侄儿不值，该是同皇上说啊。不过侄儿倒是认为大理寺卿一直很好，长人间刑狱，皇叔可不要犯错。侄儿铁面无私的，大理寺也审皇室宗亲。侄儿说笑了，他可不是说笑的。先帝和哀家的这个儿子一样，就是太严肃，不会说笑话。所以燕王啊，你在京城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他真的公事公办。哈哈，多谢惠妃嫂嫂的提醒，惠妃嫂嫂还是一如既往的风趣幽默啊！滚开，全部都给我滚开，否则我死在这里一尸两命。我看宋茜茜如何跟天下人交代。发的什么疯？怎么得罪他了？宋茜茜，你给我滚出来！有好戏，看来今日还真来对了。宋茜茜，我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这样回我？派人去一趟平西伯府和将军府，请他们把战夫人带回去。你回去，我来处理。小心别伤了自己。皇叔，咱们回去继续喝茶。方才说到哪里？发生什么事啊？谁敢这么大胆闯北冥王府？该好好惩治一番。莫要什么身份都敢闯入王府。找个地方我们私下谈，否则我一尸两命便死在北冥王府。横叔，你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在哪里死不是死？你还要一直用匕首抵着脖子吗？你真想死的话，就直接一头撞死在北冥王府的门口。弄这些撒泼打滚的招式，丢的是你自己的脸。宋茜茜，毁人姻缘是损阴质的，你太恶毒了。我毁你什么姻缘？你和战北望如何是你们的事，同我没一点关系。你这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啊！你们将军府遇刺的时候，还是我救了你们呢。一码归一码，将军府遇刺你来相救也不是为我而来的，我不需要感激你。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说吧，我做了什么事毁你姻缘？你休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跟方十一郎说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见不得我好，知道方十一郎要和我破镜重圆，你便调查我以前的事，把一切都告知方十一郎。他如今要说清了，你满意了吗？十一郎，王清如，我没有去跟方十一郎说过你什么。至于你说我见不得你好，实在可笑。你好与不好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巴不得和你们撇得清清楚楚。你敢做不敢认，宋茜茜你真怂！你大大方方承认了，我还看得起你。我那日分明看到你跟陆世清进了药王堂，既要去告密，又在这里装无辜，你恶心不恶心？你虚伪不虚伪？陆世清，没你恶心，更没你虚伪。怀着战北望的孩子，见方十一郎加官进爵，又想回头，你当方十一郎是什么？你来之前，我真不知道你和陆世清的事，但现在你这么来闹一场，我知道了。你跟陆世清有私，而且还被方十一郎知道了。你闭嘴！你知道什么？那时候他上了战场，我日夜担忧，食不下咽，夜不能寐，这日子一天天地熬，我真的熬不住，才会一时做错。可是如今人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我活不下去了。宋茜茜，你害死我了，你知道吗？别在这里自我感动了。方十一郎牺牲的消息传出来不到1个月，你拿着抚恤金和2家铺子就回了娘家去。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你怎么好意思拿他的抚恤金？你既不要脸也没脑子，没去查明白到底是谁说的，便到王府来闹。你有脑子好好想想，方十一郎如果要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去，就不会那么快放出议亲的风声，他会直接去找你算账。他没找你，证明他不想提那些阿杂事，他还给你留着面子呢。你这蠢货不领情跑来王府闹，这下怕是人人都知道了。不是你，不是你，那到底是谁要害我？谁要害我啊？不是你还有谁？我问你，我和你有什么仇？没仇嘛。你是战北望的前头娘子，我与你又是同一天出嫁，在嫁妆上你力压我一头，导致我嫁入将军府也被人瞧不起。嫁妆？我几时要跟你比嫁妆？是你要跟我比，你要力压我一头，最终压不过。那也是你生我的气。我生你什么气？我跟你结着什么怨？我要特意的去害你？麻烦你用脑子想一想好吗？可你和陆世清，我去药王堂是拿药给永安郡主，他临产在即。至于陆世清，他是药王堂的采办，药王堂里的药库是他看管的。丹神医不在，我只能找他拿。但当日我确实发现你们2人躲躲闪闪的，可我没有往那方面去想，我只以为你是因为他是方十一郎的表哥觉得尴尬。我不信，除了你谁会这样害我？说个我要害你的理由。因为我嫁给战北望，那是我不要的人，他娶谁我都毫不在意。你不在意，为什么去救他？你根本忘不了他。因为我是京卫副指挥使，我收到消息有刺客在京中行走，我追踪过去的。我对将军府没有恨到可以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刺客杀死，所以出手相救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信他和一坊那样待你，你还愿意以德报怨？来，
给你个机会，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全部说出来，省得以后再上门来骂我一顿。这种事情第一次我忍了你，第二次我会公事公办把你送官纠治。王清如看着他冷漠的近乎不屑的脸，感觉到了受辱，但是真要说出他和宋茜茜的恩怨，脑子里过了一遍之后，却发现竟没什么恩怨可言的。闭嘴，要哭回你将军府哭去，别在我这里哭，成何体统？你就是瞧不起我，不就仗着你是高高在上的王妃吗？就是瞧不起你，你做的那些事情哪一件叫人瞧得起？在将军府觉得地位不高，便想着回去攀附11郎这位3品参将，可你还怀着战北望的孩子，你这样的人谁瞧得起？妃恕罪，是我们三姑娘莽撞了，冲撞了太妃和王妃，妾身给王妃赔罪。夫人说的吧？他和陆世清的事是夫人告知11郎的，对吗？是，对不住，连累王妃了。没事，改日再请夫人吃茶，先把他带回去吧。王府御下严格，今日的事不会有北冥王府的人传出去，但是他来的时候正厅有客人，夫人也是瞧见了吧？妾身实在不知他为何会觉得是王妃说出去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说到底还是妾身没有善后。因为那日他去药王堂，亲眼见到我和陆世清走在一起，大概他怀疑是陆世清告诉我，然后我去告诉方11郎的。这件事情不怪夫人，你也不知道我们曾有药王堂的偶遇。怪不得他原就是个没脑子的，有些事情能想便以为能做，牵连到王妃真是对不住了。不说这样见外的话，你先带他回去吧。对了，外边是燕王一家人，今日这是他们算是看了个热闹，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听到什么的。如果有人拿着这是来跟你们套近乎，或者是别的什么，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夫人自己看着办吧。多谢王妃提醒，告辞。你也不必到处去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这件事情先是方11郎发现的，他在你们的床头角和墙壁缝里发现了陆世清的玉佩，至于剩下的是我告诉他的。他发现了玉佩，你作为我的嫂嫂竟不帮我遮瞒，还添油加醋把实情照直告诉他，我跟你有什么仇？你要这样害我？帮你遮瞒？那我和11郎有什么仇啊？那你跟他也没亲啊，我是你的小姑子，我们才是一家人，你连家人都害，你这样做就不怕报应吗？走，你跟我去找母亲评理，有你这样害小姑子的吗？这巴掌我是替王妃打你的，这巴掌是替方11郎打你的。你打我？你敢打我？这巴掌是打我自己，打我这些年对你的纵容，打我这些年对你掏心掏肺，打我念着亲情罔顾是非。明明你与人私通珠胎暗结，我还帮你落胎，找人照顾你小月子，再亲自把你送回方家去。夫人，您何苦打自己？您若有气，打奴婢出气便是。这巴掌打我当初糊涂，11郎传回战死的消息，你要回娘家，还拿着方11郎的抚恤金，我不敢叫你退回去，怕被查出什么来，丢了平西伯府的脸。我这张脸今日撕破了不要了，不是要去见母亲吗？去，跟我去，把母亲气死了，你也自尽谢罪，这家就安宁了。不，嫂子，我不去，我不去了。想好了，是和离回府，还是要继续跟战北望过下去？如果你选择前者，平西伯府依旧会接纳你回来住。我回将军府，但大嫂，那件事情已经被人知晓，你要确保没人传出去。我确保不了什么，三姑娘，我已经尽力，你好好的跟战北望过，或者在遇刺之后回娘家，可以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你偏想着回方家去祸害11郎，这才导致事情演变成今日的局面。这家事情若传了出去，于平西伯府其他姑娘也有害处，侄女以后婚嫁也难。那也没有办法，谁让他们有这么不知羞耻的小姑姑？大嫂没必要句句侮辱。送三姑娘一句话：物必自腐而后重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得知王清如有喜，战老夫人和战北望都惊喜若狂，可他去过方家的事还是传了出去，且传的皆知巷闻。你怀着我儿的身孕去了方家，到底想做什么？你腹中孩儿是谁的？该不是那方11郎回来，你便跟他重拾旧好，珠胎暗结。这孩子是谁的？生下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什么重拾旧好，珠胎暗结，婆母也不怕损了夫君的颜面。这样的话要是传出去，夫君定被人笑死。王妃，石所师姐来了，说是郡主要生了。要生了？到月份了吗？也差不多了，但是石所师姐说有危险，要请丹神医。啊？石所师姐呢？她告知一声就回去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反正她一脸的愤怒。我们马上过去。要生孩子啦，我这还没做好准备呢，我没见过生小孩的。走，又不是叫你生，咱过去看看。石所师姐会这么愤怒，肯定有问题。承恩伯府里，梁少被罗师姐捆在了清心院外的树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来人，把公子解下来。
我看谁敢解他下来。郡主若没事，他就没事；郡主若有什么事，送官纠治。烦了你是什么身份？也做得了我承恩伯府的主？把他给我打出去！先别管他了，郡主这边不大好。都是他自己做的，好不容易夫君回心转意，想同他和好，他倒好一日日的给脸色看，知道自己顶着个大肚子海口出了言，怨不得被打的。老货给我滚一边去！我忍你很久了，我本敬你年迈，殊不知你连人都不会做。我这辈子没有骂过老人，为你破例，你最好别逼我扇你耳光，管不住你的嘴巴，我给你缝上。母亲别吵了，回头北冥王妃过来，吵起来不好看。老身还怕他不成？他虽是王妃，却也不能干涉我承恩伯府的家事，连怀王妃都没说什么。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北冥王妃到，怎么回事？红雀什么情况？不仅仅是动了胎气那么简单，怕是伤到胎儿了，催产要下去了，这也没有要生产的迹象，已经3个时辰了。师姐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这样了？梁少推的，但也怪我们放松了警惕。王妃，郡马爷这几天日日献殷勤，是想让郡主在皇上面前为他说好话，让他官复原职，恢复世子之位。郡主不同意，说他德不配位，他就恼羞成怒，就把郡主推下了石阶。孩子没了，是个男婴，丹神医正在救治郡主。这就是你的儿子，你害死他了，你要怎样才肯消停？你要怎样才能不胡闹了？你害死自己的儿子，你害得家宅不宁，你仗的什么啊？不就是你觉得郡主倾慕你，你便可以肆意糟践人？逆子，他生死未卜，你可知错啊？母亲，我知道错了，放我下来，我要去看看他，我真的知道错了。太迟了，梁少，有些事情回不了头，你这孩子也活不过来，一切都回不了头了。兰儿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对宋茜茜说的：表姐，带我走。傻孩子，你现在好好养着，能去哪里？他现在抬着走可以吗？明日吧，明日准备好，背着他或者是抬着他走都成。但今日到明日需要禁药，服用3次药之后就可以走了。找个地方静养，在这承恩伯府养不了，他会死的。不能走，茜茜你别跟着他犯傻，这里是他的夫家，他能去哪里？你们准备，把他的东西收拾打包一下，嫁妆也整理，跟承恩伯夫人说一声，他会派人把嫁妆都送过去的。我朝没有女子休夫，那就和离吧，彼此都体面些。和离了对谁都不好，但神医还请您劝郡主，莫要让北冥王妃做主，坏了他们的姻缘。姨母嘴里但凡说出一句叫兰儿留下的话，我便将此事闹大。闵清长公主如果知晓，也一定会让她的公爹上奏本，参承恩伯府一个不死不休。当初实在不是姨母不想收你给她的天庄，你看你只是送过来，我没收的落得如此田地，若收了不定是个什么下场。姨母不是怪你，是说你母亲去了之后，府里没有几个懂事的。那陈福到底也是你母亲教了许久的人，竟这般不懂规矩。怀王妃说的对，是我国公府不懂事，一家几近死绝了的也晦气。这样吧，以前我母亲送过什么给怀王妃的，回去算算便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也回去叫李妈妈和陈福算一算，怀王妃这些年送过什么给我母亲，一并退还。如此两家交割清楚了，也不会再有什么怨恨芥蒂，更不会让给怀王妃睹物嫌晦气。至于说给兰儿添庄一事，说到底那礼物也没有送出去，如今还在我国公府的别院里头放着。亏怀王妃当时没收，不然怀王府出了什么事全怨在我头上了。瞧你这孩子，姨母是这个意思吗？姨母没怪你，说的是你府里的人不会办事。你母亲同姨母是亲姐妹，血脉相连，怎需要分得那么清楚？不说了，就这么办吧。你回去之后清点，明日我便派人上门送还以及催收。兰儿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孩子是确实没了吗？没了。他是差点出大红，幸好丹神医在，所以一条命是捡回来了，只是起码要养1年半载才可以养回来。他如今昏睡过去了，等他醒来之后，怕是要伤心。到底是10月怀胎，他心里肯定难受。师弟，不能放过梁少，他起码要蹲几年大牢。交给我，等兰儿走了之后再动手，免得节外生枝。现在把梁少抓走，肯定一大堆人去求着兰儿，我不想让那些人惊扰他。好，我先回大理寺，明日你把兰儿带走，我便差人抓捕梁少。他伤害发妻，害得孩子胎死腹中，更有故意谋害皇家郡主之罪，够他喝一壶的。他现在还是探花郎，有功名在身。那我去找穆丞相，让穆丞相去跟皇上说。那你去找穆丞相吧，我进去陪着兰儿，我担心他醒来见不到我会害怕。放心，我已经在托关系了，保证梁少在大理寺不会吃苦遭罪。多谢王爷，只是这一次雷霆之怒，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承恩伯府里的其他人呢？
因着本王没护好兰儿，皇上如今连本王都不待见了。两家和离势在必行。梁少那边本王念着一场翁续保他在大理寺不吃苦不遭罪，至于是否会连累你的爵位，这本王不敢保证。但你们可以试着去找燕王，他如今在宫里头是吉日日夜是要去给太后请安的，可以让燕王代为向太后求情。梁少那是逃不过去的，至少保住你们承恩伯府啊。燕王，多谢王爷指点，我这便去。承恩伯从怀王府出来之后，就直奔燕王府去了吗？呵呵，看来我们猜的没错嘛。他们兄弟和大长公主沆瀣一气，就是这位怀王掩藏的太深了，咱们从前都没有留意过他。本王这几年泡在南疆战场，京中许多事不知道，他们如今未成气候，否则当初皇上登基的时候，他们就动手了。那时候成陵官乱，南疆打仗，父皇驾崩之后，新帝登基，应该是他们最好的时机。那会儿是他们的最好时机，但却不是当皇帝的最好时机。内忧外患，接手这么个烂摊子可棘手了。棘手，但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也大。王爷，恰恰说明燕王这个人野心大，他想要地位，也想要名声，要民望，所以他才会如此深耕。若在国家遇敌的时候他出兵作乱，即便夺得地位，那他也是乱臣贼子。什么都想要的人注定是一场空，估计他这会儿也后悔啊，就先这么盯着吧，配合一下王妃的计划，先把大长公主那边给他掀了。对了，西京那边有消息传来吗？苏兰基遇刺重伤昏迷，他在这之前遇刺过几次都躲过去了，这一次没躲过去。咱们的人能安插进去吗？进了一个，但不得重用，如今只在苏兰基府中当个小侍卫，不能跟在苏兰基的身边，所以苏兰基在外边遇刺的时候他没在场，但纵然在场也没用，杀手多且狠，苏兰基武功很高，身边的侍卫个个是1等1的高手，也没躲过去。西京皇帝呢？如今什么情况了？原先就听得说他熬不过夏日，如今都入秋了。消息真真假假，即便是西京的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皇帝现在到底情况如何。帮我去信平师姐，看他的人能否送些丹血丸给苏兰基。在刚刚来之前，卑职已经将信和丹血丸交给了红晓，红晓会安排送信。又想在本王前面去了，只是想让王爷知道，卑职这俸银拿着不亏心。你啊，刀山火海随着本王过来的人，还说什么俸银？要什么便去问王妃。实不相瞒，想要沈清河先生的一幅画，冷眉图有的是。若只是冷眉图，也不必跟王爷开口，是由卑职口述，沈先生落笔。你妹妹？是的，卑职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她。你妹妹丢失的时候是7岁，如今18年过去了，她25岁了。沈师兄就算能画出她7岁的模样，你能照着那画像去找吗？不，听闻沈先生有一门本事，可以根据年少模样推断那人长大后的大概容貌，还可以入画。即便是他有这本事，但你自己画工就不错，却画不出来，可见你技艺已模糊，口述如何能画得出来？有些模糊了，但或许是卑职落笔的时候想起的是他丢失之后家里每个人的悲痛，因而不敢深深回忆。若沈先生在，或许我口述他落笔便能画出来，至少他的模样在我脑海之中能慢慢的浮现。行吧，这是本王去跟王妃说，但不能保证沈师兄会答应，这听起来有些荒谬。王爷只管帮卑职去问，若不成的话，卑职也不会失望。父亲母亲救我啊！我不想去琼州当苦役，我吃不了那苦，我会死的，救我啊！这都是你咎由自取的，大好的前程你自己做没了。这一路上父亲会打电号，保证你安全到琼州去，但到了琼州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如今皇上还没册封太子，等册封太子大赦天下，你就有机会回来，所以你务必熬着，多艰难都得活着，知道吗？皇上还这么年轻，只怕10年之后都不会册封太子啊！父亲如有机会，请务必救儿子，儿子熬不了10年，也熬不到大赦天下。你务必要坚持住，有机会定然会救你的。事到如今你可知错了？你若知错，哪怕对郡主说句对不住，为父也为你带到。父亲，如果能见到烟柳，帮我问他，对我可有过半分真心？程恩伯听到这话，当场两眼一黑，直接气晕了过去。那兄妹3人今日能坐在一起叙话，实是凑巧，没想到武帝今日也过来呢。是啊，黄姐说的对，能这样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也是极为难得的事。皇妹受了谢，可是有什么操心的事？是不是底下有不听话的人啊？也就顾清武一个，但收拾一顿之后也都乖了。有些人就是认不清楚自己的身份，真拿自己当公主府的女儿了。犯不着动气，底下的人不听话，教训便是。承恩伯府算是彻底毁了。就是害了兰儿。老五，这是你怪不得黄姐。兰儿对梁少爱慕之深，她嫁给梁少反而会成为承恩伯府的助力。本宫不能不毁了他们。而且你原先的想法就是错的，叫兰儿去拉拢承恩伯府，拉拢梁少怎么可能成功？承恩伯府这些老勋贵对皇权忠心耿耿，那梁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更不会听我们的，毁了更干脆。黄姐说的对，兰儿那边你也甭管了，你这女儿啊胳膊肘外拐，她如今宁可跟着宋茜茜，也不愿意同你们回王府，弃之不可惜。
怀王没说话，但运色渐渐迷上了眸子。好了，承恩伯府的事情已经过了，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本王这一次来是为着一访，本王派人刺杀过他，但被宋西西救下，损了本王好几名死士。三哥，如今要杀一访可就不容易了。皇帝派了禁卫去守着将军府，而且这一访十分狡猾，从不踏出将军府半步。收买将军府的人下毒呢？试过了无用，他身边伺候的人就一个，多一个人他都不用，而且他的饮食全部都用银针试毒，这还是打探出来的消息，根本进不了吉祥居。老五，你看你办的事情就不如你皇姐的利索，这行刺不行，下毒不行，看样子这一访你是没办法摆平了。如今要杀一访确实不易了，毕竟皇上也在保着他，估计也是预料到西京的变局，除了精卫，北冥王府也在保他。臣弟倒是有个想法，三哥和皇姐不妨听听。你说，一访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结局，如今不过是苟且偷生，不如找人给他递句话，就说一旦事发让他咬死是萧大将军主使他的，他便尚可保命，如何？此计为下策，只是眼下有一事必须要速办，便是煽动宗族勋贵还有民间贤士学者歌颂谢如墨收复南疆之功，要让百姓只知道有谢如墨而不只有皇帝。回去我安排一下。三哥，有件事情挺有趣的，咱们这位皇帝侄儿似乎是瞧上了宋西西。你说他曾下旨宋西西3个月不嫁人便入宫的事？不，淑妃宫里曾经传出来一句话，说皇帝醉醺醺的时候曾牵着他的手喊了一句西西。当真？果真有这份情在吗？真。永去，凶多地气，那么他们兄弟必然反目，但皇上并未有这要夺的意思。要不要夺就看如何做，等各适当的机会生米煮成熟饭。这事不好办，宋西西武功高强，不好应付，你的那些手段对他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再厉害还不是女子一个。先办好本王说的事，至于皇帝对宋西西是否有情，本王要再核查一下。横竖如今总是出入皇宫，要查探也不难。还有妻子这几个人，张烈文不中用了，齐芳和方十一郎是要重用的。皇妹在他们的婚事上动手，还真有这么个人适合方十一郎呢。本宫正打算请人保媒。何人？信得过吗？他对本宫唯命是从，本宫于他有救命之恩。哪家女儿多大年岁？可懂得什么本事？什么身份不打紧，可以是金侧妃的妹妹，可以是驸马养在外头的妹妹，只看我们如何编。今年25、6武功高强，但在雍县的时候他被人追杀，本宫救了他，所以绝对死忠。既是死忠，那就放心用。既是25、6的年纪，便问问方家，最好是能嫁给方十一郎。皇姐是真救了他，还是先害他再救他？莫不是也同你后院的那些女子一样，有一张同萧凤儿相似的容貌吧？武帝可真是了解本宫，此人确实有那么2、3分的相似，但最相似的是他唇瓣上的红痣。沈清河在眉山收到谢如墨的信，便来了王府。像吗？是你记忆中的模样吗？像，很像。沈先生真是了不起。于先生，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啊？于白。宋西西专注看着师兄的那张画，他心里涌起了一丝奇怪的熟悉感。你们先出去吧，我们没那么快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慢慢调整。谢如墨也瞧着那幅成年女子图有些发愣，他觉得这幅画像西西的母亲。走吧。西西，你不觉得她像一个人吗？像谁？那兴许是我看错了，我们出去吧，别妨碍他们了。石锁师姐和罗师姐的工钱，他们说不要，但没有白做的道理，所以我把他们的工钱给你，你托人送回去给你师父。别说是他们的工钱，就说是你在王府办差事办得好，王爷格外赏的。也不能告诉四姐吗？不能，只说是你的赏钱。行，但我收了之后，你不能告诉四姐啊，不然我跟你没完。我肯定不说，你别自己回头吃醉了酒在滋滋面前乱说。先送200两吧，剩下的到年底再送一次。其实200两他也怀疑，他认为我啥事都干不成，上战场也全托你们帮扶才有100两赏金嘞。对了，于先生在将军府的南县来报，说怀王命人送了张字条给一访，但不知道写了什么。先生在将军府有暗线？有啊，京城很多府邸都有，但有些混得不深。那你不快些告诉他，告诉我做什么？沈师兄来了之后，他一直在书房，我想着他是听王爷的，你回去告诉王爷不就行了吗？但暗线为什么同你对接？你负责这一块吗？于先生这么重用你啊？肯定啊，你以为我真的只是教头吗？于先生说我看着粗枝大叶，但做事细致得很，所以才把交接南县的事情交给我的。宋西西回屋去找谢如墨，说起了孤儿禀报的事。你和于先生放了很多暗线进各大门阀士家里头吗？对，能放进去的都放进去，但各处能进去的人不尽相同，有些就进去做个丫鬟小厮，有些能混进去在主家身边伺候，有些是进去当护卫。动作这么迅速啊，合着你们最近没什么动静，都在不排这事啊？
我们高手不少，但不能明目张胆地派出去监听或监视，只能用这样笨拙的办法。但你别看方法笨拙，却十分有用。咱们的人可都是训练有素的。确实，大长公主不就是一直往个贵勋人家里塞人吗？有的还不一样，那些百年世家多少是有风骨的，毕竟他们的先辈都是忠于朝廷立下功劳才换来的爵位，祖训在呢，若非迫不得已不会去支持反贼。正如承恩伯府，你别看这梁少是烂透了的，但承恩伯府忠君爱国之心不比旁人少，这样的人家收买不了，就只能毁了。我猜到了，从梁少带着顾清武离开，落了个刻薄正妻的罪名之后，他们家族里冒尖的那人被毁了，没了接班的，承恩伯府算是毁了一半。到梁少发疯伤了兰儿，引得雷霆之怒，牵连族中儿郎落了个管教不善的罪名，全部降职。族中年轻的儿郎，除非能再像梁少一样拔尖出色，否则承恩伯府算是彻底沉下去了。王妃求您救救我的母亲，我叫顾青兰，是大长公主的庶女，姨母本是想让我勾引王爷，破坏你们的夫妻感情，让王爷和王妃反目，但我不愿这样做。我知道即使我这样做了，他也不会放我娘亲。顾清武是你什么人？我和清武是双生姐妹，她进了承恩伯府也完成了任务，可她还是有下一个任务。如今娘亲没收温饱，就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被扣押在公主府的地牢里。我恳求王爷和王妃替我救出娘亲，只要能办成，大恩大德。顾青兰任由王妃驱使，便来时也结草衔环来报。你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生了多少我不知道，但如今活着有8个，至于兄长或者弟弟，一个都没有，生下来就掐死了。你爹顾驸马他完全不管吗？掐死的可是他的儿子啊！管，他一没本事管，二不想跟公主起冲突，他不敢得罪公主，怕公主迁怒顾家。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事情不能捅到皇上和太后跟前吗？嫡母做事心狠手辣，怎会留下证据？没有证据，皇上和太后都不会搜公主府。本王倒是想起一些前世来。有一年岁末宫宴，本王曾见顾驸马在假山里躲着哭，他喝得醉醺醺的，因我也年纪小，他竟拉着我说了府中的事，说是有个小妾生了孩子，因不满什么跟公主顶撞了2句，公主把那孩子活生生的摔死，把小妾也害死了。王妃不曾见过我娘亲，也不曾其他公主府的妾室。如果您见了，您就明白公主嫡母为何要如此待他们。莫非是他们都酷似我母亲？没错，我娘亲就是因有7、8分像宋夫人才会被如此糟蹋的。她要把所有像宋夫人的女子都搜罗过来给我父亲当小妾，折辱他们，虐待他们，把对宋夫人所有的恨意都撒在了他们的身上。杀了他！王妃，顾青兰在此立誓，你若能救出我娘亲，顾青兰愿以性命相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会求到王妃面前。我知道你也不喜大长公主，我们可以共同联手。我已经说服了我父亲帮我。我并未完全信你，我需要调查。但你若有诚意的话，告诉我，公主府西院里有什么？我们在公主府的时候是不能离开自己的院子，所以西院我不曾接触过。不过从下人口中得知，西院应该是供了佛，因为公主嫡母每逢初1、15都会进去进香上供。佛堂？绝对不是佛堂那么简单。如果是佛堂，他怎会如此紧张？看来还得找机会探一探才是。2日后，宋茜茜让顾青兰约了他父亲顾驸马一见。听小兰说，你们愿意帮忙救出他娘亲，你们有什么计划？我需要知道。不若驸马爷先告知我，大长公主到底为你纳了多少妾室，生了多少孩子，又死了多少妾室？10几20个是妾室有的，至于生了多少孩子，我不知道，我数不过来。女儿的话，能让我见着的就是这么几个了。数不过来的意思是？死了很多个，我不愿记起来。正如王妃大概也不愿意回忆你父兄和家人惨死的一幕。宋茜茜和沈万子对望了一下，眼底都有同样的意思。你们也不要怀疑我，我比你们都恨他，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但我不知道你们的计划之前是不会冒险的。王妃相信我父亲，他一定会相助我们。他深爱我娘亲，但以他之力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娘亲。而且公主倒台，顾侯府也不用再被公主掌控。我们是真心想同王妃合作的。我可以跟你说整个计划，但是有一句话我得先说在前头。如果你反悔，或者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大长公主，导致我们的行动失败，我是有自保的能力。你的女儿必死无疑，而且会死得很惨。顾驸马应该知道大长公主的手段。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自己死，也不会害她。父亲，只要能救出娘亲扳倒那毒妇，女儿万死不辞。傻姑娘，父亲做这些事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好好的活着，不需要任何人去死。父亲，女儿盼着那日好久好久了，希望您和娘亲都安好，希望女儿和姐姐都能陪伴在你们的膝下。起来吧，莫要叫王妃看了笑话，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般孩子气。说我的计划之前，不若驸马告诉我，公主最近在做些什么？别的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想把一个人嫁给方十一郎，这人本是雍县一个杂技团的，武功不错，后来杂技团活不下去便解散了。这女子单独讨生活，有一次遇到了马贼，被马贼追杀，是大长公主救下了她，把她带回了京城。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还以为又要塞给我做妾室，但并没有，她把那女子供养在公主府里，教她规矩礼数。方家怎么会娶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所以他会给这个女子安排一个身份，对不对？没错，她会是本驸马的远房表妹，是雍县谢家的女儿，叫谢丽。方家如果派人去雍县调查，都能查到。那女子原本叫什么名字？甄娘。如今已经住在顾侯府，还是依旧住在公主府？已经以表姑娘的身份入住顾侯府，而且这一次做媒的是我母亲。方十一郎的外祖母和我母亲是表姐妹，所以这门亲事可以说板上钉钉。来历不明的女子绝对不能加入方家去。倒是无妨的，大长公主最终的目的是想控制方十一郎，只要我们想方设法让方十一郎调到偏远的地方去，大长公主控制了也无用啊。到底是女子，见识浅薄，还道什么女将很厉害呢？但方十一郎是王爷救回来的，若不能为自己所用，岂不是白白辛苦了一场？我们要用什么人？我们又没什么大事要做，而且方十一郎记着这份恩情便行了。好吧，既然如此，这事我们就不干预了。那怎成呢？方十一郎为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更是收复南疆的功臣，他的婚事不能被人谋算，要不偷偷告诉方十一郎，就说此女身份有假，让他们慎重考虑。这样岂不打草惊蛇了？我知道你是不想见忠臣被设计，但即便亲事定下，等扳倒大长公主之后，再向她言明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可以说说你们的计划了吗？既是有心合作，那就不怕说了。日子定在了10月15下元日。我记得大长公主每一年的下元日都会请道家尊长到公主府开祭坛，祈求天公赐福，且对外宣称祈求国运昌隆。届时有很多官眷和勋贵夫人来到。说得对，这顾驸马不可信，除了透露甄娘的消息之外，连怀王都不舍得供出来，而且他还有过自称本驸马，说白了他并不以这驸马的身份为耻。不过奇怪的是，他为什么透露甄娘的事情给我们听？他是希望我们去阻止这门亲事，因为是他母亲保媒的，他不愿意牵连顾侯夫人，也不想顾侯夫人和方十一郎的母亲断绝亲戚关系。他心在顾侯府，至于对林凤儿有几分真心，对他的女儿们有没有父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什么玩意？但你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他回去肯定全部都吐给大长公主听。因为我们不是要在10月15的下元节动手，而是在10月初1的寒衣节。这一日，大长公主会请高僧上门超度世间的亡魂，有善心的夫人会自发捐助，甚至抄写好经文亲自送过来一同烧了。能在寒衣节参与这场祭奠的，是真正有慈悲心肠的人。明白了，所以他以为我们会在15行动，寒衣节就不会有所防备。但你有计划吗？没计划，用我们眉山最粗暴的办法。印川好，你打算派多少人进去？要找几个轻功高强的人以刺客的身份进去，至于剩下的事情交给精卫。大白天的混进去？不，大长公主府往年办的寒衣节法事是从日落开始，持续到明日的日出。因为高僧念经是念给亡魂听的，那些怀有慈悲心肠的人抄写的经文也是超度亡魂，他们会陪在大长公主府通宵达旦，而且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选这么一个日子来，毕竟超度亡魂这样的事一般人是避而远之的。行，不过我义兄的婚事我得给他通通气。其实顾驸马也不同意我娶那位甄娘吧？他是怕拖顾侯府下水，到时候甄娘一旦做出什么事来，方家要迁怒顾侯府的，他是在为自己的家族打算。我明白了，这婚事我会先拖着，既不能让大长公主怀疑什么，也不能让顾驸马太省心了。我今日过来是想告知你这件事情，但没想到还能见一见那甄娘，顾驸马不可信。关于甄娘的身份我们还得查一查，如今沈师兄就在王府，我刚好可以请沈师兄把甄娘的样子入画，找人到雍县去问问。好，那你快些回去，你记住，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你马上来找我。沈万子回到王府，一进书房便见画好的画像。这个人我今日见过。沈师兄，你今天是随着我去了顾侯府吗？你是不是瞧见了？不然为什么你画的如此相似，连衣裳都是同一个色的？你说什么？你说你在顾侯府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个画中人？你今天去了顾侯府，你看到了谁？顾侯府里谁像这个画中人？甄娘，真的太像了，眉毛眼睛唇上的痣，天啊，如果你们见到她也会觉得一模一样的。甄娘，被大长公主救回来的那个女子，要许配给方十一郎的那个？对，甄娘不会是于先生的妹妹吧？沈姑娘，您快说说。
这画中人叫真娘，改名谢离，是大长公主救下，准备嫁给方十一郎，从而操纵方十一郎的。什么大长公主的人？他出了什么事要大长公主救他？于先生别慌，这所谓的就说不准有内幕。我本打算着让沈师兄画真娘的画像，派人去雍县那边打听打听的。你看她本人和我母亲相似吗？不是，王妃让卑职先问。沈姑娘说她被大长公主所救一事别有内情，是怎么回事？快说说看。我们在场的人都知道，大长公主很喜欢收集和宋伯母相识的女子给顾驸马当小妾生孩子。什么？于先生镇定一点，如果她被驸马糟蹋过，又怎么会许给方十一郎？但是先生要有心理准备，他只是像画中人，画中人本是沈师兄根据他少时模样还有您父母的模样推断出来的，未必就是完全正确，所以那真娘不一定是你的妹妹。卑职明白这点，但卑职要见她一面。她是7岁时候被拐的，她应该有7岁以前的记忆，哪怕很模糊，总能记起来一些。不建议你这么快见她，她现在是把大长公主视作救命恩人，她应该知道大长公主要对付我们。如果你去问她，或者让她怀疑你把她当做妹妹了，说不准她就顺事上。我们只能找人旁敲侧击。王爷说的有道理，但找谁去旁敲侧击？找方十一郎啊，他不是正在和他议亲吗？师兄，议亲的时候男女怎好私下相见？除非是已经定亲，这点跟武林江湖不一样。是，这段日子一直被关在万宗门关傻了。万子今日去过顾侯府，顾侯府也知道她是方十一郎的义妹，他可以邀约真娘出去。相信顾侯府就算知道万子是王府的人，但如果叫上方家的人，我觉得顾侯夫人会同意。沈姑娘，一切拜托你了。可以，于先生跟我说说他少时的事情，我好在他面前提起来。说起那些事情的时候察言观色，至少能知道个7、8。卑职先去拿一样东西，是他少时的玩意，到时候让沈姑娘带着去。去吧，他找妹妹的事情，本王许久便知道了，但人海茫茫无处可寻啊！没想到他们兄妹并未阻隔千山万水，而是近在咫尺。还不能确定真娘就是他的妹妹，所以不能过早说这话。你和真娘见了一面，觉得她怎么样啊？我感觉她不是很同意这门亲事。姑娘平日都爱做些什么啊？也没什么爱做的，就是做些绣品。那姑娘的绣工一定很精湛了，佩服啊！哪里精湛，不过是绣着玩的。我少时最喜欢吃这种甜糕，家里的厨子不做，兄长便偷偷出去买给我吃。我们俩就最喜欢躲在枣树下吃着枣糕，但我许久不曾见过我兄长了。真娘发怔，脑子里浮现出他所说的一幕。姑娘，你这是兔儿爷？对啊，这是我兄长送给我的。那年我因爬枣树掉下来，被娘亲禁足，中秋不能外出赏灯，兄长便亲手做了这兔儿爷给我，很丑是不是？我当时也不喜欢，还把它摔了。你看这耳朵，就是我那时候撒气摔掉的，给你瞧瞧。姑娘家的，竟然爬树，谁教你的？摔疼了吧？还哭，罚你中秋不能随我们去赏灯。妹妹别哭，你不是想要兔儿爷吗？兄长给你做一个。我不要，太丑了，这根本就不是兔爷。我不要。于白，这是我亲手烧的。我不要，这是我的。他起身走向窗口，记忆如浪潮扑来。于将军，你再给我宠得他无法无天，看日后怎么说人家。于将军，你快些来，楠摔伤腿了。我爹叫于将军，兔儿爷是我兄长给我做的。你刚才说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我兄长父母在哪里，对不对？你兄长叫于金，如今在北冥王府任职，是王府的长史司。他进王府就是想借用王府的力量来找你。你丢失之后，你父亲辞官找你足10年，直到你祖母过世他停下来，之后找你的事就落到你兄长于金先生的身上了。来之前我不确定你是于白，但现在我确定了，你不叫真娘，不叫谢离，你叫于白，你是于江景的女儿，你是于金的妹妹。沈姑娘帮我个忙，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可以找个地方我们单独说吗？沈万子点头，知道他是忌惮门口的海棠。这顶楼还有半层，可以看得更远，谢姑娘想上去看看吗？还能再上去？怎么上去？有楼梯吗？你若信我，我带你飞上去。啊，这可使不得，太危险了。你日后是要嫁给我义兄的，我义兄是武将，他的夫人怎能没有胆气？那算了，不上去便不上去吧。这沈姑娘分明是要试探他是不是有胆识，他上便是了，怎地如此啰嗦？表姑娘，便跟着沈姑娘上去看看吧，在上头看风景，可比在这小窗子好看多了。既然姑娘想去看，我没有不奉陪的道理。沈姑娘，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你当真确定了？
确定了，他都说起一些往事了，跟我说了很多他记得的事，而有些事情你都没跟我说。你是不是被你母亲拿鸡毛掸子打过？你是不是掉入沟渠里起不来？你是不是把你祖母养的鸡拿出去卖掉换糖葫芦？你是不是还捡了一坨狗屎放在你父亲的书房门口？他怎么记忆错乱了？没有这样的事，他都结婚了，那是另外一个小孩，不是我。他是怎么从人贩子手中逃脱的？又是怎么混了杂技这碗饭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说了，之前他一直都不记得自己的身份，最后的记忆是他发了高热，在大雨中被人贩子扔在了雍县的小树林里，被那杂技班的班主看到了，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就带了他回去。上天眷顾，他活下来了，班主就给他取名真娘，寓意上天真实的小女娘。而他因为有这部分记忆，因此总以为是被父母抛弃的，这些年一直恨父母，也没想过去找。天啊，他胆子其实很小的，被掳走的时候他一定是吓坏了，他一吓坏就爱尖叫，估计没少挨打，他是生吓病了或者是打伤了。虽然班主是在雍县捡到他的，但他好了之后就带着他离开了雍县去了巫县。他是在巫县长大的，杂技班也在巫县卖一混饭吃，只是随着他渐渐长大，出落的好看，便被人惦记上。当地有一个恶少带了几个人去试图抢他回去，被班主和他的师兄们打了一顿，后怕那恶少报复，这才连夜跑路去了雍县。到了雍县之后，一开始日子也过得下去，隔早几年屡屡被人捣乱，杂技班活不下去了，有时候卖力表演了一天，连炖馒头的铜板都没赚够。班主觉他年纪大了，便把他们都散了，让他们各自寻出路去。你说早几年杂技班屡屡遭人破坏，是怎么破坏？他有说吗？有些恶作剧的人把他们吃饭的家伙都给砸烂了，买了好几回，又砸烂好几回，把班主气的都吐血了。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5年前的事，这样的事情持续了有半年之久。记一下5年前大长公主可有去过雍县，或者她可有派人去？王妃提醒了卑职，只顾着听她的事情，忘记了大长公主所谓的救命之恩要调查。自杂技班解散后，他便独自一人艰难求生，靠采药打猎维持生计。后来遇到匪徒，他得到了大长公主的相救，并被安排在别院居住。然而他的行动却受到了限制，只能听从下人们的讲述来了解外界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依然心存感激，时刻铭记着大长公主的恩情。这不是软禁吗？这就是软禁。大概那会儿从别院接回去，是想给顾驸马糟蹋的，只是不知道为何后来改变了主意。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方十一郎如何拖这门亲事。我如何都不要紧，叫我丢了这条命都可以，但他不行，他清清白白的姑娘家，不能草率的因计划一亲损他闺玉。于先生，我们没这个打算，如今只能看方十一郎如何拖，然后马上去雍县派人调查那所谓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救命之恩，于白可以大大方方的离开大长公主府，王府护得住他。西西那边，你争取多些同他见面，从他嘴里多套出一些话来。还有10月15那日我们的安排也透露给他，最好问清楚他们的计划每一环如何实施。好，我会叫兰儿邀约他们见面。谢离和方十一郎的婚事，你叮嘱你母亲抓紧，不能拖下去。我觉得方十一郎未必看得上真娘，到底是山鸡，怎么也变不了凤凰。我瞧他那些行动举止，没有一点大家闺秀之气。他是方嬷嬷一手教出来的人，且困于公主府内院那么长的日子，不接触外头的人，那点江湖习气早就没了。他举止行动不得体，就没有得体的人。顾清武那边如何了？王羌对他留心了吗？安排过他们会面了，一次是在孙大人的寿宴上，一次是在云蝶仙，但王羌并未对他多看一眼。怎么会？不是叫他改头换面了吗？莫非王羌认出他是烟柳？应是认不出来的，他如今有别的身份，而且也稍稍易容，如今比烟柳的时候更好看，更清纯些。而且他如今视茶上的千金也烹得一手好茶，孙大人都赞不绝口的。孙大人是王羌的上风，按说孙大人力荐的人，王羌应该会上心才是。但在云蝶轩那一次，他也只是朝清武点点头便走了。他是不是带着娘子？没有，他是去云蝶轩给夫人买簪子，只带了一名小厮。是不是那件蹄子还没吸取教训，不愿意去够王羌？都不，他听话了，这点我可以保证。那让他上心点，半个月内他务必要同王羌扯上关系，最好是能进了平西伯府去当妾室。我去告诉他，公主可还有别的吩咐？若无别的吩咐，我便先去忙了。今晚点灯。是。大长公主看到了他眼底的厌恶，他越是厌恶，便越是要他记得，他以及顾侯府永远都是他的奴才。今晚驸马过来，早些点上灯，再把香薰点上，还有婢子汤记得让驸马喝了再进屋。
是，老奴知道了。公主，您素来不爱同驸马亲近，何必勉强自己？本宫只是忽然想一个人了。驸马是驸马，那个人是那个人，每一次与驸马同房，您也不会高兴。你是觉得本宫该养些面首，让自己高兴高兴吗？老奴不是这个意思，老奴只是心疼您。你觉得本宫还能生吗？公主还想生，生郡主的时候您便说过再也不生了。以前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皇兄成功了，那么本宫这日后的家业谁来继承？家仪也无所出，岂不是都便宜了平阳侯？那您若要生的话，怎又叫驸马喝避子汤？本宫怎会生他的孩子？若生儿子来继承家业，不可能与顾侯府有任何关系。当然，表面的关系是要有的。本宫清誉在外，不会生驸马以外的男人的孩子。但顾驸马知道，顾侯府知道，将来本宫的儿子也会知道。您真想要找面首？宋子安，你知道此人吗？姓宋的，不认识。宋族那边没什么人入朝为官，这位宋子安莫非是宋族的后起之秀？算起来也是宋怀安的堂弟，同一个太祖父的。宋怀安的父亲这一脉下来也只有一个宋瑞，没旁的人了。这宋子安今年27岁，是宋怀安这一辈年纪最小的。公主瞧上他了，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过人之处没有，若硬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有一张面容像极了宋怀安。公主，宋族的人都有骨气，只怕不愿意成为您的面首。骨气值得几个钱，不过有骨气最好啊，更像他。而且本宫也没打算要他同意，叫人掳过来便是。要灌下去以后，本宫在他眼里就跟天仙似的好看。公主，宋怀安对您无情无义，您生子嗣何必还找宋家的人？驸马虽懦弱，到底是您名正言顺的驸马。他无情无义，不想同本宫有任何牵连，本宫偏不如他的愿。本宫就是要生下宋家的儿子，让他魂魄不得安宁。您这是同死人置气，不是真想要个儿子。您若想要，早就可以这么做了，为什么到如今才要生？您如今信期都乱了，未必能怀上。公主别这样同自己过不去，死了的人就让他死了，在您的心里也该早就死了的，不可惦记。你当本宫想惦记吗？他夜夜入梦来嬷嬷，有时候本宫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恨他还是依旧爱着他。他死的时候，本宫比谁都伤心。天下间不会有人像本宫这样爱着他。萧凤儿爱他也远不如本宫。若本宫嫁给了他，他牺牲那一日也是本宫随训的一日。可萧凤儿做到了吗？别想以前的事，恨也好，爱也好，都该放下了。这辈子就容本宫放肆一次，不顾后果的放肆一次吧。你不要再劝说本宫，本宫心意已定。那老奴请府医来给您搭脉，看看可有什么方子能调理调理。您若真想生，总要有好身体才行。去吧。简直岂有此理！这所谓的救命之恩，竟全是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些捣乱之人乃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受人钱财指使前来闹事，背后的主谋便是雍县当地最大的那户人家，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宅邸。西西之前让调查大长公主在杂技班出事前后是否去过雍县，她确实去过，估计她是看了杂技表演，从而留意到于白，还有那些所谓的马贼，其实是雍县的官差。而且于白跟着大长公主离开雍县之后，班主就死了。班主是怎么死的？可有查清楚？班主是被饿死的，双腿被打断，被丢弃在一间小屋里，直到尸体发臭，邻居才去报官。恶毒的女人不仅不给班主治疗，还打断他的腿，让他在小屋里活活饿死，手段实在太残忍。于白是给班主留了银子的，若不是双腿被打断，他何至于饿死？怎会有如此狠毒的妇人？于白也是，他怎能轻信那恶妇呢？莫要怪于白，他不知大长公主的为人。况且大长公主在雍县必定是广施恩德，素有贤良仁慈的美名，先有救命之恩，后又为班主请大夫医治，他怎会知晓这一切皆是阴谋？对不住，是我一时冲动气昏了头。西西说的在理，一个普通百姓怎会料到如此多的阴谋冲他而来？而且他本就闯荡江湖，恩怨分明，既然承了恩，自然想要报答，哪会想这么多？是啊，他想必也是经过了谨慎思量，可思量终归是空想，而那些恩惠却是实实在在所见，他根本无从抉择。这件事情暂时不能告知于白，我无法想象当他知道班主被打断双腿活生生饿死，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是谁？你怕我？你是什么人？掳我来此有何意图？宋家如今就都剩下你这样的怂包了吗？不管你是谁，我告诉你，不管你对付谁，你绝无成功的可能。对了，宋家人就该是这个样子。滚！似是相似，可惜摸上去的感觉真不一样。滚开，别碰我！我见过你2个儿子，2个儿子都像你。听闻你娘子如今也怀着身孕了，你说会不会又是一个儿子呢？你生儿子的本事可真大呀，而且都那么像你，真让人心动。你想做什么？把他关进地牢。公主是否改变主意了？先关进地牢再说。是，您别动怒，千万别伤了自己身子。
没有人比得上她。纵然是一模一样的容貌，但不是她就不是她，半点都无法让本宫心动，反而长了这样一张脸，叫本宫瞧了生气。公主，你爱宋怀安是爱他那张脸吗？他死了就是死了，即便是长得一模一样，那也不是你心里头的那个人，何必这样气坏自己？都是命，与他相似的脸本宫不想再看到，毁了他的脸，再把他2个儿子都杀了吧。还有他的娘子怀着身孕，你们不都说女子怀孕是鬼门关里走一趟吗？那就直接把她送鬼门关去吧。公主实在犯不着，明日便是初一寒衣节，您这段日子都在抄写经文，要不就放过他们，毕竟我们祭奠亡魂，超度亡魂。怎么，你还同情他们了？好，本宫成全你的好心肠。来人，大长公主，卑职在。把宋子安的娘子和他2个儿子带来，一并关在地牢里，当着他们的面把宋子安的脸毁了，再全部杀了，让他们一家人死在一起。是，老奴去给您煮点清心去火的药膳。不勤，等一下。嬷嬷这是办还是不办？公主的心意总是改来改去，若真毁了那张脸，回头怪罪下来，那可如何是好啊？毕竟要再找一张如此相似的脸，可就真找不到了。老身知道你们这2年的差事难办，毕竟他总是随意改变主意，导致你们遭了不少责难。人先关在地牢里吧，至于他的娘子和儿子，就听他的，先带到地牢里。若过2天他还是坚持这么做，再执行便是。嬷嬷，那如果现在没按照公主的意思办，公主怪罪下来，您可一定要劝着点，护着我们些才好啊。放心吧，他的脾气老身知道，他如今是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些事情上烦忧的。等服了几日安心定神的药，老身再劝劝他便是。那行，就按您老人家的话去做。姬儿别怕，灿儿也别怕，爹和娘亲都在呢。娘子，相信爹娘一定发现你们不见了，他们会去报官的，或者他们会去找西西帮忙。西西有王爷呢，他们一定可以把我们救出去的，别怕。别哭哭啼啼的吵了别人就寝，进了这里就认命吧，这辈子要出去就只能横着出去了。尊驾，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何要把我们一家4口掳来？不知道在下是哪里得罪了贵府，若有得罪，我在这里赔罪，但我妻儿是无辜的，请放了他们，有什么冲我来便是，要杀要剐都可以。真要杀你的时候，只怕你还会往你妻儿身后躲呢，没用的怂包。懦夫，闭嘴吧。我不躲，只要放了我妻儿，要我如何死都成。本驸马最讨厌你这种逞强好勇的人。他是顾驸马，这么多年过去了，怀安兄长牺牲了，嫂嫂也死了，大长公主莫非还惦记着兄长？她们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能这样狠心？背叛公主，死路一条。如果我不揭发她，会连累你我的性命，更会连累林家和顾侯府。凤儿，我是迫不得已。迫不得已这4个字你用了很多年，每一次做玄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可你每一次都来跟我说迫不得已，跟你其他女儿和妾室说迫不得已，你每次的迫不得已，我们就要有人死，我真的受够了你。青兰是唯一反抗的孩子，他有骨气，偏偏遇到你这么个软骨头的爹。他来见我的时候，我看到他眼底的光，那是我从你眼里从没看到过的东西。你当爹的不帮他就算了，你还要揭发他，还要害他。你顾着自己的性命吧，如今公主已经不派人送药来了，我偷偷给你送药，也不知道能送到几时。10月15，如果青兰真的联合北冥王府行动，你和青兰都会没命的。还不如死了呢，死了去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男人肯定了解男人。太后赐下了斋饭鲜果支持大长公主，这引得京城很多诰命夫人都去了。莫非皇上是想关注一下今晚的法事？但这样的关注有什么意义？只能引来更多的人。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引来一些和大长公主府来往密切的人吗？毕竟如果没有交好的关系，大长公主也不可能让他们来。卑职倒是担心，皇上或许知晓今晚公主府是要发生些事情的，所以才叫了这么多人去。王妃说的可能是其一，但估计皇上真正的目的是想看看大长公主府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会知晓我们的行动。说不准，我们这位皇上除了疑心重之外也高深莫测，他有没有派人潜伏在王府很难说，我们筛查过一次又一次，但如果潜伏的深，筛查也是没用的。就算有也不奇怪，但是至少我们讨论此事的时候是没有别的人在场，只有我们几个知道。直觉，我曾跟皇上私下谈过话，他很聪明很敏锐。直觉？对，一个帝王的直觉，你还别不信，当权者有着独特的感知力量。当然，这直觉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凭着一些零碎的消息拼凑成的直觉。王妃应该也知道，最近京城的百姓都在起哄，闹着要给王爷建战神庙的事。虽然我们也有派人出去歌颂皇上，让歌颂王爷的声音里掺杂一些歌颂皇上的声音，但皇上肯定会有些不高兴。不错，
加上静心的事情刚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而且我叔父的妻儿失踪，加上今晚大长公主府做法事，前后的事情加起来，让他觉得外头百姓起哄是有人操纵的。如果舆论是操纵的，那么他觉得有人要做点什么。不打紧，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是好事。就算他知道今晚的事情是王府出手了，最终的结果也只会像他证实王爷不喜欢外头歌颂的声音，也不想建造什么战神庙，他还会撕开公主府的这道口子，去提醒皇上，真正需要忌惮的不是北冥王府，而是其他人。而且自打你们成亲之后，北冥王府一直循规蹈矩，没有居功自傲，没有结党营私，更没有和世家来往过多，他对你们的戒心应该就会相对放松了。他们说的有道理，男人肯定了解男人。有刺客，大长公主有刺客，外边危险，放开本宫。刺客自有侍卫府兵应对，大长公主莫要去以身试险，继续念经吧。糟了，宋茜茜的行动不是在15，而是在今晚。她骗了驸马，骗过了静心，那些刺客是宋茜茜派来的人，她要做什么？闯地牢救出顾青兰的娘，不好。怎么会有刺客？吓死了！我们要不要跑啊？现在跑岂不是更危险？谁知道是冲着谁来的呢？很多人是想跑出去的，但听了金侧妃这句话都不敢跑了。毕竟公主府这么多的府兵，在这里比在路上更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毕明带着精卫跑了进来，战北望今晚刚好当值，便一同来救。大师先躲一躲，等抓捕了刺客再念经，不迟。不必了，你去忙你的差事。这经坛今晚祭开了，没念完，老衲是不会下去的。先杀了战北望，有刺客，危险啊！刺客不是冲老衲来的，如果误杀了，那也是老衲命中有此一劫。你们守在这里，保护好他们。大长公主到了西院，带人守着地牢的入口。大长公主，请回屋去躲着，刺客的事交给臣的。不必，你们立刻离开。公主府有府兵，不需要你们插手。大长公主，刺客武功高强，府兵不敌啊！荒谬！本宫的府兵怎会不敌几个刺客？你们迅速离开，否则明天本宫告你们一个私闯公主府的罪名。刺客在这里，公主要参便参，但这么多位诰命夫人在，我不能罔顾他们的安危。谢如墨率先闯入地牢，却看见偌大的地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很多武器和盔甲，地上有一捆捆的剑，还有几架弓弩机，一排排的刀，一排排的剑，一排排的弓箭，还有几个大桶堆放在角落里。靠近便闻到了火药的味道，发现战北望带着几名精卫跟了进来。谢如墨离开了地牢。这么多兵器，找毕大人，还有巡防营的总领陆大人也来了，找他们，快去！全部都不准出去，杀了他们。杀了我也没用，警卫和巡防营都来了，他们很快就会找过来。你们是不知情的，不要为虎作伥。先杀了战北望。另一边，毕明已经带着人将其他地牢里的人救了出来，包括宋子安一家4口。毕明及时救下了战北望，只是他无权布置大长公主，便派人监视了起来。怎么样，还扛得住吧？还行。好样的。毕大人，那些刺客落网了吗？刺客全部跑了，一个都没逮到。毕大人，那些刺客，我怀疑我们被人利用了。我跟刺客打了照面，虽然他蒙脸，但我认出他了。你猜我为何能找到你所在的地牢？别管刺客，战北望你立功了，知道吗？立功了。大长公主进来之后，地牢的门锁了，如果不知道入口，那是进不来的。莫非是谢如墨回头把门打开，引毕大人他们进来的？怎么样？西西，你堂叔一家4口都没事了，好在没遭什么罪，也没挨打，只是关在地牢里被吓了一场。我堂叔果真被抓去了。也幸好他在，否则他妻儿要被吓个半死。那地牢里关着的几乎都是顾驸马的小妾，人全都救出来了，但伤残的不少，心肠太狠毒了。还有西院里头的地牢藏着武器和盔甲，还有火药，估计是想着等起事的时候，先一批人混入京城，从大长公主这里拿武器和盔甲来个里应外合。如此猖獗，他就不怕事发吗？若是亲王府邸，那肯定是不敢，但谁能想到公主府会修建地牢，还私藏武器呢？这恰好是最安全的，因为没人会搜公主府邸，便搜了也发现不了。咱们是提前知道了有地牢，把地牢入口给打听清楚才能找出来。是的，若非天大的事，谁也不敢搜公主府邸，所以他们选择把武器放在公主府，最是安全。他图什么？他已经是尊贵的大长公主，就算他真的成功相助燕王夺得地位，他能得到什么？反而从大长公主变成了长公主。他图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杜振，今晚的刺客是不是你派出去的？是，臣弟有罪。你早发现他有谋逆的意图，你为何不禀报朕？你觉得朕会不信你的话？若没有证据，你又怎么会信大长公主有谋逆之心？只怕说出来你也要怒斥一句荒谬。皇兄，臣弟并没发现他有谋逆的意图，今晚的行动也并非策划已久，实事事出突然，是西西的娘家堂叔出城的时候被掳走，后连他的妻儿也失踪，我们便怀疑是大长公主所为。为什么怀疑是大长公主所为？
前段时间有一名自称是顾驸马的庶女顾青兰，她娘亲因与西西母亲有几分相似，而被大长公主带回去许给了顾驸马为妾，生下她与姐姐顾青武两人。顾青兰说她是受大长公主所命，前来破坏陈帝与西西的感情，但她不愿这样做，便把受胁迫的事情告知了西西，求西西救出她的娘亲。地牢的事情也是她告知陈帝的。所以你们制定了韩一杰的计划，而你方才还说并非提前预谋。不，那时不辨真假，陈帝与西西都不会贸然行动，毕竟她是我们的姑母，是我朝大长公主，地位尊崇。如果不查实，就派人去公主府，也挑衅了皇室的威严。陈帝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是因为宋子安一家4口的失踪？是的，他们失踪之后，王府和国公府都派出很多人去找，也没有找到。最后想到有没有可能是大长公主所为，便叫顾青兰回公主府向下人打听，得知在宋子安妻儿失踪的那晚，公主府的侍卫带着2个孩子和1个孕妇进了地牢，我们这才锁定是公主府。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瞒着朕？你是当真不知道大长公主存了谋逆之心？你是当真不知道公主府藏了这么多的铠甲和武器吗？陈帝真不知道，而且她是大长公主，身份尊贵，还有她膝下无儿，她为何要谋逆？这句话对肃清帝才是一个真正的惊醒。能否撬开他的嘴，就看大理寺的手段了。皇上心里可有怀疑的人？肃清帝脑子里把可疑的人筛了一遍，有怀疑的人，但燕州那边没什么异常。至于在京的怀王，几乎不可能。至于其他在封地的皇叔，如齐王、安王，他们整日里声色犬马，奢靡至极。不，燕王还是不能排除。他娶了沈家女为正妃，而沈家替朝廷养着战马，连同兵部铸造兵器铠甲。可光有这些没有兵如何谋反？各地卫所的兵力分散，凝聚起来不容易。萧家不可能，王彪刚掌北明军和宋家军也不可能号令得动他们谋反。最有可能的人就在这里。没有，就看他会供出谁。你觉得呢？你若有怀疑人，便直接说，朕恕你无罪。陈帝怀疑燕皇叔，为什么怀疑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的实证，只是皇上叫陈帝大胆说，陈帝便说了，大长公主和燕王都是养在容太妃身边，他们兄妹感情最好，而且燕王娶了沈氏女。朝还没有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沈家养着战马，光有这些不够，兵呢？他会与谁勾结？至于武将，陈帝暂无怀疑的人。大理寺只侦办此案，朕会另外派人查。是，朕原先听你说，近期并未打算生儿育女，对吗？确实暂无打算。西西是玄甲军的副指挥使，你既已任大理寺卿，那么你这指挥使一职便卸了吧。朕打算升宋西西为玄甲军指挥使。皇上是只有实权的。没错，他直接上任。只是我朝虽有女将先例，却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啊。先例可以开。西西说他想创办女学，这副指挥使一职他早就想着请辞，只是因为是虚衔才没有及时请辞。那就不必请辞，也不再是虚衔。玄甲军包括了精卫以及宫中禁军，朕把玄甲军兵权给他，希望他不要让朕失望。为官以后创办女学反而会更加方便，就这么决定了。你今日不必上朝，先去控制大长公主府，人带回去先问。你如果审不出来，交给宋指挥使审。是，陈帝告退。天一亮，于先生便告诉了宋西西皇上的旨意。王爷回来过，说皇上打算晋升您为玄甲军指挥使，掌管精卫巡防营禁军以及御前侍卫，但卑职还没参透皇上此举用意。实职？实职。我朝还没有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便是当初一访立功，也只是安排她在卫所。而我虽说捡了个副指挥使一职，但从来也不许我顾问玄甲军的事，只是任个虚职多收一份俸禄而已。不知道皇上为何要这样做，但估计等朝会结束之后，任命文书便会下来了。对了，王爷会说皇上会亲自下旨意。于先生，其实王爷一直退避隐忍和退让，皇上是看在眼里的。他知道王爷在顾全兄弟感情与君臣之情，但他同时也知道王爷即便不反，也可以不用这样隐忍的。皇上多疑，王爷不愿兄弟生了嫌隙，也是为大局着想，否则这朝纲就乱了。而皇上既想重用王爷，也忌惮王爷，所以才会如此矛盾。说到底还是信任的问题。所以王府一味的退让，也只能让皇上表面心安，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既然如此，我倒是觉得不若便放手去做该做的事。他是怀疑也好，忌惮也罢，反正都避免不了。王妃也这样想吗？于先生这样想过。王爷早便同卑职说过同样的话，但王爷说如今国公府只有瑞儿少爷一人可继承家业，须得好好护着他长大。而且王爷担心王妃不愿意卷入皇权的各种猜忌之中，想着让您安心过日子。他说您经历了太多不开心的事，往后只要安顺平稳就好。宋西西微微愕然，心底涌起一股暖意，是被人重视的感动。呀，审了吗？顾驸马审过了，但没吐几句真话。公主府的府医说顾清武委身于他，让他在林凤儿的药里动手脚，目的是要他死。这件事情你看看要不要告诉顾青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是他的娘亲啊，他被大长公主控制，不就是因为他娘亲在地牢里吗？是想害死他母亲，然后自由吗？也不对啊，他如果不在乎自己娘亲，为什么要执行大长公主的命令？
不知道他动机，但这不是我们侦查的重点，只是问出这么个事来。又知道你和沈万子跟顾青兰有来往，便跟你说一说。如果罪证确凿，顾青武涉嫌弑杀生母是要逮捕归案，但现在他已经逃去了。他的去向可能洪晓他们会知道，但估计不会跟踪他，毕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他们几个人肯定是在京城待命的。我回来便是想让他们盯着燕王府和怀王府，虽说近段日子他们肯定不敢有什么动作，但这批武器的制造和运送都需要经过不少人的手，而且大长公主府倒下之后，燕王或者怀王不得不接手，先盯着点儿。好，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万子说，先叫洪晓盯着点怀王府和燕王府。我和王爷都认为还有在铸造的武器，他们不能运送来的话，肯定要销毁或者藏匿起来。我们要找出这武器铠甲是在哪里铸造，这些大理寺也会调查，但王爷说他们可能会和燕王接触。到我身上。还有你去找顾青兰，这一次计划我们欺骗了他，估计他心里头会有点责怪我们不信任他。你告诉他小心顾青武，顾青武曾委身府医换了林凤的药，顾青武要杀死林凤，毒害生母这么狠，为什么啊？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反正你去一趟吧。顾青武现在找不着了，估计是找地方躲起来，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顾青兰，你还是去提点医儿吧，免得真出了什么事。还有给林凤儿送点药，或者请红雀去看看，她的病应该挺严重了。我和红雀跑一趟，你放心吧。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前跟你说说，你也做些心理准备。这么严肃，吓唬人呢？是什么事？快说。大长公主府现在算是栽了，燕王他们肯定想要打探大长公主的消息，例如她招没招之类的。我估摸你那堂姐会来找你，她休想从我这里探到一句话，你不用担心我泄密，以她的脑子也哄不了我。难道你是想让我哄着她，假意跟她好来套她的话？不，你以前用什么态度对她，现在也用什么态度对她，不要改变。她肯定会同金侧妃来找你，金侧妃谨慎细心，只要你露出一点点对燕王府的怀疑，她都能察觉。那还不简单，自从她嫁给燕王，我就没给过她好脸色，现在依旧不给好脸色就是。对，千万别一下子热情起来，那可就此地无银了。知道了，你不是要进宫吗？去吧。上让我举荐战北望为御前侍卫长，吏部出任命文书。他早就想用战北望，只是战北望确实不争气，现在好不容易立功了，自然要升他的。至于御前侍卫，虽说隶属玄甲军，但实则你管不得他们，他们只会直接听命于皇上。现如今只不过是过渡期。你说的没错，皇上已经打算开设领侍卫府，到时候御前侍卫估计会从玄甲军脱离出去。禁军12司本就包括御前侍卫，但皇上偏偏单独出来，是在培养自己的心腹。战北望是最好的人选，毕竟他和你有些过往，将军府对你的怨气都快传到南疆了。有些人真是奇怪，自己做错了反倒怪别人。否则世上怎有泼皮无赖这些称呼？倒是皇上特意还叫你举荐一番，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如果有什么流言蜚语进了你的耳朵，你便侧着头跳几下，让流言蜚语从另外一只耳朵掉出去。我是担心你在意，你不在意的话，我无所谓。我怎么会在意？皇上还说了什么？皇上说，与大长公主府来往过密的官眷也要查要问，若是有告密在身的，由我来审问。那么牵涉的人还是挺多的，你做好心理准备，很多都审不出来，只是浪费口舌。皇上的意思是带回大理寺审问，还是你上门去问？他说的是带回审问。这不妥，如此大动干戈，损了世家名声，让世家对朝廷心存怨恨。大理寺是宫门，没有证据的话，贸贸然带回来审问，传出去也是没脸的。估计此举会引得大家厌恶。我倒是没想到这点，还是你思虑周到。案子是我们办的，他们不敢对皇上有怨言，但肯定迁怒我们。我竟没想到你今日才上任，有些紧张在所难免。这样吧，你辛苦一些，但凡与大长公主府来往过密的，你登门去问，问过有嫌疑的才带回来。行。现在有个人还真要你去问一问，方嬷嬷，你今日审过杜琴，说大长公主本来下令要把你堂叔的脸毁了，再杀了他们一家，是方嬷嬷压了下来，让杜琴不要执行命令，不然的话，他们一家如今已是黄泉路相见了。他真的是丧心病狂了，长相像我母亲的不择手段的带回去给顾驸马当小妾生孩子，像我父亲的带回去毁掉脸，再连全家一同杀掉，他是不是疯魔了？所以他到底残害过多少人，只有方嬷嬷是清楚的。大长公主府里不仅是有谋逆案，也有这些血债啊。皇上不会关心后者，但不管是那些还活着的，亦或是已经死了的受害人，都需要得到一个公道。我去跟他谈谈。从方嬷嬷的口中，我们知道大长公主恨文帝爷，先帝是文帝爷最喜欢的儿子，所以他有可能是想报复文帝爷。应该是先帝还在的时候，他和燕王就已经策划谋反了，我们至少知道他谋反的动机了。是的，问出这些来对我们也大有用处，可以不用再审他了。
大长公主太凶残了，一个人的心肠怎可以如此的恶毒？她所谓的一腔情深，谁都感动不了，但却害了那么多人。那些女子大多数与我母亲有几分相似，她害人还要用我母亲来当借口，不把她挫骨扬灰都难消心头之恨。放心，恶人自有恶报。未办案，铁面无私。金侧妃在这里扯什么情分？谢运好大的胆子，竟敢心存不轨之念，企图谋逆。皇上息怒，审，给朕审，不管用什么手段，务必要他供出幕后之人。皇上，如今她还是大长公主，宫门对皇室宗亲不能用刑。传旨，废谢运福庆大长公主封号，逐出皇室，贬为庶民。是。皇上，另外2个册子是公主府这些年掳来给顾驸马的妾室，多达180余人，被虐杀100余，如今活着的只有40人左右，而且他们所生的男婴全部以各种方式弄死，女婴则从小培养混入世家里，这侦查下来怕需要一番功夫。肃清帝拿着册子看的是毛骨悚然，头皮发麻。心存谋逆不说，竟还这般疯癫恶毒，这样的人出自皇室，简直就是给皇室抹黑。传旨京兆府尹孔阳与精卫一同协助大理寺侦办这些案子，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务必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有一个交代。我今日是办差，我问什么你们回答什么便是。办的什么差？你这当了官还想拿燕王府立威不成？县主，听宋指挥使的话便是，他问什么回答什么。宋指挥使是你的表姐，自然不会为难你们。要问什么快些问吧。记下，便说玉清县主态度不耐似，不愿配合，有抗旨之嫌。是，宋指挥使。宋西西，你不要乱说，我几时抗旨了？再记，玉清县主怒斥本官态度极为恶劣。是，已经记下。不许记，把口供给我拿过来。再记，玉清县主企图撕毁口供。宋指挥使莫要跟玉清计较，他年少不知事，也不曾见过这样的阵仗，且你们有表姐妹的情分，犯不着闹这么僵，对不对？精卫办案，铁面无私。金侧妃在这里扯什么情分？他们同亲生母亲都没有情分，同我有什么情分？是，有什么问题宋指挥使请问，我们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谢运私藏武器一事，你们在场的人可知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此事的，一点都不知道，王爷也是不知道的。燕王是否知晓要问燕王，你只回答你们是否知晓就行。是，我们不知道。你们觉得容太妃病了，燕王带着你们回京市集，此举有什么可疑吗？有什么可疑？父王素来孝顺，回京市集有什么可疑？娘亲病重，儿子还在千里之外，这才可疑吧？你问来问去的，有什么意思？你说的很对，母亲病重，子女市集乃是天经地义，哪里有在千里之外的？既然如此，为何你们母亲在青木庵养病，你们兄妹3人还有金侧妃所生的3个儿女无一人去陪伴市集？燕王既是个孝顺之人理，硬叫你们去陪伴，他自己守着孝道，却让你们做那不仁不孝之人，岂不可疑？宋西西这话问出来，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回答的话是要被记录进去，而不孝是大罪，即便不被问罪，传了出去也不利于他们一清。下吧，先燕王妃的嫡子嫡女庶子庶女皆无言以对，不知是羞愧还是不以为意。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怎不想去伺候母妃？实在是那时候父王身体也不好，我们要照顾父亲，加上我们年纪也小，又未曾出阁，到青木庵去不合适。你父王身子不好，就全部都留在府里头伺候他，你母妃病重，则要去青木庵，为什么他不能留在燕王府养病？是不是你们待他不好，还是说他发现了些燕王府见不得光的事情？宋指挥使，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当初王妃要去青木庵是他自己提出的，我们也劝过，但他不听。再说这是我们燕王府的家事，你们精卫有什么资格过问燕王府的家务事？是啊，这和谋逆案有什么关系？就算你什么官也管不了亲王府邸的家务事吧？即便你是北冥王妃，那也差着辈分呢。就是，这是我们燕王府的家务事，没必要跟你交代。曾经你给谢运献过一个女子，那女子什么来历，叫什么名字？你是买来的还是掳来的？你献给谢运做什么？什么女子？我几时献过女子给他？宋指挥使不要空口白牙乱说，这是诬陷呐！不记得呀，我帮你回忆一下。那女子叫李微墨，燕州人士，父亲是工匠上头，有3个哥哥，被你带到京城的时候15岁，死的时候18岁。他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生下一个儿子，儿子被摔死，他被谢运下令剁掉手指脚趾，虐待了3日才死的。这是哪个胡说的？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李微墨我根本不认识。你不承认不要紧，公主府里有人替你记着，而且是记录在册子上。那册子上记录了每一个入府女子的来历，谁送来的，怎么来的，来的时候多大，死的时候多大，遭遇过什么样的虐待，一清二楚。金侧妃，你是要现在交代，还是大理寺直接提审你？你以为谢运只涉嫌谋逆一案吗？100多个女子在大长公主府里受尽折磨而死，这案子和谋逆案一样，会震惊整个商国，皇上也十分重视。金侧妃额头渗出了细碎的汗珠，她没有想到千防万防会在这里被人抓住把柄，
宋指挥使这么一说，谢深倒是想起是有这么回事，是给公主府送过一名侍妾，当时是他生完佳怡没有多久，说以后不想再生，也不愿意驸马断了香火，便想给驸马讨几个出身平凡好拿捏的小妾，我便举荐了一个，实在是过去太久忘记了。那么这李姑娘是自愿的，还是你骗去的？是她自愿的，谢深告诉她去京城给驸马当妾室，她和她的家人都同意的，且也给过聘金，她的娘家人也添了妆的，这个你们可以去查。我们自然会查。尽管查，他家人都是同意的。好，今天到此为止，如果回头想起还有什么需要你们协助的，我会再登门。说你想当皇帝，让本宫倾尽全力协助你。长久来，你把那些妾室关在地牢里，如今自己也能住上了，还习惯吗？比我公主府可差远了。皇上已经下旨褫夺你公主封号，今日京兆府孔阳也会前往公主府邸正式查抄。封号没了又如何？不当公主又如何？我依旧是皇家出身，我的父皇是文帝，我的母妃是懿贵妃，这谁也改变不了的事。那些武器从何而来？为何想谋逆？背后的人是谁？问来多余，既已定了谋逆罪，那就该砍头砍头，该株连九族便株连九族。谋逆不都是这么判的吗？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皇帝。放心，皇上没打算株连，你也不必担心会牵连嘉义郡主，前提是嘉义郡主并未参与谋逆。随便，我无所谓。你还没回答武器从哪里来？为何谋逆？可有背后之人？你现在已经贬为庶民，若不招也休怪大理寺用刑。招？怎么会不招？我到底金枝玉叶受不得这大理寺的刑。那些武器是自然是我背后之人送来的，甲胄是命人去兵部工厂偷的，你们想必也验过，那些甲胄和兵部所用皆是一样。至于背后指使之人嘛，都是侄儿你指使的呀。你说你想当皇帝，让本宫倾尽全力协助你，本宫为什么会协助你？自然是因为被你发现了公主府里惨死的侍妾，你拿捏了本宫最大的把柄，本宫只能助你了。侄儿该不会敢做不敢当吧？主簿记录的手顿了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实记录，他说都每一个字都记下来，递呈给皇上过目。是，哈哈，真好玩。是啊，挺好玩。展开说说吧，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利用你府中侍妾的事情威胁你的？又是在何地向你提出我想谋反，要你协助的？有什么人在场？我在战场上是如何跟你保持联系的？可有书信往来？一直是你府中的于先生负责联系本宫的呀，你忘记了？你说你不能出面，怕被人抓住把柄，所以第一次你跟本宫说了要谋反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先生负责的。你把于先生带回来严刑拷问，一切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哦，对了，后来你从战场回来，负责跟本宫联系的人除了于先生，还有宋西西。那些武器不就是他叫那些武林人士送过来的吗？把他抓来好好严刑拷打，也会招供的。但如果你不把他们严刑拷问，可就不能对我用刑了，那是区别对待。还有，本宫只认你是背后指使人，你就不能负责此案，换个人来吧。你不必操心这个，皇上看过你的供词之后自有定夺，他如果觉得有必要换个人来审，那么你下次就不会见到我。真希望再也见不到你，你真恶心。身为战功赫赫的亲王，却娶了一个二嫁女，我们皇家的面子就是这么被你丢尽的。你不是皇家的人了，不用担心这个。你真的毫无廉耻之心，本宫这样骂你也不生气，这没脸没皮的样子让人瞧着就生气。郡主是被他诱供的，如果不是有把柄在你手上捏着，本宫怎么会被你利用和你一起谋反？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自己府邸里不敢放武器，都放在本宫府邸里，其中很多武器都是你从南疆战场上偷运回来的，甲胄也是。主簿听了这话，吓得脸色都白了。这话记录下来，那是要递呈皇上的。今日是第一场审讯，皇上一定想知道他说了什么的。写啊，他说什么你写什么。是啊，我潘瑶的你越厉害，你就越是能撇清。但是谢如墨，你休想撇清，是你害惨了本宫，本宫怎么会放过你？本宫就算要下地狱，也要拉着你垫背。皇帝明察秋毫，一定会调查清楚，你谢如墨才是真正要谋逆的乱臣贼子。本宫不过是被你胁迫，天下人也会知道你的真面目。那些说本宫谋逆的人都是眼盲心瞎。本宫一介女流又无儿子，谋逆的意义何在？这商朝连女官都没有，还能容得下女皇？现如今女官是有了，就是你口中说和本王合谋造反的宋西西，她如今是玄甲军指挥正使，掌京卫巡防营禁军御前侍卫，你谋逆一案她也参与调查了。呵呵，皇帝真是糊涂了，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先例，就为着宋淮安的功劳，他宋西西安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不说，如今还长了实权，玄甲军是皇城屏障，交到宋西西的手中，他想自取灭亡吗？本王倒是觉得皇上此举甚好，宋指挥使的能力有目共睹，他父兄对朝廷对皇上忠心耿耿，最是憎恨祸乱家国的乱臣贼子，有他守着皇城，乱臣贼子想谋逆绝无可能。有些人苦心经营多年，怕是要功亏一篑了。你真是疯了。本王的审问到此为止。就这点手段，不问了吗？继续审啊。放心，本王不审有人审，你做好心理准备，今晚大概会审通宵。
你觉得我会怕吗？谁来审都没有别的答案。谢如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这乱臣贼子休想脱罪，我会咬死你不放。你有什么招数尽管放马过来。没什么招数，一切都是按照律法处理。谢如墨出了审讯室，换陈毅进去接着审讯了。平阳侯府，嘉仪郡主用杀人的眼光瞪着宋茜茜。我们原先真的什么也不知道，那地牢我听都没听过。宋大人也知道岳母不喜我，我能进大长公主府的次数屈指可数。根据李管事和多名下人的口供，公主府内宅里的那些女人没少遭你的搓磨，其中有一个叫黄春燕的侍妾郡主，可有印象？那都是他们胡乱攀咬，公主辅导了便想把做过的恶事都推到我的身上，我连黄春燕是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打死她。郡主，我没说过黄春燕死了，你既然不认识这黄春燕，怎么知道她死了？都记下来。不许写，本郡主是被他诱供的，本郡主也没有杀黄春燕。郡主如果不配合，那就带回大理寺，交给大理寺的官员问吧。宋茜茜，你敢？全部都是你和谢如墨的阴谋，我母亲没有谋逆，那点儿武器都是公主府用来自保的，至于那些女人是她们自己贱，甘愿做妾，既进了大长公主府当妾，想过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自然就要付出代价。你母亲已被贬为庶民，皇上还念着情分留你郡主之位，你如果拒不配合，那么你杀黄春燕的事今日便会上达天听，堂堂郡主谋害人命，我看谁能保得住你。宋大人奉旨办差，他问你什么你说就是。我没杀他，我就是叫下人打他几巴掌，他是自己撞墙死的，我怎么知道他会撞墙？他们也不是头一遭被我打，之前打得跟猪头似的也没见他们自尽，那次我不过是叫人打他几巴掌撒火，还不都是怨你跟我吵架，我才会憋一肚子火回公主府。你说什么？你每次跟我闹了回娘家去就找他们撒气，还害死了一个。谁知道他会死，是他自己想不开的，关我什么事？你怎么会如此恶毒？我跟你吵架，你迁怒别人做什么？几巴掌？真的是几巴掌吗？公主府的人都知道你最爱用木屐抽脸，抽到他们脸颊发烂口，鼻耳朵出血，你才会停下来的。黄春燕被你打过几次？她2只耳朵都被你打聋了，有一段日子她的嘴巴总是渗出血水，你就专门挑她欺负。有什么分别？打脸也不会死人，总之我没有杀过人。肃清帝看了谢运出审的口供，眉眼里竟然是怒意。还想攀咬你们夫妇，真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悔改。继续审。这是嘉仪的口供，皇上请过目。嘉仪如此恶毒，这般心肠狠毒之人如何能做我皇室宗亲？传旨废黜嘉仪郡主封号，收回10亿，贬为庶民。如果查实他有亲手谋害人命，按商国律法处置；谋逆涉案之人，只要查实便一律先行关押。弑妾案牵涉太大，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他们都是顾驸马的妾室，由顾侯府补偿他们和他们的旧家属。至于顾驸马遭见女子草菅人命罪，不容诛，按律当斩。你告诉他，如果他能供出谋逆案背后的人，朕可以饶他一死。西西与公主府来往过密的世家，可查出什么来？回皇上的话还没问完，至今只发现兴宁侯府有一位顾驸马的庶女，审问过之后，这名庶女并未执行过任务，因为在她入兴宁侯府第2日，她的生母便死了，谢运无法拿捏她，加上她深得兴宁侯世子的宠爱，便脱离了大长公主府。兴宁侯府有人知晓她的身份吗？回皇上，兴宁侯府据说不知道，且问过府中下人，说这位顾姨娘进门之后几乎不曾出门去。那顾姨娘如今可还在侯府里？她入门后生了1子1女，所以并未休弃，而是送去安堂找人看管着。兴宁侯府不可轻信，要盯着他们，还有查一下他们以前和谁来往比较多。皇上放心，已经在调查。顾侯府送出去的庶女这么多，为什么只查到她？回皇上，因为负责掌控这些庶女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便换一人，换掉的人多半被杀。也并非只查到一个，还有就是晋城恩伯府的花魁娘子，本名叫顾清武，如今改头换面，根据府中管事招供，她已经离开京城了。继续找，把他们都找出来，确保他们没有继续被人利用，都是一群可怜人啊！肃清帝的一句叹息让宋茜茜微微的松了口气。其实那些庶女都差不多全部锁定，他没有把顾清武前往南疆找王彪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说了出来，以皇上的疑心，那这些女子不会有好下场。这很难，要死也不易。审讯顾驸马和谢运多次也没有招出来一个人。肃清帝于早朝下旨，谢运圈禁在宗人府，精卫负责送过去。大理寺继续调查谋逆案，什么时候把幕后的人揪出来，什么时候结案。明日要先把谢运送去宗人府看押起来。这件事情由宋茜茜办的，所以他要命人准备押送事宜，多派些人手，以防有人救他或者刺杀。如果是刺杀，倒是可能逼得谢运开口，
他没那么傻，如果要刺杀，他一定会用营救之名，不会找人高空放冷箭，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如果射杀不死，那他必定被供出。他太清楚谢运的性格，他可以护着他，但绝对不能接受被背叛。是的，这么好的机会，他估计也不会放弃。他养着一批死士，之前去将军府刺杀的就是死士，但估计不会把所有的死士都带进京城来，所以这一次估计也是碰碰运气，不会出动太多的人。要不要我陪你一同押送？这倒不用，我们精卫也不是吃干饭的，还有我。翌日黄昏，大理寺这边已经安排好，本来是打算要用囚车的，不过经过商议之后，决定用马车送去，不让谢运露脸。队伍到了十字路口，只听得空气中传来铮铮的微颤，是刀剑出鞘被北风吹过发出的声音。有刺客，危险！数名刺客从四周杀出，幸好精卫有所准备，只是激战之中，毕明感觉到一些不对劲。他们不像是救人，像是杀人。毕明话音刚落，便见与精卫打斗的其中一名刺客飞了出去，手持长剑直直飞向马车。毕明眼睁睁地看着长剑穿过了马车的帷幕，却施救不及。随着尖叫声响起，所有刺客迅速飞起，四散而去。他们果真不是来营救，而是来杀谢运。但他打开马车的时候却怔住，那刺客躺在马车里已经不能动弹。王爷怎么在这里？押他回大理寺，他被点了穴，口中的毒丸也被挖出来了，但不能掉以轻心。带回去之后喂下软筋散，这种死士除了寒毒之外，还可以自断经脉。王爷什么时候上马车的？分明押送谢运的时候，马车是没人的。从大理寺出去，也有精卫守着左右。宋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先把人送去宗人府再说。你骑闪电回去，我上马车随去。好，剩下的交给你。你以为这样我便会说吗？你说不说真的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拿下刺客，让某人更害怕。其实那个人本王知道是谁。那又如何？去跟皇上说呀，拿出证据来。你会看见的。谢如墨走后，宋西西上了马车，谢运狠狠瞪着宋西西，这也是他被拿之后第一次单独面对宋西西。贱人，没死成，觉得失望吧？刚才刺客持剑扑入的时候，他是迎着剑尖过去故意送死，却被谢如墨推回去，头撞在边上，这才发出一声尖叫。想活着难，想死不容易吗？有什么失望的？活着很难，要死也不易。逼的话，你怎么会死全家？看你全家死得多轻易啊！尸体都被人剁成肉碎，死无全尸，全部做鬼去了，这不容易吗？他奔着宋西西心底最痛的去说，以为这句话足以击溃宋西西，让他失控狂怒，但显然他要失望了。宋西西神色一丁点都没变，即便做了鬼，他们也依旧在一起。倒是你，生也好，死也好，永远只有你自己。你以为本宫在乎？本宫一点都不在乎。最好是什么都不在乎，否则宗人府的日子你是熬不下去的。你知道，我不想你死得太轻易了。宋大人，皇上有旨，为了预防谢运咬舌自尽，所以要把他的牙齿拔掉大半，并且挑断他的手筋脚筋，请宋大人监督，你们也好回去交差。你敢？快放开本宫！皇上虽然废了你公主的身份，但依旧把你关押在宗人府，这已经是对你的恩典了。大长公主之后便是顾驸马，她的罪名一句话概括，便是奸淫掳掠谋害性命，无所不为。我和他们始终夫妻一场，也有生养过孩子，我只求他们别太恨我，他们也知道我迫不得已，我艰难求存，也只为他们能活着，不被谢运杀害，但我始终是对不住他们的，只求你禀报皇上，让我给他们下跪道歉。伪善的面孔就收起来吧，即便是林凤，你口口声声说最爱的人也不愿意见你一面，他早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你既然要谢罪的话，等你死后找那些被害死的人一一谢罪吧。死后我该谢罪的会谢罪，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保护他们。王爷，念在我曾是你姑父的份上，去找青兰过来与我见一面，就当是我求你了，临死前让我见一见亲人。想见亲人岂不容易？本王这就命人去顾侯府请你的子侄过来，或者是把嘉仪叫过来送你一程。那算了，横竖是将死之人，见了又能如何？烦请王爷替我转达歉意，我来生做牛做马给他们赎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你死到临头却还不知悔改，那些女子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临死前来见你一面，那他们还要不要活下去了？你打的什么主意？大家心里头都明白，为你顾家转移百姓的怒火，继续把那些女子置于火架上烤，你还是不是人？见到谢如墨把他识穿，顾驸马张嘴看着谢如墨半晌也没有再说什么。你罪大恶极，不容饶恕，皇上旨意将你处斩，以儆效尤。如今谋逆案看似尘埃落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案子没有完结。谢运作为大长公主，她又没有儿子，说她是谋逆主谋，谁都不信。燕王行刺失败之后，心里就一直不能踏实，每一次进出皇宫去市集，她都担心皇帝会把她叫过去说话。但是皇帝没叫他去，仿佛就当这件案子完了。皇上没有问过他，也没有问过怀王，甚至其他在京的亲王也没问。越是这样，他就越是胆战心惊啊！毕竟谢运还活着呢。
王府可有什么动静？没什么动静，基本是足不出户。怀王心机深沉，只怕远胜燕王。这个时候他是耐得住性子的，反倒是燕王沉不住气。燕王胜在有吴相在身边提点，不然早就出差错了。是的，对了，苏兰基如今怎么样了？药已经送去了，但是否挺过来了还没消息传回来。西京如今情况很复杂，太子已经监国，但皇帝一直没断气。如今朝中半数老臣都反对太子的过激之策，而且太子虽然和先太子兄弟感情深厚，可却完全不赞同先太子的治策。苏兰基曾经是热烈的支持先太子，所以就算他不死，只怕局面也不会好。这老皇帝命真长啊，早就说要驾崩了，却一直没断气，是什么支撑着他吊着这口气不肯死呢？自然是国中大乱了。先太子一直都得民心，老皇帝与太子之间也几乎完成了交接，结果先太子没了，换了新太子，朝臣班子基本都是先太子的。新太子连苏兰基都不支持他，大家都不看好。早几日传来的消息说已经不能进食了，说不准现在已经驾崩，只是消息还没传来呢。师兄，平师姐是给你传信了吗？是的，她来信了。但是什么呢？我小师妹都身在朝局了，我能置身事外吗？眉山能置身事外吗？便是低调些也得帮衬着的。是我拖累你们，你们在眉山的日子多逍遥啊，我非得把你们扯进来。师兄只爱吃醉作画，游山玩水，现在为了我困在京城里，我过意不去。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自在的过活当然好，但肩膀上担些责任也是身为男子汉应做的。但是我总觉得大师兄不是男子汉。骂人是不是？不，我只是觉得师兄是温文尔雅的君子。说真的，我一直认为男子汉一定是那种高大魁梧、筋肉型的。沈师兄是很厉害啦，但有时候穿着宽松的袍子，我总有错觉，认为您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嘿嘿，论武功资质的话，我是万宗门最好的弟子。不啊，王爷他一年去眉山的日子不多，但是武功很厉害，他也是万宗门的弟子，而且还是你师弟，所以他资质是不是比你更好？不，西西还是要厉害些的。阿冠，你不要乱说，我武功高是因为我从3岁开始习武，教我武功的师傅10几个那么多，而且我师傅也曾说过，西西是他见过最有习武天赋的弟子，许多武功招式他只看一遍就会了。你师傅确实这么说过，但他后面还有半句话你没说出来的，那就是他太懒了，终日就想着出去满山跑，上树掏鸟窝，挖洞抓毒蛇，摇着老鼠的尾巴到处去吓唬小孩。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他是摇着老鼠尾巴来的，但他把老鼠扔到我身上，我哭鼻子回去找师傅，师傅罚了我说男子汉不能哭，但是第2日师傅就去万宗门兴师问罪了，最终达成和解，还减了1年的租金。这西京的事情怎么扯我年少的事来说？减1年租金了，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赤岩门就在眉山上，怎么会不知道？每年要交租金的时候，你师傅就让你去找西西过招，对不对？啊，你的意思是说，师傅故意叫我去跟他过招，然后我被他揍了，师傅就上门问罪，以达到免租的目的？对呀，整个眉山都知道的嘛。不是吧，我师傅端方稳重，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每一次我和西西打架基本都是输的，他说我是武功不好才会被打，练不好武功肯定是要罚的。可怜的棍啊，你竟然一直不知道，但是无所谓啊，凭着你身上挨的拳头，你们几乎每年都不需要交租，即便交也交得少。不对，是我师傅说看他们门派太可怜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所以才减免他们的租金，有时候还给他们送衣料棉被。师傅教我们做人一定要乐于助人。是赔偿，所以这是怎么回事？皆有之，赔偿有帮助也有。实在想象不出来王妃以前是个调皮的姑娘。她不是调皮，她就像是误入眉山的小精灵，灵动活泼又充满了童趣。山精，西西他说你是妖怪，多美好的赞美之词从你嘴里出来都是要变味的。如今案子告一段落，在盯着燕王的同时，兴办女学是否也要提上日程了呢？已经在选址了，女学肯定不能在北冥王府办，一位避嫌，2位免得王府出入的人多了引起无端的猜疑。因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女学办下来之后，普通女子是不能入读，只有名门贵女能来读的。这有什么意义呢？勋贵人家都是请先生回去授课，教识字写字，然后专门学媳妇的复工，只有极少数像严太傅的孙女那样可以涉猎更多的知识。勋爵家族人多才会请先生，一般官员是没有的。慢慢来，饭是要一口一口的吃的，要在民间推行女学为时尚早。因在场男子多，所以宋西西有句话没有说，那就是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希望女子太有学问，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天气寒冷，太后挪到了寿安宫暖阁住，惠太妃也入宫住了几日。那老妇死的倒是及时，这年过得舒坦。姐姐谁告诉你的？我看你这整日里也不出窝，是宫里头的人说吗？他们连将军府的事情都打听，知道点外边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啊？
你也别太闭塞，该知道的也要知道些。如今出府跟着莫住了，多帮衬点儿，不是叫你去享福的。儿子争气，儿媳孝顺，不就是享福吗？养儿子那么辛苦，不为享福，难道还要继续操劳他们？我才不这么傻呢！你这个人懒得很，没一点上进心。我怎么就没上进心了？自入宫之后，多少嫔妃针对我，我风里雨里闯过来的，不然怎有今日的顺心日子？这个缺根筋的傻妹妹，好吧，她既认为是她自己闯过来的，这般骄傲就让她骄傲吧。